徒儿，这几年你劳苦功高，今日最后一次复出后，你便自由了。柳千桐的声音冷漠，五指扣在陈之安天灵之上。轰！纯阳之力如决堤之水，被硬生生抽离，经脉崩裂，血从耳鼻涌出，痛苦几乎将他吞没。徒儿，你的纯阳可真让为师满意啊！柳千桐没有丝毫怜悯，反而加大了吞吸的量。陈之安眼前开始发白，意识不断塌陷，连呼吸都快断了。要死了，这次是真的要死了。5年啊，整整5年了，现在终于要解脱了吗？他本是邪道一个小卡拉，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要被邪道大佬发展成炉鼎。可机缘巧合之下，他带着使命出逃魔道，拜入圣宗，竟被圣宗圣女所救，还收他当了弟子。拜师礼上，柳千桐如雪中莲花，圣洁的高不可攀。有那么瞬间，他以为命运迎来了逆袭，可结果呢？狼窝逃出来，又跳进虎穴。他哪怕进了圣宗，可终究还是没能逃过炉鼎命运。在圣宗圣女门下，成了圣女的才补炉鼎，说出去也没人信吧？哈哈，真他娘的讽刺！去你丫的名门正派！一群戴着面具的伪君子，披着挣到皮的魔头。乖徒儿，怕是你没机会自由了。柳千桐悠悠开口，陈之安生命力骤然加速流逝。就在他绝望等死之际，体内却爆发出一团猛烈的炙热能量。原本早被榨干的丹田之中，竟悄然升起一缕微弱的火苗。那是一道残存的纯阳之气，精纯无比，如黑夜里的星火，竟在缓缓壮大。崩裂的经脉开始延展修复，复原的经脉中也再次浮现热流，熟悉的功法竟然开始自主运转。陈之安眼神猛地亮起，竟然是吞仙诀，柳千桐教的功法。拜入圣宗后，柳千桐传下的功法便是吞仙诀。起初陈之安还以为这功法绝对厉害无比，可后面练了几年，他才发现这玩意儿压根儿没啥用。这功法后来他在宗门法堂里见过，完全就是那个名字唬人，是最不值钱的功法之一。要知道，同龄修者修炼其他功法，哪怕躺平不修，也有不少早就跨入炼体4重、5重。自己这几年苦练吞仙诀，本来以为是个笑话，没曾想紧要关头，竟是这门废功竟救了他一命。破而后立，这一刻他感觉修炼起来前所未有的顺畅。天不绝我陈之安，可惜这几年消耗太大，那些他珍藏的丹药不到半炷香功夫便被吸收殆尽。身体虽然恢复，但距离彻底补足亏空还远远不够。根据吞仙诀提示，他想要真正补足、重塑根基，必须得找到一名纯阴之体，完成阴阳调和。阴阳相交，神意自现。此时陈之安在吞仙诀的指点下，不由自主地看向床榻上的柳千桐。这女人竟然就是万里无一的纯阴之体，一切都能解释了。难怪她要练采阳之功，难怪她年纪轻轻便已经是金丹巅峰境界。现成的纯阴之体就在眼前，可陈之安却没有半点利用重塑根基的想法。柳千桐是金丹巅峰修士，真动起手来，一个眼神就能让他万劫不复，拍死他简直比捏死蚂蚁还容易。如今陈之安死里逃生，必须想法逃脱，只有活着才有机会，发育才是王道。就在他思考该如何脱身之际，一道如水般柔媚的轻吟忽然从耳边响起。陈之安虽然忐忑万分，可目光还是忍不住望向了柳千桐。只见他脸颊潮红，红唇轻咬，肌肤银白如玉，香汗湿透了贴身轻纱，曲线若隐若现。这女人状态不对劲啊！陈之安突然明白过来，怪不得每次采补结束，柳千桐都第一时间把他赶走，原来是怕被他看到，他压不住功法反噬。此刻的柳千桐面色惨白，香肩轻颤，体内阴阳两股力量疯狂冲撞，灵力乱窜，整个人几乎被撕裂。这是走火入魔的前兆。纯阴与纯阳在柳千桐体内激烈撞击，即便是圣宗宗主在此为他梳理护法，他也未必承受得住。陈之安看得分明，柳千桐堂堂金丹巅峰修士，此刻气息紊乱的像随时会爆开。现在唯一能救他的路只有一条，双修调和阴阳。陈之安知道这一点，柳千桐更加知晓这一点。他内心懊悔不已，早知今日，当初又何必贪图长生，去修炼这门逆天功法，真是自掘坟墓啊！柳千桐苦涩的低语。噗嗤，此刻体内阴阳二气互不相让，已到临界，一口鲜血从他口中喷涌而出，纯阳之力在这一刻彻底爆发，远超他的预估。死亡的阴影近在眼前，柳千桐这才想起要持鞭那个本应死透了的陈之安。若他还活着，或许自己还有一线生机。他下意识看过去，不看还好，这一看
柳千桐险些没直接跳起来。陈之安竟完好的活着，哈哈！天不绝我！陈之安，你过来！感受到师尊的急迫目光，陈之安心里咯噔一下，坏了，跑，必须跑！可惜还没跑几步，一股扭曲的灵力骤然暴起，柳千桐身形瞬间出现在他面前，五指扣住他的手腕，那力道根本不是炼体境界能挣脱的。师尊，不要啊！陈之安脸色变了。此时柳千桐就像个高压容器，一个不小心就会炸掉。金丹巅峰自爆，加上纯阴纯阳之气，恐怕整个圣宗都会被掀掉1/3。师尊如此对你，反倒是便宜你了。再者，算我求你好吗？柳千桐声音颤抖。陈之安心头狂跳，猛地扭头，柳千桐居然在求他。这一刻，他的大脑仿佛都要炸开了。这就是那个高不可攀的圣宗圣女，那个5年来一次次抽他纯阳不留情面的师尊。可即便如此，他依旧没有半步上前。阴阳二气相撞带来的混沌感使得柳千桐的眼神迷离万分，理智也在逐步丧失。下一息，他猛地一咬牙，翻身跃下，瞬息间贴近陈之安身前，五指一扣，再次将他狠狠拽回床榻。下一瞬，柳千桐咬破指尖，一点鲜血按在陈之安眉心，四周符文亮起，将两人气息强行牵引。血符猛然绽放出耀眼红芒，仿佛一根无形锁链，将两人神魂狠狠拴在一起。陈之安心神俱震，体内灵力竟不受控制地向柳千桐汹涌而去，纯阳之气炽烈沸腾，似要将二人燃成一体。噗！柳千桐喉头一甜，一口淤血涌出，他的体内原本失控暴走的阴阳二气骤然间发生诡变，不再是单向吸纳，而是在符文的催引下，两股截然不同的属性灵力竟在两人之间形成一道闭环通道。纯阳之气如滚烫岩浆冲入他体内，刚一触及就被其根植体内的纯阴之气反噬回卷，带着灼热与寒意，竟又倒灌回陈之安体内。阴阳相接，如龙蛇缠斗，在两人经脉间来回奔涌，如潮似浪，汹涌不息。此刻柳千桐眼神也不再混沌，甚至唇角浮现出一抹淡淡笑意。他伏在陈之安胸口，声音带着一点娇喘与微颤：再坚持一炷香，只要循环稳定，我便能踏入元婴之境。这女人竟真的开始掌控局势了。陈之安心中一惊，眼底隐隐凝起一丝警觉，一旦柳千桐完成突破，他必定凶多吉少，必须留下反制之力。下一瞬，他运转吞仙诀，强行逆冲灵力，稳住丹田的同时，在悄无声息间将鸳鸯锁魂印种入了对方识海深处。这一印若无他亲自引动，绝不会触发，可一旦激活，便是阴阳倒灌，两人皆会神魂俱裂。这是他如今唯一的筹码。徒儿，柳千桐声音愈发虚弱，身体却如火炉灼烫，他那不再稳固的修为壁障在这一刻轰然松动。差一点，再给我一点，我修为要突破了。金丹之上，元婴出显。柳千桐的声音已不带羞意，只剩近乎疯狂的贪婪。他的身子也早不再压制纯阳之气，反而开始本能的主动引导着那股纯阳之气。可现在的陈之安已经有了应对之策了。2年的痛苦、压榨、羞辱，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柳千桐的狠辣绝情。鸳鸯锁魂印最多只能对高2个大境界者有效，超过2个大境界，那便形同虚设。被下印者能轻松察觉并反制下印之人，若真让他突破到元婴境界，那之后自己还能不能活，全在他一念之间。不能让他成功，绝不能。可此时陈之安的吞仙诀已悄然运作反卷，开始逆转所有汇入他体内的纯阳之气，并且悄悄将纯阴之气也引导入体。正常情况下，柳千桐只需一口气吸入纯阳灵力，便能打通瓶颈，一鼓作气冲击元婴。而现在，每一道灌入他体内的纯阳灵力，都会在丹田中激起他根植的纯阴之力，随即被反卷回陈之安体内。吞仙诀则趁机将这股阴力炼化、扰乱、反倒，再一次送回他身上。来回反复，阴阳之力在两人之间反复震荡，水乳交融。每当柳千桐即将蓄满冲击元婴的势头，那股力量就会被回流打断，重新凝聚，而他却丝毫没有察觉，甚至因这回流带来的通畅感，让他误以为这便是突破的前兆。他越沉入其中，越有一种就快成了的错觉。再快一点，只差一点了。时间一点点过去，柳千桐的识海几度崩裂，又几度咬牙稳住，直到天色泛白，他依旧卡在瓶颈之前，明明只差一步，却就是迈不出去。他失败了，却丝毫未觉。此刻的柳千桐灵海清明，体内空灵，
那种几乎脱胎换骨的舒爽感，甚至让他误以为自己已经突破大半，只需再来一次就能水到渠成。而陈志安也终于从咬牙支撑中缓缓松开手指，两人随即陷入昏睡之中。他的吞仙诀在整夜的往复中彻底重塑自身，经脉被打通，气血焕然，修为竟然一举踏入筑基初期，因祸得福了。苏醒之后，他心头猛地一松，几乎有些恍惚。从这一刻起，他终于拥有了改变自身命运的资格。此时他丹田中还有大量未化的纯阴之力翻涌，一旦能彻底炼化为自己所用，修为赶上柳千瞳也很有可能。陈志安长长的吐出一口气，回眸望去，恍如隔世。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得好好研究手中的吞仙诀，这门功法绝对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在这个世界，弱肉强食就是唯一的法则，不想死，唯有实力为根。他一边回忆早已熟记于心的功法内容，一边在心中品味感悟。曾经那些难以理解、看不透、说不清的玄奥，此刻竟如灵光乍现般豁然开朗，水到渠成。吞仙诀修至大成，天地可吞，山河可煮，正道长生。陈志安心中默诵，脸上浮现出几分向往之色。若真能修至那等境地，自己便再无所谓。中午时分，酣睡一场之后，柳千瞳悠悠醒转，身体前所未有的轻松舒畅。偶尔睡一觉，好像也挺不错。话还没说完，昨夜之事倏然浮现脑海。他猛地意识到身上只盖着几缕轻纱，猛一抬头，竟正与陈志安四目相对。啊！尖叫声刺耳如穿脑魔音。柳千瞳猛地翻身，卷起被褥遮住身子，随即一脚将陈志安踹飞，怒火冲天。是谁让你进来的？他怒吼出声，眼神凶厉，再无昨夜半分妩媚舞态，杀意毫不掩饰地喷薄而出。还看，信不信我把你眼睛戳瞎？陈志安捂着屁股，一脸苦笑，满眼委屈。师尊，你这卸磨杀驴的手段，真是无人能出其右了。昨夜若不是我，您恐怕已经……闭嘴！话音未落，柳千瞳一记灵力抽出，几乎贴着陈志安的脑袋呼啸而过，砰然拍碎他身后的木椅。昨夜的情景如幻灯片般在脑海中翻腾浮现，一幕幕，每一个动作将他的脸烧得通红，早已没了平日里的清冷自持。他甚至不敢直视陈志安，那眼神里满是羞怒、复杂、抗拒，却也夹杂着难以言说的情绪。此事若传出去，他柳千瞳还如何在圣宗立足？圣女之位，他还怎么坐得住？更何况他昨夜还不断求他。柳千瞳脑中轰的一声，羞愤欲狂，眼中杀意再度腾起。此子万万不可留下。他霍地看向陈志安，眼神凛冽，杀机毕现，正欲起身动手。可这一动不打紧，刚一起身，一股撕裂般的酸痛从双腿蔓延全身，身体一阵酥软，险些栽倒回床榻。他竟然连腿都迈不开了。完了，这一下更是坐实了昨夜之事。可他被迫冷静几息之后，不由自主地再看向陈志安，心头却陡然升起一丝莫名的侥幸。眼前这男人一身纯阳之体，确实与他的功法极为契合。昨夜的修炼，他分明感受到金丹臂杖已松动几分。若能再来几次，突破金丹道元婴，也只是早晚之事。这般一想，他心头的杀意竟也稍稍息了几分。若从长计议，留他一命，或许也未尝不可。柳千瞳陷入思索，脸上神情阴晴不定，似挣扎，似动摇。另一边，陈志安后背阵阵发凉，心中七上八下。他根本不知道柳千瞳在想什么，现在的自己生死全系于对方一念之间。但他也不是毫无准备，真要撕破脸，大不了启动鸳鸯锁魂印，同归于尽。僵持片刻，柳千瞳终于缓缓抬起眼眸，凝视着陈志安。给本尊过来，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陈志安脖子一缩，下意识咽了口唾沫。这女人该不会是为了提升修为都变得魔怔了吧？这才几个时辰，又要开始修炼了，磨磨唧唧干什么呢？还不过来！师尊，你修炼是不累，可你也得让我喘口气啊。陈志安一脸为难，苦笑着出声：徒儿别怕，为师只是想知道你究竟是如何死而复生的，而且还……柳千瞳话说到一半，顿了顿，忽地想起昨夜种种，耳根悄然染上一抹红晕，后面的话也生生咽了回去。可能弟子命大吧。陈志安讪讪一笑，再说了，弟子之所以能活下来，还多亏了师尊阴阳交融，滋养万物，否则弟子只怕早就尸骨无存了。是吗？柳千瞳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语气中显然不信。
你老实交代，以前是不是如此修炼过？面对这种灵魂拷问，身为堂堂正人君子，陈之安毫无愧色。弟子什么底细？难道师尊还不清楚？一直以来，我可是实打实的童子之身。哼，童子之身，谁知道你是不是装的？不然哪来那么多手段？真把本座当傻子了？柳千瞳冷哼一声，脸颊烫得厉害，忍不住狠狠瞪了陈之安一眼。嗨嗨，师尊，俗话说得好，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弟子这点本事也是靠勤奋钻研所得。陈之安干咳两声，打着哈哈，油嘴滑舌，快点给本座过来。柳千瞳懒得继续与他绕嘴，真真假假，他探查一番便知。这回轮不到陈之安再找借口，只能硬着头皮走上前去。毕竟真把柳千瞳惹急了，谁知道他会不会一掌把自己拍成齑粉？所幸他早在他体内悄悄留下了后手，否则现在的处境可就是被人随时拿捏的小命玩物了。靠近的那一瞬，陈之安清晰地感受到柳千瞳眼神中的杀意，这女人还真动了杀心。不过那杀意转瞬即逝，柳千瞳像是彻底想开了。事已至此，生米早已煮成熟饭，就算真把陈之安杀了，也无法抹去昨夜的痕迹。更何况昨夜那种身心皆醉、修为突飞猛进的滋味，他至今犹存。与其除掉他，不如继续借力修行，祝他早日踏入元阴境。片刻之后，柳千瞳已将陈之安全身探查完毕，眉宇微挑，眼中浮现一丝惊诧。仅仅一个晚上的时间，你的肉身居然恢复到这般程度。更令他动容的是陈之安体内那源源不断、浓烈滚烫的纯阳之气，哪怕只是感知都让他心神荡漾，垂涎三尺。师尊，你要干嘛？察觉柳千瞳那几乎快流出口水的目光，陈之安赶紧抱拳后退，脸上满是警惕之色。这副模样倒是让柳千瞳很想发笑。多少人想拜倒在他石榴裙下求不得，这小子得了便宜竟还装正经。怎么，本座很差吗？值得你这般惧怕？柳千瞳斜睨他一眼，轻哼一声。昨夜本座终于参悟双修之法，发现以往的路子走错了，差点走火入魔。如今本座豁然开朗，你乃纯阳之体，我为纯阴，阴阳相合，正可辅助我修行。所以本座不但不会杀你，还会赐你一场机缘。你小子别不识好歹。陈之安心中冷笑，但脸上仍摆出一副正气凛然的模样。师尊，您这些年守身如玉，难不成如今就要为了提升修为坏了道心？闭嘴！柳千瞳一声冷斥，眼神中已隐有寒光。长生大道，殊途同归，追求之法既靠悟性，也凭天命。你既得了好处，最好将昨夜之事永远烂在肚子里。别以为仗着你那点纯阳体质，就能在本座面前为所欲为，真要杀你，也不过一掌的事。话说到这份上，陈之安哪还敢再多嘴，连忙点头如捣蒜。弟子谨遵师尊教诲。此时此刻，他深知自己仍是砧板上的鱼，只能暂时隐忍，等他日修为大成，这笔账再来一一清算。而此刻的柳千瞳却仍旧一副意犹未尽的模样，眼神中不经意间流露出几分期待，让陈之安背脊顿时凉了半截。哼，总有一天，等小爷修成大道，要让你跪在我面前主动求饶。想到这儿，陈之安心念一动，转身就想离开。眼下还是离这危险女人远点为妙。然而脚还没抬起来，便被柳千瞳一抬手拦下。你要去哪？现在已是日上三竿，弟子想着去打理大殿内外。陈之安咽了口唾沫，脸上僵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不用了，这种杂事以后交给下人做。柳千瞳轻描淡写地甩出一只玉瓶，精准地落入陈之安手中。这里面是回灵丹，服下之后可调息气血，强身健体。本座距离元阴境只差一步，若你拖了本座后腿，后果自负。果不其然，这女人尝过一次后，根本没打算收手。陈之安心中腹诽，但面上却恭恭敬敬地接过玉瓶，拍胸口保证：师尊放心，弟子定会调理好身体，配合师尊修行，绝不耽误正事。这才得了柳千瞳点头放行。陈之安立刻转身闪出殿外。如今他修为已进筑基初期，虽说进展神速，可却仍不够看。面对金丹大圆满、无限接近元婴的柳千瞳，自己依旧是个随手可碾的存在。不过有了吞仙诀傍身，还有鸳鸯锁魂印的后手，他暂时没有无性命之忧，追赶上柳千瞳的境界只是时间问题。届时他还怕他区区一个柳千瞳？随着时间推移，夜幕悄然降临，
陈之安仍沉浸在修炼吞仙诀的玄妙之中，身心舒畅，前所未有的痛快。得益于过往积累，他如今对功法掌握的极快，短短半日便已入门，挥手之间劲力如潮，拳风烈烈，隐有千钧之势。至于其余方面的精进，恐怕得真正动手才能见分晓。他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并未如以往那般兴奋，反倒更为冷静沉稳。这些都是他应得的，而且远远不够。可惜现在手里资源太少，与那些大宗天骄相比，差得太远，修炼速度也根本提不上去。陈之安长长叹了口气，好在有了吞仙诀，不然早就凉了。就在此时，一阵夜风掠过，一道黑影破门而入，速度快若闪电。来者出手毫不留情，软剑裹挟寒光，瞬息逼近陈之安面门。这一剑若是放在从前，必死无疑。但今非昔比，陈之安早已不是曾经那个任人宰割的废物。念动之间，吞仙诀自发运转，真气奔腾，如江河倒灌。他身形一闪，堪堪躲开那致命一击。也就在这一瞬，他终于看清来者面容。师妹，你这是？陈之安惊声脱口，那偷袭之人竟是柳千桐座下弟子，自己名义上的师妹莫九离。他与她往日交集甚少，且此女素来艳男，不近人情。可再如何，他也不至于突然杀上门来吧？恶心！你究竟对师尊做了什么？莫九离咬牙怒喝，手中软剑再次高高扬起，杀意滔天。昨夜师尊整整痛呼了一夜，而你就在他房中。陈之安一怔，旋即嘴角泛起几分玩味的笑意。师妹，有些事打听多了，容易伤身。你……莫九离柳眉一蹙，似是想到了什么，脸色顿时变得复杂。不可能，师尊怎么可能会和你？你不过是个弟子罢了。我也是被逼无奈，若有其他选择。陈之安摇头苦笑，故意装出一副无辜而纯情的模样，看得莫九离怒火中烧，一派胡言。师尊守身如玉多年，岂会容你这等下贱之人近身？你一看就是在胡说八道。看剑！他再也按捺不住，软剑如蛇舞动，凶狠刺来，根本不讲情面。陈之安连忙闪避，剑气呼啸，直接劈碎他身后石桌。这娘们儿是动真格的，你疯了？男欢女爱这种事难道不正常吗？还是说……陈之安话锋一转，眼神微眯，狐疑地盯着莫九离。你是个拉拉，喜欢的人是师尊？此言一出，莫九离动作微顿，眼底骤闪一抹慌张，赶紧怒斥：信口雌黄！那是我师尊，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但他这般辩解，怎么看怎么心虚。陈之安挑了挑眉，他没有将柳千桐把他当炉鼎，做事比邪修还邪的事情说出来，反倒是似笑非笑地盯着他。哦，若不是，那你为何因我与师尊双修之事动怒，甚至想杀我灭口？莫九离红唇微张，语塞半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脸色瞬间涨红。恼羞成怒之下，他暴喝出声，软剑再次腾空而起。今日无论如何，你都得死！剑光如雪，杀招连连，莫九离真的是下了死手。这名门正派的弟子出招竟是狠辣无比，丝毫不讲理。陈之安岂会坐以待毙？一个闪身避开攻势，反手一掌拍出，砰然落在莫九离肩头。莫九离被震得踉跄数步，几乎栽倒在地，口中喷出一口鲜血，面色惊骇。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他满眼不可置信地望着陈之安，自己虽是师妹，修为却一直压他一头，可方才那一掌竟让他瞬间失衡受创，这家伙怎么可能办得到？莫非这狗男人对师尊下了手段，经过昨夜之后脱胎换骨，已不再是从前那个废物了？他修为虽为炼体9重，距离巅峰只差1线，虽非顶尖，但在圣宗中也属上乘。结果眼前这废物，短短1夜后就已经反压他一头。你也突破到炼体9重了？他强撑着擦去嘴角血迹，语气里已带颤意。师妹好眼力，人嘛，总得进步不是？这2年你对我的照顾，我可一直铭记于心呢。陈之安没有暴露真实修为，反而是意味深长一笑，眼中闪过一丝寒光。就算你突破了又如何？我依旧能杀你，去死！莫九离眼神一寒，再度持剑杀来，显然怒到极致，是要将陈之安斩于剑下。二人身形交错，招招狠辣，你来我往，打得风声四起，劲气激荡。陈之安如今修为领先，出招沉稳，避敌先机，而莫九离越打越急，渐渐失了章法，
竟频频朝陈志安下3路猛攻。这女人是疯了吗？怎么专挑那地方下手？陈志安额角抽搐，连忙喊道：“师妹，打架归打架，也得讲点武德吧！狗东西，你用手段玷污师尊，死有余辜！我要让你断子绝孙！”莫九离怒吼着，招式越发狂乱，杀气逼人。但如今的陈志安又岂是他能随意揉捏的顶炉？避开一剑之后，陈志安眼神一凛，闪电般欺身而上，一掌正中他丹田。轰！内力爆发，吞仙诀同时发动，一股诡异的吸力猛然爆出。啊！莫九离发出尖叫，神情巨变，他体内的灵力竟如开闸洪水般涌出，根本无法控制。那吸力像是无底黑洞，任他如何挣扎，也无法遏制分毫。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灵力如泉涌般从体内流逝，莫九离脸色瞬间苍白，连呼吸都急促了几分。他拼命想要挣脱束缚，可根本毫无作用。吞仙诀仿佛具备某种天然的压制属性，令他整个人如被定死原地，别说反抗，就连动一下手指都成了奢望。师妹，这些年你欠我的账，是不是该还一还了？陈志安嘴角带笑，眉眼间尽是轻慢与讥诮，眼底寒光微闪。我是你师妹，狗男人，你想干什么？莫九离声音颤抖，怒火与惊惧交织，声音里却多了前所未有的慌乱。你这样对我，就不怕师尊追责？他不会放过你的。哼，你要是死了，又有谁会知道呢？陈志安声音悠悠，神色淡然地开口说道。此话一出，莫九离瞳孔骤缩，愤怒和惊骇交织，一时间竟是摸不准陈志安所言真假。你敢杀我？你想杀我的时候，难不成就没想过会被我杀吗？陈志安冷声开口，眼底杀意再难藏。如今我为刀俎，杀你与否，只在一念之间。不过这女人天赋平平，姿色却是极品，天香国色。只可惜这么一朵娇艳之花，愣是硬生生长歪了。若能加以辅助重回正道，倒也未尝不是一件善事。想到这里，陈志安突然改了主意，轻轻触碰之下，娇躯微颤，莫九离惊呼出声，更是吓得花容失色。你住手！你杀了我吧！那是刚才将死，他都未尝这般。谁能想到自己一口一个的狗男人，竟敢胆大包天到如此程度？不，我不仅不杀你，我还要救你。陈志安微笑，没有停下来之意。够了，你杀了我！如若不然儿，我定叫你生不如死，让你的神魂永世不得超生。莫九离痛呼，却也难掩心中惊慌，甚至连体内灵力都紊乱起来。师妹，修炼多年，你仍停留在炼体境，看着其他师兄师姐接连筑基，你难道就不想变强吗？双修之术之强，唯独只有体验过的人才知晓。否则，你觉得师尊为何要与我双修？而这成果你也看到了，我如今的修为就是最好的解释。想变强，阴阳调和，刚柔并济，修为才能突飞猛进。而师妹厌男，导致固步自封，纵使有绝世天资，也只能沉沦埋没。陈志安信口拈来，头头是道。可莫九离此刻哪管这些，心中早已被恐惧填满，连娇躯都在发颤。胡说八道！你这邪修，这里是圣宗，师尊知道了一定会弄死你的。我不听你的，你赶紧放开我，放开我！泪珠高悬，眼眶红润，饶是莫九离在嘴硬，面对陈志安的强势，他也无任何办法。只是这楚楚可怜的模样，再配上那绝色面容，实在惹火。师妹啊，我可不是邪修啊，这双修之法还是师尊教我的呢。一阴一阳，阴阳结合，此乃大道也。反向而行，只会与大道渐行渐远。今日我便要替你拨乱反正，让你明白其中奥妙。陈志安丝毫未停，甚至下手更快了些。莫九离厌男，在陈志安眼中不过是未曾尝过各中滋味罢了，等真见了世面，绝对不会这样。正如当初的柳千桐。呸！师尊是圣宗圣女，怎会这些邪修之术？你休要诋毁师尊！莫九离怎么相信师尊会是陈志安口中如此啊？只可惜陈志安压根儿不鸟莫九离的辩解。陈志安一路高歌猛进，配合上吞仙诀，疯狂地吸收修为。一开始莫九离虽不能反抗，却仍旧一副誓死不从、泪眼婆娑的神情。可渐渐的，他发觉这狗男人似乎也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让人厌恶啊，反倒随着深入交流，莫九离眼神迷离，内心的悸动一缕缕点燃，竟是升起了几分期待。我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没反抗？他是邪修啊，我为什么还要？讨厌，
这该死的感觉到了最后，莫九离彻底放飞自我，他再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为此，陈之安还不得不随手布下阵法，不然声音太大，扰民了可不好。就在陈之安准备发起总攻，迎接接下来的大战时，屋外却突然传来了那道熟悉的声音：“小安，为师的回灵丹好用否？身体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了吧？为师还在等你侍寝呢。”这话不仅惊了陈之安，同样还有身下的莫九离。他一下子就清醒了，原以为柳千桐是被把柄威胁，所以才沦落至此，可谁曾想居然是主动要求，现如今都找上门来了。此刻陈之安也只能草草收兵，哪怕收不住也得收。你到底使了什么手段？为何师尊会变成这般？莫九离咬紧红唇，一时半会儿还接受不了现实。事到如今，你若还不信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了。陈之安笑了笑，随即意味深长地看了眼莫九离。如果非要说的话，那便是师尊现在已经离不开我了。你胡说！师尊守身如玉多年，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出格之事，他怎么会沉沦在你一个顶炉的身上？莫九离对柳千桐观察之细致，可谓入微，自问对其相当了解。好啊，那我们等师尊进来，当面对质可好？到时你便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陈之安一脸无所谓，胸有成竹道。这下轮到莫九离慌了，绝对不能让师尊知道我在这。他压低声音，身体都紧绷了些。这大半夜的，要是被柳千桐发现，莫九离再怎么解释都话说不通。关键是这臭男人居然还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他到底想干什么？还不松手？舍不得，师妹实在是让我喜欢的很啊。陈之安咧嘴一笑，随即看了一眼周围，师妹要不先行在衣柜里躲着，我所言是真是假，待会儿一看便知。这房间总共也就一丁点地方，能藏人的无非衣柜、床下。可床下太脏，莫九离只能听陈之安的，躲在了衣柜中。不多时，柳千桐开门进来，目光第一时间便落在陈之安身上。只看他仍旧在修炼，脸上的柔情也多了几分。身体好些没？若不行，为师也能帮你调理一番。多谢师尊关心，我现在已经好多了，只需要些时日调养即可。陈之安缓缓睁眼，面带微笑地说道：“师尊这是，莫非还要双修？三更半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自己问出这话也算合情合理吧？”其实他更是要故意问给莫九离听的。不了。柳千桐摆了摆手，难得脸颊上浮现出几分绯红，平日那高高在上的冰冷姿态，此刻竟添了几分羞涩的小女人模样。师尊只是想快些突破而已，若有小安相助，想必会容易些。这话传入衣柜里莫九离耳中，他心头如遭重击，一颗心如坠冰窟，瞬间死灰。他纵有千般借口，如今听柳千桐亲口说出，又哪还有半分自欺的余地？圣宗圣女竟然真的在搞双修邪法？师尊，我……陈之安露出一脸为难的表情，刚开口，柳千桐便已快步跟上。为师知道你身体还未痊愈，所以这次你无需动手，我自己来就行，保准不让你劳累半分。这话说的柔中带媚，轻描淡写，却直击心扉，那份自然劲儿简直令人怀疑，这还是那个平日里一言不合就召见斩人的圣宗圣女吗？别说莫九离了，就连陈之安都愣了神，一时间竟没反应过来。双修之法当真如此神效，竟能让堂堂圣女柳千桐转性成这样？还没等陈之安开口拒绝，柳千桐已经主动靠前，身形轻盈地爬上床榻，整个人倚进他的怀里，纤纤玉手环在他腰间柔情似水，一改往日威严冷傲，倒像是温婉小妻，柔顺宜人。师尊，恐怕不太妥当吧？陈之安一脸正人君子的为难神色，语气中满是挣扎。然而柳千桐却忽地扑哧一笑，笑容妩媚动人，仿佛能摄人心魂。不好，现在知道不好了。当初为师一喊累，你不还是越使劲越来劲？你们男人嘴上说的正经，骨子里却一个比一个不老实。挑衅，这分明是在挑衅他。这换成哪个男人听了能忍？要是能忍得住，那还算是男人吗？只不过房间里如今可不止他俩，莫九离还躲在衣柜里偷听。难道要当着他的面来一场现场演示？陈之安正陷入天人交战之际，柳千桐却忽然神色一凛，俏鼻清秀，目光倏地一转，犀利地扫向四周。你这怎么会有其他女子的胭脂香气？你是不是还藏了别的女人？说！陈之安当场一惊，心头直冒冷汗，万万没想到这女人鼻子居然灵到这种程度，简直不是人，是狗成精吧？他正要张口狡辩，
哪知那边衣柜门径吱呀一声自行打开，莫九离就那样一脸尴尬地从里面走了出来，那模样活像是被当场抓奸的小三，进退两难。陈之安，你丫这是故意的吧？纵使他腹中早已酝酿好无数说辞，也在这一刻全部崩塌，尽数成空。师尊，莫九离念诺着，一步步挪到角落，整个人都在发颤。他还想解释，却连一个字都未出口，便被迎面一记耳光打得脸颊高高肿起。啪的一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清晰的仿佛炸雷。莫九离那张原本俏丽的小脸上顿时浮现出五指红印，显然这一巴掌毫不留情。好啊，你个莫九离，连本座的人你也敢抢，谁给你的胆子？柳千童声如寒刃，语调如冰，仿佛整个房间都被他的怒火冻住，令人不寒而栗。莫九离被吓得当场跪倒在地，毫无犹豫。师尊，我与师兄真的什么都没有。他声泪俱下，话语凄苦，却听起来无比苍白，毫无说服力。哼，你觉得本座会信你那一套？难不成也盯上他那句纯阳之踢了？柳千童冷哼一声，语气森然，显然半点解释都不打算接受。师妹，有些事情是时候摊开说了吧，继续藏着掖着又有何意义？陈之安适时插嘴，一脸看好戏的模样，心中乐开了花。不行！莫九离惊呼出声，满脸惊恐。还有什么事？快快交代！柳千童寒声逼问。师尊，你杀了弟子吧，我没什么可说的。话至此处，莫九离已是羞愤至极，心如死灰。一向圣洁的师尊，他心里完美无瑕的另一半啊，竟然是个沉迷邪法双修的荡货！天塌了！除了一死了之，他已想不到更妥的方式来保守这个不堪的惊天秘密。哼，看样子这件事本座还真得好好查个明白，究竟是什么事，竟让你连死都觉得轻松？柳千童眉心一蹙，气势瞬间提升，语气也变得越发冷冽。一旁的陈之安饶有兴趣的观望，心中那叫一个期待。如果让柳千童知道莫九离那特殊喜好，他会是何等反应？一时间空气仿佛都凝固了，静得连呼吸声都能听见。莫九离仍旧闭口不言，死死咬着嘴唇，哪怕舌头咬出血也不肯吐露半个字。柳千童眸光一转，望向陈之安，显然是要他来揭开这层窗户纸。然而就在陈之安刚要开口之际，房门外却忽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轰鸣震天，整个圣宗山门为之一颤。紧接着火光冲天起，夜空之中映出一片猩红，仿佛有天外一族入侵。不好了！火魔教联手焚仙谷，两大魔门强攻山门，所有圣宗弟子立刻迎敌！惊呼声此起彼伏，整个宗门顷刻间风云激荡，杀机弥漫。火魔教、焚仙谷，随便一个都能让圣宗头疼不已，如今既然联手，分明是要将圣宗连根拔起。哼！一群邪魔歪道，本座尚未找他们算账，他们倒先找上门来了，倒是省了为师一趟。柳千童冷哼一声，目光森然如电，手中剑光乍现，衣袂翻飞，身形飘然跃出。九离，随为师出战，护我宗门。是，弟子遵命。莫九离长舒了一口气，心中郁结似乎也随着突如其来的战局暂时散去。至于日后的风波，那便走一步算一步吧。陈之安也想起身参战，毕竟好歹是个男人，岂能坐看女人搏命？不料柳千童临走前忽地转身，望着他那叫一个柔情似水，心疼神色溢于言表。小阿，你现在身体未复，不宜强战，还是安心养伤为好。这话说得之温柔，连陈之安心里都打起鼓来，差点以为自己幻听了。以前那位冷面师尊，什么时候对自己这般体贴入微？听为师的，留在房中歇息。至于那些乌合之众，交由我们来收拾便是。那就劳烦师尊和师妹了。陈之安苦笑着点头，只得在床边目送二人离去。火魔教，他自然熟得很。准确来说，他与火魔教的渊源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当年教他修炼的那些修老鬼，就是火魔教中人。后来那老鬼因故离去，却留下他在教中，险些因纯阳之体沦为鼎炉之用，幸而他机敏，逃出升天。只不过逃出火魔教，却又落入柳千童这蛇蝎美人的掌中，依旧没能逃过当鼎炉的命运。至于焚仙谷，当年与火魔教为了一处天地机缘死斗不休，血流成河，最后那处机缘却被柳千童摘了桃子，火魔焚仙两派气急败坏，自此结下血仇。而这次两派联手攻山，
说到底，还真有陈之安的一份功劳在里头。几日前，陈之安察觉自身气血虚浮，灵力紊乱，意识到自己命不久矣，便悄然向火魔教传讯，以一处机缘下落为诱饵，企图让魔门攻来。那时的他心中满是怨毒，只觉如今这般落魄下场，全都是拜柳千瞳所赐。既然自己活不成，那他也别想好过。人之将死，其心一横，恶向胆边生。只是陈之安万万没想到，焚仙谷居然也还未放弃对那份机缘的觊觎，甚至连此事也要强行插手，争一杯羹。更想不到的是，原本以为寿元将尽的他，竟然凭着吞仙诀，不仅安然无恙地活到了现在，修为更是节节攀升，突飞猛进，一路逆天改命。如此造化逆转的神迹，令他不禁重新审视命运。这份机缘，陈之安心中已有定论，绝不能落入魔教之人手中，但也同样不愿便宜那心狠手辣的柳千瞳。左思右想，权衡再三，最终他得出结论：这东西唯有自己强行据为己有才最妥当。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若不为己，谁又肯为我？念及于此，陈之安听着外头战火纷飞，杀声震天，趁乱悄然离开房间，按着脑海中记忆描绘出的路线，一路前行前往目的地。这2年来，虽然他名为弟子，实则不过是顶炉耗材，但陈之安可不是吃白饭的，早就将整个圣宗山门摸得一清二楚。再加上柳千瞳如今对他百依百顺，信任非常，这无疑让他的计划更加顺利，几乎畅通无阻。不过片刻，陈之安便已悄然抵达圣宗的后山禁地。此地于圣宗而言，是明令禁止擅入的核心重地，而那份让火魔教与焚仙谷2大魔门打破头的神秘机缘，正是封存于此。回想当初，那机缘尚在柳千瞳手中时，他不过区区筑基之境，如今不过短短2年，他已然金丹圆满，距离元婴仅有1线之隔。更离谱的是，不止他一人修为突飞猛进，连圣宗内不少弟子也都如同开挂一般，实力暴涨。否则以他一派之力，如何可能轻描淡写地应对2大魔教联手攻山？这正是源于那份机缘所带来的强大支撑与信心。而陈之安作为整个圣宗唯一的男性弟子，昔日不仅尊严尽失，连人权都难保，哪曾有资格接近这等后山禁地？更别说真正踏入其中了。此次能够来到此地，还是前几日他偶然从柳千瞳口中窥得只言片语，再加上这2日吞仙诀突破带来的实力提升，才有了趁虚而入的机会。他施展手段，避开了禁地外围的阵法，若非实力暴涨，凭他以往的境界，怕是连边都碰不到。后山灵气之浓，超乎想象，几乎已是天地间罕见的修炼福地。陈之安甚至惊异地发现，这里的灵气已然凝为实质，化作一层薄雾悬浮空中，举目望去如仙境一般，令人心驰神往。此种宝地足以令无数修士为之疯狂，争破头颅。但他此刻哪有心思多看几眼？他的目标是禁地正中央被阵法封锁的那颗宝物灵泉之心。所谓灵泉之心，乃是天地灵脉在千万年灵气冲刷、灵压沉淀之下，千锤百炼凝聚而成的稀世之宝，生成条件极其苛刻。灵脉本就稀罕，灵泉之心更是万中无一的神物，得其一者，能改天换地，重塑环境，荒原可转福地，枯土亦能生金。更别说那灵泉之心内蕴含的灵力几乎无穷无尽，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若能得此，再辅以吞仙诀之法，陈之安的修为将犹如插翅而飞，即便不想突破大成都难。想到这，他加快脚步，终于抵达禁地正中。灵泉之心就在那里，散发着温润明亮的光辉，近在咫尺。如此神物自有灵性，寻常修士贸然接触，分分钟便会被其浩瀚灵气反噬当场。也正因此，柳千瞳自信满满，从未将其妥善封存，仅在外围布阵聚拢灵气，以供门人修炼。但这等威压与灵气冲击，对修炼吞仙诀的陈之安而言，却根本不值一提。如今的他，体内仿佛一处无底灵池，可吞纳天地，海纳百川。不管这灵气多么狂暴，他都能强行吸收，转化为己用。事不宜迟，陈之安不再犹豫，伸手将灵泉之心摄入体内，依仗吞仙诀之法，强行将其灵力导引于全身经脉，最终封锁于丹田之中。即便如此，初始那一刻，他仍然感到经脉疯狂扩张，灵力奔涌，机遇撕裂身体，仿佛下一瞬便要爆体而亡。但偏偏这2年身为鼎炉所造成的亏空严重，使得他的经脉如干裂荒原，突然获得滋润，反倒形成了一种吸力，令他消化能力飙升。约莫过了1刻钟，体内的灵力终于稳定下来，汹涌的冲击也逐渐平息。这灵泉之心乃灵性至宝，
根本无法封存于任何纳戒之中。正因如此，当年火魔教虽曾一度觊觎，却最终未能带走，才使得后续种种纠葛接连发生。这吞仙诀只怕早已超越世间一切功法，不知我那位好师尊如今是否已经察觉？陈之安嘴角一勾，眼中尽是讥讽之意，不再做多逗留，身形一晃，悄然离开禁地。然而刚一踏出阵法，却猛地发现禁地之外早有一人等候多时。定睛一看，竟是火魔教新晋长老萧处。此人当年是他入门后的大师兄，两人关系还算不错。师弟，你怎么会在这里？萧处抬头，眼中却浮现出一抹疑惑之芒。现在不是闲聊的时候，大师兄，你们想找的灵泉之心就在这禁地之中。陈之安摆摆手，抢先将话说到前头。师弟大功，回去我必会亲自禀报教主。萧处闻言毫不掩饰兴奋之情，急不可耐地冲向禁地。结果咚的一声，他被阵法结界硬生生挡了回来。哪怕他铜皮铁骨，面对如此禁制，也只能吃瘪。竟还有阵法禁制？萧处眯眼，一眼便看出这阵法极为高深，并非寻常法阵可比。大师兄，这是柳千桐那女人布下的阵法。我在圣宗几年，她始终防着我，至今也未曾让我踏足禁地半步。陈之安装模作样的抓了抓后脑勺，语气中满是无奈。萧处当然不肯罢休，挥舞手中兵器，接连轰击结界。可无论他如何施力，阵法竟毫无波动，仿佛将一切化作虚无。看来只能另想他法了。萧处轻叹一声，摸了摸下巴，眼中却满是不甘与火气。假如自己能把这结界打开，拿下了灵泉之心，那妥妥的大功啊！自己才升任了长老，靠着这一奇功，必然能稳住脚跟，甚至获得不少修炼资源。只是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了。不过也很不错了，至少现在有了机缘的眉目了，对于他而言也算是不错的收获。萧处转头望向陈之安，眼神多了几分柔和。师弟啊，这名门正派的日子怕是过得不太痛快吧？清汤寡水的，没点滋味啊。嗨，行吧。陈之安嘴角一抽，内心忍不住暗骂一句，鬼才觉得行。不管是魔道还是正道，换汤不换药，到头来其实都是一个德行。对了，还有件事，过些日子刘若言就要和大风主之子于魁成婚了。萧处语气虽平静，但话里还是藏着一丝微妙的意味。陈之安听罢，只觉胸中一阵翻涌。这些年来，他身为火魔教安插在圣宗的案子，不知多少次命悬一线，九死一生。他咬牙坚持，忍辱负重，不惜违逆本心，日日与敌为伍，暗中为火魔教输送情报。而这一切原本都是为了刘若言啊！当年他外出历练时命悬一线，火魔教上下却因代价过高，无人出手相救。是他陈之安，他便三遇七责，孤身闯入数个险地，才寻得灵药将他救回。他以命相搏，从未怨悔，更为了他的一线生机，甘愿接受段玉山之命，独自潜入圣宗，背负无尽危险。可如今呢？教里竟然要若言和别人完婚，良辰已定，红妆将成，可新郎却不是他。他不甘心，凭什么？他付出一切换来的竟是这样的结局。萧师兄，若言他是不是被逼的，还是说发生了什么变故？陈之安依旧抱有一丝侥幸，哪怕明知答案也不愿死心，还在口中苦苦追问。然而一道凌厉的破空声陡然响起，未等萧处回应，空中一道金芒倏然落下，身影显化之际，已稳稳落在二人面前。来者不是别人，正是火魔教大风主于无天。此人面如寒铁，眼神冷峻如刃，浑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一开口便直接切入正题，毫无寒暄之意。机缘在何处？回于风主，那灵泉之心就藏于禁地中央，不过阵法封锁在外，弟子无能，未能破开。萧处当即上前一步，躬身将情况一五一十的报出。哼，区区圣宗阵法也敢阻老夫？可笑！于无天冷哼一声，浑身气势轰然爆发，灵力如潮水席卷四方，天地仿佛都在这一刻为之一震。他猛然出掌，磅礴的劲力轰然撞向阵法护罩，阵阵灵光荡漾，涟漪层层扩散，却不见结界有丝毫破损。本以为手到擒来，却不料阵法竟坚不可摧。于无天脸色顿时阴沉几分，再度凝聚灵力，一连三掌进出，轰轰轰，每一道掌印都震得地面皲裂，山石飞扬，可护罩仍是纹丝未动。陈之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无天终于按捺不住，
转头怒喝，杀意毫不掩饰，目光如刀刃般锁定陈之安。陈之安心中暗笑，幸灾乐祸几乎都要溢出表情，他却故作诧异，一脸惊愕地说道：“我还以为大风主修为盖世，阵法不过尔尔，没想到……混账！”于无天怒不可遏，这话直戳他的脸面，让他颜面尽失，顿时杀心大起，掌心灵力已然凝聚。然而下一瞬，天边再起一道流光，破空而至。那人脚踏黑岩，浑身气息森寒如玉，赫然是焚仙谷大长老赵屠。磨磨蹭蹭的干什么？赵屠眉头紧皱，显然早已不耐烦。磨蹭个鸡毛啊！既然机缘在此，取了就走，那黄毛丫头也快到了。哼，若真那么轻松，还能轮到你？阵法坚固非常，凭老夫一人之力尚破不开，不如你我联手试试。于无天冷声回应，言语间带着明显的不满与戒备。杀陈之安随时可做，但眼下更重要的是破阵夺宝，容不得意气用事。早说便是，何须浪费口舌？赵屠冷漠回应，翻掌之间，黑岩如蛇，蜿蜒爬上掌心，气息狰狞可怖。不过动手归动手，该说清楚的还是要说清楚。于无天目光一凝，沉声道：“此次机缘是我火魔教谋划多年才有的机会，损耗最大，布局最广，灵泉之心的归属当由我火魔教主导。”赵屠未置可否，手中攻势却已凝成。轰！黑岩陡然轰出，犹如万蛇穿空，直击护阵结界。于无天也不甘示弱，身形一动，再次联手出击。两位大能强者合力，其威力自然非比寻常。片刻之后，那原本坚不可摧的结界终于显露疲态，光幕闪烁频频，最终在一声轰然巨响中彻底碎裂化灰，烟消云散。成了！萧处惊喜万分，眼中尽是狂喜之色。哼，还以为是什么天阶大阵，不过如此。赵屠收手拂袖，神色冷峻，眼中却透出一丝得意。灵泉之心近在咫尺，马上就要到手。于无天不再废话，身形如电，率先一步冲入禁地之中，速度快得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就在此时，一声暴喝响彻天际，柳千瞳率领圣宗诸位长老、精英弟子急速抵达。他一眼望见两大魔教强者踏入禁地，眼中杀意沸腾，如潮水般汹涌爆发，脸色彻底阴沉。邪魔外道也敢放肆，全杀了，连只苍蝇都别想逃。这一刻，圣宗圣女的雷霆之怒倾泻而出，气场强横无比。本来萧处也想一同冲入禁地，趁乱搜刮其他机缘，可看见柳千瞳那杀气腾腾的模样，他立刻打消了念头。进去无异于找死。他急忙转身，借着陈之安的掩护准备逃走，毕竟小命才是第一要紧的。师兄，你快顺着山道离开，再晚一步，小命恐怕真得交代在这了。陈之安满脸焦急，语气急促，额头汗水直流，喘息不止，看起来一脸真情流露。可长老他们……萧处虽已逃至山道口，却还装模作样的转头，满脸担忧神色。他们若真想要灵泉之心，那就让他们去吧。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难不成你还想回去陪葬不成？陈之安语气冷笑，心中却充满讥讽。你一个魔教中人，还真装的一副正气凛然的模样，讲义气，配吗？你说的对，该走的时候就得走，活着才有希望。萧处连连点头，随即长叹一声，神色复杂。如今火魔教内部早已大变，老祖失踪，教主重伤几废，现在整个教派都快成了于无天的一言堂了。陈之安闻言一愣，心中顿时了然几分。难怪了，若言要嫁给于魁，肯定是被逼迫的。他心头一冷，眸光愈发深沉。萧处还欲多说些什么，然而圣宗弟子的追杀已至，他不敢再迟疑，身影瞬间化作一道流光，直入夜色，消失在茫茫山野之间。此番突袭，于无天终究只能扑个空。灵泉之心早在混战之前便已被陈之安暗中取走，留在禁地中央的不过是个灵气尽失的空壳罢了。两大邪教门派此次明显准备不足，真正压轴的高阶强者根本未曾出动。此番赶来支援的多是修为一般的普通弟子，结果在圣宗雷霆围剿之下，伤亡惨重，几近覆灭，元气大伤。噗嗤！禁地深处，于无天猛然喷出一口鲜血，被柳千瞳一掌击中胸膛。此时体内灵力逆乱，五脏六腑翻涌，鲜血喷洒之间，他再不敢恋战，跌跌撞撞的强行遁出禁地，拼命逃命。而等柳千瞳彻底压下魔教入侵的局面，重新返回禁地查探时，却赫然发现灵泉之心早已不知去向。
他明明未曾察觉于吴天或赵图携带有任何异样之物，那这灵泉之心又是如何悄无声息的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盗走的？一时间，圣宗众人心生疑窦，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唯一的可疑之人陈之安。作为宗门中唯一的男弟子，又是弃暗投明的火魔教出身，陈之安顿时成了众矢之的。还不快说，灵泉之心到底去哪了？这次魔教突袭，你说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当我们是3岁孩童不成？不管你有没有直接参与，这事儿跟你脱不了干系，你必须以死谢罪。谢罪？死都便宜他了，我看该阉了他，让他永世在圣宗为奴为婢，看他还能笑得出来不？众位师姐师妹群情激愤，言语间杀气腾腾，几乎要将陈之安生吞活剥，就差没冲上来把他直接钉在刑架上了。本来陈之安在圣宗就是个另类，多少年来一直被视作垃圾废物，对圣女收他为徒之事，很多人都耿耿于怀。如今他在添叛徒嫌疑，自然更成了众女怒火的宣泄口。若真说杀了他，陈之安也不是不能认，只是咬咬牙一闭眼的事。可这些女人居然要砍他第3条腿，那可是男人的命根子啊！光是想一想，就忍不住一阵幻痛袭来，疼得灵魂都在哆嗦。不慌才怪。最让他难受的是，这些女人一个个凶神恶煞，说不定真能做出这等事，毫无预兆的下手，自己根本防都防不住。更讽刺的是，站在一旁的莫九离虽未参与叫骂，却眼中讥讽冷笑连连，似乎巴不得他立刻惨死。陈之安看得真切，心中冷笑连连。莫九离啊，莫九离，你也有这份毒心肠，若我今天死了，你那点不可告人的秘密，不正好就能永远尘封了吗？可他毕竟是死过一次的人，生死看淡，命都能丢，何况是这点群殴压迫。陈之安猛地抬手，直接指向人群中的莫九离，语气坚定如刀锋。我刚才跟莫师妹在一处，是真是假？问他便知。此言一出，如同惊雷炸响，原本喧嚣如潮的骂声瞬间静了下来，众女纷纷回头，将视线聚焦在莫九离身上。好一招祸水东引！察觉到众人灼灼逼人的目光，莫九离身形一僵，呼吸一滞，下意识地往后缩了一步，心头也泛起了一丝慌乱。他刚想辩解，可对上陈之安那眼神，顿时心口一紧。那眼神里分明写着威胁，你若敢说假话，我就拉你下地狱。九离，你说到底是真是假？大师姐柳眉紧蹙，语气不容置疑。二师姐也在一旁帮腔，嘴角挂笑，却语带寒意。3更半夜的，孤男寡女，你们这关系，九离师妹，我记得你最讨厌男人了吧？怎地和这混账在一块儿了？三师姐也冷笑附和，跟谁混不好，偏偏要跟师尊最垃圾的弟子搞在一起，简直自甘堕落啊！佩服佩服！瞬间，莫九离成了众矢之的，陈之安反倒被从怀疑对象里摘了出去。我没有，当时师尊也在场啊！莫九离手足无措，慌忙摇头解释。他话音未落，众女眼神就变了，虽然没说出口，但那种你竟然敢打师尊主意的嫌弃意味，简直快把人吞了。师尊这是开窍了。三师姐捂嘴笑道：“这是好，这是比灵泉之心还好玩。九离师妹，你赶紧说说，昨晚到底啥情况？师姐我爱听，我也想知道，快说说。”众女的眼睛顿时像猫看到鱼，全都亮了，就差拿出小板凳围坐一圈，等他讲八卦。大胆！你们还真什么都敢打听？大师姐拍案而起，厉声呵斥：“咋啦？昨晚的动静那么大，我们又不是聋子，我记得还有人偷偷趴在窗边偷听来着。”三师姐撇嘴道：“啊？谁啊？看来平日里修炼太清闲了。”正当一群人你一句我一句打趣正欢，忽然一股冰冷杀意骤然压下，一道幽冷无情的声音飘然落入众人耳中：“修炼不够的，便有时间胡言乱语。”话音未落，几位方才起哄的师姐脸色瞬间煞白，双腿一软，险些当场跪下。柳千同人随声至，已然现身，面无表情地站在众人面前，冷眸如霜，神色冰寒刺骨。刚才嚼舌根的，回去面壁3日，俸禄断3天，3天的修炼资源足够他们心疼到抽搐，但这会儿谁还敢嘴硬？全都规规矩矩低头不语，生怕一个眼神都惹怒这位杀伐果决的师尊。在场诸女哪个不是拜师多年，又怎会不知柳千桐的行事风格？真要惹他发怒，逐出师门都算轻的，废掉修为才是他一贯手段。行了，此事为师替小安做主了。柳千桐语气平淡，目光淡淡扫过众人，却让所有人不寒而栗。
谁若再敢在私下乱嚼舌根，便别怪为师不念师徒之情。一句话，40落湖心，波澜瞬息止息。而众女却注意到了最关键的一点，她对陈之安的称呼变成了小安，多么亲昵的称呼啊！往日里那个连他们都能随意使唤的陈之安，如今竟然成了师尊亲口认可之人，这转变何其之快，何其讽刺！枕边人 vs 众门人，地位立见高下。说吧，灵泉之心的事，你们都知道多少？柳千桐收敛情绪，目光重新转向灵泉之心之谜，冷峻中透着森然之气。应该是于无天和赵屠动手，肯定是他们夺了去。一女小声嘀咕。可灵泉之心内含浩瀚灵气，若真有人携走，不可能毫无动静，除非他们手中有仙气。此言一出，柳千桐眉头顿时皱紧。火魔教的确有仙气镇派，但那仙气掌握在教中老祖手中，而那位老祖在半年之前便传出失踪的消息，至今未有踪迹。说不定是障眼法，火魔教老祖根本没失踪，而是暗中潜入我圣宗，趁乱夺宝。一位师姐忍不住猜测，未必。柳千桐缓缓摇头，沉声分析，那老鬼失踪之前似乎确实走火入魔，身受重伤，以他的恢复速度，半年之内绝无可能再现身，更遑论亲自出手偷取灵泉之心。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众人有些茫然。嗖！柳千桐眼神一寒，语气冷彻骨髓。灵泉之心绝走不出圣宗，他还在这里附近，一定还在。是。众女齐声领命，神色肃然，随即便分散而出，各自行动，去宗门各处搜查灵泉之心的踪迹。陈之安原也想跟着离开，却被柳千桐一抬手淡淡拦了下来。小安，你身体尚未完全恢复，现下也不必与他们一同奔波，随为师同去，我为你调理一番。柳千桐语气柔和，眉眼含笑，说话时眼神轻柔地落在他身上，带着别人从未享受过的温柔意味。师尊，我……陈之安略作迟疑，刚开口便被他温婉又坚定地打断。没什么好说的，为师这是为了你好。话音落下，不容置喙。陈之安只得点头，随他一同走入密室之中。随着石门缓缓关闭，外界的喧嚣仿佛被隔绝，四下寂静无声，只于室内一簇跳动的火光映照出暧昧氤氲的氛围。空气中弥漫着一丝淡淡的香气，那是柳千桐衣袂间的体香，在静谧中越发明显。小阿，为何为师总觉得你每次与我独处都显得那么不自在呢？莫非你是在嫌弃我？柳千桐忽然轻语开口，言辞温软，身子微倾而前，靠得极近，几乎鼻息相抵。香风扑面，陈之安机遇后仰，却硬生生止住本能反应，强作镇定的微笑回应：弟子怎么可能会嫌弃？师尊如此出尘脱俗，风韵动人，堪称世间少有，哪敢生半分不敬？说着，他的脊背已然发紧，心中不由苦笑。平日里杀伐果断，冷如寒霜的师尊，如今却表现出这等妩媚娇柔的一面，真叫人有些吃不消。哦，你当真这么觉得？柳千桐含笑轻问，语调轻柔缠绵。她虽为宗门圣女，但如今面容看上去不过25、6岁，正是风情万种之龄，褪去了少女的青涩，平添了几分成熟魅力。眼波流转之间，尽是勾人心魂的魅意。当然是真心的。古人言国色天香，在弟子眼中也不过如此罢了。若说这世间最美之人，那自然非师尊莫属。陈之安摆出一副认真神情，语气诚挚，仿佛每一个字都出自肺腑，毫无虚言。那你可中意我？柳千桐被这一番话哄得心花怒放，俏脸绯红，近似小女初恋，面上尽是娇羞，语气也温柔得不像话。师尊此问，弟子自然无以言表。如今若只用言语来表达，怕也显得太轻太虚，或许只有行动才能证明弟子之心。话音刚落，陈之安便不再多言，身形一探，动作直接，竟开始上下其手，挑起那火热氛围。柳千桐并未退却，反而主动迎合，将他搂住，吐气如兰。我如今正值突破关口，今晚你可要好生用力，助我打破瓶颈，踏足更高境界。尾音缠绵入骨，绵密似絮，说到最后激进呢喃低语。密室中气氛如水凝滞，火光跳跃间，两道交缠的身影已彻底融合，似要化为一体。一夜风雨，春色旖旎，浪淘无尽铅华，连天地都仿佛为之黯然。至于所谓突破，柳千桐并未成功，虽说有所精进，但始终差了一线，终究卡在半步元婴之境。反倒是陈之安在吞仙诀的帮助下，
于这场双修之中疯狂吞纳其体内纯阴之气，修为暴涨。筑基初期一举踏入筑基初期巅峰，距离筑基中期之境仅剩咫尺之遥。这几日他进境之快，早已远非普通天才可比。但越是如此，陈之安反而越发谨慎。突破修为虽好，可若一味求快，只会打乱根基，日后难以筑稳道基，反成隐患。他自然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一念之间便有可能决定整个人生的修行道路，他怎能不慎之又慎？再者，他心中始终牵挂着那位还困在火魔教的刘若言，他仍身陷虎穴，等着自己前去营救。没有足够的实力，如何敢谈逆天改命？如今虽说已得灵泉之心这等旷世机缘，修炼如虎添翼，但他明白在攻城之前绝不能有丝毫懈怠。他回首望去，只见床榻之上，柳千瞳赤足欠躯，斜卧如玉，脸上带着恬淡笑意，陷入熟睡，嘴角仿佛还挂着满足余韵。看样子虽未真正突破，却是乐在其中，甘之如饴。女人终究是女人，哪怕是高高在上的圣宗圣女也不例外。确认柳千瞳睡得沉稳，陈之安悄然起身回返自己房间。如今灵泉之心在手，他再不愿浪费丝毫机会。谁知刚一盘膝，稍稍牵动灵泉之心，调动吞仙诀进行吸收，便发现灵力如海啸般轰然涌入，瞬间填满了他体内每一寸经脉。那种饱胀感几乎要将他撑碎，好在早有准备，陈之安强行压下剧痛，疯狂运转功法，将灵力化开。整整半个时辰后，他方才将这股磅礴灵气尽数吸收炼化。而此刻，他的境界也已然凝实至极，随时都可踏出筑基之门。那一步，不知有多少天才折戟沉沙，如今他却是唾手可得。以现在的实力，终于可以尝试使用吞仙诀中的一些基础法诀了。陈之安心中一震，神色振奋，整个人都焕发出强大的自信。这才刚刚开始，吞仙诀便已展露如此神异，他不敢想象，若修至大成，将会如何翻江倒海，睥睨世间。不过，他也并非贪功冒进之辈，越是期待，越要稳住心境，夯实每一步。他常常吐出一口浊气，平复心绪，正欲重新入定，继续修行。然而门外却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喧嚣之声，那声音由远及近，夹杂着喝骂与脚步奔走，打破了整个宗门的清晨宁静。起初，陈之安并不想理会，毕竟灵泉之心尚在自己身上，若引起注意，极易暴露。可偏偏在众人的吵嚷中，他隐隐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莫九离，而且语气之激烈，动静之大，绝非小事。陈之安心头一震，眉头紧皱，最终还是没能按捺住心中好奇，悄悄跟着大部队来到宗门大殿。大殿上气氛凝重至极，柳千瞳端坐上方，神情冷峻，眸光如刀，周身寒气四溢。而下方，莫九离已然跪伏在地，遍体鳞伤，血迹斑斑，脸色苍白如纸，强撑着却仍不肯低头，眼神中透出倔强与冷意。一众师姐师妹将他围在中央，个个怒容满面。莫九离，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真没想到你居然是焚仙谷派来的卧底，我们平日待你不薄啊！大师姐怒斥，语带痛惜，眸中杀意却丝毫不减。什么？陈之安惊得脱口而出，满脸震惊，连他都没料到莫九离居然被判了宗门。怪不得宗门护阵一向牢不可破，这次竟能如此轻易被攻破，没有内鬼，这根本不可能。柳千瞳冷声开口，眸光犀利如冰。哼，想杀便杀，想剐便剐，我莫九离无所畏惧，但你们休想从我嘴里套出只言片语。莫九离银牙紧咬，咬得鲜血直流，声如寒铁，不屈不挠。师尊，此事不如由我来处理吧，我下得去手。三师姐缓缓出列，目光冰冷，对叛徒毫不手软。其余女弟子也纷纷响应，高喊杀伐，无人愿留情面。柳千瞳沉默，神情冷峻，似在权衡处置方式。莫九离却低垂着头，神情惨然，心中苦涩万分，从未想过自己会落到如此境地。然而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师尊，此叛徒能否由弟子来处置？此话一出，众女不由微愣神色，纷纷停下动作，就连柳千瞳都怔了片刻。换作往常，他自是不可能听陈之安说半句，可如今今非昔比。他目光落在陈之安身上，不知不觉多出了几分柔意。不知你想怎么处置？他语气缓了几分，明知不妥，却依旧询问，似乎连他自己都察觉到了心里的那一丝不是滋味。莫九离不一向最厌恶男子吗？我想全宗上下
没有谁比我更合适处置他了吧？陈志安淡然开口，话音里带着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与戏谑。听得此言，柳千桐心头微微一跳，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忽然泛起，他竟有些不是滋味了。陈志安说的处理，是不是直接那啥了莫九离吧？他心里隐隐浮现一种从未出现过的情绪，难道这是吃醋？他当然有足够的自信，比起莫九离，他论身份、论修为、论地位皆在其上。可女人之间，哪怕再冷静，终归会在年龄二字上生出心结。他虽看起来不过25、6，实则已过百龄，而莫九离却是真真正正的年轻女修旁边众师姐师妹，自然不知柳千桐心中所想。眼见陈志安得宠，也忙着顺水推舟，讨好卖乖。是啊，师尊，陈师弟这个办法甚妙，杀人诛心，好，是个狠招。陈师弟当真高招啊，佩服佩服。众人七嘴八舌，氛围倒是比刚才围剿莫九离时更加热闹了。到了这一步，柳千桐也不好当众否决，何况这是陈志安第一次主动，他若回绝，只怕他心里不快。那你说说，具体到底怎么个办法？他望着陈志安，目光平静，似是在询问，又像是在暗暗打量。也许他想借这个机会看看，这个小安究竟能做到什么地步。师尊放心，我的办法绝对能让他生不如死。若师尊不放心，大可以在旁边观摩，保证让师尊满意。陈志安声音不高，却意味深长，甚至还意味深长地扫了莫九离一眼。这话一出，场中气氛骤变，众女眼神各异，有人怔住，有人眼角微挑，有人眼唇轻笑。这陈志安不像之前那种废物人设啊！一时间联想到师尊对他的态度转变，所有人脑海中都浮现出种种猜想。行了，你处理吧，为师相信你。柳千桐眉头轻皱，脸色冷了几分，语气一变。不过为师有一个条件，出卖宗门者必须生不如死，我要让往后再无卧底胆敢潜入圣宗半步。陈志安立即拱手应道：师尊所言极是，弟子遵命。这下轮到莫九离脸色变了，他再如何嘴硬不屈，也绝不能忍受被陈志安侮辱。你们这帮畜生，有本事就把我杀了，杀了我！他歇斯底里的怒吼着，像是抓住了唯一的体面。然而全场寂静，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甚至眼神里更多的是嫌恶与不屑。唯有陈志安嘴角一勾，露出一抹不加掩饰的冷意。魔教中人也会怕，你既然选择卧底这一条路，就该做好接受任何结局的准备，生也好，死也罢，全都由我来定。话落，他根本不给莫九离任何选择，直接像拎小鸡一样将他提起，头也不回地走出大殿。众女注视着他们离开，神情各异，意味深长。柳千桐目送陈志安远去，面上神色彻底恢复冰霜，最后一丝柔意被彻底封存。他缓缓站起，声音冷冽刺骨。没想到我堂堂圣宗居然也养出内鬼，这一例不是终点，也绝不可能是最后一个。他冷冷扫视全场，目光如剑，你们最好藏好了，别让本座察觉。众人如坠冰窖，一个个低垂着头，连呼吸都小心翼翼，生怕多喘一口气。另一边，陈志安将莫九离一路拎回房中，确认无一人跟踪，随手布下数道隔音阵法，才砰的一声将门关紧。你到底想干什么？莫九离面无血色，缩在角落，死死抱着自己，声音发颤，就算死，我也绝不可能从了你。他像只受惊的兔子，拼命靠墙，却发现根本逃无可逃。哼，这会儿知道怕了。陈志安笑了，笑容中带着邪气，缓缓靠近。你再敢靠近一步，我立刻自刎归西。说着，他不知从哪儿掏出一块碎瓷片，猛地抵住自己脖颈，只要一使力，便可血溅当场。呵呵，陈志安摇头失笑，你本就难逃一死，用这个威胁我，你以为我在意你活着还是死了？而且你觉得你死了，我就不能用你了吗？这句话冰冷入骨，带着令人心悸的嘲讽。莫九离彻底崩溃了，眼泪夺眶而出。他从未想过自己也有一天会被人逼到这般绝境。好了，别装了。陈志安手掌一挥，灵力震荡，瞬间封住莫九离全身经脉，让他连动一下指头都不可能。他淡淡道：我若猜得不错，你所谓的厌男癖好不过是伪装，目的就是降低存在感，隐藏身份，不让人起疑。可惜你千算万算，却没算到这圣宗竟真有高手能破你掩饰。莫九离怔怔望着他，终于不再反驳。求求你，求你杀了我！他声音颤抖，泪如雨下，
终于连求死都失了尊严。可以啊。陈志安笑容灿烂，轻轻抬起他下巴，语气柔和。什么时候我觉得舒服了，什么时候你就能死。毕竟师尊的话，我可不敢违背。陈志安，你若敢羞辱我，我便化作厉鬼，诅咒你不得好死，诅咒你断子绝孙，诅咒你！莫九离失控的咆哮，哪怕已被制住，仍拼命嘶喊，是要以最后的唾沫反击。说完了。陈志安轻描淡写，现在死，那可就太便宜你了。话音落，他一把扯住莫九离肩膀，身形一闪，瞬间从房间中消失。莫九离只觉天地翻转，胸口一阵晕眩。等他回过神时，发现周围已不再是圣宗的房舍，而是一片山水相间、鸟语花香的天地，灵气浓郁，风景清幽，仿若仙境。我这是到了哪儿？他下意识轻声问道。准确来说，这是我独有的空间小世界。陈志安负手而立，面带微笑。他吸收灵泉之心后，终于依靠吞仙诀，竟然在体内凝出了一方小世界。虽然目前只有1亩方圆，但已经具备独立空间的雏形了。待修为精进，此界亦会不断扩展，至极致时，可凝10界归一，吞天纳地，登仙而去。而灵泉之心此刻正静静悬浮于这片天地中央。空间小世界。莫九离望着周围如梦似幻的景色，脸上写满了震撼。原本的惊惧与防备，在此刻也被短暂的不可思议所替代。能有空间小世界的，还如此之大的，这世界只怕也没有几人了。而就在此时，一抹熟悉的流光跃入眼帘，那颗通体晶莹剔透、灵气流转的灵泉之心赫然浮现于前方。灵泉之心，原来是你偷的！他惊呼出声，瞳孔骤缩，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他以为自己看错了，却分明感受到那股蕴含天地精粹的磅礴气息，根本无法仿冒。陈志安嘴角一勾，神色淡然，没有半分掩饰的意思，右手轻轻一招，灵泉之心如有灵性般跃入掌中。他随手把玩，仿佛只是一颗普通珠子，却从指尖到掌心，每一寸肌肤都在吸收那一波波灵力，仿佛连血液都在欢呼雀跃。也就是说，你这空间小世界是仙气？莫九离脸色瞬间惨白，他不是没听说过灵泉之心这等宝物只能存于仙气之中，哪怕他自己没有，但曾听柳千桐提起过，连他都没有资格持有。他眼中震惊愈发浓烈，一个区区废物小修，怎会拥有空间世界的仙气？百思不得其解，偏偏陈志安一点也不打算解释，神情云淡风轻。这些你无需知晓。他懒懒说道，你只需要明白，我与你一样，也是卧底出身。不过现在嘛。他一笑，眉眼间全是戏谑与讽意。你……莫九离表情剧烈变化，唇角抽动，最终化作掩饰不住的惧色。他意识到自己或许招惹了一个真正的疯子。你难道你就不怕死吗？他声音发颤，眼中惊疑不定。陈志安轻笑，神色悠然。你是指我的卧底身份，还是这枚灵泉之心？我能在圣宗蛰伏几年而不被识破，自然也能继续藏下去，这点你比不过我。至于灵泉之心，他目光扫了一圈四周，你觉得有人能找得到这里来吗？这话一出，莫九离顿时沉默，竟无法反驳。的确，若非他主动带他前来，他根本不可能察觉这处独立空间的存在。片刻后，他抬起头，神情复杂地望着陈志安。那你打算要我如何？事到如今，他已清楚自己或许能苟活，但代价必然极重。哦，方才你不是还一心求死吗？怎么这会儿又怕了？陈志安嗤笑一声，神情戏谑而嘲讽。莫九离沉默不语，脸上浮现出一丝自嘲，仿佛认命。我知道的太多了，对你而言，不是死，便是被永远囚禁在这小世界中。他垂眸喃喃，其实区别也不大。精彩！陈志安笑了，轻轻鼓起掌来，目光意味深长。像你这么聪明又好看的女人，我一向喜欢。你可知我乃焚仙谷圣女？你如此待我，难道就不怕焚仙谷的报复？他咬牙切齿，仍不愿低头，想以身份唬人。哼，现在才想起你的身份。陈志安身形一闪，瞬间逼近，将他抵在一棵灵树之下，抬手轻挑起他下巴，目光轻挑如刀。你啊你，到现在还没意识到你根本无处可逃。说着，他靠近他耳边，温热的气息喷洒在颈侧，让莫九离下意识一颤，却立刻被他强行压回原位。将死之人，若能用尽你这具肉身，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吧。这句话如寒风入骨，莫九离整张脸顿时煞白，瞳孔剧烈收缩。
这家伙果然是个彻头彻尾的恶魔，下流！你就算得到了我的身体，也绝不会得到我的心。他怒极反吼，声音嘶哑而绝望。然而陈之安却像听到笑话一样仰头大笑。心？我要你那东西做什么？我要的是我的快意。你不得好死，无耻之尤！他骂得撕心裂肺，却换来陈之安更加放肆的冷笑。骂吧，叫破喉咙也没人听得见。说着，他目光微微一凝，忽而想起什么，嘴角浮现一抹坏笑。对了，听说你曾倾心师尊，这事儿是真是假？滚！莫九离咬牙回应，但眼神中却浮现一丝慌乱。就是这一瞬的破绽，让陈之安彻底肯定了自己的猜测。啧，卧底还能玩出真感情，这品味也太精准了吧！他摇头失笑，眼神愈发意味深长。看来上次给你的疗程还不够到位啊！既然如此，作为正人君子，自当纠正你的心性偏差才行。说着，他一步逼近，五指张开，带着压倒性的气息向他探去。你想干什么？快放开我！莫九离惊惧交加，拼命挣扎。自然是让你像他一样，彻底离不开我。陈之安语气悠然，眼神愈发深邃。眼看那暴风骤雨即将席卷而来，莫九离忽地闭上眼，泪如雨下。来吧，你这畜生！咦？然而就在这一瞬，陈之安忽然一顿，手掌悬停在他肩上。他眉头微挑，神情复杂，嘴中低声喃喃：好一个先天道体，不对，不够纯粹。莫九离睁开眼，只见他神色不再轻佻，反而露出一丝诧异与认真。你又在玩什么把戏？他声音发颤，语气中满是不解与警惕。陈之安沉默片刻，收回手，眼神古怪地打量着他。你如今修炼停滞，炼体八重，久无突破，即便苦修夜练，也难以寸进，是不是？莫九离咬唇，犹豫片刻，终是点头。你怎么知道？因为你这体质是先天道体，但却残缺了。陈之安语气平静，却如重锤敲响。此体之阴不具其阳，需阳气补足，方可完全发挥潜力。一旦补全，道体便觉醒，吞天地灵气如饮水，修行突飞猛进，金丹元婴不在话下。说到这，他目光都亮了几分，仿佛发现宝藏一般。先天道体，哪怕是残缺的，也足以成为各大宗门哄抢的绝世资质。只是莫九离却脸上讥讽，眼神冷漠。说得动听，不过是为了哄骗我这副身体罢了。他惨然一笑，像看透一切。来吧，身子你拿去，别再妄想得到我的心了。说着，他闭上双眼，仿佛等待命运的降临。我说的是真的啊！陈之安一脸无奈，这年头说真话都没人信了。他低头看他，见他死气沉沉的模样，只能翻个白眼。动手吧。莫九离紧闭双眼，张开双臂，像个等死的囚徒般摊开自己，没有丝毫挣扎的意思。见状，陈之安顿时无语，翻了个白眼，又好气又好笑。我要怎么说你才信？不信。莫九离声音极轻，却斩钉截铁。陈之安牙关一咬，脸上浮现出你这是逼我的表情。行，这可是你逼我的。他话音未落，已调转体内灵力，从丹田中强行抽出一丝纯阳之力，经由右掌猛然渡入莫九离体内。刹那间，莫九离只觉体内一震，仿佛有一股从未感受过的阳刚力量直冲而入，打通了他一直滞涩的那道灵脉。他周遭的灵气竟如飞鸟投林般被吸引而来，疯狂灌入体内，修炼速度直接暴涨了100倍不止。只是一瞬，便直逼炼体8重圆满。然而就在他几乎要突破的那一刻，灵气却突然仿佛被掐断了一般，一切如潮水般退却，修炼速度重新回归以往那种蜗牛般的节奏。莫九离猛然睁眼，一脸震惊地望向陈之安。刚才那种灵气自由流淌，天地可控的感觉太真实，太诱人，哪怕只是一瞬，他都恨不得立刻重来一次。你说的先天道体是真的？那是自然而然，骗你对我能有什么好处？陈之安一边玩着灵泉之心，一边淡淡说道，语气轻松，似乎并不把刚才那点灵力当回事。莫九离一咬牙，声音低沉，我要怎么突破？他脸色复杂，刚才那种浑身通透直逼瓶颈的体验让他明白，这也许就是改变一生的机会。阴阳相济，如水交融，方可彻底激活。陈之安淡然道，虽是残缺的先天道体，但一旦开启，修炼速度丝毫不输完整体，甚至某些方面还更为极端。他话锋一转，
又露出为难之色。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嘛，我可不敢再跟你双修了。你那体质太凶猛了，我可没你那天赋。真双修了，我这点可怜的灵力，不出半刻就得被你吸干，连命都得搭进去。这话他倒真没夸大。先天道体对灵力吸纳几乎是贪婪无度，一旦激活，弱者与之双修，确实有可能被反噬致死。谁要跟你双修？你想得美！莫九离脸红得快滴血，咬牙切齿的怒斥，可心中却再也没了最初那种抗拒的坚定。毕竟小命还掐在对方手中，说不出重话，也只能干瞪眼。既然如此，那你能放我走吗？他眼含试探，哪怕知道希望渺茫，也要问一句：走？陈志安白了他一眼，去哪儿？你知道我这么多秘密，我没意见抹了你脖子，就算仁慈了，别逼我。他摆摆手，懒得理会，重新盘膝坐下，将全部注意力投入灵泉之心之中。相比莫九离这点美人色诱，他显然更在意眼下真正有用的修行资源。灵泉之心在手，配合吞仙诀才是正道。一旁的莫九离却依旧陷在震惊之中，久久难以回神。活了20多年，他第一次知道自己居然是先天道体，哪怕是残缺的。特别是那种全身灵力通畅，天地灵气主动贴附的感觉，简直如痴如醉，欲罢不能。他尝试再次调动灵气，却发现修炼速度又回到了以往那种艰难状态，灵气依旧如龟爬，丝丝渗入，却毫无爽感，落差太大了，心中烦闷至极。他一边咬唇，一边偷偷瞥向陈之安，心中五味杂陈。要是能一直维持那种状态，哪怕真让这混账禽兽占点便宜，也刚想到这里，他立刻摇头甩掉念头。可那诱人的灵气暴涨感却如毒瘾般在体内蔓延，难以抗拒。眨眼之间，一个时辰悄然过去。陈之安缓缓睁眼，呼出一口浊气，而他面前的莫九离竟已不知何时凑了过来。他站在那，红唇轻启，俏脸微红，眼神不再凌厉，而是带着些迟疑与犹豫。怎么，莫大小姐？这时陈之安睁眼便调侃，语气平淡：你能帮我补足道体？莫九离咬牙说出这句话，脸几乎埋进胸前，羞涩与挣扎齐飞。可以是可以了，陈之安挠头，不过你不是不信吗？我信了。他像是豁出去一般，声音提高几分，我的修为真的变强了。还是算了吧。陈之安装出沉思许久的样子，故作叹息，为你激活道体，我可是得拿命去换啊，怎么看都不划算。你……莫九离银牙紧咬，气得直跺脚。他都已经低声下气了，都准备爬陈之安的床了，结果这家伙还拿巧，还说不划算。怎么？陈之安一笑，顺身来到他身边，顺势将他搂入怀中，动作自然而熟练。这么急就受不了了？你再说一遍试试。他羞恼低吼，却没推开。陈之安手上略微用力，俯身在他耳边轻语：帮你激活道体，我可是拿命在搏的。莫九离全身紧绷，却终究没有反抗。他一遍又一遍在心中告诫自己，这是为了修为，为了激活体质，为了未来飞升长生，与任何欲念无关。可惜他的身体并不听使唤，随着陈之安手指游走，那层层酥麻感像潮水般淹没神经。没一会儿，莫九离便浑身酥软，瘫在他怀里动弹不得。对于这种新手女修，陈之安只是轻描淡写出手几次，便让他缴械投降。眼看气氛愈发火热，陈之安忽然神色一凝，毫无征兆地抽身而退。莫九离一怔，感觉像是被人推入云端后猛然抽走地面，整个人呆坐原地，手下意识拉住他衣角。你去哪？突然觉得没意思。陈之安转头一笑，声音懒洋洋的，总是我一个人出力，下次吧。话音未落，他身形一闪，已然消失，只剩下莫九离独自坐在原地，衣衫凌乱，肩头白皙，呆呆望着他消失的方向。良久，他咬住红唇，眼中泛起幽怨与羞恼。这混蛋，我可是第一次。而此时陈之安早已回到了自己的屋内，他并非真矫情，而是门外来人了，不能被撞见，否则刚才那点小把戏可就暴露了。只见二师姐与三师姐正倚在门口，一脸意味深长地打量着他。师弟好兴致啊，这么晚了还闭门谢客，莫不是在练什么？秘术？三师姐轻笑。陈之安抱拳一礼，二位师姐深夜来访，不知有何贵干？这时辰可真不早了。哦，打扰你了。二师姐微挑眉，露出一抹你懂的笑容。自然没有。陈之安脸不红心不跳，难道二位是来观摩
我修炼过程的。噗嗤，你那点东西都是我们玩剩下的。对了，师弟，那奸细呢？二师姐忽然开口，语气轻描淡写，却目光掠过陈志安肩头，欲朝屋内窥探，神色中带着一丝探查意味。自然已经处理干净了，一丝不留。陈志安神色自若，唇角带笑，语调不疾不徐，没有露出分毫破绽。二人对视一眼，皆笑而不语，眼神中却似藏着某些说不出口的意味，彼此心照不宣。片刻后，大师姐缓缓上前一步，面容沉静，声音也透着几分试探：“师弟，最近的事你也都知晓了。如今宗门上下查得紧，内外戒备森严，门中事务繁重，实在人手紧缺，所以……”他话只说到一半，话锋便戛然而止。他没有明说，但陈志安心中自然明了其中意图，微一拱手，态度谦和：“为宗门出力，本就是我身为弟子的本分。大师姐有事尽管吩咐。”那就好。大师姐点了点头，神情稍缓，继续道：“除了莫九离外，宗门方才又查出一人，名唤薛清慧，亦是火魔教安插进来的案子。此人狡诈异常，刚才趁乱逃入山外密林。你与芊芊师姐一同前去追查，将其擒回宗门，无论死活，务必给宗门一个交代。芊芊师姐正是他那位风情万种、笑里藏刀的二师姐杜芊芊。”闻言，陈志安心念微动，眸底划过一抹冷意。这薛清慧既是火魔教中人，那他自然要亲眼确认他的身份与过往，查清这一环到底还有几道暗线埋藏其后。大师姐放心，此事我与二师姐自当竭力完成。倒也不急。大师姐语气一转，语调中带着几分关切：“你伤势未愈，刚从密室出来，还是要量力而行。”他的言语虽柔，心中却早已打起了算盘。如今的陈志安已非昔日能任人使唤的废物，也不知道给师尊下了什么迷魂药。如今在柳千瞳面前的地位，只怕连他这个大师姐都得斟酌几分应对。陈志安也知晓对方言不由衷，却仍笑着回应：“多谢大师姐关心，师弟身体早已无碍，缉拿叛徒责无旁贷，弟子定不辱使命。”他语气坚定，几乎拍着胸脯作保。此刻宗门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哪怕他如今得宠，也逃不过众人的暗中揣测。此次任务说是捉拿奸细，不如说是柳千瞳的又一轮审视。偏偏还要与杜芊芊同行，更像是给他身边安了一只眼，寸步不离。明知这是试探与陷阱，他也不得不跳进去演一场戏。若是临阵推辞，不至于自寻死路。实在不行，到时候……他眼神一冷，心头掠过一句话，那便只有死道友不死贫道。既已决意，陈志安不再拖延，随即与杜芊芊一同御空出发，往山外密林疾驰而去。飞行途中，夜色苍茫，山风烈烈。陈志安忽然开口，语气带着几分郑重其事：“芊芊师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哦，既然不当讲，那师弟你就别说了。”杜芊芊轻笑，眉梢一挑，眸中尽是打趣之意。“师姐这不是调侃我吗？”陈志安苦笑一声，他早已习惯这位二师姐的说话风格，若按套路来，反倒不正常了。不过他仍将话说出：“若真寻得薛清慧，望师姐将此人交于我来处置。”他语落之时，目光骤寒，眉宇之间多出几分杀意，令人一时难测他情绪真假。“哦，这是为何？”杜芊芊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语气依旧轻盈，却带着一丝疑惑：“也无大仇，只是……”陈志安略作停顿，低声道：“此事或为师尊之意，若我不能亲手斩此叛徒，恐怕难以洗脱嫌疑。”他说的含蓄，却不失真切。杜芊芊听罢，不由抿唇轻笑：“师弟多虑了吧？如今你可是师尊的心头好，整个人都快被他捧到云端了，还需要这些小失恋？”他说着，轻声一笑，笑音如珠落玉盘。“再说，你不是已经拿下了他整颗心吗？”陈志安一阵窘迫，忙摆手道：“师姐又取笑我了，师尊圣洁，弟子怎敢有非分之想？如今就咱俩在这，你不说，我也不会出去乱讲。”杜芊芊眨了眨眼，目光里多了几分戏谑：“说吧，师尊到底是不是？芊芊师姐，此等事关重大，还是莫要妄议为好。”陈志安干脆打起太极，巧妙绕开。“有，怕了。”他笑盈盈地望着他，目光中满是戏谑：“师姐别闹了，眼下办正事要紧，若误了任务，咱们可都担待不起。”陈志安正色劝道。见他态度认真，杜芊芊也不再纠缠，轻轻点头：“那就先记下，改日再问。”二人一路疾行，横越百里，终于在一处山涧边缘发现薛清慧的踪迹。“是他，薛清慧。”杜芊芊眼神锐利，第一时间认出目标，
当即出剑，剑芒如虹，气势逼人。薛清慧见状，脸色骤变，急忙抽身后撤，双掌一合，灵气激荡，欲挡来势。可杜芊芊这一剑太快太狠，直取心脉，毫无留手。砰！薛清慧被震得倒退数丈，身形一阵踉跄，嘴角溢出鲜血。他尚未稳住身形，第二剑已至。这一剑角度刁钻，凌厉冲迎，他竭力闪避，勉强堪堪躲过。可就在这惊险一刻，他忽然感觉体内一股异样热流窜入经脉，眩晕之意袭来，四肢发软，呼吸急促。你对我做了什么？你们留下的欢和散。杜芊芊轻笑，唇角带笑，些许小伎俩而已，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他话锋一转，笑得更甜。这种机会，师弟你可得好好把握。他若2炷香之内不得男子阳气，便会经脉逆行，七窍尽裂而亡。师姐好手段。陈之安暗暗吸气，面上却笑着拱手称赞，心中却在想，这圣宗到底是名门正派，还是暗藏风流之地？门人个个都比魔修还魔。薛清慧却早已眼神迷离，呼吸急促，身躯微颤。你们这些卑鄙小人，我就算是死，也不会落入你们魔爪。他怒吼一声，突然暴起，转身朝着山壁猛冲而去。那巨石之上，崖角锋利如刃，他竟是响头撞石王。想死？没那么容易。陈之安面色一变，脚下一踏，身形暴掠，欲将他拦下，可惜终究迟了一步。砰！一声闷响传来，血花四溅，薛清慧当场撞得头骨破裂，气息全无，倒在石下，尸骨模糊。看着眼前这一幕，陈之安松开了手中的衣角，神情平静，并未显露出太多情绪波动。毕竟他是奸细，若此时露出任何异样神色，反而会引来不必要的怀疑和祸患，甚至会把自己陷进去。好烈的性子，倒真是个性情中人。杜芊芊缓缓开口，语气中不乏一丝赞赏。就算薛清慧最终没能自尽成功，他留给自己的原本也是体内毒发爆体而亡的命运。只是最终关头，他倒是宁可选择自己决定死法。陈之安没有多言，右手微微一招，一道灵光卷起薛清慧的尸首，将其悄然收入纳戒之中。杜芊芊看到这一幕，并未多说什么。活人无法收入纳戒，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而死人却可以，这也等于是坐实了薛清慧确实已经身死的事实。此番考验，恭喜师弟顺利通过。杜芊芊这才轻笑着说道，眼神略带玩味。果然如此，陈之安缓缓呼出一口气，面上浮现几分松了口气的轻松神色。与此同时，小世界之内，莫九离望着眼前浑身血淋淋、气息奄奄的薛清慧，一时间陷入了猛然，不知该如何是好。刚才外界发生的一幕幕，他其实都通过小世界清楚看见了，可惜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眼睁睁地干看着。这疯子，他疯了吧？居然敢当着薛清慧的面，把这颗定时炸弹硬生生带回来。莫九离脑中震荡，半晌都没缓过神来。薛清慧毕竟是炼体修士，肉身早已远胜凡人，方才那一击虽带着求死之意，却并未完全致命。更重要的是，陈之安暗中出手，悄然护住了他的心脉，再加上灵泉之心的磅礴生机不断灌注，这才勉强将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吊住了最后一口气息。不仅如此，他原本所受的重伤，此刻竟然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修复。若非变身血迹犹在，任谁都看不出他曾濒死一线。然而体外的伤抑制，体内的毒却难解。欢和散的药性此时正值最烈，在灵泉之心那几乎无差别的生机催化下，毒性不但未消，反倒比原先更猛烈3分。薛清慧浑身上下只觉炙热难耐，一股难以名状的燥意从四肢百骸蔓延开来，皮肤潮红明显，就连每一寸肌肤都泛着异样的光泽。尤其是此刻他衣衫凌乱，气息紊乱，不自觉地扯着衣领，迷离的双眼中满是痛苦与挣扎，那副模样看得人血脉奔张。莫九离站在一旁，急得直跺脚，却根本无能为力。混账东西，你把人送回来就完事了？刚才杜芊芊也说了，2炷香之内若不解毒，他依旧会因经脉逆行而爆体而亡啊！他咬牙低骂，情绪近乎失控。这时，陈之安的声音通过传音缓缓传来，语气低沉却带着苦笑：我走不开，杜芊芊一直在身边盯着，根本找不到脱身的机会。虽然考验试过了，但这恐怕只是第一道而已。杜芊芊留在他身边，分明别有用意。那现在怎么办？救人不能救一半啊！我又不是男人，连解毒的条件都不具备。莫九离急得跺脚，几乎要把小世界掀了。毒性是欢和散，
需男女双修才能化解。这时候他就是有心也无力。但陈之安那边已不再回应，说的越多越容易露出破绽，只留莫九离一个人原地干着急。圣宗主峰大殿之中，陈之安与杜芊芊联袂归来，第一时间便入殿复命。师尊，叛徒已被我与之安师弟联手处死，而且他中的是魔道遗落的欢合散，神魂肉体皆损，绝无生还可能。杜芊芊躬身开口，将过程简明汇报，语气里没有丝毫隐瞒。做得不错，你们二人此番表现可圈可点。柳千桐轻点琴手，随后将目光落在陈之安身上。众所周知，陈之安出自火魔教，此番安排正是为斩断他旧根，让其彻底归心圣宗。小安，这次可算解了你心头的怨恨。火魔教当年对你那般，为师也是替你出这口气。柳千桐话音柔和，却带着一丝试探意味，目光紧盯陈之安面部神色，想看出些什么端倪。对此，陈之安早已准备妥当，他恭敬拱手，咬牙开口，眉宇间的恨意汹涌而出，毫不掩饰。多谢师尊成全。看你这反应，莫非你与火魔教之间还有极深的血仇？可愿细细说来？一旁的大师姐目露好奇之色，轻声询问。陈年旧事，不值一提。陈之安声音里带着一丝愤懑，似乎极力压抑着某种情绪。可若是为师想听呢？柳千桐轻描淡写地补了一句，语气看似随意，实则咄咄逼人。这是个试探，也是他彻底封死陈之安退路的机会。他却不知，这正是陈之安刻意为之。如今他已夺得灵泉之心，又有吞仙诀在手，怎可能还甘心在这圣宗里做女人的玩物？他早有筹谋，离开只是时间问题。与其在这道貌岸然之地苟活，他宁愿回火魔教，那里的邪，至少邪得坦荡。弟子不敢隐瞒，在叛出火魔教前，曾有一位青梅竹马，但前些日子他被逼嫁于大封主之子，更在围攻圣宗那日被拿来当作笑柄，百般羞辱。陈之安面色悲愤，眼中隐隐泛红。半月之后便是婚期，弟子虽微末一人，可这等奇耻大辱，又怎能不恨？此番言语真挚，情绪饱满，堂中众人皆被打动。入宗已2年，即便曾为青梅，如今也早该放下才是。更何况他若真心向你，又怎会任人摆布？杜芊芊语带讽刺，似是点拨，又似是挑衅。陈之安却面色一凝，毫不动摇。不可能，他不会违背本心，绝不会。据我所知，他是被逼的。他语气坚定，斩钉截铁，令在场众人微微一怔。见他如此执着，众师姐也不好再多言，唯有柳千桐缓缓点头，面色竟带着几分满意。那你想怎么做？弟子身份卑微，实力低下，除了忍耐、隐忍，实在别无选择。陈之安脸上露出一抹强行压抑的笑，眼神中却藏着深深的不甘与愤怒。哪怕恨意滔天，弟子也只能仰望，苟活如蝼蚁。有圣宗在，你是圣宗弟子，便无需再受这等羞辱。柳千桐冷冷开口，身上气息瞬间爆发，半不原因的威压席卷大殿。此仇我替你报了，让那群狗贼血债血偿。听到这话，陈之安眼神中一抹亮光划过，旋即神色激动，感激涕零，立刻跪地叩首。弟子多谢师尊大恩。事已至此，大殿内众人也未再多言，纷纷散去。不过那枚灵泉之心的下落，却仍是众人心头的疑问。师尊，那灵泉之心可还在圣宗之中？众女忍不住问道，面上皆有期待之色。毕竟这等至宝对他们的修行至关重要，谁都不可能不在意。柳千桐眯起眼眸，缓缓说道：火魔教与焚仙谷至今都毫无动静，这说明灵泉之心必定仍在我圣宗之中。只是整个圣宗几乎都已经被我等翻遍了，却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大师姐眉头紧皱，神情中带着明显的焦急与不解，似乎已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继续找。柳千桐目光深沉，即便是挖地3尺，也得给我找出来。灵泉之心绝不能丢。闻言，陈之安垂手而立，不敢多说一句，只怕话说的多了，反而露出破绽。毕竟灵泉之心正在他的身上，此时哪怕呼吸重一点，都可能引火烧身。回到自己的房间，他连片刻都不敢停留，立刻进入小世界之中确认情况。此时已不知过去了多少时辰，不知是否因为灵泉之心的灵气源源不断的滋养，薛清慧竟然还能坚持到现在，性命未断。只是他浑身湿透，衣衫贴在身上，最为隐秘的部位更是凌乱不堪，看上去像是经历了极为煎熬而难以言说的一段过程。莫九离就在旁边盘膝打坐，
借着灵泉之心散出的灵气修炼。虽然他现在的修炼速度不快，但总比毫无进展好。况且他也确实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只能这样干等。看到陈志安现身，莫九离眼睛猛地亮了，立刻站起身来，神情中混着急迫与松了一口气的庆幸。你终于回来了，再不回来，他真没命了。他开口时语速极快，但情绪也随之稍稍平稳下来。他能撑到现在，看来也有你一份功劳啊。陈志安挑眉，带着一点戏谑的意味。莫九离俏脸瞬间泛红，狠狠瞪了他一眼，咬牙切齿道：我这也是救人，而且他是你们火魔教的人，你居然还笑我！越说他的耳朵越红，到最后声音几乎细得听不见，活像被抓住把柄的小兽。陈志安见他窘迫，也不好继续调侃，赶紧上前检查薛清慧的情况。他发现他体内的毒虽然没有被清除，但灵泉之心的灵气压制得极为稳定，并未再往致命方向发展。对了，我发现灵泉之心的灵气能压制住他体内的玉焰。莫九离像是想起什么似的，急忙补充说明，若不是这样的话，他估计早已撑不住了。随即他无奈叹息道：不过我不懂怎么更好地运转这些灵气，你来处理肯定比我强。他能坦诚这一点，已然算是难得的诚实了。陈志安也不再耽误时间，伸手按在灵泉之心上，以自身肉身为媒，将其中最为纯净的灵气引导出来，缓缓注入薛清慧体内，以强行压制欢合散的毒性与玉焰。果然，在吞仙诀的转化下，灵气效率比之前高了数倍不止。只是片刻，薛清慧脸上的潮红便逐渐褪去，紧绷到几乎抽搐的身体也渐渐放松下来，呼吸平稳了不少。整整1炷香的时间后，薛清慧终于悠悠醒转。事情经过，莫九离已提前告诉了他。此刻睁开眼见到陈志安，他立刻露出感激之色。多谢师兄，救命之恩无以为报。陈志安见怪不怪，只轻轻点头示意。身上还有哪里不适？倒是没有了，只是体内玉焰虽然被压制，但终究只是暂时的，不知何时还会爆发。他检查了一下自身状况，轻轻咬着红唇，眼神下意识飘向陈志安，却又立刻低下头去。这欢合散，或许只有师兄可解了。声音极轻，但在小世界里想听不到几乎不可能。陈志安怔住，一时间竟不知该是哭还是该笑。吞仙诀加纯阳体质，确实需要顶炉没错。你该明白自己在说什么。陈志安语气凝重，清慧自然知道。薛清慧忙不迭点头，脸颊红得惊人，却依旧坚定不移。如今唯有与师兄交合，方能彻底解毒，而且师兄又救了我，这他羞得不敢继续往下说。莫九离听得头皮发麻，忍无可忍地拍案而起。你知不知道这家伙是什么人？就敢开口以身相许，不怕刚出虎穴又进狼窝吗？生死有命，师兄救我，我这条命就是他的。更何况肉体薛清慧说的斩钉截铁，甚至透着一股固执的天真。你好得很，火魔教的人都这么思想开放的吗？莫九离气到发抖。师姐，我和你不一样，我取向正常。薛清慧弱弱道。莫九离差点被气背过去，早知道这样，当时就让你自生自灭算了。够了，都消停点。陈志安干咳2声，再吵下去怕是要打起来了。有灵泉之心在，他体内玉焰就不会再爆发。以身相许的事以后再说吧。陈志安挠了挠后脑勺，颇为无奈。趁人之危，他不是不会做，但也要分对象。他与薛清慧毕竟同门，又无深仇，真要随便动手，反倒像他成了畜生。然而他这句话刚落下，薛清慧眼眶立刻红了。师兄，这是嫌弃我不够好看吗？他的声音带着委屈，让人哭笑不得。说什么傻话，我是在为你好。陈志安彻底无语，哪有人主动往别人怀里送，还怕被拒绝的？往后这段时间，你就和莫九离一样留在小世界里休养，只要靠近灵泉之心，不会再出现中毒危险。薛清慧轻轻点头，自以为听懂了弦外之音。清慧明白，师兄这是想先培养感情，以后再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陈志安只能叹气，这女人脑袋里到底都在想些什么？哼，现在倒装起正人君子来了。莫九离冷哼，那你当初怎么对我时不这样？那你倒是说说，我怎么你了？你身上少块肉还是缺根筋？陈志安无语反驳。你混蛋！莫九离恼羞成怒，他当然想补全自己的残缺道体，可偏偏陈志安那混账东西撩完就跑，
从不打算负责，气得他简直想揍人，但又不能强来，这种委屈他自己都说不清。行了，你们忙你们的，我得抓紧时间修炼了。陈之安挥挥手，目光已经重新落到灵泉之心上。这灵气对他而言简直就是天降机缘，在这世道里，唯有实力才是最根本的倚仗，弱者只会任人宰割，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既然机会就在眼前，他绝不会再回到那种被当作废物的境地。几日时间眨眼便过，得益于灵泉之心的存在，这2年留下的亏空已然被尽数补足，陈之安的身体也彻底恢复了过来。这般年纪，美人在侧不说，而且还就在眼前等着采撷，天下间哪个男子能忍得住？偏偏陈之安就能。不是他天性清心寡欲，只因如今陈之安心里只有一个人，刘若言。无论如何，必须把事情问清楚再说，至少得知道他是真心愿意，还是被人所逼。如今自己所要面对的敌人，可不止于吴天父子一对，而是整个火魔教的庞然势力。哪怕到最后真的要与整个火魔教为敌，那又如何？他也必须把刘若言救出来，不论是为了当初许下的誓言，还是为了自己内心压着的心魔。归根到底，实力才是最重要的。若记得没错，于魁早已是筑基9重，实力强横的惊人，自己与他之间终究还有差距，但这差距并非不可逾越。如今有灵泉之心加持，又有吞仙诀护身，乾坤未定，胜负也尚未分明。若能在此之前将这一方小世界修炼至百里之广，就算实力稍逊，对上于魁，自己也绝对有一战之力。这10日时间里，陈之安始终沉浸在修炼之中，柳千桐也不例外。他甚至强忍心中那份对陈之安的渴望，将全部心神放在突破瓶颈之上。如今距离元婴境界只差半步之遥，只需要一个契机，他便能彻底迈过去。一路走来，这种关键时刻，柳千桐早已历经无数，自然也不在乎再多一次磨砺。然而，就在这日入夜之时，圣宗却再次遭遇突袭。只不过这次的来犯之敌，并非邪魔歪道，而是同属正道的御剑门和摩罗派。显然，他们也认定灵泉之心仍藏于圣宗，并掌握在柳千桐手中。虽然有了上次的经验，圣宗早已防备森严，可谁曾料到这次来袭的竟是正派之人。为了灵泉之心这等机缘，所谓正邪之分似乎也已荡然无存。只可惜2年来，圣宗上下在灵泉之心的滋养下，实力早已突飞猛进。即便是门派围攻，仓促迎敌，圣宗依旧将御剑门与摩罗派打得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只是这2大门派也是有所准备，不知从哪搜罗来了一批实力强悍的战魁。战魁不惧生死，悍勇无比，一旦动手便是不死不休。圣宗众人也只能节节退守主峰之内。直到此刻，柳千桐仍未现身出手，只因他始终在闭关之中。终于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柳千桐强行出关，一人力挽狂澜，凭借护宗大阵之力独占2派掌门。他不仅成功逼退强敌，更是重创了2大掌门，但自身也付出了极大代价，身受重伤。此战之后，柳千桐将宗门事务暂时交由大师姐花芷若执掌，自己则再次闭关疗伤，一是为了恢复元气，二也是为了冲击元婴。这一战中，陈之安的修为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毕竟他出身火魔教，杀这些名门正派丝毫没有心理负担。更何况如今实力暴涨，手握长剑，就连那些没有痛觉的战魁，在他手下也如鸡犬无存，根本抵挡不住。师弟在吗？就在陈之安收兵回到院中，正打算继续修炼之际，大师姐竟突然找了过来。见状，陈之安顿时一惊，心头涌起一股莫名的不祥预感。在圣宗之中，除了柳千桐，最让他忌惮的便是这位大师姐花芷若。此人不仅实力高强，而且心思缜密，对柳千桐忠心耿耿，若真起冲突，绝对棘手异常。也正因如此，陈之安一直有意避开花芷若，以防自己哪天不小心露出破绽。大师姐找我何事？陈之安眉头微皱，语气略带疑惑。师弟如今可真是本事了得，连那些令人头疼的战魁都能轻松应对，杀起来毫不费力。看来师弟这些年一直深藏不露啊。花芷若笑盈盈的开口，脸上始终带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师姐谬赞，我这点雕虫小技不过是班门弄斧罢了，哪敢与大师姐相提并论。陈之安摇头，眼神却悄然变得谨慎起来。毕竟他很清楚，花芷若可不是省油的灯。整个圣宗中，除柳千桐外，唯有他最为棘手。师弟大可不必自谦，你我师姐师妹心里自然有数，
谁强谁弱一望便知。而且我还听说师尊修为突飞猛进，全赖师弟鼎力相助呢。话音落下，花芷若看向陈之安的眼神陡然变得微妙，甚至有些炽热，仿佛在看一头猎物般。陈之安心头一紧，隐隐觉得不妙，这女人难不成跟柳千桐一样，背地里修的也有阴阳双修之法？都是些不实传言，大师姐可千万别当真。陈之安连忙摆手，面上强作镇定。就算是真的，如今也绝不能承认。师弟何必推脱？你这一身纯阳之气，就算隔着3丈远，师姐也感受得清清楚楚。此刻，花芷若终于不再掩饰，眼中浮现出毫不掩饰的贪婪之色。师尊能见你突破，我又为何不可？师弟，不如也助我一臂之力，如何？听到这话，陈之安差点没被自己口水呛住。这女人果然是在缠我身子。他眉头紧蹙，脑中思绪翻涌，看来这个大师姐绝对也修炼了邪法。大师姐这是说笑吧？陈之安一边后退，一边试图岔开话题，对方却步步紧逼，越逼越近。你看我像是在说笑？况且我可是偷偷溜进来的，绝不会有人知道，就连师尊也不例外。花芷若声音低柔，字字似是刻意在击碎陈之安心中的最后一层顾虑。这话听着，就算最开始是演戏，怕也得演成真的了。师姐，我可不是那种随便的男人。陈之安只觉得头皮都快炸了，这种时候竟莫名其妙升起了贞操意识，有些别扭。我也不是随便的女人，况且你现在可是师尊看重之人，师姐我哪敢强求你什么，只是单纯想借你一臂之力，助我修为更进一步，有何不可？花芷若一脸认真，说到最后，神色忽然一转，眉眼间竟多出几分媚意。而且我若猜的没错，灵泉之心怕是与你关系匪浅吧？师姐可别乱说，这种话可是掉脑袋的。陈之安连忙否认，心里却开始发虚。这女人阴晴不定，翻脸如翻书，实在让人难以捉摸。她究竟有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是吗？可我偏偏听人说，那夜灵泉之心失窃时，师弟你曾悄然出现在禁地之外啊。花芷若没有继续说下去，只是那样静静地看着陈之安，眼神深邃，仿佛在等待着他的反应。不可能，肯定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我。灵泉之心那等神物，就算真的摆在我面前，我也没本事将其带走，不是吗？陈之安当即否认，语气激动，连忙反驳。噗嗤！花芷若忽然笑出声来，像是被逗乐了一般，显然对他的反应很满意。我可没说就是你偷的呀，师弟又何必如此紧张？不过嘛，若师弟今晚能好好待我，说不定明日一早，师姐就把这些事都忘光了呢。说话间，花芷若已然走到了陈之安身边，玉手轻轻搭上他的脖颈，眼波流转，暗送秋波，媚意十足。原来师姐的意思是这样，早说便是，何必绕那么多弯子？陈之安见状，也不再装作正人君子，顺势伸手环住花芷若，双手划过那柔软腰肢，放肆地享受其美人香躯。花芷若很快便沉醉其中，仗着自己修为高深，她丝毫不担心陈之安会耍什么花招，心中戒备也渐渐松懈。然而就在此刻，陈之安猛然瞅准时机，一把将花芷若拉入了他的小世界之中。等他回过神来再次睁眼时，四周的场景早已天翻地覆。起初花芷若只是微感异样，但当他看清站在不远处的莫九离与薛清慧时，脸色顿时大变。不好！他心中一惊，一股强烈的不安感直冲脑海，但此时一切都已经太迟。大师姐，真没想到平日里高高在上不近人情的人，关键时刻也能如此释放天性啊！陈之安忽然从他身后现身，语气中满是戏谑，眼神更是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他的全身上下。你居然没杀他们！你才是宗门的叛徒！灵泉之心也是你偷的！花芷若终于反应过来，眼神里的杀意瞬间爆发，身上更是寒气逼人。但陈之安并未正面回答他，而是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将花芷若拉入小世界。他从没打算让她活着离开，他知道也好，不知道也罢，都没有区别。大师姐啊，活着不好吗？为何偏要贪图我这具纯阳之躯？有些东西不属于你的，就不该强求。陈之安的语气平静中透着冷意，脸上却毫无慌乱之色。哼，就算如此，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花芷若怒喝一声，手腕一翻，寒光乍现，一对双手剑已然握在手中，锋芒毕露。莫九离与薛清慧在一旁看到这一幕，自然不可能袖手旁观。如今他们与陈之安已经绑在一条船上，谁出事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更何况以花芷若的性子，
若是他活下来，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然而，就在两人准备出手之际，陈志安却抬手将他们拦下，示意自己一人足矣。死！花芷若怒喝着率先出手，浑身修为瞬间爆发，双剑带着凌厉剑气直取陈志安要害。他这一招毫不留情，出手就是杀招，全力以赴，根本没有任何留手。然而，当双剑几乎要刺中陈志安时，却仿佛撞上了一层无形壁障，再也无法前进分毫。无论花芷若如何用力，剑尖都无法再靠近哪怕1寸。这不可能！他心中一慌，震惊不已。紧接着，陈志安右手一翻，一股无形巨力从天而降，猛然压在花芷若身上。咚！花芷若双膝重重跪倒在地，双剑哐啷一声脱手而落，脸色涨红，连骨头都发出咯吱咯吱的悲鸣声，仿佛下一刻就要被碾碎。别说杀人，此时此刻他连动弹一下都难，别说站起身了。这……莫九离与薛清慧面面相觑，不知花芷若这是怎么回事。毕竟他可是筑基修士中位列前茅的存在，在整个圣宗都能排得上名号，在我的地盘还敢撒野？陈志安冷笑一声，双手缓缓扶在身后，俯视着跪倒在地的花芷若。若是从前，仅凭小世界的压制，他还未必能轻易制服花芷若。可如今的他早已突破至筑基3重，虽然仍与花芷若有些差距，但在这片天地中，这点差距已微不足道。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这里究竟是哪？花芷若强撑着开口，但呼吸却已变得急促无比，恐怖的压迫让他几乎连说话都变成一种折磨。他清楚，只要自己稍一松懈，便会当场毙命。大师姐，方才你不是还说要我助你修行吗？怎么，现在就不需要了？陈志安嘴角含笑，缓步靠近，一步一步像是在逼近猎物。你……好，今日落你手中，我认了，但你不能杀我，否则师尊绝对不会放过你。花芷若咬牙切齿，满脸不甘。现在你放了我，今日之事我可以当作没发生过，我也不会泄露半句，不然威胁我。陈志安轻笑一声，随手捏住花芷若下巴，抬起她的脸。那张本该高傲无比的脸上，此刻写满屈辱与不甘。我是你大师姐，更是圣宗的大师姐，我若出了事，师尊必然追查到底，绝不会轻饶你。花芷若仍试图用柳千桐这个底牌来施压。哼，师尊啊，那又如何？陈志安冷哼一声，满不在乎的摇头。你果然没有放弃火魔教的身份。花芷若终于彻底绝望。说的没错，准确来说，我就是火魔教安插在你们圣宗的卧底。至于柳千桐，你怕他，我可不怕。陈志安直言不讳，眼神冰冷。他已不打算再浪费时间，右手搭上花芷若的肩膀。下一刻，吞仙诀最为凶残的一式悄然发动。吞仙诀不只能吞纯阴之气，更能吞噬一切精华。这一刻，恐怖的吞噬之力如洪流般爆发，疯狂涌入花芷若体内，将她的元气、血肉、魂魄尽数吞噬。仅仅几个呼吸之间，花芷若的肉身便迅速衰老，转眼便老去50-60年。莫九离与薛清慧在旁全程目睹此景，惊得说不出话来。刚才还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花芷若，此刻竟如风干的残花败叶，被活活吸成了一具干尸，死得不能再死。纵然是他们出身邪道，也从未见过如此恐怖而直接的吞噬手段。一位筑基9重的强者就这样被彻底吸干，死得连渣都不剩。而此时，陈志安的气息也在持续飙升，短短几个呼吸时间，修为竟连破几个小境界，直接逼近筑基7重。可惜吞噬之法我才刚掌握，还控制不住损耗，浪费了不少精华。陈志安缓缓收手，嘴角带笑，甚至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唇角，感受着体内澎湃澎湃的力量，他的信心再次大涨。原来莫九离原本还在暗中谋划着如何逃离此地，甚至不惜刺杀陈志安，只为重新获得自由。然而如今亲眼见到刚才那一幕，他哪还敢再生出什么其他的想法？他自身实力远不如花芷若，真要是被抓个现行，只怕下场只会更惨。看来如今剩下的路就只有补足道体，早日提升修为了。可问题是，莫九离心中郁闷，如今想要补足残缺的道体，除了陈志安，根本找不出第二个人。这家伙也是，自从救了他之后，就像突然剃度成了出家人一样，压根不提半点那方面的事。更关键的是，现在又多了一个主动送上门的薛清慧，自己等于是多了个竞争对手。早知道会变成这样，回想当初，莫九离真该当机立断，
从了陈志安才对，可惜世上哪有什么后悔药可吃？如今总不能自己扑上去，主动投怀送抱，强迫陈志安吧？好歹她也是个女修士啊！思绪翻涌间，莫九离的目光缓缓落在薛清慧身上，只见对方笑盈盈地凑了过来，一时间看得他心里有些发虚。薛师妹，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停，有话就站在那说，没必要靠那么近。薛清慧一脸警觉，果断拉开距离。她可不像莫九离，完全不近女色。师妹，你想多了，我是觉得你刚来不久，不如到别的地方走走，熟悉下环境嘛。毕竟这段时间你也要在这里待挺久的，不是吗？莫九离一边说，一边别开视线，脸颊却越说越红。他们又不是小孩子，就算没真正经历过，也都是见过猪跑的。话虽未明说，但薛清慧早已读懂了莫九离的暗示。怎么？就算我一直在旁边，也不至于影响你跟师兄独处吧？薛清慧似笑非笑，开起了调侃的玩笑，自己这个电灯泡都没说话呢。闻言，莫九离顿觉一阵头皮发麻，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圆场。犹豫片刻后，干脆把自己道体残缺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说完之后，他脸颊红得像熟透的苹果，甚至连头都抬不起来，羞得将脑袋深深埋下。师姐，我记得你不是不近男色，甚至有些排斥男人吗？薛清慧眼神带着一丝玩味，饶有兴致地望着他。假的，你我都是卧底，那不过是为了省去一些不必要麻烦的权宜之计。莫九离连忙解释，再不澄清，真怕这辈子都洗不清这个误会。哦，我懂了，原来师姐是男女通吃。我重申一遍，我喜欢男人。莫九离咬牙切齿，一字一顿的强调，显然被他说急了。可是我那天明明什么？要不是为了帮你压制体内欢合散的药性，你以为我愿意？莫九离气得牙痒痒，早知道会这样，当初他就该袖手旁观，看着薛清慧自生自灭，省得如今惹出这么多麻烦。师姐息怒。薛清慧咳了咳，意识到自己确实误会了他，语气也缓和了几分。我这不是好奇心重，合理怀疑吗？多嘴了。少废话，我该说的都说了，你到底帮不帮？莫九离干脆利落地问道。为了补全道体，他这次是彻底不要脸了。帮，当然帮啊，我的好师姐，这种人生大事我哪能袖手旁观？2、3天应该差不多吧？我这就换个地方修炼去。薛清慧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不，应该不用那么久。莫九离脸红到了脖子根，说起话来声音都小了几分。哎呀，师姐这就不对了，补道体可不是小事，哪能草率？成功率也不是100%，若一次不成，那就得多试几次才行，直到补全为止。薛清慧一脸严肃地说道，仿佛对此颇有研究似的。综上所述，2、3天时间不多不少，正好合适。2、3天，那得多少次？我还活不活得下来啊？莫九离目瞪口呆，却也无法反驳他说的似乎有理。另一边，吸收了花芷若的全部精血之后，陈志安足足花了半天时间，才将这些精华彻底炼化完毕。他的修为也随之突破至筑基7重圆满，只待时机成熟，突破第8重已是轻而易举。不过他并未急于求成，而是开始整理这些日子里接连发生的事情。花芷若作为柳千桐最亲信的人，既然能将灵泉之心的失窃怀疑到自己头上，那极可能是受了柳千桐的授意。他之所以迟迟未动手，多半是因为如今重伤未愈，尚在闭关疗伤之中。但更关键的是，陈志安从花芷若的记忆中还得到了一个极为震撼的情报：于无天父子竟然是圣宗安插在火魔教的卧底，是柳千桐一手扶持起来的案子。如此看来，火魔教这些日子的内乱，十有八九就是柳千桐在幕后推波助澜。难怪当年柳千桐能轻而易举地拿到灵泉之心。陈志安恍然大悟，不得不说，于无天也算是个人物，做卧底都快做到火魔教教主的宝座上了。而今陈志安自然不能再让于无天继续胡作非为，敢纵容于魁抢走我的女人，你们父子俩也该死了。当然这都是后话，当下他最需要的是更强大的力量，没有实力一切都是空谈。除了修为外，陈志安现在还缺一件趁手的灵兵，既然柳千桐不忍，那自己也该从他的地盘讨回点利息。圣宗的灵气库便藏在后山禁地，而那里的地形路线他早已烂熟于心。就在陈志安思索着该如何搞到灵气时，一双温润的手臂忽然从后环抱上来，紧随其后的是熟悉的体香以及带着炙热的鼻息，几乎吓了陈志安一跳。他猛地睁开双眼，却见莫九离就在眼前。
这女人仿佛着了魔，皮肤白里透红，眼神朦胧，带着不加掩饰的情意，竟闭着眼，缓缓凑了上来。卧槽！现在连干部考核都搞这一套了，哪个男人受得了这关？不论柳千桐、莫九离、薛清慧，乃至早已死去的花芷若，每一个都是倾国倾城的绝色美人。此刻若主动投怀送抱，哪个男人不得举起武器捍卫尊严？只是陈之安心里很清楚，莫九离此举只为他那残缺的道体，自己不过是个工具人罢了。念及此，他顿时冷静下来，伸手挡住了对方的攻势。你又想干嘛？明知故问，我想让你帮我补足道体。虽然被拒绝，莫九离却仍未死心，羞涩中夹杂着一丝不甘，低声请求：你另请高明吧，我帮不了你。陈之安一脸平静，眼神淡漠：我乃正人君子，你干嘛？第21。即便如此，莫九离心里清楚，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他没有退让，双手轻轻拂过衣角，任由肩上的轻纱滑落在地。见状，哪怕陈之安定力再强，也不由得心神一荡。再怎么说，他也是个正常男人，哪能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还要我开口求你吗？莫九离声音微弱，语气中带着几分委屈与羞怯，眼神也不敢与陈之安对视。能做到这一步，他已然鼓起了全部勇气。你这又是何苦呢？陈之安轻叹口气，虽然言语劝慰，却也并未移开视线，而是坦然欣赏着眼前这份惊心动魄的美景。你说呢？被关在这鬼地方，还讲什么原则？只要能补全道体，突破修为，这点代价又算得了什么？莫九离语气坚定，眸光不再闪躲，可见其决心之大。只是这种事也不一定非得我来帮吧？这世上拥有纯阳之体的修士又不止我一人。陈之安语气平淡地回道。然而莫九离仿佛没听见似的，反而鼓足勇气望向陈之安，眼眶里隐有泪光。我这些年一直洁身自好，从未让任何异性近身半步，我又是焚仙谷圣女，难不成连这也打动不了你？如此凄楚模样，陈之安心中若说没有动容，那也是假的。动心又如何？我心有所属，岂能因你这番举动就违背本心？陈之安一笑，语气却不退半分。那柳千桐呢？为什么他就行？莫九离咬牙，满是不甘。那是身不由己，况且我也没那个本事能拒绝他。陈之安苦笑，柳千桐可是半步元婴修士，随手一招就能将他碾成齑粉，哪是他能抗的？你……莫九离一时语塞，眼中闪过一抹羞怒。面对陈之安的油盐不进，他知道再说什么都没用。既然你不肯，那就只能来硬的了。不再多言，莫九离骤然欺身上前，红唇直直吻了上去。这一次，他不给陈之安任何回避的机会。陈之安只觉鼻息间尽是幽香，唇舌被温软堵住，呼吸顿时一滞。你……他张口欲言，却每次刚开口便被莫九离堵回去，完全说不出一句话。既然你不同意，那就由我来动手。我就不信你一点感觉都没有。莫九离咬牙，语气中带着颤意，却满是坚定。这女人竟真的豁出去了。偏偏此刻的陈之安还远未修成那等大罗金仙的清心寡欲之境，之前的推拒已是他竭尽全力才勉强做到，而现在面对莫九离的强势主动，他竟生不起半分反抗之意，只能任其一步步深入掌控，渐渐沦陷。陈之安有些哭笑不得，心中忍不住吐槽：我这算不算是被人给强了？关键时刻，薛清慧那个家伙呢？怎么像突然人间蒸发了一样？似是察觉到陈之安心中的疑惑，莫九离忽然低声道：别等了，薛师妹早就走远了，少说也得2-3天才会回来。语气中还带着几分得意，仿佛奸计得逞的小狐狸一般。然而他似乎忘了，这方小世界是属于陈之安的。他的得意还没持续多久，忽然眼前空间扭曲，一道身影从虚空中跌了出来，正是薛清慧。你不是说要2-3天才回来的吗？你这是故意的。莫九离眼神一滞，脑子宕机了2秒，赶紧拉起自己凌乱的衣裳，脸颊一片绯红，那份春光就差没冒火。他一脸羞恼地瞪着薛清慧，满心都是被人搅黄了的愤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明明我都感觉走出很远很远了。薛清慧满脸猛然，一边说着，一边脸色却越发通红。关键是他刚才进来的那一瞬，看到陈之安和莫九离，他快羞死了。陈之安这才彻底松了口气，一跃而起，连滚带爬地从地上站起，下一秒就消失在原地，
直接逃出了小世界。现实房间内，陈志安靠着墙，大口喘息，努力平复体内躁动的气息。莫九离这女人简直是在玩火，他这才意识到，不管哪个宗门的圣女，那可都不是省油的灯。陈志安心里暗自庆幸，幸好自己最后守住了本心，否则还真有可能跌入深渊，和那些衣冠禽兽有什么两样？只是冷静下来后，他又忍不住想起了刘若言。为了一个即将与于魁成婚的女人守身如玉，自己这般坚持，到底值不值得？可恶！小世界内，莫九离一脸懊恼，早知道就不该磨叽那么久，直接上手，说不定现在都已经得手了。一旁，薛清慧满脸尴尬，不停地道歉。虽说并非他本意，但结果的确是他破坏了莫九离的计划。不过莫九离倒也没有太放在心上，只是心中愈发好奇，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人，竟能让陈志安念念不忘，哪怕她堂堂焚仙谷圣女都比不过。薛师妹，你不是出自火魔教吗？能不能跟我讲讲那个刘若言？莫九离忽然开口，语气平淡却带着试探。薛清慧闻言一愣，师姐突然问她作甚？好奇罢了，想知道她真的有那么美的不可方物。莫九离轻声道：当然，刘若言可是我们火魔教公认的第一美人，多少男弟子追着她求道侣。薛清慧脱口而出，表情带着几分骄傲。那我跟她比，谁更美？莫九离声音低了几分，说话间也失了几分自信。火魔教第一美人听起来确实不好惹，这个嘛。薛清慧认认真真打量了他一会儿，才缓缓开口：不太一样，师姐你清冷孤傲，宛若冰山雪莲，而刘若言热烈妩媚，更像一朵妖艳玫瑰，各有风情，不好比较。原来如此。听完这话，莫九离稍稍找回了一些信心，心里却忍不住吐槽了一句：狐狸精。难怪陈志安会被迷得神魂颠倒。不过这跟刘若言又有什么关系？他都已经和大风主之子于魁缔结婚约，择日就要成婚了。薛清慧一脸疑惑，实在不明白莫九离为何突然关注这个话题。陈志安说他心有所属，是你们火魔教的刘若言。莫九离眼中带着一丝讶异。什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难道是陈师兄一厢情愿？薛清慧彻底懵了，怎么也想不明白。该不会他根本还不知道这件事吧？听到这里，莫九离神色复杂，竟涌出一丝莫名的同情。当卧底就罢了，被折磨了那么久，如今连新上人即将成婚都被蒙在鼓里，还要死守贞操，可真是惨到极致。不过得知这一切后，莫九离也不急了。若薛清慧所言不假，陈志安必定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房间内，陈志安好一阵才平复好情绪。杀了花芷若，加之柳千瞳已然对自己心生疑虑，若再继续留在圣宗，只怕是夜长梦多，祸事临头。更何况火魔教还有刘若言在等着自己，越想越觉得此地不宜久留，归意愈发强烈。不过在回去之前，他还得搞一件趁手的临兵才行。不再犹豫，陈志安悄悄出了房间，一路直奔圣宗禁地。他尽量收敛气息，避免被人察觉行踪。很快，他便来到那熟悉的山门入口，轻车熟路地潜入其中。今日负责守卫禁地的是二师姐杜芊芊。陈师弟，今日怎么有空跑到这里来了？杜芊芊看到陈志安突然现身，他不由一愣，开口问道：师尊曾言，我以后可随时来禁地修炼，他没与你提过这事？陈志安一脸疑惑，似乎有些诧异地看着杜芊芊。听到这话，杜芊芊也不好再阻拦。如今谁都知道，陈志安在圣宗的地位已经不同往日。既然如此，想必是师尊亲自授意。师弟既知入门之法，那就进去吧。谢过师姐。陈志安拱了拱手，随即便转身迈入禁地。忽然，他又回头故作随意地问道：师姐，里面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毕竟圣宗上下几乎全是女修，若误闯什么禁区，那可就麻烦大了。他只想悄无声息地拿了灵兵，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没什么特别的，陈师弟尽管去便是，进行之地自有阵法拦阻，一般人也进不去。杜芊芊笑着说道。对于禁地的了解，陈志安远不如花芷若，但好在他早已通过搜取记忆掌握了路径，不然光在这片区域寻找兵器库，怕是得绕半天。凭借花芷若的记忆，他很快便来到灵兵存放之地。只见正中央处，一柄剑与一面幡静静躺在万古真冰之内，散发出逼人的寒意与威压。这两柄灵器光芒内敛，却气息磅礴，将四周其他灵兵尽数比了下去。能被以万古真冰封存，可见他们地位之重与品阶之高。就你们了！陈志安眼前一亮，
喜形于色。他反正是要跑路的人了，当然得挑最好的拿。正当他准备尝试破开真冰，取出灵气之际，忽然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吓得他呼吸一滞，连忙收手装作路过。陈师弟，原来你在这儿啊！来人正是宗门四师姐霍问香。师姐找我有事？陈之安神情自若，脸上挂着温和笑意，丝毫不显慌张。倒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问问你有没有见过大师姐。我这些天一直找不到她。霍问香如实问道。没有啊，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房间闭关修炼，可算得上是闭了个小关，确实没见过大师姐。陈之安摇头，随即装出几分担忧之色。怎么，大师姐出事了？倒也不是，就是她已经失踪好几天了，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人。霍问香轻叹一声，语气带着些许忧色。该不会是下山去了？陈之安随口一提，应该不是，我是听人说，好像看到大师姐去了你的小院，所以才过来问问。霍问香目光幽深地看了陈之安一眼，但并未看出什么破绽。陈之安当然不会承认，面不改色的一口咬定没见过花芷若。没事，师弟不必紧张，那人也只是说好像而已，并非确切证据。霍问香说着，忽然眼波一转，嫣然一笑，手指轻轻点在胸前。听说陈师弟最近凶猛得很，不知师姐我有没有这个荣幸亲自体验一番。这句话让陈之安头皮一麻，满脑子都是问号，谁在造谣？而且这圣宗是怎么回事？哪像名门正派啊，不知道的还以为进了合欢宗啊。以往感觉大家还略有收敛，怎么现在如此大胆，都不带眼的了啊？师姐说笑了。陈之安尴尬一笑，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瞧你那样，师姐又不会吃了你，我可比其他姐妹温柔多了呢。霍问香妩媚地白了他一眼，风情万种。不过师弟若是有意，修炼完不妨来我房里坐坐，师姐会一直等你哦。话音落下，霍问香已然飘然离去，留陈之安一人原地凌乱。奶奶的，这圣宗到底是正派还是妖界？怎么那么多披着人皮的妖精？不能再待了，一秒都不能。刚才那一番看似轻描淡写的对话，陈之安却听得出霍问香已经对花芷若的失踪生疑，只不过暂时没有证据而已。得赶紧撤，趁着没暴露前抽身离去。不再耽搁，陈之安再次将目光落在那万古真冰之上。可惜这真冰坚硬异常，任他尝试各种法门，竟连表面都无法撼动分毫。既然破不开，那就一起带走。陈之安琢磨再三，最终干脆将万古真冰连同2柄灵气一并收入了自己的小世界。等日后实力更强，自然能将其破开。处理完毕，陈之安本打算就此离开禁地，脱离圣宗这个是非之地，但走到一半，他却忽然停住了脚步。这几年来所受的屈辱，就这么一走了之，岂不是太便宜柳千桐那群人了？圣宗之所以底蕴深厚，皆因禁地之下埋藏着巨大的灵脉，是修炼的绝佳圣地。若自己将这些灵气全数吞噬，岂不是给圣宗来了个釜底抽薪？换作常人，就算修炼100年，也无法做到此事。但陈之安不同，他有吞仙诀。如此庞大的灵气，他或许一时吸收不完，却能全部贮存在小世界中，以备日后修炼所需。说干就干，他寻了一处灵脉最旺盛的地方，盘膝坐下，催动吞仙诀，全力吞噬。此刻的他如饕餮临视，肆无忌惮地将灵气吞入体内。小世界中灵气汹涌澎湃，天地异象频现。这突如其来的异变，引得小世界中的莫九离与薛清慧面面相觑，震惊无比，不知陈之安又在搞什么鬼。莫慌，这些可都是好东西。陈之安的声音及时响起，在他们脑海中轻声回荡。二女稍稍安心，但随即便察觉出异常。这怎么那么像圣宗禁地的灵脉之气？这家伙打算釜底抽薪，彻底将圣宗禁地的灵气吸干。就算你要釜底抽薪，可想要完全吸收禁地的灵脉之气，又岂会如此容易？莫九离满脸不信，成败与否，总要一试，不尝试一番，又怎么知道结果？陈之安轻笑出声，此番尝试对他而言并无坏处。再者，灵脉之气本就是大补之物，吸得多少都是赚。一开始，莫九离和薛清慧还在担心，万一因此事情败露，自己二人又该怎么办？可很快，他们便察觉到了异常。陈之安吞噬灵脉之气的同时，这方小世界中的灵气也在变得越发浓郁。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最终，莫九离还是忍不住出声问道：“发现？他们拿什么发现？难不成还不允许我修炼了？”陈之安冷笑，再不浪费精力，彻底投入到吞噬修炼之中。足足2日时间过去，
禁地内的灵脉之气已被吞走近2/3，陈志安却仍未停手。如今，整个禁地的灵气已稀薄了大半，与2日前相比天差地别。你再这样下去，肯定会被他们发现的。莫九离面露焦急，出声提醒。一旁的薛清慧也是满脸紧张。陈志安要是真出事，他们2个也绝无幸免。如今3人就是同坐一条船的蚂蚱，你真就一点都不怕吗？柳千桐可是半步原因的恐怖存在，杀你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薛清慧颤声说道。怕吗？陈志安当然怕。这几年里，他的所有噩梦几乎都与柳千桐有关，这个女人早已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可正因如此，陈志安才更加不能停下，把一切都吞个干净。小世界就像一个无底洞般，不断吞噬着灵脉之气，速度丝毫未减，甚至不知何时才会填满。不过陈志安也不是蠢人，继续留在原地，迟早会被柳千桐察觉。他猛地一闪，直接将本体遁入小世界，而吞噬仍未停止。外界只留下一个缓缓旋转的黑洞，灵脉之气就像开闸的洪流，不断涌入那黑洞之中。这也行？莫九离和薛清慧都看傻了，压根没想到陈志安还有这种手段。柳千桐他们不会也能进来吧？薛清慧担忧问道，语气中满是忐忑。放心吧，没我的允许，别说是半步原因，就算化神大能也别想闯进来。陈志安一脸自信地说道，语气中竟还带了点跃跃欲试。若柳千桐真敢闯进来，他倒真想和他斗上一斗。与此同时，外界正在闭关疗伤的柳千桐忽然察觉到不对，强行从修炼中醒来。他召来众弟子，在霍问香的搀扶下，一路赶往灵脉所在之地，很快便找到了那吞噬之力的源头，一个正不断旋转着的黑洞。如此诡异的一幕，就算是他也从未见过。那黑洞中的吞噬之力之强，连柳千桐都不敢轻易靠近，否则稍有不慎，连他都可能被吸入其中，力量被夺。好诡异的黑洞！柳千桐眉头紧锁，脸色沉沉。师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禁地的灵脉之气正以惊人速度流逝，再这样下去，整座禁地都要毁了。霍问香急得直跺脚，身为圣宗弟子，他又怎能眼睁睁看着宗门根基被毁？不知啊。柳千桐摇了摇头，神情痛苦，就算是为师也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这灵脉可是圣宗的命脉所在，如今却不对。陈师弟呢？他不是在禁地修炼吗？霍问香忽然反应过来，猛地问道。难道他已经出去了？另一弟子猜测。作为守门人，杜芊芊连忙摇头否认，不可能，我一直在出口盯着，他绝对还在里面。可他人在哪儿？霍问香追问，眼神凌厉。杜芊芊被问得哑口无言，表情僵硬。闻言，柳千桐心中一凛，猛然转身奔向兵器库。当他看到原本封存万古真兵的那块区域已然空空如也，那2柄灵兵不翼而飞，脸色顿时沉了下去。到底是谁干的？他冷声质问，扫视人群，企图寻找花芷若的踪迹。大师姐去哪了？他再次开口。没人知道，大师姐已经失踪好几天了，宗门上下都翻遍了，依旧毫无消息。霍问香硬着头皮应道：难道大师姐叛宗了？有人低声猜测。不可能。柳千桐第一个反驳，谁都可能叛宗，唯独芷若不会。忽然他想起了什么，猛地看向杜芊芊。陈志安是怎么进的禁地？杜芊芊神情一僵，额角微汗，语气中带着几分恐惧。他说有破开禁地阵法的秘法，还说是师尊您同意的。我同意。柳千桐暴怒，语气森冷。他算什么东西？凭什么得到进入禁地的资格？陈志安。杜芊芊咬牙切齿，终于意识到自己被彻底耍了。好一个陈志安，居然连禁地阵法都能破解，我是真小看你了。柳千桐怒极反笑，眼神中寒意骤起。师尊，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霍问香上前请示。他既未出去，那就说明他还藏在禁地之内，而灵泉之心很可能也落在他手中了。柳千桐冷声道：即刻封锁整个山门，即便是挖地3尺，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是。一声令下，全宗弟子立即开始地毯式搜查，唯独柳千桐留在原地。他冷冷凝视那黑洞一眼，心中早已有了答案。这黑洞十有八九就是陈志安搞出来的。小世界内，陈志安、莫九离与薛清慧3人将外界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柳千桐是不是发现我们了？薛清慧声音微颤，显然有些不安。怎么？怕了？陈志安淡淡回道，神色毫无波澜。切，
我怕他，他进不来，我还能怕他？大不了我就闭关100年，他总不能一直守着吧？薛清慧撇撇嘴，故作轻松地说道。与此同时，柳千桐数次尝试靠近黑洞，皆被吞噬之力所逼，甚至差点连自己灵力都被吸走。他不得不暂时放弃强行压制，只能在黑洞周围布下层层禁制。他心有不甘，眼睁睁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洞天福地毁于一旦，岂能甘休？于是他开始布设天罗地网，只等陈志安现身那一刻，便发动雷霆手段将其围杀。而此时的小世界中，陈志安却丝毫不惧，他正一边吸收剩余灵脉之气，一边持续扩张小世界。这一波操作下来，他已将第一方小世界修炼到极限，估计再过不久便能成功开辟第二方世界，正式踏入吞仙诀的第2境。唯一的遗憾是暂时无法离开境地，陈志安也只能选择闭关修炼，静待时机。为防莫九离搞小动作，他还特意将薛清慧带在身边，确保万无一失。眨眼间7日已过，修炼中，陈志安忽而睁开双眼，按照时间来估算，刘若言婚期将至，自己必须在此之前赶回火魔教才行。见陈志安动手，莫九离有些疑惑地看向他，如今外界早已天罗地网，你现在出去与送死何意？无碍，这几年时间我该办的事都已经完成，继续留在圣宗已然再无意义，是时候走了。陈志安轻叹一声，语气中带着一丝释然，仿佛终于了却了一桩心结。可是柳千桐不可能放过你的，莫九离提醒，眼眸中多了几分担心与焦虑。怎么，我还没出去呢，这么快就开始想我了？陈志安回眸一笑，略带调侃地看向莫九离。去死！谁想你了？我不过是担心你死后自己出不去而已。莫九离银牙轻咬，气得不行，嘴角微抿，却掩不住恼怒。放心吧，柳千桐想杀我，可没那么容易。再说了，他可舍不得杀我。陈志安笑了笑，并没有再继续调侃。莫九离还想说些什么，可陈志安根本没给他机会，身影一闪，嗖的一声便消失在原地，只留莫九离站在原地，目光复杂。出了小世界，圣宗禁地除了灵气变得稀薄外，其余与平日并无二致。陈志安一路前行，步步小心，早就做好应对各种陷阱和伏击的准备。只是当他行至接近圣宗山门，眼见就要走出禁地之时，四周却依旧静谧无声，这下反倒让陈志安心里有些不踏实了。这一路上也太顺了点，甚至连一个埋伏的阵法都没有。他眉头微皱，心中隐隐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但事已至此，此刻不走更待何时？确认没有问题后，陈志安毫不迟疑地直奔山门而出，踏上归程，一路疾驰，直奔火魔教方向。这一刻，他算是深切体会到什么叫归心似箭。只是他不知，就在圣宗某处高峰之上，2道身影静静伫立，默默注视着他离去的背影。师尊就这么放他走，也太便宜这小子了吧。二师姐杜芊芊咬牙切齿，眼中尽是不甘。我们都小看了他，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偷走灵泉之心，甚至隐藏身份至今，这几年他恐怕一直在扮猪吃虎。柳千桐语气低沉，眉间藏着几分冷意与凝思。就算如此，师尊杀他也应是轻而易举。杜芊芊自信地说道。杀了他又如何？本座的目标是整个火魔教，布局多年，也该收网，把他们连根拔起了。柳千桐冷眼望着陈志安消失的方向，眼中浮现出丝丝复杂。是，师尊妙计。弟子斗胆一问，师尊心中是否还有？杜芊芊小声问道，只是话未说完便被打断。一个顶炉耗材也配入本座的眼，不过是个玩物罢了。柳千桐冷哼一声，神色淡漠。然而他内心深处究竟如何，恐怕唯有他自己知晓。对了，我们圣宗好歹也是名门正派，炉鼎修炼这事儿，你们要做得干净一些，落人口实不好。柳千桐皱眉之下，坐着叮嘱。而此时的陈志安已出圣宗，脚步不停，风驰电掣。如今修为暴涨，加之灵泉之心加持，他几乎不知疲惫，连夜奔赴火魔教。火魔教山门奇峰林立，其中主峰便有7座，每座皆有一主，各峰主皆是教内顶尖强者，地位比肩长老。陈志安一入教内，便径直前往第6峰寻刘若言。这几年的苦楚时光，他几时忘得了心中的那人？刚到院外，他便听到了那熟悉至极、魂牵梦绕、宛若银铃般悦耳的嗓音。又是15，悦耳如画，真美。陈志安心头一颤，光是听见这声音，他便几乎难以自控，只想推门进去，将心上人紧紧拥入怀中。可就在他正欲推门的那一刻，
却突听屋中响起一道男人的声音：“若言，原来你在这，可真让为父好找啊！”男子语调轻浮挑衅，即便多年未见，陈之安也立刻听出了他的声音。于魁，他怎么会在刘若言的院子里？虽为魔教，可门规森严，未经允许，于魁根本进不来。陈之安怒火瞬间涌上脑门，浑身气息如山崩海啸，眼中血丝毕现。当年他为救刘若言，甘愿忍辱潜伏圣宗，几度九死一生，差点命丧其中。如今凯旋而归，迎接他的却是于魁横刀夺爱。这换作谁能忍？换作谁能咽得下这口气？反正陈之安不能。他一步踏出，正欲破门而入时，身后忽然有人将他拦住：“别说话，跟我来。”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大师兄萧处。陈之安尚未来得及挣脱，便已被萧处锁住行动，带离现场，根本不给他任何反抗机会。你离开太久，教内局势你怕是根本不清楚，难不成你真要为了一个女人送命？萧处压低声音，语气急切，神情极为凝重。夜色之下，两人一路疾行，出了第6峰，最终在一处隐秘林间停下。陈之安，你今夜回来，难道不怕身份暴露？到时候你我都得陪葬。萧处长叹一声，虽然预料陈之安可能冲动，却没想到会冲动至此。没什么好藏的了，柳千桐早已识破了我的身份。陈之安冷声道，目光仍然望向远方，心思还牵挂在若言身上。什么？他知道？那你是怎么活着回来的？萧处神色骇然，几乎不敢相信。柳千桐那种人物，若识破他是卧底，又怎会轻易放人？他向来心狠手辣，杀人如割草，就这么回来的。过去的事没意义，说了又能如何？陈之安语气淡然，神情却冷冽如霜。行吧，你能回来就好。萧处叹气，略一沉吟后，语气一转。不过你可知，你这卧底身份，除了老祖和教主，便只我知。若有人质疑你，你就只有死路一条。你若只有这些废话，就别说了。陈之安眼神一冷，语中杀意毕露。我且去杀个人。师弟，事到如今，你还要执迷不悟吗？萧处拉住陈之安，语气急切，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在你背叛火魔教不久，刘若言就选择了于魁，你还真以为这里头还有什么别的戏码？可我当初那样做，还不是为了他？陈之安颤声道，明明内心早已隐隐察觉，却始终不敢承认这个事实。他甚至还在奢望刘若言会有自己的苦衷，不得已为之。你以为我没告诉过他？萧处神色认真，盯着陈之安如今这副模样，心里也有些不忍。你是说陈之安没有把话说完，他只觉得心脏像是被狠狠扎了一刀，痛得无法言喻。当初他知道你是卧底之后，选择的不是等你，而是于魁。他说相比之下，于魁更能给他未来。萧处语气低沉，认真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将刘若言的原话复述出来，生怕陈之安听不清。直到这一刻，陈之安心中最后的幻想彻底破灭，那支撑他熬过无数孤夜与苦楚的信念，也在此刻彻底灰飞烟灭。不甘、愤怒、疑惑，种种情绪交织缠绕，此时此刻都只有陈之安自己默默承受，根本无处倾诉。而且当初还是刘若言主动投怀送抱于于魁。我要告诉你的不是伤口，而是现实，让你别再执迷不悟。萧处的话一句比一句沉重，像重锤一样不断砸在陈之安心头。良久，陈之安忽地仰头大笑，声音沙哑，愤怒已然溢于言表。好，好啊，真是好得很。原来我这几年换来的竟是这种结局，哈哈，真可笑啊！此刻的陈之安心头只剩下一个可怜、可悲、更可恨。从头到尾，原来他才是那个大冤种，被一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整整5年时间，竟是用来看清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值，真他娘的值！他深吸一口气，闭上眼，再缓缓睁开，眸中已没有痛苦，只剩下冷冽与决绝。刘若言选择了于魁，他没法阻止，也没那个本事阻止。但这几年他所承受的屈辱与伤痕，必须有人要付出代价，无论是于魁，还是刘若言。念至此处，陈之安眼神陡变，转身便朝峰外走去。萧处以为他仍要冲动行事，连忙想拦住他。师弟，事到如今，为了一个女人不值得啊！你现在更重要的是活好你自己。作为看着陈之安长大的师兄，萧处不愿他因一时冲动走上不归路，白白断送了性命。我又不蠢，现在去做什么？
我不过是要去找老祖而已。陈之安回头一笑，笑容里却带着一种说不清的释然与冷静。那就好，那就好。萧处点了点头，终于松了一口气，至少暂时是劝住了他。不过，你今日刚回来，现在又是深夜，何不先休息一晚？何苦去打扰老祖？这段时间老祖都在闭关疗伤，一时半会儿未必出得来。不，必须现在。陈之安斩钉截铁地说道，此事关乎整个火魔教，若再迟一步，只怕全教都将覆灭。他语气坚定，毫无商量余地。见他神情如此，哪怕萧处再心有疑虑，也不敢拿整个火魔教未来去赌。你跟我来。话落，萧处带着陈之安直奔火魔教内最高峰，那也是宗门老祖闭关之地乾坤洞。火魔教老祖鸠摩天如今修为已达半步元婴之境，卡在这一步已经20载，始终未能突破半分。眼看寿元将近，他一直想借助灵泉之心找到突破契机。当初派陈之安潜入圣宗，正是为此。可谁也料不到，这一去就是数年光阴。此刻峰顶风势凛冽，寒风呼啸，仿佛要将人整张脸都刮裂。萧处领着陈之安落地，拱手道：“老祖就在里面，有事你自己说吧。”他正欲回避，却被陈之安伸手拦下：“师兄，此事关乎宗门生死，你作为长老，理应随我一同面见老祖。”真有那么严重？萧处皱眉，看着陈之安凝重的脸色，心中顿生不祥之感。陈之安未再多言，先一步迈入乾坤洞。萧处犹豫片刻，咬牙跟了上去。乾坤洞乃火魔教命脉所在，正如圣宗禁地一般，灵气之浓郁，令人震惊。刚踏入其中，一股浓郁至极的灵气扑面而来，仅仅吸上一口，便令人神清气爽，精神振奋。两人沿着洞道曲折行进，绕过重重禁制，终于抵达一座幽深大厅。厅内阴阳二气交融，灵气滚滚，堪称修炼圣地。中央蒲团之上，火魔教老祖鸠摩天静坐闭目，正在修炼打坐。陈之安、萧处不敢造次，相隔老远，拱手肃立。弟子陈之安拜见老祖。陈之安躬身抱拳，恭敬开口：“你回来了。”鸠摩天缓缓睁眼，看到陈之安的一瞬，眼中竟闪过一抹惊喜。可有带回灵泉之心？没有。陈之安如实说道：“灵泉之心早在半月前便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失踪？柳千桐到底在干什么？连灵泉之心都守不住。鸠摩天语气愈发冰冷，眼里尽是失望。他根本不是关心陈之安，他要的只是灵泉之心。还有你，当初不是说若拿不回灵泉之心，就永不回来见我？你今日回来，又是为何？话到此处，他目光中多了几分嫌弃。但陈之安并未被其言辞所动，依旧冷静开口：“回禀老祖，弟子此次回来是因事态突变，被迫暴露身份，但也因此从圣宗得知一个惊天秘密。这件事关系整个火魔教的安危。”鸠摩天原本失了兴趣，闻言却猛地精神一振，目光顿时凌厉，盯紧陈之安：“你最好别骗我，你说的是若不能引起本座兴趣，后果自负。于无天、于魁父子实为圣宗安插的卧底。”陈之安一字一顿，直言不讳。此话一出，如雷贯耳，炸得整座大厅气氛都变了。就连一直淡定的萧处，此刻也睁大了眼睛，满脸震惊：“师弟，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啊！大封主怎可能是卧底？他们父子二人这些年对教内的贡献，可是有目共睹啊！”萧处赶紧帮腔，生怕陈之安是故意为之，栽赃陷害。贡献？有何贡献？我看他就是给火魔教添堵的吧。陈之安的语气自信无比，似乎早已料到了二人的反应。被反驳的萧处一时语塞，回想过往于无天的种种作为，细细想来，还真与陈之安所说并无二致。鸠摩天脸色彻底沉了下来，冷冷的目光死死锁定陈之安，语气低沉如地底岩浆般翻滚：“证据若有虚假，弟子又怎敢大放厥词？这是我在圣宗大师姐花芷若临死前从其识海中搜魂所得。”陈之安语气坚定，神色丝毫未变，哪怕面对鸠摩天的恐怖威压，也依旧没有半点怯场。花芷若身为柳千桐的心腹，我想她的记忆应该不会有假吧？于无天父子为卧底一事，如今整个圣宗上下知道内情的就只有他们二人。不仅如此，陈之安还特意将一枚刻印记忆的玉简取出，毕竟空口无凭，谁都不会轻信。鸠摩天接过玉简，探知一番之后，面色瞬间变了，怒意滔天，整个人勃然大怒：“好，好，好！
于无天，你居然连老夫都敢耍，真当老夫是泥巴捏的？看来这些年对你们还是太宽容了，以至于让你们忘了老夫当年的雷霆手段。他声音如雷霆滚动，气势如潮涌喷薄，连乾坤洞内都剧烈震颤了几分，仿佛在随他怒火共鸣。萧处站在一旁，心中震惊无比。从鸠摩天这反应来看，陈之安所言竟然是真的。另外，当今教主身受重伤，遭人偷袭，这事也有于无天父子的参与。陈之安继续道：否则以教主的实力，又怎会如此轻易中招？他一字一句，层层加码，将于无天的罪行彻底坐实。此刻，萧处的神色也不再淡定，脸色阴沉如水，竟然真是他们！怪不得教主突然受伤，我还以为是修炼走火入魔了。老祖，如今证据在前，铁证如山，难道我们还要眼睁睁看着他们父子逍遥法外，把整个火魔教都葬送掉吗？陈之安抱拳，郑重地望向鸠摩天，言辞铿锵。哼，老夫岂会让他们得逞？鸠摩天冷笑，眼中杀意滔天，语气寒如冰渊。他们坑害老夫，陷害教主，甚至想吞掉整个火魔教，将我们彻底抹除。好一个歹毒的计谋！明日大婚，教内子弟齐聚，只怕正是他们出手的关键时机。鸠摩天目光冷厉，一遍又一遍在心中推演着柳千桐的布局。这一刻，他已然完全明了对方的谋算。他的目光重新回到陈之安身上，能在圣宗活下来，还杀了花芷若的人，岂会简单？陈之安虽立功，但却不代表就毫无嫌疑。花芷若可是筑基9重，实力强横不凡，又得柳千桐倾注无数心血。你若说他是失手，那我可不信。说说吧，你是如何杀他的？对此，陈之安早已有了应对之策，从容道来，毫不慌张。半个月前，正道两派联手围攻圣宗，也同样基于灵泉之心。花芷若便是在那一战中受了重伤，弟子才有机会下手。闻言，鸠摩天沉默了片刻，这说辞听起来确实滴水不漏，加上他对围攻圣宗之事也有所耳闻，一时倒也无法反驳。那你说说看，若明日圣宗里应外合，要对我们下手，我们该如何应对？鸠摩天继续追问，语气逐渐凝重。按照他们的布局，老祖您闭关，教主重伤，教内其余弟子根本不足以抗衡圣宗。陈之安沉声分析，到时候火魔教将如待宰羔羊，等回过神来，只怕一切都晚了。萧处听到这话，脸色刷的一白，心头仿佛压了座山。若真如陈之安所说，那灭门之祸就在眼前。虽说如今他们的计谋已经败露，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他们必定还有后招。陈之安语气沉稳，弟子认为应立刻联手焚仙谷，多一方元首，多一分胜算。鸠摩天没有立刻表态，而是安静地听着他继续往下说。圣宗动手，其他正派绝不会袖手旁观，肯定有人趁火打劫，毕竟修炼资源无人会嫌多。可萧处一脸疑惑，就算如你所说，他们各门派之间也不可能毫无猜忌，这对联合行动来说可谓大忌。就算有猜忌，那也是他们的事。陈之安直言不讳，正邪不两立，我们才是他们的共同敌人。真要斗，那也是在灭我们之后才斗。这番话连活了数百年的鸠摩天都无法反驳，点了点头，表示赞同。说得好，看来这些年你没白活，虽然历经苦难，却也终于脱胎换骨。说说看，柳千桐如今修为几何？是否已突破元婴境？半步元婴。陈之安答道，短时间之内应无法再进一步。果然啊，百年难遇的正道天才，修炼速度简直逆天。鸠摩天低声自语，眼中有着深深的羡慕和一丝不甘。照此趋势发展下去，迟早有一日他会被柳千桐彻底压过。老祖不必气馁，俗话说得好，姜还是老的辣。老祖您多年来的积淀，可不是柳千桐短短几十年能比的。陈之安似是看穿鸠摩天的心思，开口安慰。呵呵，你倒是会说话。鸠摩天微微一笑，神情略显欣慰。只是老夫大限将至，已无法与他争长道。他才刚刚踏入长生之路，我却已风烛残年。若我说弟子能助老祖突破元婴呢？此话一出，鸠摩天怔了，连一旁的萧处也愣住，面上写满了你没开玩笑吧的怀疑。毕竟陈之安虽已突破筑基，但尚未结丹，怎可能帮一位半步元婴的强者突破瓶颈？你有这份心就好，其余的老夫不强求。鸠摩天摆了摆手，还以为陈之安是在安慰他，可没等他说完，陈之安便抬起手指轻轻一点，只见一道灵脉之气嗖的一声破空而出，直接没入鸠摩天眉心。寻常灵脉之气霸道异常，
普通修士哪能承受？但鸠摩天何等人物，如今修为高深，加之陈之安有意控制，仅送出一丝灵气，非但无害，反成补益。轰！一声闷响骤然炸开，鸠摩天衣袍无风自动，恐怖气息如火山般喷涌而出，席卷整个洞天。此刻，整个乾坤洞仿佛都在打战。这不可能！鸠摩天面露震惊，哪还有先前那般镇定自若？自己这一身修为，早已几十年没有任何动静，可就在刚才那一瞬，困扰自己多年的桎梏，居然出现了一丝松动。此乃弟子在圣宗禁地中机缘巧合所获，原本也没抱太大希望，没想到这灵脉之气竟然还有如此妙用，倒也算没白费一番心思。陈之安语气从容，神色淡定，仿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这么说来，你还真能助我突破？此刻事实已然摆在眼前，哪怕鸠摩天再怎么不愿相信，也已别无选择。况且灵泉之心渺无音讯，如今能看到突破的契机，他高兴都来不及。弟子定当尽力而为。如今宗门大敌当前，若老祖能突破元婴境，以镇压风波，保全宗门，弟子也算略尽绵薄之力。陈之安抱拳，态度恭敬，言辞真挚。看着眼前这一幕，听着陈之安的叙述，就连鸠摩天这等活了几百年的老妖物都忍不住心中一震，竟生起几分惭愧之意。当年正是他亲手将陈之安送去圣宗卧底，险象环生，九死一生。如今兜兜转转再归来，当年的黄毛小子竟已成长至此。之安啊，此番之后，老夫必不会亏待你。鸠摩天感慨万千，这番话也是真心实意，不带一丝虚言。弟子谢过老祖。这一次，陈之安没有再过分谦让。一旁的萧处也连忙开口：“老祖尽管安心冲击瓶颈，弟子愿在外护法，绝不让任何人靠近半步。”不必护法。鸠摩天摆了摆手，语气一沉：“你现在的任务是立刻赶赴焚仙谷，无论如何也要请他们出山相助。”此刻火魔教正值生死存亡之际，过往与焚仙谷的恩怨也该暂时放下了。两大教派虽历来争锋不断，但鸠摩天十分清楚，他们之间本质上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若今日出事的是焚仙谷，他鸠摩天也绝不会袖手旁观。是，弟子遵命。萧处郑重点头，接过鸠摩天递来的令牌，转身便疾驰而去，身影一闪，已然消失在洞天之外。若焚仙谷愿相助，再加上鸠摩天顺利突破，两大底牌握在手中，哪怕柳千同部下千般后招，也难翻风浪。老祖就不担心焚仙谷趁机反咬一口，来个黑吃黑。待萧处离去后，陈之安不紧不慢地问了一句：“哼，等老夫突破元婴之后，还有谁能挡得住我？”鸠摩天冷哼，眼神中尽是轻蔑。这次老夫不过是给焚仙谷一个机会罢了，若他们真不识抬举，那便一并收拾，也正好清理门户。陈之安闻言微微点头，确实有理。如今的关键不再纠缠于旧怨，而在于尽快强大自身，将底牌握牢。事不宜迟，老祖，我们现在便开始吧。鸠摩天点头。随着灵脉之气源源不断地灌输入鸠摩天体内，他体内的气息也变得越发澎湃，仿佛火焰在体内燃烧。踏上长生之路已有100余年，鸠摩天对体内的经脉灵力运转早已烂熟于心，如今有灵脉之气相助，早已开始松动的瓶颈正缓缓动摇。虽说灵脉之气霸道至极，寻常修士若强行吸收，恐怕瞬间便爆体而亡。但陈之安全程掌控着灵气节奏，再加上鸠摩天的修为底蕴，此番冲关虽凶险，却并非无望。元婴境的气息在乾坤洞中逐渐弥漫，愈发凝实，仿佛近在咫尺。次日清晨，晨光破晓，第一滴露珠悄然滑落。这天，火魔教上下热闹非凡，可谓张灯结彩，喜气盈门。婚期的布置随处可见，甚至连教内的练武场都已换上了红色装饰，阵仗之大，气派之足，教内近年罕见。吉时一到，于魁与刘若言携手现身，两人身着喜服，神采飞扬，风光无限。刘若言本就容颜出众，如今经过精致打扮，更是美得令人惊艳。于魁意气风发，风度翩翩，脸上的笑意从未消散。主位上，大封主于无天，现任火魔教代理教主，满脸喜气，神态得意至极。其余封主虽皆到场，但脸上却并无太多笑容，更多是平淡和沉默。诸位，今日乃犬子于魁与我教弟子刘若言大婚之日，得以在座各位见证之下结为道侣，于某心中感激万分。本封主今日在此先谢诸位光临。于无天朗声开口，算是为婚礼致辞。
随后，婚礼流程依次展开，司仪登场，各个环节一一进行，热闹而隆重。在众人的祝福与掌声中，于魁转头望向身旁的刘若言，目光柔情满满。若言，从今往后，谁都别想把我们分开。听相公的。刘若言低着头，脸颊泛红如霞，语气娇软，眉眼间满是羞涩。就在这时，礼台中央，一道剑光从天而降，凌厉剑气犹如惊雷，将婚宴现场气氛当场劈裂。尘埃落定后，所有人才看清那是陈志安。他单手持剑，神色冷淡，身上带着森寒气息。他的目光首先落在于魁身上，随后才缓缓扫向刘若言。别来无恙啊，若言。这一句字字缓慢，却听不出一丝情感，仿佛机械般冰冷。刹那之间，刘若言心头猛地一跳，脸色瞬间泛白。他根本没料到会在这天见到陈志安，更没想到他还能活着从圣宗回来。他怕于无天父子误会，担心他们会以为他与陈志安旧情未了，绝不能让事情失控。火魔教的叛徒竟还敢擅闯圣地，你真是胆大包天。刘若言没有叙旧，第一句话便是指责，声色俱厉。他必须争夺先机，迅速撇清关系，还能借此机会彻底将陈志安斩草除根。他话锋一转，趁势而起。是，当初你为我付出许多，可那都是你心甘情愿的，我从未强求。如今我与相公两情相悦，心意相通，我劝你还是别再做棒打鸳鸯之人了。我知道你仍旧放不下，但这并不是你搅局的理由。速速退去，否则只怕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刘若言话音刚落，已有不少火魔教弟子开始围拢而上，执法队也纷纷出动，目光冷冽，杀意隐现。好，说得好。就在此时，一阵鼓掌声响起，响彻整个会场。陈志安不想反驳，甚至当众鼓起掌来，虽然脸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但他看向刘若言的目光却越发冰冷刺骨。他的心在滴血，他恨自己多年的付出被当成喂了狗，恨自己到刚才还在痴心妄想。不过这一刻，一切都已经释然了，也都结束了。是时候该给自己讨回一个公道了。高台上，于无天脸色阴沉，目光紧盯陈志安，一缕杀意浮现。倒是于魁看着突然现身的陈志安，神色依旧自信满满，胜券在握。如今的陈志安不过是区区一条丧家之犬罢了，除了像条疯狗一样吠几声，又能对他造成什么影响？在圣宗当了几年废物，现在是被扫地出门，赶出山门了吧？我劝你赶紧滚出火魔教，像你这种废物，还有什么脸面回来？真不嫌丢人吗？要是我，早就自刎谢罪了。对此，刘若言非但没有反驳，反而一脸幸灾乐祸的模样望着陈志安，似乎对眼前这番场景十分满意。昔日是做道侣的两人，如今却巴不得彼此死得越快越好，这一幕何其可悲。但陈志安早已心死，彻底释然。他今日前来，便是要讨回一个公道，又怎会被于魁的三言两语吓退？当初的事，就当我眼下良心喂了狗，脏了自己的手。陈志安语气淡然，冷声开口。他眼神落在刘若言身上，有些讽刺地轻笑了一声。另外，你真以为自己是金枝玉叶，以为我非你不可？一只被人玩烂的破鞋而已，别再逗我笑了。你说什么都没用，就算你气急败坏，也无济于事。无论如何，今日我都不会跟你走。我从未喜欢过你，以前没有，以后更不可能有。刘若言咬牙反驳，只当陈志安说这些不过是故意激将他，是来抢婚的借口。在这一刻，当所有的滤镜彻底碎裂，陈志安才真正意识到，眼前这女人根本就再普通不过，甚至连圣宗姿色最差的女弟子都比她更动人。她到底是哪来的自信？陈志安已然懒得与她再多费口舌，此刻甚至觉得与她多说一个字都令人作呕。他猛然转身，目光转向于魁。这一刻，他不再掩饰心中杀意，手中长剑轻轻一颤。他朝前伏2载，今日归来，便是为了取你狗命。话音未落，剑光如虹，速度快得超乎所有人想象。于魁脸上仍保留着最初的不屑，眉宇间还挂着挑衅神色，可头颅却已高高飞起。轰！无头尸体轰然倒地，于魁那颗血淋淋的头颅则滚出数米之外，直接飞落台下。这一幕如梦似幻，直到于魁倒地，周围人都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全场一片死寂，甚至连根针落地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空气仿佛凝固，所有人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直到刘若言看清脚边那具无头尸体，
他终于尖叫出声，凄厉的喊叫声撕裂全场。他脸色惨白，失魂落魄地向后跌倒，连站都站不稳。奎儿！于无天紧随其后，怒吼如雷，声音痛苦中带着癫狂。他再也无法压制体内怒火，修为尽展，杀意滔天，猛然扑向陈志安。陈志安，我要你为我偿命！话语如炸雷，杀意震天。于无天双眼血红，几近疯狂。他一身筑基圆满修为在怒火催动下爆发，周围桌椅器物尽数粉碎，碎木横飞。他一掌拍出，几乎动用了毕生所学，血色手印于虚空中凝结，铺天盖地朝陈志安碾压而去。这一掌威力惊天动地，镇压全场，连教内几位长老和峰主都被震得连连后退，根本无法靠近，甚至连刘若言也被卷入攻击范围。若那血印真落下，他这娇躯只怕也得当场重伤。可惜他连求饶的声音都发不出来，全身被压制的连呼吸都困难，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道恐怖手印碾压而来。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陈志安必死无疑之际，他却没有后退半步，反而直面冲锋，迎难而上。火魔教之内，筑基大圆满，若非教主或老祖，无人能挡于无天。众人早已认定陈志安是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只不过在自取灭亡而已。然而那令人期待的碾压画面却没有出现。只见陈志安一剑挥出，无任何多余修饰，只有最纯粹的剑意。剑气纵横之间，那血色手印竟被当场斩碎，甚至连一丝响动都未发出，便消散于无形，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全场哗然。随着血色手印消失，众人终于如释重负，长出一口气，脸上不再紧绷。可此时的于无天却彻底绷不住了，他的眼神死死盯着陈志安，脸色变幻不定，半晌说不出话来。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话音未落，只听扑哧一声，于无天猛然喷出一口鲜血。他刚才那一掌不惜动用本命精血之力，原本以为必杀无疑，哪知竟被陈志安轻描淡写一剑破招，导致招式反噬。如今不仅杀不了人，反倒把自己震伤，胸口剧痛如裂。他根本无法理解，一个不过几年未见，当年还只是练体境的毛头小子，怎可能挡住自己怒火全开的致命一击？可事实就摆在眼前。陈志安，你真要造反不成？竟敢当众伤我大峰主！依教规，你该执行3刀6洞之刑。一位长老怒不可遏，指着陈志安高声斥责：诸位峰主、长老！陈志安负剑而立，神色冷峻，语气却十分从容。恐怕有些事情你们还不知道，此人于无天连同他的儿子于魁，早已是圣宗安插进来的卧底。他们不惜联手外敌，打算血洗火魔教，图谋整个宗门。若非我今日赶回，恐怕明年的今日就是你们所有人的忌日。此言一出，如惊雷落地，炸得众人心神俱震。尚未等众人开口，于无天已强撑着站起，怒声大骂：你这个火魔教的叛徒，死到临头了还敢胡言乱语，妖言惑众！诸位千万不能信他，今日务必要联手诛杀这魔头，为我奎儿报仇雪恨。此时的火魔教几乎已被于无天把持多年，他一发话，自然引来无数弟子跟风附和。顷刻间群情激愤，杀机四起，所有人都如狼似虎般盯着陈志安，随时准备动手。然而事到如今，你还打算演戏到什么时候？就在此时，萧处带着老祖令牌现身，手持令牌便如宗门老祖亲临。只见他站在陈志安身旁，显然是从外面刚赶回来，一路风尘仆仆，眉宇间还带着几分疲惫未退。这好像是老祖的令牌，别人或许认不出，但那些长老与峰主又岂会认不得？此刻他们纷纷朝萧处的方向靠拢。宗门老祖若在，同为长老峰主，他们又怎敢再与于无天同流合污？萧处目光犀利，扫视全场，众人此刻甚至还未完全反应过来。最终他的视线落在于无天身上，只见对方面容狰狞，咬牙切齿，而萧处对此自然毫不理会。诸位峰主、长老，于无天父子勾结正道圣宗，意图血洗火魔教，此事证据确凿。多年前灵泉之心丢失，他们父子亦从中作梗，背叛宗门，出卖我等利益，罪恶滔天。轰隆！萧处这番话宛若9天惊雷，炸响在众人耳边，彻底将于无天的阴谋公之于众。这一刻，于无天最后的伪装被撕碎，幻想破灭，自然也无需再演下去。一身邪气猛然爆发而出。刘若言面如死灰，瘫坐在地，眼前是于魁那无头的尸体，
远处却是陈之安复健而立的英姿，形成了极度讽刺的对比。原来陈之安说的一切全是真的，他回来并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揭穿宗门叛徒的阴谋，为火魔教清算血债。这一刻，真相大白，整个火魔教上下纷纷调转方向，目光齐齐落在于无天身上，怒意、仇恨、杀机汇聚一堂，恨不得将其撕碎。会场一时间变成了一个引爆临界的炸药桶，只需一点火星便可彻底引爆。嗖嗖嗖，忽听天际几道破空声传来，圣宗带队的正道联盟总算出现，领头者赫然是柳千瞳，在他之后是密密麻麻的正道弟子，气势如虹，杀气冲霄，显然这一次是要对火魔教下死手了。于无天丧子之痛，再加身份败露，整个人已彻底疯魔。见到柳千瞳现身，他猛然仰天大笑，癫狂无比。哈哈哈哈！今日我要你们为吾儿陪葬，你们全都得死！瞬息间，形势骤变，火魔教陷入孤立，如何能敌正道联军？更何况柳千瞳还在，那可是半步元婴的绝顶强者。此刻，火魔教四面楚歌，危在旦夕。众弟子也纷纷亮出兵器，哪怕必败，也得一搏，绝不能坐以待毙。护教大阵也在此刻骤然开启，只可惜在正道联军强压下，撑不了多久。都给我顶住！谁说我们没援军的？萧处持剑杀敌，一边高声指挥全场，令牌在手，便是暂代老祖之位。只是如今局势如此恶劣，又有几人真的相信萧处之言？即便援军会来，他们是否还活着等到那一刻，谁也说不准。望着满目苍夷、遍地尸骸的场景，刘若言早已分不清脸上的是泪水还是鲜血。他苦苦挑选的如意郎君，本想借机飞黄腾达，嫁入权柄之巅，谁知却挑中了一个宗门叛徒。而那个被他弃若敝履的男人，如今却成了拯救宗门的关键人物。这一切仿佛是老天爷开的一个巨大玩笑，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反噬。另一边，于无天彻底疯魔，满腔怒火只想发泄，他将所有仇恨集中在陈之安身上，目光如刀，恨不得将其挫骨扬灰。陈之安，拿命来！我要你为吾儿偿命！怒喝声中，他再度杀来，手持长刀，气势汹汹。他身上血气翻涌，杀意滔天，那柄长刀之下早已亡魂无数，每一刀都倾尽全力，筑基大圆满的修为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此刻只求一事，杀了陈之安，为儿子报仇。他的攻击招招致命，刀刀凶险，许多来不及躲避的火魔教弟子也遭了池鱼之殃，修为稍弱的更是直接被劈成两半，血肉横飞。你想做什么？陈之安刚准备出手招架，忽听天上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清冷中透着压制不住的怒意。只见原本高高在上的柳千瞳竟飘然而至，他纤纤玉手轻抬，瞬间禁锢住于无天的动作，不管他如何挣扎，皆无法挣脱桎梏。气血受阻，于无天猛然吐血数口，脸色惨白如纸，不可置信地望着柳千瞳。面对他终于冷静了些，眼中却仍满是不甘与滔天怒火。圣女大人，你为什么要阻止我？那畜生杀了奎儿，我要他陪葬。他浑身颤抖，歇斯底里。若非忌惮柳千瞳实力，只怕早已失去理智。杀他，那也是本座的事，你没资格。柳千瞳冷冷开口，语气平静，却杀意暗涌。他甚至懒得解释缘由，更不屑与于无天多言。他的实力摆在那里，若谁敢违逆，杀了就是。半步元婴之境，诛杀筑基如杀鸡割草，轻而易举。话落，他再不理会于无天，随手一挥，将他震退数丈。他迈着步伐，身姿轻盈如燕，仿佛风中起舞的精灵，缓缓朝陈之安走去。他目光落在他身上，修为之威悄然释放，将陈之安周身死死锁定。陈之安只觉如有一座大山压身，连呼吸都沉重了几分。小阿，我们又见面了。声音轻柔，语调缱绻，仿佛情人久别重逢，竟无半分杀意，反而透出几分妩媚温柔，与平日里的高冷判若两人。陈之安神色未变，依旧负剑而立，风姿潇洒。如今的他早已不是曾经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顶部废物，即便面对柳千瞳，他也能不卑不亢，从容对峙。别来无恙。他淡淡一笑，语气从容。对陈之安而言，柳千瞳他既无敬意，也无爱意。过去是畏惧，现在只剩疏离。柳千瞳眸中划过一抹失望，但很快就被掩藏起来。他红唇轻启，目光悠悠，
此番前来，我只求解惑。平日里我待你不薄，为何你要背叛我？背叛？陈之安闻言淡然一笑，倒也没想到柳千桐竟会问出这种问题。我本就是火魔教之人，有何背叛可言？至于你，这些年来，你一直将我当成顶炉耗材，榨取我的纯阳之气，甚至让我险些丧命，这便是你所谓的待我不薄？还是说，你觉得把第一次给了我，我就该感恩戴德，了却前嫌，从此死心塌地地跟着你？此话一出，全场哗然，众人万万没想到，竟还有这等秘辛。鼎炉一事，他们或许还能理解，毕竟长生大道摆在眼前，换作是谁，能轻易抗拒这种诱惑？可后面那一句第一次，这事情大条了啊！所以你承认了，那些事都是你做的？柳千桐所问，自然指的是灵泉之心的下落、花芷若之死，以及圣宗禁地的诸多变故。他语气冰冷，杀意暗涌，尽可能压制着内心的暴怒。花芷若死有余辜，若不是他觊觎我的纯阳之气，他又怎会落得如此下场？陈之安神色平静，语气从容。杀花芷若，他毫无心理负担，不是他死，就是自己被他玩死。那灵泉之心也在你身上。说到这句，柳千桐的眼神骤然凌厉，如同利剑，仿佛要刺穿陈之安的灵魂。全场顿时陷入死寂。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几乎关系到每一个宗门，甚至每一个修士的命运。可陈之安又怎可能承认？真若点头，只怕会瞬间被当场撕碎。他毫不怀疑，为了灵泉之心，在场这些所谓的正道之人会不惜一切代价。别说火魔教是否能保他周全，恐怕连教内之人也会因觊觎而动杀机。灵泉之心这等至宝，我一个废物弟子有何资格碰触？我卧底5年，你何曾真正信任过我？就算你想找个替罪羊，麻烦也找个靠谱点的，而不是将这口黑锅扣在我的头上。陈之安义正辞严，神色坦然，话语铿锵有力。哼，是真是假，你自己心中最清楚。灵泉之心是如何失踪的，你怕是比本座都明白。柳千桐讥笑着开口，脸上挂着一丝冷笑，丝毫不给他脱身的机会。他一步步逼近，气场如山般沉重。陈之安周围的空气仿佛都被压缩，连脚下的大理石地砖都开始寸寸裂开。你位高权重，自然想说什么都可以。先不说我是否见过灵泉之心，就算我见到了，又如何能带得走？真把仙气当大白菜，谁都能拥有。陈之安紧了紧手中的长剑，已懒得再争辩。在这种情势之下，越解释越可能露出破绽。柳千桐半步原因的修为高悬在前，只要自己不承认，不露马脚，大多数人不会轻易相信灵泉之心真在他身上。至于一旦是不可为，大不了与柳千桐同归于尽。他在他体内留下的后手，就是为了这种关键时刻从实招来。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真以为本座不敢杀你？柳千桐怒喝，杀意如潮，一声怒吼震得人心发颤，仿佛随时都能一念杀人于百步之外。陈之安却誓死不从，反而大笑出声，语气中带着几分轻狂与孤傲。要杀要剐，何须多言？我这一生尚不算白活，能拥有过圣宗大名鼎鼎的圣女，也算是死的风流，值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他说的奔放洒脱，语气中那份视死如归的豪情，真假难辨，却震慑全场。一直以来，柳千桐在外人眼中一直是清冷孤傲、不近男色的存在，更遑论与哪位男修有私情。可如今，这些秘密被陈之安当众揭穿不止一次，他再也难以保持平日的高冷，从头到脚都透着滔天怒火。只见他先指微抬，杀机爆发，下一瞬就要将陈之安当场诛杀。那仅存的一丝温情，也在此刻彻底消散。半步元婴之威，碾压全场，无人能挡。柳千桐要杀陈之安，不过如碾死一只蝼蚁般轻松。整个火魔教上下，此刻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即便有人想救，也无能为力。如此近距离之下，陈之安哪怕能反应过来，也挡不住这一击。更别说柳千桐杀意决绝，根本不给任何闪避的余地。妖女，有我焚仙谷在，这里岂容你撒野？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怒喝宛如9天惊雷，响彻全场。话音未落，漫天枪影从四面八方破空而至，每一道都裹挟着毁灭般的气息，生生将柳千桐逼退。只见天边黑压压一片，焚仙谷援军赶到，气势恢宏。而那道声音的主人，正是焚仙谷谷主罗烨。此刻正邪两派对峙局势突变，
焚仙谷的到来让火魔教形势迅速逆转，反倒是原本占尽优势的正道联军，此刻却被两大宗门形成了包夹之势。罗烨目光凌厉，望向柳千瞳，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冷意，声音更是响彻整个战场。今日的火魔教确实够热闹，我焚仙谷也来凑个热闹，想来没人会有意见吧？火魔教上下拜谢谷主出手相助，长老为首，众多弟子齐声高呼，声浪震天。柳千瞳脸色阴晴不定，心头翻涌，万没想到今日会出现这样的变数。若只是火魔教，他自信能掌控全局，碾压全场。可焚仙谷竟突然插手，打乱了他所有的布置。罗烨，你真要掺和此事，就不怕焚仙谷从此万劫不复？柳千瞳声音冰寒，言语中透着威胁。万劫不复？若我今日袖手旁观，等你们灭了火魔教，下一步岂不是轮到我焚仙谷？到那时才是真正的万劫不复。罗烨冷笑，言辞不让，眼神还刻意扫了于无天一眼，露出几分不屑与嘲讽。倒是柳仙子，不好奇我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吗？此言一出，加上刚才那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所有人顿时醒悟，这背后怕是还有更大的真相。于无天脸色顿时惨白几分，连忙站出，语气惊慌：圣女大人，别信他胡言乱语，我对圣宗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啊！闭嘴，我还没下。柳千瞳冷声低喝，打断了于无天的狡辩。如此明显的挑拨，他当然看得出来，但于无天如今身份已暴露，早已没有任何价值想要证明你的忠心。本座就给你个机会，去把那些魔教之人杀得干干净净。悲剧接连，如今又被污蔑，于无天早已濒临崩溃边缘，此时此刻哪还能忍得住？杀气滔天，修为彻底爆发，他整个人宛如疯魔般，欲要大开杀戒。死！你们都给我死！长刀挥舞，恐怖的锐利刀芒如狂风暴雨般无差别横扫四方教众，双眼都快杀红了。柳千瞳此刻自然也懒得再废话，先解决眼前麻烦再说，当即动手直扑罗烨而去。没了半步元婴的压制，陈志安这才缓缓喘了口气，可还未完全放松，远处杜芊芊已提剑杀来，剑法诡异狠辣，杀意却丝毫不减。陈师弟，许久不见，上次一别之后，你可让师姐我好想啊！杜芊芊咬牙切齿，虽然脸上带笑，但语气里的怒意毫不掩饰。怎么，圣宗大师姐不好吗？说到底你还得感谢我才对，若不是花芷若死了，你永远都爬不到这个位置。陈志安一笑，面对杜芊芊明显比刚才从容了许多。没想到啊，师尊圣洁一事，最后却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倒是小看你了。杜芊芊冷笑调侃，要知道多少大能想与柳千瞳结为道侣，都被他拒之门外，向来不近男色，结果却早早吃遍禁果。如此反差，换做谁都会一时反应不过来。呵呵，那也是我的魅力使然，你没看出来吗？到现在师尊依旧不舍得杀我呢。陈志安笑出声来，语气里满是戏谑。这赤裸裸的炫耀听得杜芊芊一阵啧舌，他上下打量着陈志安，心头隐隐有些异样，这纯阳之体难不成真有这般魔力，竟让一代圣女都动了情？有那么一瞬，他心中竟然也生出几分悸动，可仅仅是一瞬，下一秒剑光陡现，杀意爆发，直指陈志安要害，毫无留手。陈志安自然不会傻到真以为他会手下留情，心中早已做好应对准备。二人瞬间交手数个回合，他应对的游刃有余，甚至隐隐压制住杜芊芊的攻势。这下杜芊芊的脸色终于凝重几分，真没想到你藏得这么深，怪不得连大师姐都不是你的对手。呵呵，这才刚刚开始呢。二师姐小心了。陈志安笑得轻松，旋即再次出手，剑势如电，竟比杜芊芊更胜一筹。刚才他进攻时尚未感受到太大压力，如今却已招架吃力，瞳孔骤缩，连忙回剑格挡。叮叮当当，火星四溅，杜芊芊连连后退，却仍挡不住陈志安凌厉攻势，转瞬之间身上便多出数道伤痕。他心中震撼莫名，同时也升起几分惧意，很难想象陈志安竟能在如此短时间内成长到这等境地。这家伙绝对一直都在扮猪吃老虎，整个人就像换了似的。那个从前懦弱听话、任人摆布的废物师弟哪儿去了？到了生死之际，杜芊芊再也不敢藏拙，一身修为全数爆发，拼尽全力应战，速度骤然提升。可他快，陈志安更快，两人实力差距已然显现。只听一声尖叫，杜芊芊如遭雷击，被陈志安一击震退，口吐鲜血。
这一拳势如破竹，杜芊芊气息瞬间萎靡。如此良机，陈志安岂会错过？出身魔教，加之这些年九死一生的磨砺，他深知对敌不能留情，要杀便得斩草除根。更何况对方可是圣宗2世简，若无术底牌，又岂能登顶今日之位？这混蛋！擦去嘴角鲜血，感受到死亡逼近，杜芊芊哪敢再藏私，猛地翻身而起，双掌拍出，2道掌心雷骤然飞掠而出，直取陈志安。轰然炸响，虽只阻住片刻，却已足够他喘息，反手围攻。他袖袍一挥，一道紫色烟雾顿时腾起，浓郁刺鼻，明显带毒。陈志安不敢大意，立刻捂住口鼻，挥剑将毒雾驱散。但就在紫烟散开之时，一点寒光突然破雾而出，快若惊雷。这一剑角度刁钻至极，配合杜芊芊独门剑法，软剑竟似能拐弯，直刺陈志安要害。此招他已修炼多年，几近炉火纯青，百试百灵。即便对手修为略高，也极少有人能从这剑下逃脱。只是那是在出其不意的前提下，而陈志安怎可能不清楚他的招数？然而没等陈志安还手，一道熟悉的身影却骤然冲来，直直挡在他身前。是刘若言，他竟然以血肉之躯挡下这一剑。这一瞬，陈志安恍惚了，原本脱手而出的招式，也在这一刻硬生生断住。噗嗤，鲜血飞溅，剑锋洞穿刘若言胸口。他面色惨白，神色满是愧疚，声音微弱：“当年的救命之恩，今日我就算还了。”话落，轰然倒地，生死未卜。这一幕让陈志安眉头紧锁，一时间心绪复杂。若是以前看到此情此景的他，只怕早已泪流满面，感激涕零。可如今他的心却出奇的平静。爱你的时候弃我如敝履，不爱之后又何必挽回？啧啧，美人舍命相救，好一场感人的戏码。杜芊芊咂了咂嘴，收回软剑，剑身竟连一滴血都未沾，可见其锋利之极。他神色随即一变，带着讥讽：“处子之身已破，看来那人不是你。”他眉眼间多了几分轻蔑与戏谑，转而盯着陈志安：“你现在到底什么修为，竟能与我战到这种程度？”达到如今，他竟看不穿陈志安的修为。杀你，轻而易举。不知是被激怒，还是情绪触动，陈志安只觉得心底一股杀意不断翻涌。就算刘若言已是过去式，他从未真想亲手杀他。可现在，他为了他身受重伤，而杜芊芊竟然冷嘲热讽，践踏尊严。他这一番话，可谓精准踩在陈志安的雷区。找死！话音落下，剑气如虹，杀意骤起。另一边，罗燕与柳千瞳已战至白热化，只可惜他终究棋差一招，在半步元婴面前已然落入下风，身上更是出现了不少伤痕，显然在交手中没少吃苦头。二者都算顶尖强者，周围被波及的弟子无数，鲜血淋漓，尸横遍野。这便是你的实力吗？那就准备好好去死吧。柳千瞳冷言，随即便要下死手，他已不想再继续浪费时间。然而就在如此危险之时，一道恐怖气息自火魔教乾坤洞方向传出，直冲云霄，连天际都被生生洞穿。这是元婴天劫。在场不乏高手，一眼便认出了这股气息，柳千瞳自然也不例外。他猛然回头，连手中的杀招都迟滞片刻，脸色瞬间难看了下来。天雷滚滚，元婴天劫迅速凝聚，恐怖的天威仿佛要将一切彻底摧毁。只是一道无形大手自乾坤洞深处伸出，居然硬生生将那从天而降的神雷挡住。只听轰隆一声，无形大手与神雷双双湮灭，化为点点雷光，散落漫天。在那雷光之中，一道身影踏空飞行。当众人看清来者，无不倒吸冷气。鸠摩天苍苍白发，本就垂垂老矣的他，此刻却更显几分活力，双手负于身后，一举一动之间都散发着恐怖的灵力波动。死战至此，身负重伤的萧处见此，竟是激动的热泪盈眶。老祖终于突破了！这一幕惊住了在场所有人，包括柳千瞳在内。他难以置信地看着从容的鸠摩天，不断摇头，脸上终于第一次露出惊慌神色。不可能，这老鬼怎么可能突破的？绝不可能！元婴之难，难于上青天。同为半步元婴，柳千瞳对此再清楚不过。哪怕只差最后一线，柳千瞳都费尽心血，绞尽脑汁，可仍旧没法撕开这一层窗户纸。而元婴境之下，不管来多少人，都不可能是如今鸠摩天的对手，即便包括自己。可
一直被此等桎梏卡了整整数十载，险些寿元用尽的鸠摩天，今日却当着众人的面突破，柳千瞳如何能接受？这老鬼明明应该死才对。柳圣女，许久不见，你还是如以往那般啊？鸠摩天声音淡然而出，但每个人却如听见惊雷一般，耳畔嗡嗡作响。这一刻的他，就仿佛是全场的主宰，哪怕只是站在那里，都能让无数正道闻风丧胆。那所谓的正道联军，此刻已彻底土崩瓦解，一些实力较弱的弟子更是吓得当场尿了出来。就算你突破元婴又如何？那你也会流血。柳千瞳咬牙切齿，哪怕音量再大，也不过是在掩饰他心中的慌乱罢了。别人看不出来，鸠摩天又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忽而，柳千瞳像是想起了什么，猛然看向陈之安的方向。是你？对此，陈之安不置可否。灵泉之心一定在你身上，对不对？是你助这老鬼突破的。柳千瞳咬牙切齿，心中百感交集，有嫉妒，有愤怒，但更多的却是恨意。闻言，陈之安没有反驳，更没有回答，脸上始终挂着一抹弧度。看着这表情，柳千瞳已然明白了一切。自己谋划了那么多年，倾注了如此之多的心血，没想到到头来毁在一个顶炉手里。这难道就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吗？好，好你个陈之安，既然你想死，那本座今日便成全你。一时半会儿杀不了罗燕，那自己还杀不了陈之安吗？一个筑基境修士而已，柳千瞳杀他如杀鸡。话未落，已然出手，柳千瞳化作流光，裹挟着无尽的杀意，直扑陈之安而来。这一瞬无人能反应，哪怕连陈之安自己都不行，但鸠摩天却可以。这里是火魔教，休得猖狂！怒声降下，鸠摩天只是轻轻抬手，盈盈一握，砰的一声闷响，柳千瞳就仿佛被禁锢住了一般，身形硬生生停了下来。不管他再如何挣扎，都无法挣脱鸠摩天的束缚。这可不是空间之力，而是鸠摩天那庞大的灵力化作无形大手，凭空将柳千瞳牢牢抓住。结阴之后，修士的灵力便能无中生有，磅礴无比，这与金丹境之间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咔嚓！鸠摩天稍一用力，柳千瞳的护体罡气便如纸糊的一般，当即破碎成沙。噗嗤！他猛地吐出一口鲜血，血渍沾染红尘，让本就绝色的柳千瞳更是多了几分妖媚。滚！又是轻描淡写的一个字，鸠摩天随手一拍，柳千瞳当即如断线风筝一般倒飞而出，轰隆一声撞在那厚重的山壁之上，声音震耳欲聋，顿时烟尘四起。师尊，圣女大人！圣宗众人心慌连连，若柳千瞳出事，只怕他们今日谁都别想活着离开火魔教。更关键的是，如今的柳千瞳居然连鸠摩天的一招都接不住，这就是元婴强者的恐怖吗？烟尘散去，柳千瞳狼狈地站起身来，途中还不断咳血，脸色苍白的吓人。这一刻，他再无刚才半点高傲，有的只是惊骇，是面对那无法逾越的差距之后的无力与绝望。鸠摩天刚才那一招，直接把柳千瞳打得道心破碎，再无半点反抗的心思。正道自作孽，对我等赶尽杀绝，今日一个不留，给我杀！鸠摩天的声音如同圣旨一般，本就还在苦苦抵抗的火魔教弟子，此刻就像打了兴奋剂一般，挥舞起武器，朝着正道联军杀去。当然而，焚仙谷的弟子也不例外，现在正是棒打落水狗的绝佳机会，有冤报冤，有仇报仇。这些自诩正道的伪君子，平日里对他们赶尽杀绝，众人何其恨也！今日出了这口恶气，心情那叫一个痛快。一时间，正道联军兵败如山倒，连最强的柳千瞳都败了，他们哪还有抵抗的心思，只想着一味逃命。然而，这在鸠摩天面前简直可笑至极。火魔炼狱阵起，阵随升起，这一刻，天地仿佛都为之色变。火魔教山门立马被一堵火红色的无形墙壁牢牢挡住，天地都变成了血红色。这无形大阵不仅能隔绝外界，甚至还在不断地吸收着正道联军的血肉精气。一时间哀嚎遍野，惨叫声排山倒海。如此大阵，真不愧于炼狱之名。杀！杀！杀！火魔教上下一心，这一刻战意达到了顶峰，再加上焚仙谷相助，以及火魔炼狱阵的加持，此刻简直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萧柱此时同样杀红了眼，心中那叫一个激动，率领一众弟子来回冲杀，毫无半点心慈手软之意。而此时，柳千瞳虽然身负重伤，却尚未濒死。正道联军的几位掌门头目赶紧与他会合，商议最后的出路。虽然他们已经悔得肠子都青了，甚至心底对柳千瞳恨之入骨，
可眼下若不和他联手，自己的结局恐怕也只能是死路一条。现在要怎么办？火魔炼狱阵太过恐怖，几乎汇聚了火魔教整个宗门之力，现在更有元婴强者坐镇，就算是我们联手，也撑不了多久。其中一位掌门抵御来袭的攻击，神情阴沉，沉声开口。另有一人正在协助柳千瞳，全力运行灵力替他疗伤。又是咳了几口鲜血之后，柳千瞳的气息才略微稳定下来，呼吸也总算顺畅了一些。陈之安杀了芷若，灵泉之心肯定也在他手里，他还将我们的计划全盘托出，今日之局只怕已是凶多吉少。柳千瞳面色铁青，咬牙切齿地说道，语气中满是悔恨。早知有今日，当初就该直接将陈之安斩草除根，哪还会落得如此下场？现在不是追悔的时候，再不想办法突围，我们3大门派今日怕是都要折在这儿，变成他们的养料。另一位掌门脸色难看至极，沉声说道，他们已尝试过种种手段，可无一例外，在鸠摩天面前全都如纸糊般脆弱，一出手便被拍碎成渣，毫无作用。否则他们也不会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柳千瞳身上。生死存亡之际，两位也别再藏着掖着了，全力助我破阵，否则谁都活不成。柳千瞳话音一落，击出一柄玉如意，同时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在如意之上。瞬息之间，那玉如意便放大了数倍，连周围的空间都被扭曲，覆盖范围近1000米之广。通神玉如意，你竟把它也带来了！两位掌门一眼认出那灵宝，心中终于燃起几分希望，赶紧将体内的灵力源源不断地渡入柳千瞳体内。他们心知肚明，以柳千瞳目前的状态，绝无可能单独驱动这件灵宝，若强行催动，甚至可能当场被反噬成灰。可若柳千瞳死了，他们3派便全都没了指望。如意如意，顺我心意，万道归一，开！二位掌门见状，也毫不迟疑地学着柳千瞳那般咬破舌尖，各自喷出一口精血，一同灌注进通神玉如意中。这一刻，玉如意体积再次暴涨，所散发的威能宛若能撼动天地，毁天灭地。下一瞬，通神玉如意化作流光，径直朝大阵冲撞而去，所过之处，连周遭空间都被压得嗡嗡作响，仿佛要被硬生生碾碎。轰！一声惊天巨响席卷四方，方圆百里之地皆能听见。火魔教的几座主峰仿佛都在晃动，山石震颤，声势骇人。那原本坚不可摧的火魔炼狱阵，这一刻终于被轰出了一个缺口。退！脸色惨白的柳千瞳不敢有丝毫犹豫，连忙收回已耗尽威能的玉如意，第一时间朝缺口处飞掠而出。这是唯一的生机，一旦大阵完成修复，再想发起同等强度的攻击，绝无可能。两位掌门亦紧随其后，3人一前一后飞出大阵，旋即分头遁逃，朝不同方向疾驰而去，不敢有丝毫停留。临走之际，柳千瞳那道满是幽怨与歇斯底里的怒吼，仍在半空久久回荡。陈之安，本座与你不共戴天！随着几位主将逃亡，剩下的正道联军再无斗志，纷纷作鸟兽散，四处溃逃。然而，能逃出去的终究只是极少数，更多的正道弟子只能化作大阵血石，成为这座炼狱的养料。短短1刻钟时间，这场浩劫便彻底落幕，断壁残垣遍地，尸横遍野。但空气中却闻不到太多血腥味，所有血肉精华全都被大阵吞噬得干干净净，丝毫未留。可恶，居然让于无天跑了！长老们重新汇聚，虽然大获全胜，但脸上依旧浮现出怒色。谁能想到，于无天竟然是安插多年的卧底，这一次差点让整个火魔教毁于一旦。不过好在这场大战之后，总算将这颗隐藏最深的毒瘤彻底铲除，对整个火魔教来说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此刻众人看向陈之安的目光已经悄然发生变化，这个原本毫不起眼的记名弟子，如今却力挽狂澜，助宗门脱困，众人如何能不震惊？一时间纷纷有人上前吹捧称赞，哪还有先前指责他是叛徒的嘴脸？只是陈之安对此毫不在意，嘴角浮现一丝冷笑。刚才那些人的态度，他可是记得一清二楚。这世间就是如此，强者为尊，弱肉强食。你若弱小，就算再努力再忠心，也没人会正眼看你。若非他今日展现出足够的实力，这番功绩只怕早就被人夺了去，还会落个死不足惜的下场。正思索间，一道虚弱的身影跌跌撞撞地出现在众人视线中，正是刘若言。他捂着伤口，脸色惨白，那一剑虽然贯穿胸口，但未伤及要害，自然死不了。本是他的大喜之日，却最终变成一地鸡毛。
所谓的夫君暴露出卧底身份，又被陈之安当众斩杀，而那个曾经满眼是他却被他看不起的少年，如今却已强大到让他都只能仰望的程度。羞愧、悔恨如潮水般席卷着刘若言的内心，他几乎是鼓足了全部的勇气才敢走上前来。他自以为陈之安心中仍有他的位置，两人或许还能有机会再续前缘。陈之安，我有话要说。他声音微颤，泪水早已止不住滑落。在场之人无不知晓他的过往，但是关陈之安，他们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能默默退到一旁，算是给两人留出空间。我也有话说，毕竟你的夫君死在我剑下，虽然他是宗门叛徒。陈之安冷声开口，打断他的话，语气冷漠至极，拒人于千里之外。不是这样的，我对他从来就没有心动过，我的心里一直只有你啊。刘若言连忙辩解，那副泪眼婆娑、楚楚可怜的模样，饥渴乱真。只可惜历经血与火的陈之安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懵懂少年。好一个从未心动，好一个心里只有我啊。陈之安的语气冷了下来，脸色也渐渐沉了下去。我猜是于魁逼你的吧。原本刘若言若是大大方方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念在旧情的份上，陈之安或许还能冰释前嫌，做不成道侣，依旧还是同门。可如今听着刘若言这番话，陈之安只觉得由内而外的恶心。对啊。刘若言惊讶，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你怎么会知道的？说着，他甚至还不忘摆出一副委屈的神情，仿佛真的遭遇了胁迫一般。就是于魁强迫我的，他说我如果不答应，就要把我逐出火魔教，甚至还要杀你。我自己倒是无所谓，可不能牵连你啊。话到此处，刘若言红了眼眶，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声音颤抖得厉害，楚楚可怜。这番模样换做其他男子，还真有可能动了恻隐之心。毕竟刘若言的姿色摆在那，现如今又如此低姿态，柔弱可怜，确实令人心软。然而陈之安不是傻子，更不可能在同一个坑里摔倒2次。这么说，这段时间还真是辛苦你了。语气平静的令人发寒，仿佛毫无情绪波动。喜欢演戏？那今天他便陪你演到底。陈之安倒要看看这女人还能耍出什么花样。刘若言泪眼婆娑地抬头望向陈之安，仿佛真的相信对方已经信了他的说辞，泪水终于止不住，滑落脸颊，宛如梨花带雨。是，当初我不知道你是为了救我才甘愿当卧底，可即便如此，你背叛火魔教，我依旧每日每夜思念着你，更想过与你一同加入圣宗。可我太软弱了，终究迈不出那一步。刘若言说的情真意切，声音哽咽的仿佛连他自己都信了，仿佛那才是事实。闻言，陈之安轻轻点头，神情依旧淡定，都过去了。见他这般反应，刘若言立即抓住机会，试图靠近他，伸出手想要依偎过去。然而陈之安怎么可能给他机会？脚步一转，身形一偏，恰到好处地避开了这一靠，始终保持着恰当的距离。这并未打消刘若言的念头，反倒令他愈发卖力地表演下去。是啊，都过去了，你终于回来了，还拯救了宗门。我们重新在一起吧。我保证，于魁从来没有碰过我，我还是处子之身。他一边说着，一边作势欲发誓，语气带着几分疯狂。可陈之安根本不给他机会，直接冷笑一声打断道：可是我不是了啊。你也听到了，柳千桐那妖女强夺了我的第一次，我已经不干净了。这话他说的脸不红心不跳，语气平静，分明就是实情。而刘若言呢，直到此刻依旧谎话连篇，他心中的厌恶已然攀至顶峰。那一幕幕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情景，难道他会是又聋又瞎不成？他与于魁的甜言蜜语、耳鬓厮磨，他至今记得清清楚楚。背叛自己，戴绿帽不说，现在竟还想让他接盘。这种女人，除了恶心自己，还能起到什么作用？没事，我不嫌弃，只要你心里还有我，不管你曾与谁双修，我都可以原谅。刘若言并未察觉到陈之安眼中愈加浓烈的厌恶，反倒越说越投入，说的自己都觉得伟大无比，仿佛原谅男人是多么高尚的情操。他在等待陈之安的回应，等待那个久违的拥抱。可惜他等来的却是陈之安如寒冰般的冷漠嗓音。刘若言，你真把所有人都当傻子吗？这出戏还要演到什么时候才肯收场？刘若言的笑容凝固，表情顿时僵住，娇躯不由一颤。他原以为这番话天衣无缝，原以为陈之安已被说动，原以为自己又能像从前一样掌控一切，却不料这一次
陈志安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任人摆布的舔狗。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刘若言咬牙试图反驳，打算做最后的挣扎。听不懂？陈志安冷笑，那我来帮你回忆一下，昨晚的月色多美啊！简单一句话，宛如惊雷炸响。刘若言脸色刷得苍白，眼神慌乱，嘴唇都在颤抖。原来陈志安什么都知道。你知道？他颤声开口。不然呢？你真当我还是那个傻小子？你不嫌弃我，我可嫌弃你。陈志安的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冷意，讥讽中透着愤怒。刘若言轻咬红唇，脸色苍白，眼神中带着委屈与不甘。这能怪我吗？我也是被逼的，是于魁，是他逼我的。志安，小安，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就像从前那样。以前你不是能为了我连命都不要吗？打住！陈志安冷声打断，是你教会我的，救你一命并不等于你必须爱我。这句话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你。刘若言听得脸色铁青，泪水再次滑落。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过得多难？我一直在等你回来，可你始终没出现。这些日子都是我一个人撑过来的。最困难的时候是于魁帮我一开始真的以为他是好人，谁知道后来他强迫我一个弱女子又能有什么办法？说着，他再次抬头望向陈志安，眼神中写满了恳求与期待。我们再在一起一次，好不好？我愿与你结为道侣，我的心里一直都只有你。只要这一次，能不能原谅我？就一次。这番言辞强词夺理，胡搅蛮缠，把所有选择都归结为被逼无奈。可惜陈志安不吃这一套。滚！他只吐出一个字，没有丝毫波动。一切尘埃落定，陈志安心中再无怒意，连恨意也在斩杀于魁那一刻便已消散殆尽。此刻的他只觉前所未有的平静，所谓心如止水，不过如此。当初我救你一命，今日你替我挡一剑，便算两清。从今往后，你我再无瓜葛。话落，陈志安不再看他一眼，转身离去。至于刘若言如何，他不关心，也不打算再有交集。而这一幕自然也被躲在小世界中的莫九离和另一位女子看得清清楚楚。二女对视一眼，满脸八卦神情，简直惟妙惟肖。师姐，机会近在眼前，别怪师妹没提醒你啊。薛清慧看向莫九离，眼神中透着几分玩味。机会？莫九离一愣，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怎么？现在不需要补足道梯了？如今师兄心里空荡荡的，这不是机会是什么？说不定还能找到如意郎君呢。薛清慧故意说道，话音一落就笑出了声。滚！好歹我也是焚仙谷圣女，哪能这么糟践自己？莫九离白了他一眼，虽然嘴上否认的干脆，可头却低了下去，脸颊也泛起几分红晕。我师兄哪差了？为了心上人，不惜以身犯险，更是在圣宗守身如玉。若非被强迫，只怕现在还是处子之身。薛清慧撇撇嘴，替陈志安说起了好话。世上如他这般的好男子，可是凤毛麟角。师姐，你若是不抓紧点，这村过了可就没这店了。他说着，还露出几分仰慕之色，眼神仿佛在说：你不下，我可要上了。听着薛清慧一顿猛夸，莫九离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陈志安能做到这一步，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尤其如今他所展现出的天赋与实力，早已足以媲美任何宗门天骄，不论正道还是邪修，只怕都能混得风生水起。要不和上次那样，你再帮我一次。越想越心动，莫九离偷偷看了薛清慧一眼，眼中带着娇羞，红唇轻咬，神情妩媚。好啊，师姐，这么快就缴械投降了？你该不会真的看上师兄了吧？薛清慧故意调侃，一个劲儿的朝莫九离挤眉弄眼。说什么呢？我就是为了补足道体而已，一切都是为了长生大道。莫九离脸颊绯红，把头埋得更低，心里砰砰直跳，就像只受惊的小鹿。火魔教内危机已退，再加上罗燕也成功突破元婴境，如此底蕴与战力，今后火魔教的名声必将在邪修界掀起狂澜。而此番之后，陈志安自然也不会泯然众人。凭此一战，他在火魔教彻底成了响当当的人物。不过灵泉之心的传闻也顺理成章地落到了陈志安头上。虽然无人敢当面质问，但私下却都换着法子，借各种借口旁敲侧击地试探灵泉之心的下落。陈志安当然不傻，张口就死咬从没见过这东西，说这一切都是柳千桐栽赃陷害，让他们若有疑问就去找柳千桐对质。只是就算柳千桐此刻身受重伤，那些人又有几个真敢找他麻烦？怕不是疯了？最终
还是罗燕出面解围，众人才不好再继续追问。庆功宴一直持续到入夜，直到陈志安借着不胜酒力为由，这才好不容易摆脱众人的纠缠。顺着记忆，他轻车熟路地回到那间尘封许久的屋子。多年以来无人打理，房内早已布满灰尘，但陈志安毫不在意，反手布下数道阵法，确认无误后便直接踏入小世界。这一次，莫九离直接上前，毫无犹豫拦住他的去路。他皱眉瞪他一眼，语气中带着几分担心：喝不了酒就别喝，明知道他们想打听什么，真不怕一不小心说漏嘴了啊？切，就凭他们，哪怕来10个8个，也未必能套出我一句话。嘴上虽强硬，可陈志安的脸上已经挂了几分醉意。或许是大战之后的松弛，又或是长久压抑的苦闷，此刻他并未运转灵力清除醉意，而是任由这微醺的感觉停留体内，甚至连走路都不太稳，脚步飘忽，摇晃的仿佛随时要摔倒。而在他醉意朦胧的视线中，眼前的莫九离似乎越发美丽，那本就出众的姿容在醉意滤镜下更显动人。心结已解，他也无需再压抑自己，那股久违的欲望悄然点燃，宛若野火燎原般迅速蔓延。你离我远点！陈志安晃了晃脑袋，试图保持最后一丝理智。怎么，怕我吃了你不成？莫九离撇嘴，调皮的挺了挺胸，那高耸入云的双峰简直像是在犯罪。你故意的吧？偏偏挑这个时候。身体的本能瞬间反应，陈志安几乎压不住体内的火焰，理智正逐步被侵蚀。就是故意的，你要是还不敢，便真不是个男人。莫九离脸颊通红，咬着红唇，肩头的轻纱滑落一半，这半遮半掩的模样终于成为压垮陈志安最后一分理智的稻草。他不再犹豫，身形一闪便欺身而上，是要让莫九离知道花儿为什么那么红。然而就在干柴烈火即将引燃之际，门外却突然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这一声差点把陈志安的酒劲都吓醒。好事被打扰，陈志安眉头紧锁，大半夜的，这是谁来找他？正打算停下动作，结果却被一双玉臂紧紧搂住腰间。莫九离脸颊泛红，气息急促，轻声道：别去好不好？这么大半夜的，肯定没好事。他的小表情又委屈又倔强，陈志安不禁低头猛吸了一口，连空气都觉得香甜无比。你好歹是圣女，能不能矜持点？矜持值几个钱？反正已经被你困在这小世界里，我迟早都是你的人。莫九离声音越来越小，到最后几乎细若蚊鸣，但他并没有退缩，反而抱得更紧，似乎想把他牢牢锁住。陈志安，我要。这一次莫九离算是彻底豁出去了，他那娇羞微喘的模样简直就是最强烈的助燃剂，彻底点燃了这堆即将爆炸的烈火。就在这气氛即将失控的边缘，门外传来了更急促的敲门声，紧接着是熟悉的女声：陈志安，我知道你回来了，开门好吗？是我，正是刘若言。听到这个声音，莫九离身子一僵，脸色瞬间僵住，死死搂住陈志安不放。刘若言是什么身份，莫九离再清楚不过。别看陈志安嘴上拒绝的干脆，可那毕竟是他曾经爱的刻骨铭心的人，他不能让那段旧情死灰复燃。果然不出所料，哪怕他心中1万个不情愿，陈志安听到门外声音时还是停下了动作。你还是要去见他吗？莫九离喘着粗气，语气中多了一分苦涩与不安。陈志安没有立即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目光复杂。是了，再怎么样也曾轰轰烈烈的爱过，你又怎能轻易放下？莫九离低声呢喃，眼神中写满了不甘，却也只能埋藏心底，难以为外人道。就这么想我留下？陈志安一笑，看着眼前的人儿，不知心里在想些什么。就算我回答是又如何？我与他，你肯定会选择刘若言，而不是我。莫九离咬牙，他再怎么说也是焚仙谷的圣女，心中自有几分傲气。虽嘴上未明言，但他自认无论资质、身份、容貌，自己都比刘若言好，而且好太多。可偏偏眼前这瞎子就是始终看不到。我还没说什么呢，你反应怎么这么大？难不成？陈志安似笑非笑的开口，目光深深落在莫九离身上，像是在看穿他心底的秘密。这一问顿时让莫九离语塞，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回应。趁着他沉默之际，陈志安悄然退回房间。门外刘若言声泪俱下，哭得像是断线的珍珠。陈志安，我知道你就在里边，能不能当面和我说说话？难道我们之间的感情就要这样毁了吗？就因为那些误会？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我的心里也一直全是你啊。2个相爱的人
为什么要这么分开？我知道，你这些年受了很多委屈，我真的心疼你，我也想你，能不能让我进去好好和你说说话？哪怕说上一整夜都可以，你要怎么样都行，只要你肯开门。这明晃晃的暗示，或者说已经不只是暗示，而是直接的明示，陈之安又怎么可能听不懂？当初那个高高在上的女神，如今为了得到他的原谅，居然能卑微到这种地步。是啊，是自己当年给他上的滤镜太厚，从未看清他骨子里这份随意轻佻，乃至于贱。不过听了半天，陈之安还是没弄明白刘若言到底想干什么。大半夜的，也不能真让他在门口吵到天明。他可以不要脸，可陈之安还要。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开门。你开门了，我能进去吗？见陈之安现身，刘若言的声音明显小了几分，然而那步子却毫不含糊，几乎没有停顿，就想往门里闯。只是他刚迈出半步，就被陈之安伸手挡住。有话就在这里说吧，你我之间没什么好聊的。陈之安双手抱胸，眉目间冷意森然，语气毫不留情。你是不是已经喜欢上别人了？刘若言开口，眼中泪光闪烁，仿佛委屈到极点，像是他才是那个辜负者。这好像与你无关吧？陈之安淡淡回应。柳千桐即便暗地里修阴阳双修之法，也能守身如玉，坚定如初。相比之下，你甚至连他都不如。话没说完，但余音绕耳，杀伤力极强，也算是给他最后一丝颜面。在你眼里，我就是个如此水性杨花，如此卑贱低劣的女人吗？我难道真的就这么不堪？刘若言泣不成声，话语间尽是心痛和委屈。陈之安并未开口解释，可神情中透露出的态度早已说明一切。你若承认那是你的选择，即便于魁是卧底，愿赌服输，我或许还能高看你一眼。可现在，你只让我觉得恶心。那不一样，我的心里没有于魁，我心里只有你啊！刘若言的情绪彻底崩溃，声音嘶哑中带着歇斯底里。呵，是谁当着所有人面说我痴心妄想的？是谁暗中联手他人，要将我当众诛杀的？陈之安连连反问，每一句都如同铁锤般敲击着刘若言的神经。为了达成目的，你难道连脸都不要了？你就真的那么绝情吗？刘若言怒吼着，脸上写满绝望与歇斯底里的疯狂。忽然，他右手一扬，一团淡粉色的烟雾猝然爆开，扑面而来。陈之安怎么也没想到，他居然会使出这种下作手段。猝不及防之下，只觉一股香意钻入鼻中，眼前顿时天旋地转，意识开始模糊。话音未落，他整个人便如山崩般倒下，失去了意识。这一刻，刘若言收起全部情绪，脸上的柔弱与哀伤尽数消失，整个人变得冷漠阴冷。他毫不犹豫地将陈之安拖进房内，反手关上房门，四下开始翻找，像是在找某样重要的东西。可找了一圈无果后，他竟直接开始搜起陈之安的身来。随着手掌接触到他的肌肤，那种火热的触感让他心猿意马，甚至一时间情难自控，身子贴了上去，沉尸地。老祖让你过去一趟，若还没睡，便随我来吧。但还未等他有所动作，门外萧处的声音骤然响起，打破了屋内的寂静。刘若言脸色猛地一变，仿佛被当头浇了盆冷水，惊得差点叫出声来。此刻的他正骑在陈之安身上，这要是被发现，他可就真的彻底完了。灵机一动，他翻身滚下床，迅速钻入床底藏了起来。嘎吱一声，房门被推开，萧处迈步而入。入目便见陈之安横躺在地，似乎醉得不省人事。他连忙上前扶起陈之安，取出一枚解酒丹喂入，又贴心地渡入灵力珠药效运转。哪里知道陈之安这根本不是喝醉，而是被下了药。陈师弟，不能喝就少喝点嘛，看看你现在醉成这样了。他一边念叨着，一边轻拍着陈之安的脸颊。片刻后，陈之安缓缓睁眼，眼神中满是迷茫与疑惑。师兄，你怎么在我房里？老祖让你过去一趟，似有要事相谈。萧处解释道，同时又关心地看了他一眼。你这状态能去吗？能，没问题。陈之安点点头，深吸一口气，挤出一个镇定的笑容。既如此，萧处也不好再劝，便扶着他起身，引着向外走去。而直到脚步声彻底远去，床底下的刘若言才从中慢慢爬出，脸色难看到极点。他所用的可是亲手调制的欢合散，别说人了，就算是妖兽都要神魂迷失。陈之安怎么可能清醒，又怎么可能说话如常？除非他全程都在装。这一刻，
刘若言只觉冷汗湿透衣襟，心头如有万马奔腾而过。若真是装的，那他刚才那番搜身，贴身不远处的另一方小世界中，莫九离与薛清慧正一同注视着这一幕。二女早已合流，全程观战，刘若言的嘴脸自然被看得一清二楚。这家伙不会是故意装作中毒，实际上是乐在其中吧？薛清慧啧了一声，语气中带着3分怀疑，7分讥笑。莫九离咬牙，面色沉凝，能想到的理由就只有这一个。不会吧，师兄不是那样的人。薛清慧狐疑地摇了摇头，眼神中满是犹疑。换成别人也许不是，可那是刘若言。莫九离声音低沉，语气却坚定得很。两女一惊一乍地讨论得热火朝天，完全没管陈之安此时是什么心情。直到他实在听不下去了，忍不住传音回去，语气中带着几分头疼。自己的一世英名可不能毁在他们俩嘴里。我是真中毒了。话音一落，二人才终于安静了片刻，但莫九离却仍旧面带怀疑。你中毒了，现在还能活蹦乱跳，真把我们当3岁小孩哄啊？他冷哼一声，对啊，我中的欢合散现在还没完全化掉呢。薛清慧也开口附和，眼神意味深长。那是你们，我修炼的功法能快速化解欢合散的毒素，甚至还能吸收炼化化为己用，所以才清醒得这么快。陈之安认真解释道，声音不大，却极有底气。只不过这解释多少有些苍白无力。二人交换了一个眼神，依旧狐疑不已。真不是余情未了，顺水推舟。莫九离目光灼灼，逼问再起。我再见也不至于吃回头草吧？陈之安叹了口气，语气颇为无奈。这边话音刚落，陈之安已经随萧处来到乾坤洞口。不过这一次萧处依旧没有陪同进入，他只是回头看了陈之安一眼，面色带着几分复杂。师弟，老祖就在里面，你自己进去吧。看着萧处这欲言又止的模样，陈之安心中已然有数。这次的谈话十有八九还是为了灵泉之心，这玩意还没完全坐实到他头上，便已惹得风波不断，果然是块烫手的山芋。可他陈之安从来不是怕麻烦的人，若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那他还如何逆天改命，如何撑得起吞仙诀的因果？他没有多说什么，朝萧处微一点头，心中已有了决断。对方能帮的已经够多，接下来的路只能靠自己。陈之安深吸口气，迈步走进乾坤洞。如今的鸠摩天已经彻底完成元婴突破，气势如虹。若是他将这份实力用于扩张，火魔教未来只怕风云再起。而灵泉之心多半已成他志在必得之物，此番前往必是凶险重重，九死一生。可那又如何？就算刀山火海，他陈之安也得闯。陈之安，小心了！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脑海，是莫九离。虽然只是短短几个字，但那藏不住的关心与紧张清晰可感，哪怕他是块木头，也能听得出来他心中的挂念。怎么，你这算是在担心我？陈之安轻声回应，嘴角微扬。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嘴滑舌的？莫九离气得直跺脚，语气又羞又恼。混蛋！好了，就算为了你，我也不会死在这儿的。陈之安笑着安慰。真的吗？莫九离声音一顿。真的。那你可一定要活着回来。他语气终于软了些，带着几分诧异。有你这句话，就算前头是尸山血海，我也爬回来见你。话落，陈之安不再迟疑，毅然朝洞府深处踏出步伐。洞府中央，鸠摩天盘坐在莲台之上，周身灵气环绕，闭目修行。若非亲眼所见，谁都不会相信。这才过了一夜，他便仿佛脱胎换骨。昨夜那风烛残年、气息微弱的老者，如今竟成了中气十足、目若朗星的壮年模样。弟子见过老祖。陈之安行礼时恭敬，却没有半分惧意，更没有任何讨好之意。来了吗？鸠摩天缓缓睁眼，那双仿佛能看透人心的眼睛，刹那间定格在陈之安身上。说吧，灵泉之心是不是在你身上？一句话开门见山，没有丝毫遮掩，也不给他半点周旋余地。与此同时，元婴之威铺天盖地席卷整个洞府，仿佛天穹压顶，四壁崩塌。换作寻常修士，怕是早已跪地求饶，连话都说不出一句。然而陈之安却神色如常，身姿挺拔，直视鸠摩天，毫无动摇。老祖在上，灵泉之心一事，我早已表明。弟子卧底圣宗数年，连那东西长什么样都未曾见过，更遑论带回火魔教。依弟子之见，灵泉之心的失踪多半是柳千桐设局嫁祸，目的就是借机脱身，断绝追查。
放眼五大宗门，有谁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窃取此等仙宝？除了他，再无第二人。他字字铿锵，逻辑严密，连呼吸节奏都拿捏得滴水不漏，堪称天衣无缝。鸠摩天微微皱眉，眼中闪过一抹金芒。这番说辞虽不能完全排除嫌疑，但确实合情合理。然而他没有收回威压，反倒更胜几分。灵泉之心关系宗门根基，老夫也不得不谨慎。你潜伏圣宗，今日突飞猛进，固然是喜，可也未必没有隐患。语落之间，鸠摩天猛然一指，一道紫色烈焰瞬间弹出，速度之快，陈之安根本反应不过来，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道火焰没入体内。老祖这是何意？陈之安怒意涌上眉梢，脸色骤沉。如今他已是宗门大功臣，非但不被褒奖，反被试探搜魂，任谁也无法忍。你应该能理解，这一切都是为宗门。鸠摩天语气冷漠，神色不变。灵泉之心是否在你体内，搜魂便知，你就别挣扎了。这话说的直接，几乎已经宣判死刑。紫焰入体，焚心灼骨，那从头到脚的灼烧感，如烈火焚天，刮骨踢髓般折磨着每一寸神经。陈之安整个人仿佛被投入炼狱，但却一声不吭，冷汗如注，豆大汗珠不断滴落地面，在石板上溅出一圈圈湿痕。那撕心裂肺的痛苦，不只是肉体，更像是神魂被利刃剖开的凌迟。但他咬牙忍下了，不动如山。这一刻，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实力为尊，信任可笑。此时此刻，小世界中，莫九离与薛清慧早已神情紧张到极点。完了，以鸠摩天的手段，定然能搜出秘密，他们的存在也必将暴露。可惜，鸠摩天终究还是小看了陈之安。吞仙诀，吞万法，噬万灵，哪怕是记忆也能吞。在踏入洞府前，他早已将关于灵泉之心、关于吞仙诀的一切记忆彻底吞噬。鸠摩天要搜，那就让他搜个够。半晌过后，鸠摩天一无所获，虽然心有不甘，但终究还是停了下来。搜魂之术本就过于残暴，原本就已经对陈之安的灵魂造成不小的损伤，若是再继续下去，很可能会把人整成个傻子。鸠摩天死死地盯着陈之安，眼眸中多了几分不耐烦与烦躁之意。而陈之安此刻则大汗淋漓，整个人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极力汲取新鲜空气，瘫坐在地上，目光中满是幽怨与愤怒交织。老祖自然信不过弟子，那大可一剑杀了弟子就是，又何必用如此手段来折磨？我为火魔教付出这么多，到头来换来的竟是这些，可笑，实在可笑啊！陈之安怒极反笑，冷笑声在乾坤洞内来回回荡，久久不散。鸠摩天的脸色愈发阴沉，然而最终还是强忍了下来，毕竟自己这番做法确实落人话柄。老夫此番也是被逼无奈，你也别怪老夫心狠手辣。如今灵泉之心下落不明，鸠摩天自然不愿轻易失去一位教内天骄。整个年轻一代之中，论才情与手段，能与陈之安相比的几乎没有。此等人才，自然要留在火魔教。现在，你身上的所有嫌疑都已洗清，以后你仍是我火魔教最出色的好弟子。陈之安却没再开口回应，只是陷入沉默，以此来表示自己的无声反抗。就算是在演戏，这番遭遇也不是一句误会就能抹平的，哪怕气消不了，也要摆明态度。倒是莫九离和薛清慧两女，此刻终于松了口气。虽然不知陈之安究竟用了什么手段扛过搜魂之术，但至少这次总算是逃过一劫。尽管没有从陈之安身上找到灵泉之心的半点线索，鸠摩天却依旧不打算就此作罢。结合所有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灵泉之心的去向很有可能就在那处地方。灵泉之心失踪，此事不可能是柳千桐自导自演，他根本没这个必要。鸠摩天缓缓开口，毕竟柳千桐至少有数年时间策划此事，自导自演那种下三滥的手法，他根本不屑为之。那还能是哪？陈之安顺势反问。正道望仙宗。鸠摩天斩钉截铁地吐出这几个字。望仙宗？陈之安闻言一惊。不错，你可知道望仙宗宗主武霓裳？鸠摩天继续说道。那个号称正道第一美人，实力冠绝三门五派的正道大宗师武霓裳。陈之安愕然。没错，就是他。世人皆知他为望仙宗之主，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但鲜有人知柳千桐等正道大能几乎全都或多或少师从他门下。那女人才是真正的正道开山鼻祖。鸠摩天笑着解释，语气之中却藏着深意，目光意味深长地盯着陈之安。
灵泉之心的失踪或许瞒得过旁人，但这女人的行踪却瞒不过老夫的眼睛。你若能从她手中探得灵泉之心的消息，那你便是我火魔教的头号功臣，到时大封主之位非你莫属。说到这里，鸠摩天也不再遮掩，将心中打算直截了当的说了出来。让我卧底望仙宗。陈之安眉头狠狠一跳，心里顿时有1万头草泥马狂奔而过。刚出虎穴，又入狼窝，这老不死的简直就是要把他往火坑里推啊！早知如此，当初就该一剑送他上路。火魔教毁不毁，老子才不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老祖，那可是望仙宗啊！弟子不过区区筑基修为。陈之安试图拒绝，却被鸠摩天直接打断。教内弟子虽多，但论经验手段，谁能比你？你连柳千瞳那样的人物都能在眼皮底下耍得团团转，还能爬上他的床，这份本事连老夫都佩服。有这样的能耐，老夫相信拿下忤逆长对你来说也不是不可能。鸠摩天眯着眼，似笑非笑地道：那可是正道公认的第一美人，无数人只敢仰望。你若成了，名声大振，修为更可一飞冲天，别说筑基，就连突破金丹也未尝不可。老祖英明，但望仙宗行踪隐秘，不显山不露水，弟子想去都不知道路在何方啊。陈之安苦着脸，觉得自己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就算弟子能找到地方，人家收不收我还是未知数呢。他越说越想拒绝，鸠摩天的脸色也逐渐阴沉下来。你以为老夫这是在跟你商量吗？你可别忘了，作为火魔教弟子，自你入教那一日开始，你的命就不再属于你自己了。还有，你是不是忘了当年老夫亲手在你体内种下了永生咒？此话一出，鸠摩天掐诀成咒，顿时空中如同天降梵音，轰然落下。陈之安顿感脑中轰鸣，如紧箍咒忽至，剧痛袭来，顿时抱头跪地，惨叫连连。这般痛苦，比起之前那万火式心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一瞬，他便再无抵抗之力。此情此景，他哪还有拒绝的资格？为了活命，除了答应，别无选择。这个世界，弱者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滚吧，好好准备，尽快启程。话音落下，鸠摩天已不愿再与他多言，甩袖将陈之安赶出乾坤洞。洞外，陈之安满脸死气地坐在地上，目光涣散。一直等候的萧处连忙迎上，将他扶起。师弟，光是陈之安如今这副模样，便足以说明一切。大师兄，陈之安勉强一笑，算是回应。别灰心，人生在世，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撑过去，往后便是康庄大道。萧处轻声安慰，同时将灵力缓缓渡入，为他稳住气息。是啊，我马上又要启程了，这一次怕是比以前更凶险100倍。陈之安喃喃低语，脸色更显阴沉。萧处一怔，脸上的神色也变了。这次是去望仙宗，老祖要我探查灵泉之心的下落，即便找不到，也要带回确切消息。陈之安坦言而出，这种事早晚都会知晓，也没必要隐瞒。这萧处的表情变得无比凝重。望仙宗，那可是正道的源头圣地，对他们这种身份来说，那就是地狱深渊。圣宗尚且是九死一生，望仙宗此行只怕是有去无回。陈之安咬牙，眼神里浮现出一抹狠色。真想让他去死，他也不是那种乖乖等死的人。带我去见教主。可以是可以，只不过教主现在的情况。萧处叹了口气，虽然没再继续说下去，但陈之安也能听得出话里话外透着糟糕。很快，在对方的带领下，陈之安来到了后山一处隐秘密室。这里曲径通幽，加之设有阵法遮掩，若无人引路，寻常修士根本别想靠近。只见密室之内，教主段玉山正躺在床榻之上，脸色苍白如纸，几乎看不出半点血色，整个人进的气多，出的气少，半截身子已然埋进土里了。自从上次出事之后，师尊的状况就一直这样，而且还一日不如一日。萧处面色沉痛，眼神里透着明显的悲伤，即便是7尺男儿，此刻眼眶也隐隐泛红。都怪于吴天那畜生，若不是他暗算，师尊也不至于沦落到此般境地。萧处咬牙切齿，语气冰冷中裹挟着杀意和滔天怒意。毒师之仇，不共戴天。他朝若有机会，必亲手将于无天千刀万剐。这模样7重是心咒。陈之安上前为段玉山把脉，仅仅片刻，便沉声道出了毒名。闻言，萧处不由一愣。教内不是没有药堂，长老也不少，可偏偏没有一个查出毒源。陈之安却一语道破：
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陈志安缓缓开口解释：七重是星咒，是圣宗一种极其隐秘的毒法，我也是偶然间接触到相关典籍才知晓。中此毒者，体内毒虫潜藏心脉，日夜吞噬灵力修为，导致身体日渐衰弱，直至血肉腐烂，昏迷不醒，最后化为枯骨。这描述与段玉山如今的状况可谓一模一样。萧处闻言激动不已，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般看着陈志安：那师弟，你有解毒之法吗？此毒倒不难解。陈志安点头道：需取下毒者的精气血为引，方能将教主体内的毒虫诱杀。只是现在他话音一顿，没再说下去。于无天早就不知去向，精气血何处去找？这等于宣判了段玉山的死刑。听到这里，萧处只觉得浑身发软，差点瘫倒，还好被陈志安及时扶住。师兄放心，此事我来想办法。那老鬼未死，教主就还有活的希望。陈志安语气坚定，眼神冷厉。说着，他从那戒中取出一只玉瓶，递到萧处手里。教主目前状况危急，我虽不能解毒，但这些丹药可以抑制毒虫侵蚀，延缓其发作，为教主续命。往后每半月服一颗，若病情加重，则每周一颗，保守估计足以延续3年。这丹药不凡吧？萧处眼神复杂，这种效果岂是寻常丹药能比的？是柳千瞳给的。陈志安轻描淡写的说道，丝毫不在意。萧处心中一震，眼眶微热，默默点了点头，再多的感谢都已显得多余。大师兄，随我去第一峰一趟。陈志安忽然开口，话音未落，他已转身先行。第一峰早在于无天出逃后便人去楼空，残垣断壁，满目疮痍，仿佛死地。陈志安带着萧处穿过废墟，来到峰顶的天坑前。此坑乃天然形成，其上布有禁制，寻常修士根本无法窥探其中奥秘。但即使如此，坑口依旧散发出一股浓烈腥臭味，仿佛血肉腐烂多日所凝聚成的气息，令人作呕。师兄，你在教内多年，可知这天坑的来历？陈志安问。不知。萧处摇头，于无天从不许旁人靠近，连我们这些长老也不例外。陈志安闻言不再迟疑，手掐法诀，吞仙诀骤然发动，吞噬之力涌动，哪怕是部下的阵法也瞬间被吞得干干净净。禁制破碎的一刻，一股令人窒息的恶臭猛然喷涌而出，若非修为高深，恐怕当场就能被熏晕。即便陈志安提前准备，此刻也感到头昏脑胀，萧处更是险些跌倒，连忙运转灵力抵抗。这是什么？望着那尸山血海，几乎填满整个天坑的无数尸首，萧处瞳孔骤缩，脸色苍白如纸，整个人惊呆当场。谁能想到，在这第一峰之下，居然隐藏着一个万人坑？就算是魔道中人，这样的场面也称得上骇人听闻。陈志安再度掐诀，将禁制重新封回，随即拉着萧处迅速离去。教主或许正是因察觉此地秘密，才惨遭毒手。陈志安沉声说道：不行，此事必须有人主持公道，我要去找老祖。萧处怒声道：他虽是魔修，却也知这等举动必招天谴。那于无天真不怕天道反噬？大师兄，你还要装傻到几时？陈志安眼神冷冽，你真以为这等事能瞒得过老祖？鸠摩天再叫那一手遮天，若说他毫不知情，谁信？萧处闻言神色骤变，脸更白几分，显然心中已有答案。鸠摩天行事向来老谋深算，怎可能留下任何证据？但毫无疑问，此事绝脱不了他干系。陈志安语气森寒：你我皆知，为了正道长生，一个将死之人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哪怕背负滔天因果。听到这，萧处终于不再挣扎，心中也升起一股寒意。如今的火魔教早已不知腐烂到何种地步，记住，今日之事我们从未看到，也从不知晓。陈志安声音低沉，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否则，哪怕你是教中元婴之下第一人，也不过是一只随手可捏死的蝼蚁罢了。火魔教里死人从来都不稀奇，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萧处低声问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陈志安缓缓抬眸，眼神冷冽如刀。我们若不想死，那就杀出一条血路来。听着这番话，萧处的目光也逐渐变得坚定起来，最后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此番我还是要去往仙宗，至于能否回来，那便看我的造化了。陈志安沉着脸，表情凝重地说道。他看向旁边的萧处，火魔教这边就只能靠大师兄你了，如今是敌是友尚且不明，凡事都得多留个心眼。萧处点头答应。另外，
我还有一事相求。陈之安停顿片刻，接着开口：我怀疑刘若言是卧底，至于出自何派上不得而知，大师兄可得多留意他一些。萧处连连点头，神情也更加凝重。将一切都交代完毕后，陈之安连夜动身离开火魔教。九魔天不死，自己留在这里，多一秒都有性命之忧。天知道那老不死的心里打着什么算盘，万一心血来潮把自己宰了都说不准。出了火魔教，简单辨别了一下方向，陈之安便立马遁入山林之中，彻底销声匿迹。而在小世界内，莫九离早已望眼欲穿。本以为一切了结以后，陈之安便会马上回来完成那未尽之事，结果关键这种时候，莫九离也不可能主动开口提醒陈之安，更何况她还是女孩子。师姐不敢的话，要不要我帮你和师兄说一声？薛清慧在一旁笑着打趣道。听闻此言，莫九离的脸颊立马像熟透的苹果一样红彤彤的，他赶紧拒绝：不行，这种事怎么开得了口啊？只是话落，他又开始怀疑起来，是不是自己长得不够漂亮，身材不够好，所以陈之安才对自己这般爱搭不理。哎呀，师姐别胡思乱想了，就你这般姿色，师兄他就算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第二个。仿佛看穿了莫九离的心思，薛清慧赶紧安慰道：师兄现在忙得焦头烂额的，估计是一时忘了也说不定，等他回来了你再好好教训他。我哪敢教训他？莫九离苦笑了一声，低下了头。怎么不敢？到时候就让他好看。薛清慧一边说着，一边对莫九离挤眉弄眼，羞得对方都不敢与他对视。外界，陈之安一路在山林中奔走了3天3夜，途中几乎没有停歇，总算是接近望仙宗的范围了。望仙宗坐落在万寿山脉之中，此地灵兽众多，强弱不一，凶险之名远扬。莫九离和薛清慧二人通过小世界一眼便认了出来，不由得担忧起来，忍不住找上陈之安：你真打算去望仙宗啊？莫九离满脸不解。同样想不通的还有薛清慧，这种送死的事为何还要闭着眼睛去做？不然呢？小命都在人家手里，我还能反抗？陈之安反问，语气冷淡，没一点想停下的意思。那老鬼就是想让你去送死罢了，他眼里只有灵泉之心，你的死活他才不在意，你为何还要这么蠢？看着他执意要走，莫九离恨铁不成钢，忍不住怒道：你没听说吗？那望仙宗宗主武霓裳可是正道第一美人，主要是我也想见识一下这第一美人到底有多美。陈之安突然笑了，语气里竟然还带着几分向往和调侃：都什么时候了，你脑子里就不能装点正事吗？莫九离怒道，看着陈之安简直气不打一处来。这话该是我问你才对吧？陈之安反问，语气中满是玩味。回想过往，每次二人见面时，莫九离发现自己似乎都在想着那事，一时间羞得无地自容，不敢再吭声。故意的，这混蛋肯定是故意的。话语间，陈之安已经步入万寿山脉，先不论灵兽，此地灵气浓郁，倒的确是一处修炼宝地。当然，前提是修炼的时候不会变成灵兽的口粮。陈之安，我很认真的问你，这一趟望仙宗肯定是九死一生，你真的要去吗？事到如今，莫九离也收起了调侃，郑重其事的发问：师兄，这次师姐说的没错，武霓裳虽然是正道第一美人，可她也是正道开山鼻祖之一，其实力说是只手遮天都不为过。你这次去等于是在虎口拔毛。薛清慧也跟着开口，满脸担忧，劝他知难而退。然而陈之安却没有立即回答，反倒深吸了一口气，再缓缓呼出，脸上竟浮现出几分轻松与释然。来都来了，哪怕是刀山火海，我自然都要闯一闯。他看着眼前连绵不绝的山脉，眼眸中也多了几分疯狂与决绝。再说我又不是没死过，向死而生，如今的我唯有孤注一掷，才有翻盘的希望。话语落下，陈之安再无任何迟疑，毅然决然一头扎进万寿山脉，朝望仙宗方向疾驰而去。然而他没走多久，忽然听见前方传来一阵激烈的打杀声，灵力波动此起彼伏，像浪花一样连绵不绝，而且极为强大。陈之安立刻屏住呼吸，隐匿身形，很快便看到前方一大片被打倒的植被，以及那几道正在激斗的身影。怎么是他？柳千桐！陈之安瞳孔骤缩，这世界也太小了吧！此刻柳千桐的状态极差，浑身伤痕累累，那雪白的肌肤上多处皮开肉绽，深的甚至露出森森白骨。他不断流血，好不容易才稳住身形，脸色却苍白如纸，宛如濒死。他怎么会在这？莫九离与薛清慧齐声惊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更让他们震惊的是，陈之安竟然还要靠近。
你不要命了？这老女人都要扒你皮臭你惊了，你还把脑袋往她跟前送？可陈之安仿佛根本没听见，脚下反而加快了几分。越靠越近，他终于看清，此刻柳千桐正被4人围攻，气息愈发微弱。要知道，柳千桐可是半步元婴强者，即便身负重伤，也不该被压着打才对。可眼前那4人不过炼体境巅峰修为，竟生生将柳千桐逼到了这等境地。每一次交锋，柳千桐都是险象环生，旧伤未愈又添新伤，被打得节节败退，几近崩溃。哈哈，想不到啊，堂堂圣宗圣女柳千桐，今日也有这般下场。柳千桐，我劝你最好识相点，好好伺候我们4兄弟一番，说不定还能给你一条活路。4人言语轻浮，眼神放肆，肆无忌惮地打量着面前的残破美人，心里更是一阵火热。我早就听说了，柳千桐守身如玉多年，到现在恐怕都还是黄花大闺女，正好让咱兄弟几个尝尝鲜。几人越说越放肆，根本就没把柳千桐放在眼里。事实上也是，如今此局柳千桐已然无解，若没有救星，他的下场可想而知，只怕连自杀的机会都没了。你们难道就不怕圣宗追杀吗？柳千桐银牙紧咬，红唇染着血迹，更显几分妖媚之色。好啊，听说圣宗都是美人，正好让我们兄弟几个饱餐一顿。哈哈，多多益善。几人压根不怕，连最强的柳千桐都沦落至此，圣宗没了他，又还能剩得了什么？此时此刻，柳千桐心中不甘与绝望交织，右手紧握长剑，甚至连站直身子都略显勉强。此番火魔教一战，直面元婴境的鸠摩天，柳千桐本就身负重伤，好不容易才逃出死局，结果又被其他正道掌门联手围攻，伤上加伤，险些殒命。好在他手中底牌尽出，才好不容易博得一线生机。结果虎落平阳被犬欺，今日竟然被这4个宵小捡了便宜，柳千桐上哪说理去？他本来是要去找武霓裳，让师尊替自己主持公道，只可惜眼看望仙宗就在眼前，自己却要倒在这最后一步。最关键的是，自己是做最珍贵的肉身，今日只怕也逃不脱这些渣子的魔爪，哪怕是死都不能留下污点，绝不愿失去清白。柳千桐，不要再做无谓的反抗了，不管你是死是活，我们兄弟4人都会趁热的。哈哈，4人狂笑出声，哪怕只靠想象，都已然武器高举，迎面昭然若揭。看着这一幕，柳千桐只觉得阵阵恶心，却又只能无能狂怒。无耻，卑鄙，畜生！此刻的谩骂似乎都显得那般无力，哪怕平日里强横无敌的柳千桐，此刻也已然陷入崩溃之局。无敌一生，难不成到死就只能落得这副下场吗？如此屈辱，又让柳千桐如何甘心？只是现如今的伤势，已然不容他有任何奢望。别说反抗与自杀，柳千桐甚至连站着都已显吃力。那4人明知状况，自然更加肆无忌惮，脸上堆满淫笑，不紧不慢地朝着柳千桐围了上来。而柳千桐只能绝望地看着这一幕，彻底无能为力。眼看4人的魔爪即将触碰那完美娇躯，无敌美人泪痕未干，眼神绝望之际，剑气如就是天光横空降临，一横一纵，划破虚空。其中1人甚至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瞬间被剑气劈成4块，直到死前脸上还挂着笑容。杀招未停，剑气纵横，剩下的3只蝼蚁虽有反应，但也只是蓦然回首罢了，甚至连出招者是谁都没看清，便又有1人人头落地。没事吧？连杀2人，陈之安方才现身，他手中的长剑甚至没有沾染丝毫血迹，可见出手之快，杀意之狠。而柳千桐已然跌入他的怀中，看着面前这个再次出现，让自己又爱又恨的熟悉身影，柳千桐那绝望的眼眸里总算多了几分安全感。笑安，紧绷的身体缓缓放松，此时此刻的柳千桐只觉得前所未有的安心。小子，你居然敢杀我们兄弟，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谁？剩下2人看向陈之安，眼眸中满是警惕和怒意。他们一左一右对陈之安形成合围之势，同时纷纷亮出手中武器，严阵以待。一瞬间杀了2人，虽然有偷袭的成分，但也足见此人身手了得。2人都是老江湖，又怎会看不出这一点？死人的身份，我不感兴趣。陈之安一甩长剑，眼神淡然地看着面前2人。好大的口气，我们可是2个人，真以为自己还能再偷袭得手？其中1人硬着头皮说道，虽然早已心生退意，此时此刻却不敢表露出来。再说了，如今是1打2，柳千桐已经是个废人，根本起不了作用。只要干掉陈之安，
那柳千桐还是他们的，少了2个分肉的，反倒还能多爽一会儿，不失为好事。显然，这俩家伙已经精虫上脑，愣是统一了意见，把矛头指向陈之安。敢动我的女人，今日你们就把命都留下吧。话落，陈之安手中长剑嗡嗡作响，杀意凛然。此刻杀气凛然而起，一人一剑，剑势锐不可当。陈之安环抱柳千桐，却依旧身轻如燕，剑光来去之间，杀招尽出。上！两人互相对视，都能从彼此眼中看到一丝狠意。既然陈之安执意找死，那就成全他，一起出手。这2个家伙显然平时没少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默契方面倒是极佳。无论谁先出招，另一人都能准确配合，攻势连绵不绝。若换作寻常修士，只怕还真就中招了。可惜他们今天遇上的是陈之安，元婴境的强者。陈之安虽尚未可敌，但对付几个炼体境的蝼蚁不过弹指之间。在绝对力量面前，所有技巧和配合终究只是笑谈。虽万般变化，无一剑破之。唰！又是一人向上，人头落地，鲜血如喷泉而起。看着同伴死绝，最后一人吓得脸色发白，急忙甩出一阵毒雾。然而陈之安对此早有防备，回手一剑卷起狂风，毒雾瞬间吹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人中了自己的毒，脸上写满惊恐，还未反应过来，陈之安的剑已悄然而至。随着人头落地，彻底断绝生机。那人死时仍满脸惊恐，瞪大双眼。原本柳千桐还担心陈之安可能不是敌手，但现在看来他未免多虑了。许久不见，别来无恙啊。陈之安收回长剑，目光重新落在怀中的柳千桐脸上。虽然带着血迹，身上略显狼狈，但这却更添了柳千桐几分楚楚可怜的韵味，有着一种别样的美感。少在这里胡说八道，本座可不是你的女人。柳千桐银牙轻咬，恶狠狠地瞪了陈之安一眼，但这也是他现在唯一剩下的力气了。话音刚落，整个人便彻底昏死过去，瘫软在他怀中。就是现在，你还不动手吗？等这女魔头恢复过来，第一个要杀的便是你。莫九离开口，自古正邪不两立，不管从哪个立场来看，陈之安都没有手下留情的理由。然而陈之安对此却并未作答，他安置好柳千桐，随手将那4具尸体炼化后，这才开始替他运功疗伤。看到这一幕的莫九离二女都傻眼了，这家伙到底在干什么？你不杀他，等他缓过来之后，死的就是你。莫九离满脸不解，杀可以，但不是以这种方式。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下手，我还真做不出来。陈之安一边反驳，一边仍未停下手中动作。你可知，就在前不久，他还要当众杀你，更是奴役你整整几年。难不成这些你都能放下？莫九离追问。别说他，就连薛清慧也完全不懂陈之安此时的选择。你说的不错，可我不是也得到了吗？陈之安一笑，语气淡然，并未多做解释。这句话算是彻底把二女问住了。可这些和自己的小命比起来，那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这小子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啊？好了，不用再劝，我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话落，陈之安懒得继续解释。他们不知道的是，柳千桐体内早已被他种下血咒，想要杀他，只需他一念之间便可，又何必以这种卑劣方式趁人之危？退一步讲，陈之安也不相信柳千桐的心里真的空无一物，对自己毫无念想。说到底，他不过也是一个在追求长生大道上的可怜人罢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吧，这世间哪有那么多非黑即白？不多时，陈之安缓缓收手，有了灵力的滋养，柳千桐恢复得极快，伤势也逐步好转，正快速康复中。当然，受了那么重的伤，一时半会儿想醒来，基本不可能。陈之安倒也不着急，就坐在旁边，一边运功修炼，一边顺带为柳千桐护法。毕竟这里可是万兽山脉，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有灵兽杀出。以柳千桐现在的状态，别说灵兽，哪怕是一头普通的野兽都能把它生吞活剥。此刻，陈之安吸收了刚才那4个修士的养分，虽然不多，但好歹让自己的实力有所提升。灵力比方才更加雄浑了些，距离筑基境第8重也近了一步，突破只是时间问题。此等速度足以让人啧舌，即便是柳千桐这样的百年天骄，也绝对不例外。当然了，他是看不到的罢了，到现在还没醒呢。呼陈之安长长吐出一口浊气，修炼之后，整个人神清气爽，连带着心中郁结也一扫而空。那我的道体怎么办？
终于，等了许久的莫九离实在忍不住了，开口问道：“什么怎么办？”陈之安装傻充愣：“你不是说能帮我补足道体吗？现在却要出尔反尔？”看到陈之安这副态度，莫九离气得火冒三丈，自己都已经低声下气求了那么久，结果这家伙竟然装不知道。哦，你说这事啊，这也不是我能控制的，每次都刚好有事打断。陈之安不再继续调侃他，随口找了个理由解释：“狗屁，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你绝对是故意的，肯定是你看不上我，所以才故意这么整我。”一想到之前几次，每次都是临门一脚被意外打断，莫九离气不打一处来，又委屈又愤怒，咬牙跺脚。当初那可是你誓死不从，拒我于千里之外，现在倒好，反倒变得这么迫不及待，你到底是怎么想的？陈之安忍不住笑着反问，语气里带着点明知故问的坏劲儿。你说呢？要不是你告诉我道体残缺的事，我会变成现在这样子。莫九离咬牙切齿，若陈之安站在面前，他恨不得立刻扑上去，狠狠咬上几口，让这混蛋尝尝教训。行，都怪我行了吧，我知道了，有机会肯定帮你。陈之安语气诚恳，终于收起了玩笑。说话间，昏迷中的柳千瞳悠悠转醒，气息明显比起之前稳定了许多。他睁开眼，第一时间便看到守在一旁为自己护法的陈之安，明显愣了一下，但也只是愣神片刻。下一秒，柳千瞳便出手朝陈之安抓去，眼神中杀意十足。狗男人，你居然还敢在本座面前出现，真当本座杀不了你？这一次，陈之安不躲不闪，就那样站着任他出手，表情丝毫未变。如此僵持了好一会儿，柳千瞳这才缓缓收手。他满脸狐疑地望着陈之安，一时间竟摸不清他的想法。你不还手，你真以为本座现在杀不了你？陈之安缓缓摇头，你随时都可以杀我，以你的手段，要杀我也不难。只是我直觉告诉我，你不会杀，至少不是现在。见此情形，柳千瞳终究没有再继续闹下去，只是轻哼一声，将手收回。你我一正一邪，生来就是对立的，为何方才不趁机杀我？古人云，一夜夫妻百日恩，再怎么说我也曾经拥有，倒也不必得不到就毁掉吧。我还是希望你活得好好的。陈之安语气风轻云淡，可他脸上却是一片真挚，眼神毫无破绽。若是换了别人说这番话，柳千瞳甚至懒得搭理，可偏偏是陈之安，这番话仿佛直击柳千瞳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哪怕他再铁石心肠，此刻也不由得轻轻动容。你混蛋！柳千瞳轻咬红唇，眼神里浮现出几分委屈。得到自己的人就算了，现在竟然还妄图骗走自己的心，这个男人实在是太可恶了。我说的可都是真话，苍天可见，日月可明。陈之安眼神坚定，再加上刚才那英雄救美的一幕，杀伤力简直拉满，哪怕是柳千瞳也根本无力招架。没用的，你是魔教中人，我乃正道圣女，你我之间终究形同陌路。此时此刻，柳千瞳眼神复杂无比，语气中带着一丝莫名哀伤。以前是，但这一刻起或许就不再是了。你什么意思？柳千瞳眉头微皱，有些狐疑地看着面前的陈之安。我说的或许不及真实的1/1000，你直接搜魂吧，这些日子发生了什么，一看便能真相大白。陈之安张开双手，敞开心扉，缓缓闭上双眼，一副任君处置的模样。看到这一幕，即便柳千瞳再有怀疑，心里也相信了几分。陈之安肯定是在火魔教发生了什么变故，不然今日也不会出现在万寿山脉，更不会碰巧救下自己。当然了，柳千瞳也不会轻易就全信，于是故意开口试探道：记忆也有真假，就算搜魂看到的也不一定是全部，不然你潜伏在圣宗这些日子，又怎能瞒得过本座？还敢欺骗本座感情？是有真假没错，但记忆只能隐藏与覆盖，无法凭空捏造，无中生有是不可能的。你所看到的自然都是真的。陈之安认真说道。闻言，柳千瞳也不由得有些动摇，以他的修为，又怎会不知道这番话并非虚言？你真要我搜魂？柳千瞳再次确认。搜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轻易相信，但眼见为实，你自己看到的总比我说的更有说服力。陈之安坚定地点了点头，神情坦然，丝毫不像是在开玩笑。反正这也已经不是第一次，看过之后，你也该明白我这段时间的苦衷了。话到此处，柳千瞳若在犹豫，倒显得有些做作。随即，他一手轻轻印在陈之安的眉心处，
大量的信息如洪流般涌入脑海。不多时，当柳千桐回过神来收手之后，脸上的表情明显变得凝重了几分。这尸山血海，你们魔教还真不怕遭天谴啊！鸠摩天那老鬼垂垂老矣，马上就得埋进土里了。死亡的恐惧足够驱使他背负一切风险。陈志安冷笑道：“至于于无天，以他的本事，我不觉得他能在一个半步元婴强者的眼皮子底下偷偷打造出那只万人坑。倒是那老鬼也真不是个东西，这是把你用完之后就一脚踢开，榨干你最后一丝利用价值啊！”柳千桐玩味地看着陈志安，脸上噙着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像是在幸灾乐祸。说吧，你这次是打算投奔望仙宗，所以才跑到这来了？怎么可能？望仙宗我虽然认识，但我是来找你的。陈志安一本正经地回答。少来，真当本座是3岁小孩啊？你这种鬼话，本座又怎会相信？柳千桐正想继续反驳，却没想到陈志安会如此大胆，竟然敢直接将他拥入怀中，一只大手贴上他的柳腰，那盈盈一握的触感让陈志安心中暗爽，好生享受。柳千桐此刻就像是被电击了一般，娇躯一颤，眼眸中多了几分涟漪，冷意早已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温柔，甚至就连他刚才想问什么，此刻仿佛都全然忘记。这一幕看得小世界里的莫九离咬牙切齿，恨不得冲出去。好你个陈志安，面对自己时怎么不见你这么主动？还有柳千桐也是，再怎么说也是圣宗圣女，掌控一宗之主，结果呢，一碰就软，这得有多饥渴才能这样？师姐，你怎么了？再抓手，该出血了。薛清慧在一旁感受得到莫九离的怨气几乎快要化为实质。没什么，就是想起一对狗男女而已。莫九离咬牙切齿，双眼冒火。什么狗男女？你说的是师兄和柳千桐吧？薛清慧一针见血。这次莫九离没有否认，反正这里也没外人，直接说了就是。陈志安这是在玩火，他难道不怕死在柳千桐这女人的肚皮上吗？那倒未必，我看柳千桐对师兄就挺上心的。薛清慧笑着说道，爱情这种东西往往能轻易改变一个女人。再说了，今日师兄英雄救美，在柳千桐心里，他只怕是早就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否则他在刚才醒来的第一时间就该出手重创师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变成一朵任君采撷的桃花。听着这番话，莫九离张嘴想反驳，但一时间却又找不到什么有力的理由，最终也只能撇撇嘴，哼了一声，转过脸不说话了。外面，陈志安美人在怀，贪婪地呼吸着那份独有的幽香，心情别提多惬意了。童儿，你接下来打算如何？童儿也是你教的？没大没小。虽然嘴上斥责着，但柳千桐却没有丝毫责备的语气，反倒心里甜滋滋的，脸颊红得快熟透了。这般模样，出自一个昔日冷若冰霜的圣宗圣女，只怕说出去都没人相信。那我以后继续叫你师尊。陈志安笑着试探。别，还是叫童儿吧，圣宗如今已经覆灭了。柳千桐神色复杂，语气中带着几分难掩的羞涩和伤感。覆灭？听到这个消息的陈志安也不由一愣，万万没想到堂堂圣宗居然会落到如此下场。柳千桐似乎猜到了陈志安的想法，接着开口解释，当初围攻火魔教失败，圣宗弟子虽然败退，尚有余力，但那些正道门派可不愿再看到圣宗做大，于是他们连夜合谋，几大门派联手围攻圣宗山门。当时我还身负重伤，圣宗战力本就大不如前，又怎可能敌得过这一劫？话到此处，柳千桐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他如今还能活着，已经是万幸。闻言，陈志安轻轻点了点头，心中虽感慨，却并没有太多情绪波动。虽然曾在圣宗待了几年，但他对那里其实并没有太多感情，唯一的牵挂或许就是眼前这个女人罢了。没事，等你伤好之后，我助你突破元婴，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陈志安语气坚定，说话间顺势又紧了紧怀中那软玉温香的柳腰，悄悄享受了一把。你是说你愿意助我修炼了？柳千桐惊喜地抬头，水灵灵的大眼睛直直看向陈志安，眼神中满是惊喜，就像个突然被宠坏的小女孩。那哪还有半点圣宗圣女的冷傲模样？当然，你现在可不是圣宗圣女，而是我陈志安的女人，我不帮你帮谁？陈志安温柔一笑，低头在他耳边轻声呢喃，你的阴阳双修大法加上我的纯阳之体，只要我们加把劲，别说小小元婴，未来河道化神同样唾手可得。简单的几句话，
柳千桐立马便被迷得五迷三道，眼冒金星。这些年虽追求者无数，但如陈志安这般男人从未出现过。柳千桐哪招架得住这样的攻势？脸色越发红润，脑袋都快埋进胸口里了。甚至只要陈志安愿意，柳千桐现在就愿与他共赴巅峰，绝无半句怨言。小世界内，全程看完这一幕的莫九离直翻白眼，他实在理解不了，当初那个心狠手辣、深谋远虑的柳千桐是怎么变成现在这般连脑子都扔了。师姐你看吧，我就说爱情能改变一个女人。柳千桐现在已经能为了师兄不顾一切了。薛清慧一边笑一边说：可恶，这个混蛋！莫九离死死盯着陈志安，恨不得将他扒皮抽筋，这对自己太不公平了。凭什么柳千桐那个老女人能得到这种待遇？就算自己差点，可好歹比他年轻吧？还是说陈志安这家伙就喜欢年纪大的？师姐，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旁边的薛清慧忽然出声，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莫九离一时没反应过来，下意识投去好奇的目光。你现在像极了一个吃醋的怨妇，好像夫君在外边有了小三一样。薛清慧直言不讳，一双灵动的眼睛盯着莫九离的脸，认认真真的问道：你该不会真的喜欢上师兄了吧？就他这种风流难修，就算送给我，我也不要。莫九离嘴硬的撇嘴，赶紧为自己辩解。见此，薛清慧也懒得再多说什么，反正就算说破天，莫九离现在也不可能承认的。外界，就在陈志安与柳千桐卿卿我我，准备探讨人生大事的时候，一道血光自远处怒卷而来，裹挟着浓浓血腥气。那血光一见陈志安，明显一愣，随即爆发出滔天怒意。陈志安，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今日我是杀你！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一路尾随柳千桐而来的于无天。滚！面对于无天的杀招，陈志安甚至不需出手，柳千桐便是一掌将其逼退。圣女大人，难道你还要执迷不悟？这小子是魔教中人，必须杀！于无天眼神猩红，满腔仇火已经将他理智吞噬。此刻他只求为于魁复仇，哪怕与陈志安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收起你的武器，就算要杀他也轮不到你！柳千桐冷声喝道，不怒自威，一时间又恢复了他那高高在上的女王气质。他杀了我儿！于无天咬牙切齿，浑身灵力翻涌，怒火冲霄，仿佛随时都可能失控。于魁做了什么？难道你自己不清楚？他已是自寻死路。柳千桐早从陈志安的记忆中看清了真相，心里也早已有所定论。在他看来，于魁死有余辜，不管是横刀夺爱，还是卧底圣宗，我乃圣宗长老，以我的身份，难道也不能为儿复仇？于无天浑身杀意沸腾，怒极反笑，几乎到了爆发边缘。这一刻，他哪还顾得上柳千桐的态度？唯一在意的只有陈志安。你……柳千桐还想说些什么，却被一旁的陈志安伸手拦下。他正愁上哪找于无天，结果这家伙就主动送上门来了，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此事交给我处理，你养伤要紧。陈志安朝柳千桐投去一个放心眼神，随后走上前，直面于无天。于无天虽是筑基圆满，但如今陈志安虽然境界略低，战力却不比他差。若换作从前，陈志安或许只能退避三舍，可惜今时不同往日。好，念在你有胆子站出来，我成全你，留你全尸。话落，于无天不再保留，全力爆发，怒吼一声杀来。刹那间，两人战作一团，刀光剑影，杀招不断，10余回合交锋，皆是以命搏命。于无天彻底失去理智，杀子之仇，夺爱之恨，让他化身疯魔，出招皆为死战之势。可惜纵然手段尽出，他却惊恐地发现自己竟无法伤到陈志安分毫。反观陈志安这边，虽仍以防守为主，但却游刃有余，每一招每一步仿佛都提前算好，丝毫不乱。终于，于无天抓住一丝破绽，一剑直刺陈志安胸口，若能命中，必定重创。此招一出，于无天本以为胜券在握，谁知柳千桐竟突然出手，毫不犹豫地替陈志安挡下了这一击。你！于无天大惊失色，眼神满是不可置信、愤怒、不甘交织其上。童儿，对付他还轮不到你出手。陈志安轻描淡写地笑着说道。原本柳千桐没觉得有什么，结果这句童儿出口后，于无天直接破防，整个人如疯狗一般咆哮起来。闭嘴！童儿是你教的吗？一直以来，他都将柳千桐视为痉挛，
只可惜对方不近男色，他也只能将爱慕深藏心底。如今却眼睁睁看着陈之安贴脸开大，杀子之仇还没报，这又添上夺爱之恨，简直火上浇油。怎么，人家都没意见，跟你有半毛钱关系？陈之安一脸鄙夷，随后不忘伸手将柳千桐揽入怀中，动作亲密无比，仿佛当众宣示主权。这一幕，于无天再也承受不住，彻底疯了，怒火滔天，他不惜燃烧精血，是要将陈之安斩于剑下。可惜他低估了陈之安，也更低估了柳千桐。轰！一声闷响炸开，柳千桐轻飘飘一掌拍出，却带着雷霆万钧之势，硬生生将于无天击退。掌印之威丝毫未减，结结实实落在于无天胸膛。噗嗤，鲜血狂喷，于无天脸色惨白，踉跄后退，眼中写满了惊恐与不甘。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个结局？他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啊！想杀本座的男人，问过本座的意见了吗？柳千桐的声音冷冽无情，字字如刀，狠狠刺在于无天心口。他跪地呕血，眼眸通红，浑身颤抖，怒火几乎要把他焚烧殆尽。他是圣宗的叛徒，他是魔教中人，你难道还要袒护他吗？是又如何？本座喜欢。柳千桐毫不避讳，眼神冰冷地看着受了重伤的于无天。先不说他，你解释一下天坑尸骨到底怎么回事？于无天也算是正道安插在魔教的卧底，哪怕偶尔与魔教中人打交道，可此等做法早已违背了底线原则。听见此言，于无天神色肉眼可见的慌乱，显然没想到柳千桐竟然知晓此事，还不从实招来。见对方沉默，柳千桐的语气更冷了几分，声音也跟着加重。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圣宗，若没有这些血石供养鸠摩天，我又怎能爬到大封主之位？于无天歇斯底里，仿佛自己所做的一切根本就没有错。若没有那天坑尸海，我又如何能取代段玉山，成为火魔教主？你别忘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你那经营了10几载的计划，是为了覆灭整个火魔教。是你百密一疏，是你亲手毁了计划，是你导致全局崩塌，连我于魁都因此而死，这一切都是你的错。于无天又哭又笑，几近癫狂，他歇斯底里的咆哮，仿佛在将多年积压的不满统统发泄出来。他猛然回眸，激动地望向柳千桐。圣女大人，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圣宗，我把所有都献给了宗门，哪怕你感受不到，但你至少也该看得见吧。而你不对我动心就算了，居然还被这小畜生迷得五迷三道，甚至连自己最基本的原则都可以不要。别忘了，我们才是正道，他是魔教中人。说到此处，于无天声音沙哑，剧烈可血，几口鲜血喷出，血泪顺着眼角滑落，神色凄惨而悲凉。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宗门，也是为了你，你难道就真的一点都看不见吗？聒噪！柳千桐反手一挥，隔空扇了于无天一记响亮的耳光，血红的掌印清晰浮现在他脸上。做完这一切时，他甚至还偷偷瞥了眼身旁的陈之安，仿佛生怕他误会，像极了一个做错事又心虚的小女生。然而陈之安对此视若无睹，目光始终平静，反倒是于无天的说辞让他生出几分兴趣。你说鸠摩天吸收血石修炼，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那是自然，你们魔教中人都一样，为了修炼不择手段，哪怕杀人如麻，哪怕背负因果，哪怕遭天谴，也照做不误。于无天放声大笑，仿佛要靠这番话撕裂陈之安那一身伪装的外衣。你还不知道吧？就连你那小情人刘若言，也早已遭了那老鬼的毒手。你真以为他还是冰清玉洁的白莲花吗？前者陈之安还能当作耳边风，可后者不得不说，的确让他大为吃惊。纵使陈之安自认早已知晓全部内幕，但没想到居然还有新的真相隐藏其中。都一样，你们这些家伙全都一样，正邪不两立。可谁是正，谁是邪？你们都一样。于无天近乎癫狂，口中咆哮不断，看似疯癫失态，实则早已暗中蓄力，手中长剑悄然聚势，杀意如寒潮般蔓延。不可能，若真如你所说，那为何还要让你儿娶刘若言？你要亲手替你儿戴上这顶绿帽子吗？陈之安冷声质问，眉头紧锁，眸中杀机凝聚。不信，你大可回火魔教打听打听，看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我儿不过是个背锅的替死鬼罢了。见陈之安神情难堪，于无天顿感畅快无比，笑得更加猖狂。
鸠摩天，这个老东西！陈之安怒火中烧，没想到这老鬼竟如此歹毒，此人不杀，我陈之安誓不为人。可笑，可悲！陈之安，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到现在你居然还在为那老鬼卖命，真是可悲至极！哈哈哈，可悲至极啊！于无天大笑不止，哪怕身负重伤，此刻也笑得畅快淋漓。陈之安对此懒得回应，只是冷冷地盯着他，语气低沉：“我问你，段玉山身上的毒是不是你下的？是又如何？谁让他多管闲事，他就该死。而且这事我还得感谢鸠摩天，要不是那魔头相助，我还真下不了手。”于无天咬牙切齿地怒吼。事到如今，他也不想再伪装了，干脆全盘托出。闻言，陈之安心中已有定论，毕竟七重氏星咒必须用下毒者的精气血为引，方可解毒。他可不想杀错人，耽误救人。此刻，于无天一心想要杀陈之安，可柳千瞳一直护在其身旁，根本无从下手。在他看来，若能单挑，自己必能手刃此贼。圣女大人，这些年我为宗门尽心尽力，更是为你鞍前马后，哪怕没功劳也有苦劳。于无天开口，语气变得沉重，目光灼灼地望着柳千瞳。今日你便从他与我之间选一个，要么他死，要么你我从今往后形同陌路，再无瓜葛。你这是在威胁本座？柳千瞳的眸中涌起冰寒杀意，语气中带着压抑不住的怒意。无需再说什么，仅一个眼神，于无天便已读懂他的态度。自己继续留在此地已无任何意义，留得青山再不怕没柴烧，终有一日他定会为尔复仇。柳千瞳，后会有期。于无天收起兵刃，擦干嘴角的血迹，当着陈之安与柳千瞳的面转身离去。陈之安本想趁机下死手，但身边的柳千瞳却定然不会让他得逞。好歹于无天也是圣宗旧部，功过参半，正如他说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柳千瞳不可能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死去，得另找机会。抱歉，让你为难了。陈之安收回心神，温声对身旁的柳千瞳说道。说这话时，他眼里还有几分歉意，看得柳千瞳心头一颤。他轻轻一叹，把失落的情绪压进心底。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怪不得你。倒是没想到，于无天境也被你迷得神魂颠倒。陈之安话锋一转，嘴角带笑，语气里多了些玩味。闻言，柳千瞳神情认真，毫不迟疑地说道：“本座对他没有任何感觉，从前的事就让他随风而去。我只知道，从今往后，你是我的女人，有这一点就足够了。”陈之安话音未落，便将柳千瞳一把搂入怀中，声音温柔，却带着难以抗拒的霸道。这对柳千瞳而言，杀伤力可谓爆表。怎么，你就不怕被正道的人剥皮拆骨？你可是魔教中人。柳千瞳掩嘴轻笑，仿若仙子临凡，美不胜收。正又如何？邪又如何？圣宗不也终究败在正道联手之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与邪又有什么区别？话落，陈之安回眸，目光落在柳千瞳身上。倒是你，一个水灵灵的正道美人，难道就不怕被别人指指点点吗？面对这个问题，柳千瞳却丝毫不放在心上。指点？只要实力足够，本座自能让全天下的人闭上嘴。话语间尽显柳千瞳心中的自信与傲然。好歹她也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天骄，自然有着超出常人的底气。那好啊，到时候有童儿罩着我，我也算是光荣的吃上软饭了。陈之安打趣道。他低下头来，热气喷洒在柳千瞳耳畔，羞得他脸颊通红，连耳根都泛起了红晕。童儿，若你当初早些和我双修，或许现在早已是正道巨擘，横扫天下无敌手了。而且我的厉害，你应该还记忆犹新吧？过往的一幕幕如幻灯片般在柳千瞳脑海中逐一浮现，愈发清晰。混蛋，现在还是大白天呢。再说了，你最开始只是我收下的废物弟子啊，我怎么可能跟你双修啊？柳千瞳嗔怪地捶了下陈之安的胸口，把头埋进他的怀里，羞涩的连抬头都不敢。哼哼，废物弟子啊，那我这废物不还是把你搞得服服帖帖的啊？陈之安说着，便伸手去捏柳千瞳的翘臀。打闹过后，柳千瞳回眸望向远处的山脉，神色也变得凝重几分。他郑重其事地看向陈之安，道：“有些事你必须得想清楚，此番前往望仙宗，那可真的一点退路都没有了。”怎么？难道我表现的还不够真诚？陈之安淡然一笑，神情自若。
不是，我只是提醒你，此去之后，可就再没有任何后悔的机会了。柳千桐轻笑，我从不后悔自己做出的任何决定，以前不会，将来也不会。陈之安认真地说道。话音落下，他的目光再次落回柳千桐身上。倒是你，上次一别，虽身受重伤，却也向死而生吧？你的修为境界似乎有所松动。这突如其来的话题转变，倒是让柳千桐有些意外。不过他并未隐瞒，只是老老实实的点了点头。虽然已隐隐触及元阴境的瓶颈，可以现在的他而言，想要真正突破仍有些困难。不过若有陈之安相助，那就另当别论了。怎么，已经等不及要助我突破了？柳千桐嗔怪地白了他一眼，语气柔中带嗔。虽然嘴上这么说着，但他内心对此并无抗拒，甚至还有些期待。再者说，陈之安又岂会不清楚，想让柳千桐彻底放下戒心，光靠甜言蜜语是远远不够的。若没有实质的行动，又怎能牢牢拴住他的心？况且这对他来说也并非坏事。如今吞仙诀第一方小世界接近圆满，但想要彻底突破，还需借助外力。柳千桐的纯阴之气只是其一，陈之安更在意的是这万寿山脉深处那些天险境地。小世界终究需与天地共鸣，若不能承受住这些鬼斧神工的洗礼，又如何能真正演化出完整世界？这也是为何陈之安当初会毫不犹豫地答应鸠摩天前往此地的真正原因。毕竟鸠摩天所下的血咒或许对曾经的他致命，但对现在的陈之安而言早已不是无解。接下来的日子里，陈之安与柳千桐一同在万寿山脉中前行，目标是核心地带。二人行得不急不缓，更像是在游山玩水。这些日子里，无论是柳千桐还是陈之安，都过得十分满足。那是心灵与肉体的双重融合，陈之安的境界也随之突飞猛进，成功突破至筑基境第8重，修为还在不断稳步提升。唯一稍显可惜的是柳千桐，自从与陈之安确认关系后，似乎将心思全都交给了对方，对修炼反而显得有些敷衍。身体虽然早已恢复至巅峰状态，但他却始终没有主动冲击元阴境的想法。当然，柳千桐也并非毫无收获，他的气息越发内敛，灵力愈发凝厚。虽依旧是半步元阴，但若与同境修士对敌，依然能轻松取胜。这便是质变的征兆，也为将来的真正突破打下了坚实基础。如今的柳千桐简直像变了一个人，在陈之安面前，她不再是昔日那个威严冷傲的圣女，而是一个温柔可人、黏人爱笑的小女人。不过，在辽阔的万寿山脉也有尽头。这日，二人终于抵达山脉真正的核心区域，一张一望无际的湖泊出现在他们眼前。湖水表面似平如镜，实则阵法交织，虚实相生，机可乱真。就在二人刚踏入湖域范围时，原本宁静的湖面哗啦啦地响了起来，无数战魁自水底爬出，宛如一只只拖人入水的水鬼扑面而来。他们无知无觉，无痛无惧，仅有对命令的绝对服从，源源不断地朝陈之安与柳千桐涌去。二人所乘的一叶扁舟，在战魁汹涌如潮的包围下，显得格外渺小而脆弱。若非他们实力强横，恐怕顷刻间便会被拖入湖底。一旦落水，纵有再多手段，也敌不过这些死而不僵的傀儡。这些战魁是哪来的？平日里极少见，这里居然成群结队。陈之安一边应敌，一边沉声问道：“有人不想让我们继续前行？”柳千桐语气冷冽，一语道破本质。为了拦住他们，竟不惜动用如此多的战魁，这幕后之人未免也太舍得下血本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战魁根本杀不死，必须打碎，否则他们会反复爬起。陈之安脸色凝重，随手拍飞一具战魁，眉头紧锁。再耗下去，我们迟早得被拖进水里。我有办法。柳千桐猛然反应，迅速调动灵力灌注脚下的船身，使行船速度暴增。陈之安也立刻出手，释放灵力，将那些扑上来的战魁逐一震退。两人默契无比，迅速摆脱了包围，将速度较慢的战魁远远甩在了身后。短暂脱险。若我猜的没错，这些战魁应是摩罗派的手笔，上次联手偷袭我的人中就有此门派的弟子。柳千桐语气阴沉，秀眉微蹙，看来他们只怕早就赶在我们之前抵达了湖光岛。湖光岛便是这片一望无际湖水的中心，同样也是望仙宗所在地，正是陈之安此行的目的地。他们是打算恶人先告状，先一步参你一本。陈之安立马反应过来，眼中也不由露出几分鄙夷之色。这所谓的正道门派似乎也不过如此罢了，阴险下流不说，还惯使这种小人手段。应该是了。柳千桐点头承认。
要不你和我远走高飞吧？天下之大，又何必非得依附这些所谓的门派势力？陈之安提议，伸手牢牢握住柳千桐的玉手，感受着掌心那微微冰凉的温度，尽可能将温暖传递给他。正邪又如何？我们远离世事，归隐山林，做一对神仙眷侣，不再过问江湖纷争，岂不快哉？真的？柳千桐回眸，老实说，刚才那一瞬他真的心动了。能与心爱之人厮守在一起，哪怕明日天塌地陷，他也只求当下，只求眼前人。当然，我心里只有你，其他的一切都是浮云，爱咋咋地。陈之安咧嘴一笑，郑重其事地看着柳千桐，丝毫不回避他的目光。这份真挚情谊，就算是个瞎子也应该能感受到吧？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柳千桐甜甜一笑，此刻也放下了心中执念。或许陈之安说的没错，又何必与那些人争得头破血流？自己还活着，身边有心上人，逍遥快活的过日子，这不也是一种道吗？那我们便先去距离最近的流沙岛安顿下来如何？往后再见机行事。此湖之上，大大小小的岛屿不计其数，并非只有湖光岛这一处。对此，陈之安自然没有意见，点头答应下来。如今的柳千桐可谓将全部心思都放在了陈之安身上，整个人也彻底陷了进去。当初那个傲视群雄的正道大能，此刻早已顾不上其他，只求能一直陪在陈之安身边就好。或许真诚永远才是最打动人的东西吧，即便是柳千桐这样的人也不例外。在柳千桐的操控下，一叶扁舟速度极快，仅用不到1个时辰便抵达了距离最近的流沙岛。这片岛屿面积不大，但胜在偏僻，环境也极为清幽，拿来暂时居住再合适不过。湖光岛作为望仙宗所在，灵气极其浓郁，同时也是武霓裳的修炼圣地，那里的防卫极为森严，寻常修士根本无法靠近，否则格杀勿论。而流沙岛则正相反，此地灵气稀薄，就连岛上的植被都比其他地方矮小不少，更别提什么灵兽了。陈之安略一感知，便惊讶地发现，这岛上的环境甚至比万寿山脉内部都还要差上一筹，就好像此地的灵气被人刻意抽走了一般。这里虽然不适合修炼，但暂时住下应该没问题。柳千桐环顾四周，开口说道：“你先在这里落脚，先稳住这段时间再说。”闻言，陈之安微微皱眉，他哪能听不出柳千桐话里的意思，目光灼灼地看向他：“怎么，你还是打算走吗？”柳千桐轻轻点头，不敢看陈之安的眼睛，生怕一旦对视，自己就再也走不了了。我要去湖光岛一趟，师尊还在哪？我必须确认他安然无恙。柳千桐如实相告，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对陈之安隐瞒，这也说明此次他必去无疑，无论如何都不能退缩。武霓裳吗？陈之安喃喃自语，看向柳千桐，故意出声问道：“不知这位天下第一美人是否真如传闻那般动人？”听到这话，柳千桐却没多大反应，反倒顺势继续说了下去：“师尊之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美人，是因为他修炼了一门神通无相功。这门神通若修至极致，便可千人千面，幻化成旁人心中最完美的样子。所以严格来说，哪怕直到今日，也没人真正见过师尊的真面目。”陈之安听罢，脸上露出惊讶之色：“你呢？难道连你也没见过？”“不错，我也没见过师尊的真容，不过他曾说过，若是遇到真命之人，无相功便会不攻自破。”柳千桐点了点头，随后回眸看向陈之安，语气里带着几分吃味：“怎么，你也对师尊他老人家感兴趣了？”“没有，我哪敢啊！”陈之安连连摇头摆手，否认的干脆。他又不傻，哪能看不出来柳千桐的小情绪？“我都有童儿了，天下第一美人还是留给别的道友吧。”“哼，懒得跟你贫嘴。”柳千桐嗔怪地瞪了他一眼，不过这番话他倒也听得心里欢喜。“你就在这待着，别乱跑，我去就回。”再三叮嘱之后，柳千桐这才放心离去。临行前，他又忍不住回头望去，眉宇间满是忧虑。“3日之后，我若未归，你务必速速离开万寿山脉，答应我，好不好？”这像是在交代后事的语气，让陈之安不由脸色一变，疑惑地望向他：“此去很危险吗？你不是说只是去探望师尊吗？我这不是怕你担心吗？”“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他们还奈何不了我。”话音落下，柳千桐没有再回头，驾驭着那一叶扁舟，再次驶入那一望无际的湖水之中。直到他的身影彻底消失，陈之安依旧站在原地，沉默不语，不知在想些什么。“你该不会真的喜欢上柳千桐了吧？”这时，
许久没有出声的莫九离忽然开口，语气像是调侃，实则却带着试探。然而陈之安却没有正面回应，而是忽然望向远方，眼神变得格外深邃。你听说过仙云之冠吗？此话一出，莫九离二女皆是一愣。他们当然知道，那正是忤逆长的坐骑，也是望仙宗的护宗神兽，修为直逼元阴境中期的存在。你找他做什么？难不成你要杀他？莫九离惊呼出声。想什么呢？凭我现在的修为，怎么可能斩杀一头元婴灵兽？我需要的不过是他一滴精血罢了。仙云之冠的精血，二女哪知道陈之安想干什么，一时间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算了，跟你们说了也不会明白，到时候好好看着就行。陈之安懒得解释。仙云之冠深具一丝神兽血脉，其体内蕴含空间规则，若能以其精血淬炼小世界，不仅能巩固根基，运气好的话，甚至有可能突破，说不定还能借机将吞仙诀推入第二境。随着修为境界不断攀升，陈之安也愈发体会到吞仙诀的玄妙与可怕。如今除了要继续提升自身修为外，更重要的是彻底吃透吞仙诀的本质奥义。当然而莫九离对这些事却不感兴趣，他现在只关心一件事，自己的道体到底什么时候能补足。更何况这几天他一直看着陈之安和柳千桐在那儿卿卿我我，早就已经心痒难耐，整天浮想联翩，这感觉实在是磨人又难熬。你现在能替我补足道体了吧？柳千桐都走了。莫九离开口时还特意补上了后半句，就怕陈之安又找理由推脱。闻言，陈之安这才想起这茬，一个闪身便消失在原地，再次进入了小世界。你可想好了，这次可不是我强迫你的。看着面前娇羞无比，甚至都不敢与自己对视的莫九离，陈之安心头一动，玩心大起。你先告诉我，补足道体之后，我是不是就能恢复修炼速度，不再受缺陷折磨？莫九离红唇微扬，脸颊红得发烫，哪怕开口时也不敢正眼看陈之安。怎么，你当初的亲身体会难道还能有假？况且我也没必要骗你吧？陈之安语气带笑，有些无奈地说道。知道了。莫九离咬牙轻哼，虽然羞涩得厉害，但等了这么久，他可不想再错过这次机会。只见他鼓足勇气，红着脸看向陈之安，眼神中写满了请求与忐忑。待会能不能温柔一点？我不比柳千桐，我还是第一次。啪，声音越来越小，到最后几乎细若蚊鸣。我答应你，况且我的本事，这些天你应该也都看在眼里了吧？陈之安轻笑一声，故意调侃。听到这话，莫九离耳根子都红透了，这混蛋果然是故意的。比起柳千桐，莫九离的姿色同样不遑多让，更关键是这小妮子嫩得都快能掐出水来，两人风格迥异，各有千秋。她就像一颗刚刚成熟正待采摘的水蜜桃，鲜嫩多汁，别有韵味。眼看两人调情不断，一旁的薛清慧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她虽然爱八卦，但也没八卦到要留下来现场围观的程度吧。我还有事，我先走了。话音一落，便一溜烟跑出了小世界，头都没敢回，仿佛见了鬼似的，生怕再晚走一步，陈之安连他也一块吃了。对此，陈之安并未阻止，他向来讲究你情我愿，强迫别人这种事，他还真做不出来。随手布下阵法，隔绝内外声响，既是为了不被外界打扰，也是防止动静传出去。这一次可不只是简单的肉体换鱼，更关键是要补足莫九离的先天道体，此事非同小可，若中途出差错，后果不堪设想。你这次不会又半途溜走吧？莫九离声音微颤，心中既羞又怕，手脚都在发软。不会。陈之安点了点头，做了好几次深呼吸，总算将心神平复下来。这一刻，莫九离闭上眼睛，已经不敢再看，轻喘着气，一双小手紧张地死死攥住身下衣物。忽而他感觉自己被拥入一个温暖的怀抱，令人安心无比。一切水到渠成，顺理成章。配合吞仙诀与陈之安的纯阳之体，整个过程比预期还要顺利。不得不说，先天道体果然恐怖，想要将其补足，几乎把陈之安榨干。体内灵力被一次又一次抽空，又一次次被灵泉之心补足。对莫九离而言，这或许是种极致的享受，可对陈之安来说，却更像是一种肉体与神魂的双重折磨。不过陈之安始终未忘正事，全程精准引导莫九离的经脉走向，最终将其完整道体彻底勾勒成型。这一次的战斗可谓前所未有的持久，但结果却圆满无比。当莫九离的道体完全补足的那一刻，陈之安所付出的灵力
几乎以翻倍的形式反哺自身。若非有吞仙诀协助，只怕那一瞬间就会将他的肉身直接撑爆。眨眼间已过去2个时辰，此刻的陈之安与莫九离早已精疲力尽，气喘吁吁地依偎在一起。莫九离几近虚脱，瘫软无力地倒在陈之安怀里，眼神满是回味与迷醉。望着眼前那张英俊的面孔，此刻的莫九离激动又幸福，心里甜得发酵。这一次，陈之安也不算毫无所得，他的修为悄然突破到了筑基9重，距离圆满只差1线。而这还是他主动压制的结果，否则以方才那股磅礴灵力，恐怕都有可能一举冲破筑基，结成金丹也说不定。陈之安心中明白，修炼之道，欲速则不达。修为太快未必是好事，只有一步步稳扎稳打，将自身灵力锤炼至极致，方能铸就真正的不朽根基。回过神来，他轻轻搂着怀中的美人，脸上浮现一抹温柔笑意。缓了好一会儿，莫九离终于恢复些力气，他甜甜地靠在陈之安胸口，指尖在他胸前轻轻画圈，忽然开口问道：“我比起柳千瞳如何？”虽然莫九离自认胆子不小，可话刚出口，他整张脸就红得像熟透的苹果一样。陈之安见状，忍不住笑出声，低头看着怀中小女人的模样：“怎么，不打算继续保持你那个贞洁烈女的人设了？现在知道跟童儿抢人了？讨厌！”莫九离轻捶了陈之安一下，嗔怪地瞪了他一眼，随即仍不依不饶地追问：“快说，我就是想听，这么好奇。”陈之安失笑，看着一脸认真吃醋的莫九离：“对，就是好奇，快说。”“好吧，那我就说了。”陈之安佯作叹息，目光认真：“刚才我们之间的默契，还有那共赴巫山的欢愉，实在让我回味无穷，沉醉难返。至于童儿，虽也美妙，但若真要比较起来，还是你更胜一筹。”说到最后，他的声音越来越低，鼻息已经喷在莫九离的肩颈间。那酥酥麻麻的热气让莫九离心头发烫，整个人都像被点了火一样，脸红耳赤。你讨厌！小世界内春色盎然。终于圆了心愿的莫九离并没有急着提起自己的道体，他眼波流转，目光深情款款地落在陈之安身上，眼眸中的迷离与回味几乎快要溢出来了。刚才的那番体验既新奇又深刻，高峰堆叠，实在让人难以自拔。莫九离不得不承认，这世间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在这等欢愉面前控制得住自己。终于，他还是忍不住，双手环住了陈之安的脖颈。原本陈之安都已经打算好好巩固境界，结束这场大战了，结果这一突如其来的索求，倒让他有些惊喜交加。怎么，圣女大人这是贪恋上我的美色了？陈之安故意调侃，嘴角始终挂着一抹上扬的弧度。如今道体补足，没了外物干扰，所做的一切皆是莫九离自己的选择。讨厌！明知故问。莫九离羞恼地瞪了陈之安一眼，当然这并不是真的生气。我现在总算明白，为什么柳千瞳会对你如此恋恋不忘了。一个修行了这么久的正道大能都克制不住自己，更何况是我。回想起之前他对柳千瞳的冷嘲热讽，莫九离也不由有些脸红。就在不久前，他还说人家是恋爱脑来着，可眼下自己又好到哪儿去了？你如今道体补足，正是修炼的大好时机，不该争分夺秒的提升实力吗？陈之安收起笑意，手指轻轻抚过那光洁如镜的肌肤，享受着那一丝温软细腻。这一次，莫九离没有再说话，而是主动吻了上去，直接堵住了陈之安的嘴，用行动做出回应。眨眼间，半日过去，莫九离已经累得连一根手指都抬不起来，甜甜的睡了过去。倒是陈之安，2轮大战之后依旧容光焕发，体力充沛，连修为境界都比先前更强了不少。这还多亏了吞仙诀的辅助，即便是先天道体也能作为鼎炉进行补足，收获极大。趁着这段间隙，陈之安本打算抓紧巩固修为，却突然察觉到外界传来一股波动，那股力量极其恐怖，像是某种逆天之物即将失控，哪怕相隔甚远，也让陈之安心中震颤。怎么回事？陈之安第一时间回到流沙岛，看到原本郁郁葱葱的树林，此刻竟已枯萎成灰，到处都是飞灰焦土，一片死寂。他简单辨认方向，循着方才波动的源头前行，很快便在枯萎树木中发现了一名女子。女子蜷缩在地，身上狼狈不堪，若非依稀轮廓，还真难辨是男是女。此女身上依旧燃着熊熊烈火，联想到周围被焚烧的树林，陈之安眉头紧锁。那火焰显然不是凡火，似乎连灵魂都能灼伤，一触即焚。当火焰再次剧烈燃烧时，女子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音沙哑无比。
陈之安听得出其中的不甘与绝望，再这么下去，此人的结局只有一条路，灰飞烟灭。师兄，我们还是走吧，这女人怎么看都不正常，关键是这里是万寿山脉，危机四伏啊！小世界中，薛清慧的声音通过传音术出现在陈之安脑海中。确实不正常，寻常人根本不可能度过化神天劫。陈之安沉声道，此时此刻，就连他也难掩内心的激动。化神？闻言，薛清慧不由瞪大眼睛，一时间都分不清陈之安是在说真话还是开玩笑。化神强者，那可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存在，如今却近在眼前，还这般狼狈不堪。不错，准确来说，他是一个正在度化神天劫的大能，现在应该才刚到第2劫炼狱火劫。陈之安望着那女子，神情凝重，一时间也不敢靠得太近，生怕被误伤或直接秒杀。化神顾名思义，以凡躯化神体，虽然距离真正的神明还相差甚远，但天劫之威已然接近神法。这炼狱火劫主攻情感神魂，若心智不坚，在劫火中将会魂飞魄散，生死道消。这些你也知道？薛清慧惊得合不拢嘴，在他印象里，陈之安的修为应该也就比自己略强1线而已。眼下他已经渡劫失败，留给他的路就只剩一条，那就是死。陈之安平静地说道，语气中带着几分叹息。不过他运气不错，今天遇到了我，能不能活就看他自己的命数了。若是以前，陈之安的确救不了渡劫失败的化神大能，也压根不知道所谓化神天劫的玄奥。但幸运的是，吞仙诀里不仅记载了化神境的种种信息，甚至还详细描述了解劫之法。陈之安不再耽搁，迅速上前。当然，以他现在的修为，自然不可能直接接触炼狱火，稍有不慎就可能被烧成飞灰。他立刻动用吞噬之力包裹全身，凝成一层薄薄的护体屏障。那些炼狱火在靠近他的瞬间，便会被吞噬之力悄然化解，无法伤其分毫。确认安全后，陈之安封住了女子身上7处关键穴位，防止炼狱火继续灼烧其经脉。随后，他咬破舌尖，猛然吐出一口精血，以纯阳之躯的精血为引，迅速掐诀，手指点在女子眉心。下一刻，奇迹发生，那原本狂暴无比的炼狱火竟瞬间温顺下来，宛如被驯服的灵兽，跟随陈之安的意念缓缓收敛。成了！陈之安长舒一口气，毕竟他也是尝试，并无十足把握能成功。好在一切并未辜负努力，他不敢贸然炼化，只能将所有炼狱火尽数吞入体内，封存在丹田深处，外层以吞噬之力层层包裹。而那女子在失去炼狱火的侵蚀之后，整个人明显轻松许多，脸上也终于露出一丝解脱的神色。她大口呼吸着清新空气，眼神里满是疲惫与庆幸，仿佛从鬼门关走了一遭。见状，陈之安也终于彻底放松下来，缓缓退后几步，拉开安全距离。这一番折腾，他自身的消耗也不小，额头上已布满汗珠。此番之后，便别再执念于化神，等哪日天命所至，自然水到渠成，稳固根基才是真正的道途。这番话自然是说给那倒在地上的女子听的。看着面前这名陌生人，女子神色复杂，虽然狼狈不堪，但她身上那股上位者的气息却依旧扑面而来。你到底是谁？为何能驾驭炼狱火劫？这不重要，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前辈就当我是日行一善吧。陈之安收敛神色，神态淡定且从容，显然并未打算再多做解释。你……女子原本似乎还想继续追问些什么，可如今劫后余生，体力早已耗尽，还没来得及张口，便直接晕了过去。见此情形，陈之安也不由叹了口气。救人就到底，送佛送到西，谁让自己天生热心肠呢？随即他取出一枚疗伤丹药，喂入女子口中，再配合自身灵力进行辅助，引导其恢复伤势。薛清慧一直在小世界中注视着这一切，此时也忍不住开口道：他怎么样？不会就这么死了吧？炼狱火可不是那么好受的，他被反噬之后还能活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陈之安坦言，待确认女子情况基本稳定后，才收回了灵力。这趟望仙宗之行真是惊险不断啊！陈之安心中感叹，自己现在还没正式踏入望仙宗的范围，已经接连遇上不少古怪之事了。要不我们还是赶紧走吧，继续留在这里，说不定还会遇到什么倒霉事。薛清慧略显担忧地说道，她的顾虑也并非毫无根据。毕竟陈之安如今不过是筑基修为，而这里竟能遇上度化神天劫的大能，若再遇上真正的化神强者，那可就不是运气的问题了。别说化神了，就算来个元婴修士，
陈志安现在也只能夹着尾巴逃跑。等等吧，这一带虽然没有灵兽，但野兽却不少，而且多为肉食性，就他现在这状况。陈志安没再往下说，语气中透出几分无奈与担忧。薛清慧见陈志安去意已决，也不再多言。时间飞逝，眨眼便是一昼夜。陈志安始终坐在女子身旁护法，没有离开分毫，直到黎明破晓之时，女子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看着眼前的陈志安，她很快明白过来对方的善意与救命之恩。多谢。简简单单的2个字从他口中吐出，语气虽淡，但却带着一种陌生而严肃的感觉，仿佛他极少与人道谢，举手之劳而已，前辈不必放在心上。陈志安睁开眼睛，稍稍点了点头。此地虽无灵兽，但野兽繁多，我若先行离开，只怕前辈会有危险。我名萧运山，此恩记住了，他日若有机会，定当报答。萧运山微微抱拳，郑重其事地说道。此时他体内灵力流转顺畅，伤势也在迅速恢复，气色较之前好了许多。此地凶险万分，以你的修为来此，倒是颇有些冒险。听他这么一说，陈志安也没有隐瞒，淡笑道：我此行是为寻找仙云之冠，求其一滴精血。仙云之冠的精血？萧运山柳眉一皱，不过仅是一瞬，旋即恢复如常，并未让陈志安察觉。你要那精血做什么？晚辈修炼的功法恰巧能用上。陈志安淡淡回应，多的却不再说，毕竟彼此不过萍水相逢，防人之心不可无。仙云之冠腾空而行，行踪极为神秘，从来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萧运山缓缓开口，说到这里，话锋一转，我或许能帮你。他话音未落，便起身走向湖边，开始清洗身上的血迹与污垢。陈志安心头微震，本已准备碰碰运气，若是找不到仙云之冠的踪迹，就另寻他法突破，万没想到这番好心竟带来了一线生机。正当他准备继续与萧运山深入交谈时，对方已洗净面上的污垢，缓缓回头。这一幕水出芙蓉，清丽脱俗，连陈志安都不由得怔住了。他自认为见惯了柳千桐、莫九离那般仙姿玉貌，早已心如止水，不为美色所动。可眼前这位女子却似不在一个层次，超凡脱俗，恍若天人。此刻的陈志安才终于明白何谓仙子临凡，哪怕只是惊鸿一瞥，都是能让人铭刻于心，难以忘怀的绝世之姿。别说陈志安，就连同为女子的薛清慧也看得愣住。他心中竟生不起一丝一毫的嫉妒，有的只是发自内心的欣赏、敬佩，甚至隐隐臣服之意。待惊艳退去，陈志安猛地回神，心中升起一个可怕的猜测。他瞳孔猛缩，脱口而出：你难不成你是武霓裳？哼，休要在我面前提那个贱人！萧运山冷哼一声，语气中满是冰冷与怒意，显然对这个名字极为不满。若不是那贱人暗中偷袭，我的化神天劫又怎会失败，险些落得生死道消的下场？此仇不报，我萧运山誓不为人！看着他情绪如此激动，陈志安也不由一阵恍惚。眼前之人说话间毫不掩饰愤怒，语气之真挚，绝不像是装出来的。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那贱人哪比得上我的1/1000？我不过是一介散修罢了，无门无派。萧运山不屑地哼了一声，随手一震，将衣物上的尘土尽数抖落干净。陈志安见状，自然也不敢再多说什么。面对这等大能强者，别说争辩，就连反驳一句都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在他眼中，碾死一个筑基修士，如踩死一只蚂蚁般简单。你要找仙云之冠，那便随我来吧，我知道那老鸟藏身何处。话落，萧运山直接腾空而起，脚踏虚空而行，速度不快，显然是在等陈志安跟上。陈志安自然不敢怠慢，赶紧追了上去。两人一前一后，渐渐消失在湖面上空。而他们前行的方向，赫然正是整个万寿山脉的核心区域，望仙宗所在之地湖光岛。眼看陈志安即将踏上前往湖光岛的路，薛清慧忍不住开口道：你不是说要等柳千桐回来吗？约定之期已过，再等下去也已经没有意义了。陈志安淡然回应：可是他当初是让你先走，不是让你去湖光岛。况且你怎么就知道眼前这女人说的是真的？刚刚清醒过来的莫九离同样满脸担忧。仙云之冠的精血，我势在必得，可若只凭我一人之力，又如何能在一尊化神大能手里拿到那滴精血？说话间，陈志安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瞥向萧运山。现在有人愿意相助，岂不是再好不过？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可莫九离还想说些什么，张了张嘴，
却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能说服陈之安的理由。放心吧，就算是为了你，我也会好好活着，我不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的。陈之安一笑，不再多言，毅然决然地跟上了萧韵山的脚步。不知是不是错觉，自从跟上萧韵山之后，周围竟然变得格外平静，连原本设想中重重防御的湖光岛，居然没有遭遇任何阻力。世人不是都说此地防卫森严，寻常人根本无法接近吗？直到真正踏上湖光岛，脚下实地的触感传来，陈之安仍有些恍惚。这和传闻中的湖光岛怎么完全不一样？你也说了，是寻常人。萧韵山柳眉微皱，特意开口提醒。听到这话，陈之安立马反应过来，意识到自己失言，连忙陪笑道：前辈圣明，有前辈在身边，这小小湖光岛自然是来去自如。一口一个前辈，你是觉得我很老实吧？萧韵山突然道，眼神一寒，甚至狠狠瞪了他一眼，那目光冷若冰霜，差点没把陈之安当场吓得跪下。这女人也太难伺候了点吧？前辈这一称呼，不过是表达晚辈的敬意，并无年龄之意。陈之安赶紧解释，连语速都快了几分，不敢有丝毫犹豫。所谓达者为先，哪怕是刚出生的婴儿，若在修为上有所大成，我也愿称其为前辈。不过若您不喜欢这称呼，只管直说，我陈之安绝无冒犯之意。叫前辈听起来太老了，从现在开始叫我萧姐姐吧，若再乱叫，呵呵。后半句话中，萧韵山语气已隐隐带上了威胁，显然不是在开玩笑。知道了，萧姐姐。陈之安立马改口回应。见对方终于没有继续追究，他这才偷偷松了口气，忍不住暗自擦了把冷汗。大姐，有什么要求直接说不就行了，没必要搞得这么吓人。小弟胆子小，经不起你这么吓唬啊。小插曲之后，萧韵山继续带着陈之安一路深入湖光岛。岛虽不大，但布满禁制与凶险。然而在萧韵山面前，那些禁制仿佛形同虚设，毫无作用，甚至连触发都做不到。在他的带领下，两人畅通无阻。陈之安很快便看到了那立于山巅，身上泛着淡淡白光的参天巨冠。那通体羽毛雪白，尾羽绚烂如霞，宛如凤凰一般耀眼。巨冠体长超过10米，展开双翅更是足有30米之广。只想象那腾空之势，便足以令人震撼心神。陈之安站在山脚下仰望，内心也不由感慨自身的渺小。这就是传说中的仙云之冠。终于，自己苦寻许久之物，如今便在眼前，只差最后一步就可唾手可得。此时，巨冠正闭目养神，每一次呼吸吐纳，仿佛整座山都随之震动。那起伏的胸腔像是天鼓雷响，沉重而有力。他就是忤逆常的坐骑吗？陈之安喃喃自语，说话时刻意压低音量，生怕惊扰了这头庞然大物。好了，你救了我一命，我今日便替你取来那老鸟一滴精血，从此你我两不相欠。话音刚落，萧韵山便已出手，根本不等陈之安回应。只见他手指轻点，虚空凝聚之下，一滴散发着淡金色光芒的精血悄然浮现，悬于陈之安面前。即便隔着数尺，陈之安也能清晰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空间规则之力。没想到仅仅一滴神兽精血，竟拥有如此惊人的空间波动。若整头神兽亲临，又会是怎样的威能？陈之安心中震动，连忙将精血小心翼翼收入玉瓶，再将玉瓶郑重地收入那戒中，生怕一不小心让这天赐之物溜走。既然你想要的已经到手，那便赶紧离开，这毕竟是湖光岛，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萧韵山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语气中却多了几分冷意与警告。不等陈之安回应，他便带着那头仙云之冠化作流光，瞬间从原地消失。若不是玉瓶中的精血还在，陈之安都要以为刚才经历的一切只是幻觉。他消失了，连那大鸟都凭空没了。莫九离早就被眼前这一幕惊得屏住呼吸，连话都没能完整说出口。直到萧韵山完全消失，他才缓过神来。不管了，精血拿到手就行，其他的都是浮云。陈之安心中激动无比，懒得再纠结其他疑问。至于萧韵山的真实身份，为何如此神秘，为什么能轻松出入湖光岛，这些虽然引人好奇，但眼下都不重要。话音未落，陈之安已迅速进入小世界之中。有了这滴精血，他便可补足第一方小世界，灌注出第二方小世界的雏形。再加上灵泉之心源源不断的灵气支撑，吞仙诀终于成功迈入了第2境。这一次，虽然陈之安的境界依旧停留在筑基第9重天，没有直接突破，但他的灵力浓度却呈几何级暴增。换言之，如今的陈之安在筑基第9重天之境，战力比寻常同阶修士
强出至少10倍。灵力的质变远远不是简单的1+1等于2，到底强到何种程度，恐怕只有真正交手之后才见分晓。此刻，陈之安信心满满，自信即便面对金丹初期的修士，也能轻松胜之。哪怕对上元婴强者，如今也已不是毫无还手之力，至少能全身而退，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时间悄然流逝，转眼便是4日之后。陈之安一直沉浸于修炼之中，直到这日，外界忽然传来激烈的打斗声，将他惊醒。只见距离他所在之地不远，2名金丹后期高手正联手围攻柳千瞳，招式狠辣，毫不留情，将他逼至死角。结，柳千瞳啊柳千瞳，你居然对一个废物徒弟动了心，甚至不惜伦理贞洁，真是可笑至极啊！围攻柳千瞳的赫然不是别人，正是当初联手偷袭圣宗的御剑门掌门雷鸣，以及摩罗派宗主孟基。2人不仅下手狠辣无比，甚至还不断以言语攻击，意图摧毁柳千瞳的意志。如今柳千瞳重伤未愈，又怎能是他们的对手？早知今日，你当初就该乖乖服侍我们兄弟2人，何苦便宜了你那废物徒弟？孟基开口，目光贪婪地在柳千瞳身上游移，丝毫不避讳他眼神中的杀气。就是啊，让我与孟兄联手，好让你尝尝什么叫双龙戏珠，什么叫人间极乐。雷鸣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话语污秽，满是不堪。而这些污言秽语，句句都钻入陈之安耳中，更是字字戳痛他心头。他岂能忍？正欲冲出，却被身旁的莫九离一把拦住。你疯了？现在出去跟送死有什么区别？这里可是湖光岛，堂堂正道圣地，你一个魔教中人，除了承受五马分尸、碎尸万段的下场，难道还能有第2种可能吗？莫九离一时气急，娇躯不住颤抖，眼里满是担忧。一旁的薛清慧也急忙站了出来，这种时候绝不能眼睁睁看着陈之安去送死。师兄，莫师姐说的没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雷鸣和孟基可都是金丹境修士，你贸然过去，别说帮不上忙了，怕是还会拖柳千瞳的后腿。说着，薛清慧索性伸手抓住陈之安的衣袖，怎么都不肯松开。那是我的女人，若我眼睁睁看着她被欺辱而无动于衷，我还是个男人吗？此刻的陈之安看似语气平静，实则内心早已掀起惊涛骇浪，恨不得立刻冲出去杀他个天翻地覆。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说的正是此时的他。难道为了他，你连死都不怕吗？莫九离也抓住了他另一侧衣袖，泪水早已在眼眶中打转。是，陈之安毫不犹豫地答了出来。今日是童儿，若他日换作你，我也同样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话音落下，哪怕莫九离与薛清慧百般阻挠，依旧没法动摇陈之安的决心。眨眼间，他已再次出现在湖光岛之上。此刻，柳千瞳的旧伤复发，更添新创。他孤身一人迎战雷鸣、孟基的双重夹击，虽能暂时支撑，却也数次中掌，伤势愈发沉重。又一口鲜血喷出，柳千瞳脸色苍白如纸，气息微弱。眼看雷鸣与孟基即将将他彻底控制，脸上的狞笑充斥虚空，接下来他的下场可想而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剑光破空而来，锋芒如烈天狂啸，硬生生将雷鸣2人逼退。2人脸色骤变，目光当即锁定了来者。只见陈之安手持长剑，孤身挡在柳千瞳身前，一人一剑，宛若天神降临。小安，我不是让你走了吗？你为什么还要回来？柳千瞳看着眼前这个让他魂牵梦萦的身影，心中又惊又喜又慌，情绪交杂的无法言说。如今他面对的已是必死之局，刚才甚至已打算自爆，与雷鸣、孟基同归于尽。一位半步元婴大能的自爆威力，拖着这2人下地狱绝无问题。但陈之安的出现，瞬间让他原本的决心变得摇摆。他不过区筑基修为，此刻若介入，非但无济于事，反倒会成为他的牵绊。柳千瞳一时间不知该哭还是该笑。你一直不回来，我实在等不下去了，所以来了。陈之安回眸一笑，眼底满是温柔与心疼。若不是亲眼所见，他都不知道柳千瞳竟承受了如此多的痛苦。怎么？难道不欢迎我？他轻声调侃。柳千瞳自然明白，他是在宽慰自己。正因如此，这个曾不可一世的半步元婴大能，眼中却控制不住的涌出泪水，双眸泛红。你是不是傻？为了我，值得吗？值得。陈之安毫不迟疑的回应。哪怕此行有去无回，今日我也要陪你走完这一程。他日黄泉路上结伴同行，你我也不算孤单，对吧？说话间，他竟还挤出一抹轻松的笑意。
那眼神中的坚定令柳千瞳也为之动容。而另一边，雷鸣与梦姬早已怒不可遏，他们来此可不是为了欣赏情意绵绵的戏码。陈之安的出现坏了他们的好事，二人心中恨意滔天，恨不得当场将他碎尸万段。他们万万没想到，一个魔教的小顶炉居然胆敢闯入湖光岛，简直是活腻了。啧，千里赴死，真不知该说你勇，还是说你蠢。雷鸣冷笑，目光冰寒。逢场作戏也就算了，没想到你们俩还来真的。梦姬嗤笑出声，语气中尽是嘲讽。也罢，今天就让你亲眼看看我们是怎么把柳千瞳炼成顶炉的。二人狞笑不止，杀意汹涌。可柳千瞳却仿若未闻，他眼中只有陈之安一人。待会儿我会拼尽全力，哪怕燃烧精血，也要把你送出去。你什么都别管，只管往外逃，千万不要回头。陈之安闻言不由一笑，伸手轻轻刮了刮柳千瞳的鼻尖。好啊，现在连我的话你都不听了。我不走，我要你活下去。柳千瞳泪眼朦胧，纵然强大如他，此刻也不过是陈之安怀中的小女人。若能保他平安，哪怕自己身死也毫无怨悔。可没了你，我活着又有什么意义？陈之安轻声回应，话落再无迟疑，长剑在手，杀意升腾。别啊！柳千瞳想要阻拦，却已经晚了。陈之安猛然爆发，手中长剑直取雷鸣首级，杀气如潮，势不可挡。他的速度之快，甚至连柳千瞳都来不及反应。那好，既然如此，今日我便陪你疯一场，哪怕是亡命鸳鸯也认了。柳千瞳咬牙怒吼，浑身灵力炸裂而出，猛然冲向梦姬。此刻的陈之安以筑基之境硬汉金丹高手，分明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莫九离与薛清慧清楚得很，但此时却谁都没有再劝阻。他能做到这一步，也不枉柳千瞳痴心一场，只可惜下场终究凶多吉少。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陈之安已然与雷鸣正面交手。不得不说，金丹境强者的实力的确恐怖如斯，其举手投足之间都蕴含着足以摧毁山川的毁灭力量。陈之安一开始便直接落入下风，哪怕如今修为大涨，更是凭借着吞仙诀第二境的威力，他也仅能勉强与雷鸣战成平手而已。然而这局势注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向雷鸣倾斜。对于陈之安，雷鸣从不手软，每一招都是杀招，毫无保留，招招致命，只要逮住一丝机会，便绝不可能让其活命。此刻的陈之安无异于在走钢丝，脚下便是万丈深渊，容不得半点失误。一时间两人竟然难分胜负，这也让雷鸣不由得暗暗吃惊。怪不得能让柳千瞳对你如此痴心，原来你这小子也有几分能耐。雷鸣身上的杀气愈发浓郁，但却并未吝啬赞誉之词。陈之安这样的年轻一辈，雷鸣活了几十年，还真是头一次见。老匹夫，有本事便吃我一剑。陈之安冷哼一声，看准时机，一剑急刺而出。这一剑看似平平无奇，实则蕴含着他此刻所能施展出的最强手段。真正的杀招往往藏在最平凡的外表之下。见此，雷鸣竟然不退反进，选择应接。在他眼中，自己与陈之安的差距犹如天壤之别，哪怕再多技巧，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也不过是纸老虎罢了，不值一审。陈之安敢与自己硬碰硬，那无疑是在自寻死路。可下一瞬，雷鸣预想中的场面并未出现，他劈出的一刀竟被陈之安尽数化解，而陈之安那一剑却势如破竹，竟破开了他的防御。护体罡气瞬间被斩碎，脆弱的如同纸糊的一般。唰的一声，雷鸣左臂高高飞起，连带着半边肩膀都被斩下。无数剑光如饿狼扑食，眨眼之间便将那断臂撕碎成渣，碎肉纷飞，血光四溅。从断口处甚至能看到森白的骨茬，骇人至极。一剑重创雷鸣，本是陈之安趁势追击，一鼓作气斩杀的大好时机。可惜此刻受伤严重的柳千瞳根本不是梦姬的对手，招招败退，甚至已无法招架对方杀招。陈之安无奈，只能放弃追杀雷鸣，转身救援柳千瞳。梦姬见状，瞳孔陡然收缩。虽说他一直与柳千瞳交战，但雷鸣那边的动静他看得一清二楚。刚才那一剑，连他这个金丹修士都心中一寒。若是那一剑斩在他身上，再配合柳千瞳从旁牵制，只怕连怎么死的都不明不白。他可不是傻子，哪还敢继续硬拼？立刻收手撤退，拉开安全距离。柳千瞳被救，仍旧满脸茫然，难以置信地看着陈之安：“你是怎么办到的？这力量怎么可能？”
以筑基之身硬汉金丹强者，且还斩其一臂，如此战绩足以震撼整个修真界。现在知道你夫君的厉害了吧？陈之安咧嘴一笑，眼底却透出一丝疲惫。那竟是一件消耗巨大，以他目前的修为，最多再施展一次便到极限。柳千瞳识趣的没有追问，只是脸上满是震撼。眼前这男人似乎已成长到连他也望尘莫及的地步。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哪怕拼上我这条命。陈之安目光坚定，紧紧护住他的手。此刻正是乘胜追击的绝佳时机，他们自然不会白白浪费。但孟姬却早有准备，掐动法诀，早已埋伏在四周的战魁迅速启动，成群结队如蝗虫般扑来，密密麻麻，遮天蔽日。那场面极为骇人，令人头皮发麻。陈之安刚稳住局势，顷刻间又被打回原形，劣势尽显。看着无边无际的战魁潮，柳千瞳的眼中涌起一丝绝望。没想到到头来还是逃不脱这个命运。他轻声叹息，目光却始终落在陈之安身上，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不过能和你并肩到最后，我已无憾，只是连累了你。可陈之安却没有放弃，目光灼灼，死死盯着那战魁大军，眼中透着一丝疯狂。童儿，我说过今天会带你出去，就一定不会食言。他已经下定决心，若真的到了绝境，就将这些傀儡全部收入小世界中，再逐一炼化，拼死也要闯出一线生机。死！我要让他们死无全尸！孟兄，我要他们碎尸万段！此时雷鸣已从重创中稍微缓过气来，但早已陷入癫狂状态，双眼通红，杀气滔天，一心只想将陈之安剁成肉泥。断臂之痛远不止皮肉之苦，修士一旦道基受损，日后修为必将止步不前，难有寸进。雷兄莫急，这小子恐怕还有底牌，贸然冲杀，只怕得不偿失。孟姬劝道：反正断臂的又不是他，他自然稳得很。不过那些战魁可是他多年心血所铸，若真损失太多，他也要肉疼半天。雷兄稍安勿躁，我一定会榨干他最后一滴价值，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孟姬舔了舔嘴唇，目光贪婪无比。所有人都看得出来，陈之安以下犯上定是有着极大的机缘和底牌，若能据为己有，说不定自己也能一跃成为匹敌元婴的大能。想到这里，孟姬连呼吸都加快了几分。而此时陈之安和柳千瞳已被战魁包围，虽然还在艰难抵抗，可节节败退已成定局，败势显露。眼见无路可退，陈之安已准备拉着柳千瞳遁入小世界，有那些傀儡遮掩，或许能神不知鬼不觉脱身。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天空骤然传来一声震天咆哮，一道黑影划破云层，一头巨大的仙冠从天而降，气势磅礴，遮天蔽日。柳千瞳一眼便认出，正是忤逆长的坐骑仙云之冠。是师尊，师尊救我！柳千瞳惊喜万分，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的光芒。谁都不想死，尤其是他，更不甘心就此陨落。见状，陈之安也忍不住暗松了一口气，如此一来，自己便不必动用吞仙诀的底牌，省去了不小的麻烦与隐患。小安，连老天爷都不守我们！柳千瞳激动地抓住陈之安的手臂，笑意盎然，整个人神采飞扬。忽然间，陈之安像是想起了什么，沉声问道：童儿，你有没有听过萧韵山这个名字？若我所料不错，他应是位化神境的大能。然而听到这个名字的柳千瞳却露出几分困惑，眉头微皱，思索片刻后还是摇头否认。陈之安本想继续追问，却被天上传来的惊雷声打断了思路。9天惊雷，风起云涌，如滚滚江河奔腾不息，雷声一浪高过一浪，震耳欲聋，恐怖如斯。这就是化神天劫？难不成师尊是要渡劫突破？柳千瞳惊喜交加，面上是难以掩饰的震撼之色。冥冥之中，陈之安总觉得忤逆长与萧韵山这名字之间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化神大能何等稀少，绝非寻常之辈，如今竟接连出现在自己周围。天底下又岂有如此相似、如此巧合的事？越是思索，陈之安心中的猜测就越发坚定。就在此时，9天之上的雷劫乍然爆响，雷芒万丈，眼看便要轰然落下。只见一道身影冲天而起，非但没有闪避神雷，反倒迎头上选择与之硬汉。望着那道熟悉的身影，陈之安一眼便认出，那正是萧韵山，又或许应称他为忤逆长才对。好一个千人千面，说什么与忤逆长有仇，这世上哪有人会与自己有仇的？陈之安静静伫立，
目光紧紧盯着9天之上的雷劫。只见武霓裳毫不避让，硬接神雷。雷鸣与梦姬二人在武霓裳现身之后，也不敢再有丝毫放肆，老老实实的退到一旁，生怕打扰了他的渡劫。柳千桐和陈之安这才总算能暂时喘口气。在众人注视之下，武霓裳一次又一次的以血肉之躯迎接神雷，那足以毁天灭地的雷霆狠狠轰击在他身上。起初他尚能强撑，但越到后面越显吃力，再加上先前炼狱火劫的反噬，就伤未愈，神雷接连而至，很快便露出了破绽。一道雷龙呼啸凝形，在众目睽睽之下猛然直冲武霓裳而来。刚刚还被神雷劈得浑身发麻的他，根本来不及反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雷龙扑面而至。轰！一声惊天巨响，武霓裳如同断线风筝般被雷龙冲击力震飞而出。原本完美无瑕的肉身，此刻皮开肉绽，鲜血狂飙。噗嗤！武霓裳猛地吐出一口精血，面色瞬间惨白几分。不好，师尊就伤未愈，根本撑不住这天雷的威力。柳千桐一语点破真相，面露焦急，眉宇间满是担忧，却又毫无办法。更别说现在的他已然重伤未愈，就算是在巅峰状态，也无法承受这等化神天劫之威，遑论出手相助。武霓裳几乎濒临崩溃，而天劫却根本不会给他半点喘息之机。雷云翻滚，又接连劈落数道神雷。本就重伤的武霓裳被天雷连续轰击，鲜血淋漓，身躯摇摇欲坠，连抬手格挡的力气都没有，只能硬生生的用肉身扛下。但若继续下去，迟早会被雷劫轰成飞灰，魂飞魄散。更恐怖的是，这化神天劫才刚刚开始而已。轰隆！又一道天雷轰然降下，声震四野。哪怕相隔甚远，众人也心惊胆战，仿佛那雷霆随时可能劈中自己。这一道若落在武霓裳身上，他只怕是九死一生。柳千桐已经不敢再看，情不自禁地捂住了双眼。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陈之安眼神一狠，猛地咬牙，竟然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这一次他并非为了救人，而是想借着化神天雷之力来淬炼肉身，同时巩固刚刚成型的第二方小世界。这等天雷之力，平时哪有机会接触？对他而言，简直就是绝佳的机缘。别人眼中是死劫，于他而言却是生机与造化。陈之安看着那熟悉身影闯入雷劫中心，武霓裳心中猛然一震，眼神也泛起波澜。为何每次危难关头，这家伙总是会出现？难不成他就是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小安！柳千桐反应过来时，为时已晚，甚至连伸手阻拦的机会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陈之安与武霓裳的身影双双被天雷吞没。远处的莫九离与薛清慧见状，惊得头皮发麻。这混账到底想干什么？好不容易逃出升天，难不成真的要死在这里？那可是化神天劫，一个筑基修士搅什么热闹？莫九离面色惨白，手脚冰凉，双手控制不住的颤抖。就连雷鸣和梦姬也彻底看傻了眼，尤其是雷鸣，竟连断臂的剧痛都忘记了，只是呆呆地看着陈之安冲进雷劫之中。这小子是疯了吧？没死在我手里，倒要去雷里自杀。此刻，二人身处雷劫正中央，陈之安立于前方，武霓裳站在身后，望着那坚定挺拔的身影，看着他毫不畏惧地挡在自己面前，武霓裳那颗沉寂百年的心竟泛起了久违的波澜。小姐姐，我们又见面了。陈之安紧咬牙关，雷电之力在体表狂暴肆虐，肉身仿佛被撕裂般痛苦，但他毫无退意。你为何不走？你想要的东西不都已经拿到了吗？武霓裳忍不住问道。走？那今日谁来救你？陈之安笑着反问，语气带着几分调侃，哪怕身处死境，依旧笑得洒脱。本座不需要你救，这化神天劫之威，你以为凭你这副凡胎肉体挡得住？武霓裳冷哼，只觉这人简直愚蠢至极，明知是死，还要闯进来送命。可陈之安却毫无惧意，甚至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下一刻，又一道雷霆轰然降下。不到最后关头，谁知生死结局？是飞蛾扑火，还是涅槃重生？只有试过才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天雷仍在不断落下，愈演愈烈。那高高在上的天劫似乎察觉到了陈之安的加入，竟仿佛动了怒意一般。雷霆的攻势比先前更甚数分，威力惊人。历经数轮雷霆轰击，陈之安的肉身仿佛逐渐适应了天劫的洗礼，他竟主动撤去了护体灵力，准备以血肉之躯硬扛天雷的冲刷。愚蠢，简直愚不可及。武霓裳心中暗骂，
却无力阻止，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傻小子一步步迎着天劫而上。来吧，就让这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陈之安仰天怒吼，即便肉身被雷电轰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他依旧咬牙坚持，毫无放弃之意。他的吼声在此刻竟隐隐盖过9天雷鸣，带着一股撼动天地的疯狂与执念。天雷乃至阳至刚之力，而陈之安则恰恰是纯阳之体，两者可谓同根同源。随着身体对雷霆之力的逐步适应，那埋藏在体内深处的吞噬之力终于悄然发动。陈之安如饥似渴地吸纳雷霆之力，将那狂暴能量尽数化作滋养肉身的养分。这一切竟是他肉身本能做出的互主反应。说到底，陈之安此刻连控制身体的力气都没有，几乎靠意志苦苦支撑，死命抵御雷霆带来的痛苦与神魂撕裂之感。他清楚得很，自己绝不能昏迷，只要一倒下，等待他的就是魂飞魄散的结局。必须挺住，必须熬过去。淬体之痛，宛若万重蚀骨，万古噬心。但只要能熬过这一劫，他将迎来真正的蜕变，通往康庄大道。他也不知道自己被雷劈了多久，只觉意识昏沉不清，身上气息由强转弱，再由弱转强。而此刻，在武霓裳那震惊难掩的目光注视下，陈之安那早已破烂不堪的肉身，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战斗中受下的重创，雷霆撕裂的窗口，全都以惊人速度恢复如初。那一身近乎完美的肌肉线条，在雷光中泛出幽幽光泽，疯狂吸纳着残存的每一丝天雷之力，将其尽数转化为己用。这一幕几乎让武霓裳看傻了眼。化神天雷，那可是连他都毫无招架之力的恐怖存在，结果却被陈之安像喝汤一样，一口一口的吸收掉了。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武霓裳满脸惊疑，死死盯着陈之安，却根本看不出对方修为的真实深浅。远处的雷鸣与梦姬全程目睹此景，原本还以为陈之安是在自寻死路，谁料如今看来，这分明是在借天雷磨砺己身，淬炼不灭金身。这小子还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居然敢拿天雷淬体。梦姬喃喃自语，瞪大了眼睛，满脸写着震惊。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眼身旁断臂的雷鸣，忽然之间竟生出几分理解，明白了他为何败得如此彻底。柳千桐这边也同样被震得说不出话来。这一段路走来，陈之安带给他的震撼实在太多，已经多到他甚至开始麻木了。这个男人的身上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是他从未知晓的？又到底要瞒他到什么时候？一个如此惊才绝艳的人，怎么会愿意被他采捕了几年，而且期间毫无反抗？天穹之上，伴随着最后一道神雷落下，陈之安的状态早已一改最初的狼狈，昂首挺立，直面神威。轰一声巨响，陈之安任由天雷击打在自己身上，此刻的他就像是在呼吸吞咽一般，将这惊世雷力尽数吞入体内。随着最后一丝雷霆消散，吞仙诀的第二境也终于彻底稳固巩固，达到圆满。此次虽然陈之安的境界并无显著提升，但他的肉身却已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在这段天雷洗礼中，陈之安不知经历了多少次肉体破碎重塑，反复重铸，每一次破碎都是一次重生。他缓缓握紧拳头，只觉一股毁灭性的力量在掌间翻涌，心中也随之激荡不已。而另一边，经历完全部天劫的武霓裳，身周气场也在悄然发生蜕变。他清晰感知到自己如今能够沟通天地，一念之间便可翻江倒海，开山裂石。这正是规则之力的体现，也是踏入洞虚境界的真正标志。下方，雷鸣等人自然也看得出来，武霓裳已然成功渡劫，突破桎梏。他们连忙齐齐跪下，恭敬无比的高声祝贺，恭贺师尊突破洞虚，天地同寿。柳千桐也随之躬身，满脸敬意地送上贺礼。但武霓裳此刻无暇回应，他正快速适应着体内骤然增强的恐怖力量。原本因突破而变得紊乱的灵力，此刻竟以惊人的速度自行收敛，归于宁静，最后竟全然不显。站在那里的他，宛如一位清丽脱俗的美人，身上看不到丝毫修为波动，仿佛只是个普通凡人。这种返璞归真的神秘气息，反倒更令他显得不可捉摸，充满神性。不过，眼下这些都不足以吸引他全部注意力。此时此刻，他心中却有一个疑问。武霓裳目光微凝，瞬间闪至陈之安面前，几乎是面对面站着。此时的陈之安早已衣衫不存，赤裸上身，体表肌肤完美无瑕，仅剩一条勉强遮挡要害的裤衩还算坚挺。随本座来一趟，我有话问你。此言一出，众人皆愣，连陈之安自己都一脸茫然。
完全没料到他会当众点名自己。虽然他早已猜到武霓裳的真实身份，但万万没想到他会这般主动。相比众人惊讶，柳千桐心中却是百味杂陈，更多的却是酸楚和苦涩。身为女人，她最能察觉到武霓裳身上那细微却真实的心境变化。那原本超然物外、不食人间烟火的师尊身上，忽然多出几分世俗的情绪，就像曾经的自己面对武霓裳的召唤，陈之安自然不敢怠慢，只得乖乖跟着他一同前往。二人很快来到一座灯火辉煌的大殿之中，正中央是一套用玉石雕刻而成的茶几，茶香袅袅，两人相对坐。我很好奇，你到底是谁？竟然连画神天劫都奈何不了你。武霓裳凝视着他，目光中带着审视，语气平静却压迫感十足。稍作停顿，他又加了一句：别把我当傻子。陈之安笑着耸耸肩，依旧是一副轻松随意的模样。我说过了，我就是个无门无派的散修罢了。放屁！武霓裳冷笑一声，天底下哪有散修敢这么玩命，连画神天劫都能扛，还说自己没背景？你当我是3岁小孩？陈之安一时语塞，低头沉吟片刻，这才开口：之所以能扛，是因为我修炼的功法特殊，就像你之前说的精血一样，有些东西不是常理可以解释的。这番话虽说的模糊，但却并未说谎，只是将最核心的吞仙诀略去不提罢了。这门功法的秘密，他还不能告诉任何人，哪怕是武霓裳。武霓裳微微眯起眼睛，冷声道：看来你是真的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啊。话落，武霓裳身上散发出一股彻骨寒意，哪怕只是一个眼神，都能让人不寒而栗，仿佛灵魂都被冰封。前辈何必如此？你不会杀我的。陈之安嘴角微扬，淡笑着开口。为何？武霓裳面无表情，声线平淡如水，却让人难以揣测情绪。若你真要杀我，早在殿外就动手了，何须等到现在？堂堂正道魁首，要杀我这个魔教出身之人，又何须理由？陈之安语气平和，姿态从容，脸上看不出半点惧色，也不见丝毫慌乱。这一点让武霓裳略感意外，不得不对这个年轻人高看一眼。胆识、镇定、从容，这3样他都不缺。武霓裳陷入短暂沉默，只是静静地凝视着陈之安，似乎想从他眼中看出些什么，但注定要失望了。他像一潭死水，平静得叫人焦躁。前辈唤我来此，恐怕不只是简单质问这么一件事吧？陈之安语气未变，接着说道：若我猜得不错，你是想问我是否看穿了你的真面目，亦或我是不是那位真命之人？此言一出，武霓裳瞳孔骤缩，神情罕见地流露出一丝惊讶。你怎么会知道？他终于开口，语气中透着几分波动。我不仅知道，还猜测那位真命之人极有可能与你如今的心魔有关。陈之安不紧不慢地说道。武霓裳面色微变，眼神第一次变得凝重，盯着陈之安的目光也多了几分防备。我怎会有心魔？连画神天劫都奈何不了我。他语气正色，带着不容置疑。没错，你是度过了天劫，但若心魔不除，修为将止步于洞虚，再难更进一步。陈之安语气温和，却一语中的，恰好点在他内心深处的疑虑。这些正是吞仙诀中曾有的隐秘记载。有时候他都怀疑吞仙诀到底是功法，还是一本万世皆知的百科大全。知道这么多，就不怕我杀人灭口？武霓裳眼中闪过一抹杀意，哪怕仅是一瞬，周围温度却直线下降，空气都仿佛凝结。千百年都等下来了，为何不再多等片刻？或许真命之人很快就会现身。面对他的压迫与威胁，陈之安依旧神色不变，语气轻描淡写，似乎全然不放在心上。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整整1个时辰，武霓裳都试图从他口中套出半分实情，却次次被巧妙化解，毫无所得。最终他只能冷哼一声，放陈之安离去。殿外，柳千桐正焦急等待，连身上的伤都顾不得包扎，红唇失血，心头惶惶不安。陈之安一去不返，他怕再也见不到他。毕竟魔教的身份摆在那里，哪怕被正道强者就地斩杀，也是理所当然。更关键是，他那纯阳之体若是被武霓裳看中，那他越想越乱，心口像压了一块巨石。他从未想过自己竟也有这般为一个男人心神不宁的时候，这对一向高高在上的他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就在他惶惶不安时，大殿大门终于被推开，陈之安安然走出。柳千桐眼中一亮，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连呼吸都顺畅了几分。师尊没有为难你吧？他急步迎上，这是在担心我。
陈志安一笑，顺势牵起他略显冰凉的手：“先离开吧，这里不方便说话。”话音未落，两人已一前一后离去。行至途中，陈志安才开口解释：“他只是想确认我是否是那所谓的真命之人，但显然我不是。至于能熬过化神天劫，是因为我的功法特殊，正好有所克制罢了。再加上他分担了大部分雷威，所以我才没被劈成灰。”他讲得轻描淡写，语气平淡的像在说饭后散步的事，听得柳千桐心中惊叹连连。就算分担也好，那可是化神天劫啊！一个筑基修士能生扛一部分，已是天方夜谭。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没说？柳千桐狐疑地望着陈志安，心里越发觉得这男人深不可测。不过是侥幸而已，若真论实力，我在你们面前还不如一只蚂蚁。陈志安摆手，轻轻一笑，并不打算多言。对此，柳千桐没有追问。若是从前，他定会逼问到底，甚至不惜施展搜魂之术。但如今的他早已变了。等等，我们得赶紧离开。雷鸣那人最是睚眦必报，你伤了他，他绝不会轻易放过你的。柳千桐忽然神色一紧，急声提醒：“离开？你不是说要见你师尊？”陈志安笑着反问。可此时此刻，柳千桐早已顾不得什么见师尊，陈志安的安危才是他现在最在意的事。耽搁片刻，只怕就要人头落地。很快，两人便出了湖光岛，飞快离去。但很显然，事情并未就此结束，麻烦果然还是追了上来。来了？陈志安问。柳千桐点头，面色凝重。没想到那两个家伙追得这么紧。跑吧，如今我伤势未愈，也不是他们对手。柳千桐心有不甘，却也不得不低头认清现实。其实也不是非跑不可。陈志安忽然开口，嘴角扬起一抹笑意。柳千桐微皱眉头，望着他那古怪的表情，却没有出言反驳。现在敌众我寡，形势极其不利，硬拼是死。想突围，不如转去流沙岛。你若能突破元婴，那两个家伙就不堪一击。你……柳千桐面色一红，瞬间涨得通红，像是熟透的苹果。都什么时候了，他还在惦记这种事？都火烧眉毛了，就不能想点正经的办法？他又羞又恼，怎么就不正经了？你突破元婴，实力碾压，带我逃出去，妙计一条，哪里不正经？陈志安一脸正色，可柳千桐支支吾吾，满脸绯红，竟有些说不出话来。有什么可是的？绝境之中往往蕴藏机缘，这种极端刺激的方式，未尝不是激发潜力的突破口。陈志安认真说道。但说着说着，他眼中却浮现出一抹调皮玩味，目光在他身上轻轻一扫。而且，你不觉得这样更刺激？刺激你个头！柳千桐羞得语无伦次。你胡说八道什么啊？他知道，这家伙绝对是故意的。现在唯一的路就是这条，是生是死，你自己选吧。陈志安忽然收起玩笑，脸色严肃，语气也凝重了几分。柳千桐一慌，生怕他真的生气，忙拉住陈志安的手，低着头小声说道：“哎呀，我知道了啦，我突破就是了，又没说不同意。”流沙岛一处洞天，周遭僻静不说，更布下了重重阵法，严密隔绝气息与探查。洞天之内，呼吸声与女子的娇喘声交织在一起，单听声音便足以让人浮想联翩。原本莫九离与薛清慧二女也能一同现场观摩，甚至亲身参与，但却被陈志安无情隔绝在小世界之内。如今正一边骂他小气，一边愤愤不平地拍打结界。对此，陈志安自然懒得理会，专心致志地忙着手头的正事。一开始，柳千桐还有些生疏，动作略显僵硬，但很快便进入状态。毕竟他活了这么多年，真正交付过身心的也就陈志安这么一个男人。这一次，陈志安无比小心谨慎，力求万无一失，绝不重蹈覆辙。虽然失败也能再来一回，但势必会对柳千桐的身体造成损伤。尤其他现在修为临近关键突破，陈志安更不敢大意。吞仙诀配合柳千桐的阴阳双修功法，再加上他近乎完美的阴阳双体质，这一场结合堪称巅峰级别的双修。一次又一次的高峰交叠，带来的不仅是情感升温，更是修为的节节攀升。那种身心共鸣的感觉，几乎让人沉沦其中，无法自拔。时间在缠绵中悄然流逝，转眼已过去了半个多月。陈志安揽着柳千桐，轻轻拖住她的身躯，同时还不忘将自身的纯阳之力源源不断地注入她体内，助其淬炼突破。终于，在他的引导之下，柳千桐沉寂许久的金丹开始震颤，与体内经脉灵力产生共鸣，如同沉睡的凤凰破壳而出。
待到一切抵达完美契合的节点，金丹悄然蜕变，幻化出一个如柳千瞳缩小无数倍的元婴虚影，蜷缩悬浮在他的丹田中央。我成了！柳千瞳惊喜交加，猛地睁开双眼，两道金光从眸中迸射而出，甚至将洞天的防御阵法都洞穿了一道微缝。元婴出城，气息翻涌，那种突破至骨、正到飞升的喜悦，让他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情绪。他猛地转身，一把抱住陈之安，狠狠亲了一口，像个小姑娘般将头埋进他怀里，声音里满是颤抖的激动。终于，陈之安长长吐出一口气，心头那块压了半月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这要是再不突破，他恐怕就真被榨干了。小安，谢谢你，若没有你，我断无可能突破成功。柳千瞳满脸感激，望着陈之安的目光柔情似水，眼波流转之间尽是依恋。我的女人成了元婴大佬，以后又能心安理得的吃软饭了。陈之安打趣道。其实这次的双修，他自己同样受益匪浅。陈之安的修为早已抵达筑基大圆满，只是他一直有意压制。他明明早在3天前便可突破，却强行按下不动，因为他知道，若急于结丹，虽境界提升，但所得金丹品质必定平庸，难登大雅之堂。修炼一途，求的是长生久远，不容丝毫瑕疵。他必须将根基打磨至真至善，方可在未来的修道之路上走得更远更稳。那这次我该怎么谢你？柳千瞳柔声呢喃，主动依偎进他怀中。那平日里威严高冷的师尊，此刻却如小女人般温顺，眸中尽是爱意，脸上带着羞涩的红晕。陈之安的手不客气地落在他柔软处游走，柳千瞳非但没有躲避，反而主动迎合，动作愈发热烈。一切水到渠成。又是2日的时间过去，两人你侬我侬，沉浸在没羞没臊的修炼之中，直到洞外传来一阵异响。如今的柳千瞳早非昔日可比，瞬息间便察觉出外界的来者气息。除了雷鸣他们，还能是谁？又来了。陈之安眼神一沉，眉头挑起几分寒意，心中升起怒意。这帮阴魂不散的家伙，还敢3番5次坏自己好事。他们带了近100具战魁，就潜伏在附近。柳千瞳感知清晰，我待会儿送你出去，再回来收拾这两混账。他眼中寒光闪烁，此刻元婴出城，自然有了说这话的底气。我不走。陈之安一笑，哪有让女人冲在前头的道理？一起揍他们才痛快。如今不仅柳千瞳实力暴涨，陈之安本身的战力也提升不少。先前尚且不惧雷鸣、孟姬2人，现在又有何可怕？可师尊还在，我担心他会对你出手。柳千瞳眼神一暗，轻声道：半个月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万一雷鸣他们告状，把陈之安的魔教身份揭出来，那后果听罢。陈之安沉默片刻，最终还是点头答应。在柳千瞳千叮咛万嘱咐下，他目送他离开洞天，随即转身快速遁逃，深入流沙岛腹地。根据这段时间掌握的线索，陈之安知道在流沙岛最深处藏有一头强大的凶兽，虽不如仙云之冠那般震古烁今，但也极其凶悍。传言其精血蕴含空间规则之力，正是完善第二方小世界所需的重要资源。若能夺得哪怕一滴精血，自己的小世界也将再度强化，进阶之路更进一步。你不要命了？那太虚古兽连忤逆长都不敢轻易惹，你去找他不是送死吗？莫九离在小世界里怒不可遏，富贵险中求嘛。再说了，我又不是去打死他，只拿一滴精血而已，我有把握。陈之安轻笑一声，并未停步。此刻的他身上的气息较之以往已明显强大许多，并非单纯的境界提升，而是一种内外合一、气质沉稳的蜕变。莫九离敏锐察觉，眼神忽闪：你该不会又是在双修的时候突破了吧？陈之安点头，依旧笑而不语。他都能突破元婴了，那我呢？莫九离声音顿时低了下去，像蚊子哼哼一样。哦，怎么这么快就忍不住了？陈之安调侃地望他一眼。混蛋，谁忍不住了？我只是想修炼突破，你不准偏心。莫九离咬牙切齿，气得直跺脚，脸颊泛红。好了，先把正事办完，回来再喂饱你。陈之安毫不掩饰地道出言语，转身已绕出洞天，避开了外围布置的战魁包围圈。不得不说，孟姬布置得很周密，那些战魁残存一丝生前怨念，较之普通傀儡更加难缠、狡猾，还保有部分战斗本能。但怨念能控制，也意味着能被逆转。孟姬能驱使这些战魁，陈之安自然也可以。此前他在圣宗秘境中获得的2件仙兵之一的万魂幡，
便是专门克制这类灵魂依附类战魁的利器。以前他破不开封印，如今不同了。他缓缓取出那块封印着仙冰的万古真冰，随即又祭出一缕黑色业火。那赫然正是炼狱火劫，来自忤逆长渡劫之际的神雷之火。化神天劫之火，我就不信连你都烧不开这真冰。天劫之火炽烈焚烧，再辅以纯阳之气为燃料，即便是万古真冰也在一点一点的缓慢融化，开始出现裂痕。将近2炷香的时间过去，那原本坚不可摧的真冰终于彻底消散，连一丝残渣都未曾留下，仿佛从未存在过。2件仙冰缓缓浮现，悬于陈之安面前，一翻一件，看上去并不华丽，甚至略显朴实无华，但其中所蕴含的可怕威能却让人不寒而栗。当年童儿费尽心思也未能将这2件仙冰炼化，没想到今日竟便宜了我。看着眼前兵器缓缓悬浮，陈之安不由自主地笑了笑，随即一挥手，那2件兵器似有所感，主动围绕他缓缓旋转。给我炼！最后一丝天劫业火被陈之安彻底引出，他咬破手指，滴出2滴鲜红精血，洒在兵器之上，正式开始炼化。起初2柄仙冰仍有反抗之意，灵性未灭，试图挣脱束缚，但最终还是被陈之安以意志强行镇压了下来。幸好现在的他已逼近结丹之境，修为与神魂之力早已今非昔比，否则仅是仙冰反噬便足以将他重创。又过了2个时辰，陈之安终于彻底炼化成功。此刻他丹田气海之中，2柄仙冰已化作灵体，静静悬浮，只待心念一动，便可随时召唤出击。做完这一切，他终于松了口气，随手拭去额头上的汗珠，心中感叹：这炼化仙冰果然不是一般人能做得来的事。不知不觉已过去了许久，他不禁开始担心起柳千瞳的状况。虽说他已踏入元婴境，但雷鸣2人狡猾阴狠，手段极多，谁知道他们是否准备了什么针对元婴的杀招？想到这里，陈之安不打算再耽搁，准备立刻动身去找柳千瞳。如今手持万魂幡，再加上仙剑在手，区区战魁他已不放在眼里。等一下，你要去找柳千瞳？莫九离像是看穿了他的打算，突然开口，语气中带着一股浓浓的醋意。哦，我亲爱的莫夫人，有何指教？陈之安咧嘴一笑，停下脚步，似笑非笑地望着他。我知道你胆子大，连太虚古兽都敢惹，雷鸣那2人如今也未必奈何得了你，可你现在这个状态，为何不先恢复一下？莫九离话说的不急不慢，听起来是在分析，但其中关切之意根本掩饰不住。炼化仙冰消耗巨大，陈之安的状态的确不算完美，此刻若硬拼，的确有些冒险。你这是在关心我？陈之安听完，却似笑非笑地调侃起来：你谁关心你了？我只是怕你死在外头，没人放我们出去而已。莫九离一时嘴硬，别开视线。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在吃醋？陈之安笑意更浓。放心吧，区区战魁现在已奈何不了我了。说这话时，他眼神坚定，语气中透着前所未有的自信与底气。可你都陪柳千瞳修炼了那么久，你不能偏心啊。正好我也能帮你恢复状态。莫九离终于忍不住了，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一般，整张脸都烧得通红，像是快要蒸熟了。哪怕有过实战经验，此时说出这话他还是极度羞耻，连呼吸都乱了。你说要我助你修行，结果你居然缠我身子。陈之安故作惊讶，神情夸张。去死吧你，不答应就滚，别烦我。莫九离一时羞怒交加，抬手想推开他，却发现自己连力气都提不上来。陈之安一闪身，已来到他身边，一把将他搂进怀中。这一下，早已身心泛软的莫九离顿时瘫在他怀里，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偏偏这家伙还在光天化日，旁人注视下明目张胆的作乱，丝毫不顾还在附近的薛清慧。要不我也跟着学学？薛清慧小声开口，脸颊通红，眼神含羞，却带着一丝跃跃欲试。不行！莫九离第一个反对。你给我走远点，有多远滚多远，别搅和进来。薛清慧一脸委屈，只能悻悻离开。接下来的几个时辰，阵法之中传出一浪接一浪的动静，时高时低，如大潮起伏，久久不歇。终于，当陈之安状态恢复到巅峰时，莫九离修为也提升巨大，竟连续突破了2个小境界。他面带红晕，神情恬静，甜甜的沉睡过去。虽说陈之安也有些舍不得这温柔乡，但他清楚，如今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他离开小世界，再次踏上前往流沙岛深处的征程。流沙岛灵气虽然枯竭，但这并不代表危险减少。不仅有许多异变野兽，
还汇聚着不少从其他岛迁徙而来的强横灵兽。更关键的是那些阴魂不散的战魁，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根本不带断的，简直让人抓狂。陈之安一边清扫战魁，一边咒骂梦姬，到底是从哪儿弄来这么多死人躯壳的？正当他应付这些战魁之时，于无天突然从阴影中冒了出来，他一眼便认出了陈之安，两人四目相对，于无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这一幕。哈哈，老天有眼，杀子之仇不共戴天，今日就是你陈之安的死期。于无天仰天长啸，声音激动的几近嘶哑，眼中杀意几欲凝成实质。呵，谁死谁活还不一定呢，倒是你真是狗皮膏药一样阴魂不散。陈之安冷哼，眼中寒光乍现。于无天充耳不闻，怒发冲冠，猛然挥手，怒喝出声：战魁听令，诛杀此贼！伴随着命令落下，那些早已待命的战魁如潮水一般蜂拥而至，悍不畏死地冲向陈之安。这些战魁没有痛觉，没有情感，一旦出手便是连绵不断的杀戮，只靠蛮力都能把人耗死。不过那是以前的陈之安，如今他没有立刻动用底牌，而是持剑迎敌，在与战魁缠斗，表面上略显吃力，实则早有算计。说，童儿现在怎么样了？陈之安一边战斗一边高声质问，这称呼像是一根钉子，狠狠扎进于无天的心口。他的脸色瞬间涨红，双目充血，机遇炸裂。这称呼也是你配喊的？给我死！于无天杀招频出，出手全都是直奔陈之安要害而去，配合着如潮水般不断涌来的战魁。换作寻常修士，只怕早就已经被碾成了一滩血肉模糊的肉泥。可陈之安却能从容应对，看似每一次都惊险万分的躲过，实则每一步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我与童儿情投意合，为何叫不得？他同样也叫我小安，称我为夫君。你算什么东西？陈之安语气平淡的补充一句。此话一出，原本就已经情绪失控的于无天更是状若癫狂。你去死！我要杀了你！杀了你！他双目赤红，眼中再无他物，满脑子只有将陈之安碎尸万段的冲动。做什么不好，非要当舔狗？你觉得你还有机会？童儿已经是我的女人了。陈之安边躲杀招边冷笑回应。无耻小辈，你懂什么？你根本不明白我为他付出了多少，为整个圣宗付出了多少，只有我才配成为他的道侣。于无天怒吼咆哮，眼神里满是疯狂。付出？呵，自我感动罢了。你爱的不过是你幻想中的他罢了，你连舔狗都不如。陈之安目光轻蔑，语气中满是讥讽。这激将之语若放在往常，于无天或许还会克制，但如今儿子惨死，心中挚爱被夺，他早已失去理智。原本可以指挥战魁围攻陈之安，将其活活耗死，于无天却彻底忘了战术，一股脑的提刀冲杀而来，发疯一样只想亲手将陈之安斩成齑粉。金丹境的修为本就恐怖，加之怒火加持，于无天此刻的攻势几乎招招致命。可如今的陈之安虽尚未结丹，但战力早已今非昔比。哪怕仍是筑基圆满，但凭借吞仙诀与各种底牌手段，同样能与金丹境一战。两人交手不过数息，已然过招数十次，剑气激荡，拳掌交错，地动山摇。于无天虽愤怒，却并不傻。他亲眼见过陈之安斩断雷鸣一臂，自然知道这小子的剑法极为凶悍，根本不给其施展剑招的机会。全程近身肉搏，以强横修为压制，不让他有任何腾挪余地。境界压制之下，哪怕陈之安招式繁多，战法灵动，也难以完全施展开来，局势越打越显被动。幸好有吞仙诀护体，其蕴含的吞噬之力多次吸收掉致命杀招，否则陈之安早就被打成血人。于无天原以为这场战斗可以速战速决，却没想到陈之安简直像打不死的小强，反复挣扎，死而不倒。更让他心惊的是，陈之安除了灵力消耗大之外，竟连一丝伤口都没有出现。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若真让他继续成长下去，自己以后岂不是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行，他今日必须死。时间飞逝，一炷香很快过去，双方交手已过100招，场面陷入短暂僵局。于无天咬紧牙关，心中一阵焦急。他自身同样有伤在身，再这么僵持下去，形势对他也不利。目光一冷，他当即祭出一面漆黑旗帜，赫然便是控制战魁的魂幡，开始发号施令。只见那魂幡招展之间，周围战魁如潮水汇聚，犹如蝗虫过境，从四面八方向陈之安发起冲锋。即便陈之安身法再悬，
剑术再高，也终究只有一人之力，面对成百上千具战魁，实在难以面面俱到。别说是一魁一拳了，光靠数量堆，也足以将他活活打成肉酱。眼前局势骤变，陈之安眉头微蹙。这批战魁原本是梦姬之物，怎么现在连于无天也能操纵？你是摩罗派的走狗？陈之安冷声喝问。哼，圣宗既已覆灭，柳千桐那贱人又不肯回头，我难不成还要抱着回忆去死？于无天冷笑，一脸理所当然，半点羞耻之意都没有，反而为自己的选择感到自豪。好一个三姓家奴，于无天，你真是连条狗都不如。陈之安眯眼，冷冷一笑，你少自以为是，你我同为卧底，你凭什么骂我？你比我高贵多少？于无天气急败坏，陈之安的嘲讽最能戳他痛处。魂幡黑旗挥舞，战魁越聚越多，密密麻麻，犹如尸海，毫不畏死地朝陈之安冲杀。到了这一步，陈之安知道自己不能再藏拙，这些战魁应该已是于无天的全部兵力，哪怕还有残存，也不会多出多少。再拖下去，他真可能被这帮死人堆淹死。万魂幡现！陈之安心念一动，一面冒着悠悠红光的诡异魂幡凭空出现，随之而来的是阵阵低沉梵音，犹如诵经咒语，在天地间激荡。下一秒，原本毫无情感的战魁居然露出痛苦表情，僵直在原地，发出阵阵撕心裂肺的哀嚎。你这怎么可能？于无天瞪大了眼睛，猛地挥动手中魂幡，想要重新夺回控制权。但不管他再如何挥动，那些战魁依旧无动于衷，如同石化一般，动也不动。你到底对我的战魁做了什么？他咆哮怒吼，心神俱震。他只看到陈之安拿出一面看似相似的黑幡，根本认不出那是万魂幡，真正的仙器。而他自己所用的不过是一件低阶灵器罢了。哪怕外表相似，但在本质上，一个是牛刀，一个是柴刀，岂能相提并论？这便是血脉压制般的差距。若不是靠秘法绑定，他的魂幡早已被反噬脱控，为陈之安所用。就算如此，在万魂幡面前，他那面魂幡也开始出现失灵迹象。陈之安根本懒得向他解释，法诀连连掐动，万魂幡所释放的波动越来越强，战魁们也愈发剧烈的颤抖。就在这时，于无天心中骤然升起一股强烈的危机感。他猛然转身，想要舍弃魂幡逃命，结果下一秒，战魁们齐刷刷调转方向，包围圈瞬间反转，朝他蜂拥而至。噗！于无天猛地吐出一口鲜血，面如死灰。这是魂幡被破所带来的自我反噬。他只觉得五脏六腑仿佛被人生生砸裂，胸口宛如压了一块千斤巨石，连呼吸都变得困难。纵使金丹修士在此刻这等重创之下，面对失控的战魁围攻，也再无半点胜算。不可能，这不可能！陈之安，你不可能做到这一步！他的嘶吼中带着绝望，但回应他的是战魁如海的身影，以及那彻底淹没他最后希望的黑帆。刹那之间，于无天被无数战魁彻底吞没。纵使于无天拥有金丹修为，依旧难以突破如此数量庞大的战魁包围。想当初，哪怕是半步元婴的柳千桐，也曾被这些战魁逼入绝境，更别说现在状态不稳、元气大损的他。趁此机会，陈之安可没闲着。对他来说，于无天这一身修为堪称大补，与其让这身修为随着他陨落而浪费掉，不如全数吞噬，化作己用，变废为宝。吞仙诀悄然发动，陈之安身影闪现，已悄然逼近于无天身侧。下一刻，恐怖的吞噬之力骤然爆发，疯狂吸收着对方的灵力以及部分记忆。这还得多亏之前对付花指若时积累下来的经验，否则想从老怪物脑海中掏出点有用的东西，谈何容易？尤其是像于无天这种藏得极深的老妖物，脑子里定藏着不少对自己有价值的秘密。啊！灵力被强行剥离，于无天只觉如被剔骨抽髓，惨叫声撕裂长空，宛如杀猪，凄厉至极。陈之安神色冷漠，毫无怜悯，反而进一步加大吞噬之力，手上动作不停，神魂分化，还一边操控万魂幡，牢牢掌控着那些战魁，不给于无天任何翻盘的机会。眼看性命危在旦夕，于无天终于在疯狂中挣扎出一丝理智。他猛地一掌拍在自己胸口，吐出一大口鲜血，气息陡然下坠，连修为都在顷刻间跌落了一截。血遁之术！陈之安瞬间察觉，瞳孔微缩，这是以牺牲精血和修为为代价，强行脱离敌手控制的秘术。为了逃命，于无天不惜自断后路，燃烧一半修为，速度在瞬间飙升至极限，
强行挣脱吞噬之力，冲破战魁封锁，仅眨眼间便消失在陈志安眼前。望着于无天狼狈逃离的方向，陈志安沉默片刻，终是轻叹一声，眉头紧皱。没想到这老鬼还有底牌，自己还是轻敌了些。若是早一步布置下陷阱，于无天插翅也难飞。不过这次并非毫无收获，除了吸收了大量灵力之外，陈志安还得到了对方部分记忆。雷鸣他们已经串通好武霓裳，准备将他陈志安练成仙魁。与普通战魁那种毫无情感、彻底被操控的躯壳不同，仙魁虽为傀儡之体，却可保留意识，自主战斗，甚至还能在死后继续提升修为，只是修炼速度和灵性比活人稍逊一些罢了。但炼制仙魁的过程极其恶毒，必须在活人尚未身死时强行炼制，以秘法锁魂、禁锢神识，使其永生永世都困于那副残破的傀儡躯体之中，永不得超脱，永不得解脱。好，很好，非常好。陈志安面无表情，声音冰冷到极点，杀意再也压不住，从眼底汹涌而出。雷鸣他们这一招借刀杀人，打得好算盘。先是伤柳千瞳，再是暗中谋划陷害自己，一桩桩，一件件，他们真以为自己没脾气。只可惜，由于于无天逃得太快，陈志安还未能窥探出武霓裳的真实态度。如今的武霓裳已是洞虚强者，整个万寿山脉几乎都在他神念覆盖之下。他若有心杀人，恐怕一念之间便能将自己抹除。现在怎么办？莫九离的声音自神魂中响起。继续深入去找太虚古兽。陈志安平静回应。从目前的记忆碎片推测，柳千瞳应该暂时没有危险，那么他便能放心前往流沙岛深处。若能得到那头太虚古兽的一滴精血，自己手上的底牌又将强上几分。说罢，陈志安目光落在那些被万魂幡控制的战魁身上。这一次，于无天算是白白给他送了一批底牌。在莫九离与薛清慧二女惊讶的注视下，陈志安挥手一收，将所有战魁尽数收入自己的第二方小世界之中。你留下他们做什么？莫九离疑惑问道。这些可都是魔罗派的宝贝，若配合上我的万魂幡，那将是一张大杀牌，对付梦姬再合适不过了。陈志安笑着回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倒要看看，等哪天把这批战魁释放在梦姬眼前，那脸色能有多难看。虽说流沙岛表面灵气稀薄，但其内部危险程度远比想象中要高得多。陈志安一路前行，没走多久便遭遇数匹变异野兽。这些野兽虽凶，但毕竟肉体凡胎，在他手中并不难对付，挥剑之间便可斩杀。真正麻烦的是那些逃入此地的灵兽，一个个实力极其强横，皮糙肉厚，还带有异能，再加上那坚不可摧的兽体，即便是陈志安在不动用底牌的情况下，处理起来也颇为吃力。尤其是越接近流沙岛的核心区域，灵兽数量越多，凶性越强，好几次他都差点负伤。某处池塘边，灵树掩映下，陈志安悄然靠近，只见池水清澈，岸边蜿蜒卧着一条蛟蛇，浑身青灵闪烁，一看便知灵性十足。这是一条正在蜕变的灵蛟，它的头上角骨已显雏形，待到雷劫之后便可彻底化龙，修为也将迎来质变，届时几乎等同于真龙存在。陈志安心生警惕，尽量收敛气息，准备绕路而行。能不动手，最好还是不动手。然而他还是低估了灵蛟的敏锐。吼！一声咆哮震天动地，灵蛟骤然抬头，身形一动，尾巴猛甩，池中水刃如刀光剑影般斩来。陈志安脸色一变，强行运转护体灵力，双臂交错，硬扛水刃。轰！爆响如雷，水雾炸开，陈志安被震得倒退3步，双臂上留下2道浅浅血痕，虽不致命，却也疼得他直咬牙。奶奶的，我不招你惹你，偏偏还要找上我。陈志安眼神冷厉，彻底动了杀意。若这蛟真已化龙，他还会忌惮几分，但现在不过是个未化龙的准蛟而已。吼！灵蛟一击未果，反而被激怒，庞大身形腾空而起，闪电般扑来，蛟尾如鞭，撕裂空气。陈志安脸色一凝，迎面上赤手空拳，一拳轰出，砰！蛟头与拳头正面硬汉，轰鸣炸响，气浪横扫，周围古树枝折叶飞，场面骇人。陈志安被震退10余米，脚步踉跄，虽未受伤，但拳头一阵发麻。反倒是那灵蛟被这一拳轰得后退几步，满脸蒙圈，明显有些头晕。他摇了摇脑袋，再看向陈志安时，眼中多了几分忌惮与犹豫。他能活到今天，靠的可不是莽撞，而是谨慎。眼前这个人类，他无法看透。轰隆隆，
就在他犹豫不决之际，天空忽然乌云翻滚，电闪雷鸣，一股压抑至极的天威骤然降临。陈之安猛然抬头，神色肃然。原来如此。陈之安咧嘴一笑，一眼便看出来了，眼前这灵蛟居然要在此地渡劫。想要化身成龙，必须经历9次天劫，100年一次。眼前这条灵蛟应该已经经历了7次，这一次是第8次。怪不得灵蛟知道没把握还不跑，原来是渡劫在即，已至生死边缘。见此情形，陈之安反倒没急着出手。历经800年苦修，能走到第8次天劫的灵蛟也算因果皆至。若此时他突然出手，那与趁人之危又有何区别？关键是灵蛟能否度过天劫还另说，即便成功，也会直接陷入极度虚弱的状态，自己到时候再动手也完全来得及。好！灵蛟一双树眸紧紧盯着陈之安，嘴巴里不断发出嘶嘶的低吼声，像是在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放心吧，念你修炼800年不易，我不出手便是了。陈之安爽快地开口说道。活到这个年纪，他很清楚，像灵蛟这样的妖物已经通灵，肯定能听懂人话。我不出手，并不代表你一定能度过天劫，成功与否还得看你自己的命数。恰巧今日我也想瞧瞧，所谓的化龙到底是何等壮观。话已至此，那灵蛟似乎听懂了一般，再次嘶吼了一声，做最后的警告，却已没了任何与陈之安对峙的心思，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头顶的天穹之上。如今天劫已成，就算灵蛟不愿渡劫，也已经没有任何回头的余地。轰隆隆，雷声滚滚，黑云仿佛要压下来一般。在天道面前，即便是身长10米的灵蛟，也依旧如同蚯蚓一般渺小。眨眼之间，天雷滚滚落下，这一下就是几10道雷光齐降，哪怕陈之安在远处旁观，都能感觉到一阵头皮发麻。滚滚天威，以自身力量抵抗，无异于螳臂挡车，而灵蛟却只能用肉身硬扛。整整80道天雷，能否接下还是个未知数。等到第60道天雷落下的时候，灵蛟那坚不可摧的鳞片已然被彻底轰碎，鳞甲下的血肉模糊，精血横飞。哪怕灵蛟实力再强，依旧抵抗不住这天雷的恐怖威力。第70道天雷，灵蛟身上的血肉已经彻底绽开，能够清晰地看到里边的森森白骨。这才是第70道雷劫而已，后边还有整整10道，以他现在这个状态，恐怕凶多吉少。灵蛟似乎也知道这一点，痛苦的咆哮声此起彼伏，在池塘周围不断回荡。那声音中带着痛苦，也带着强烈的不甘，但他依然没有放弃。第79道雷劫落下，轰隆！天雷几乎在瞬间击穿了灵蛟那最后一丝妖力凝聚成的防护盾，准确无误地轰在他的身上。这一击直接击穿了灵蛟最后的意志，就连他那庞大的肉身都被轰出了一只血洞。他在南招架，从空中轰然落下，径直砸落地面，卷起一大片尘埃。只可惜天雷可不会给灵蛟任何休息的机会，下一击已经酝酿完成，再度朝他倾泻而来。最后一道天雷也许不是威力最大的，但却一定是持续时间最久、破坏力最强的一道。雷霆之力宛若实质，如同一道锁链从天而降，直逼灵蛟的身躯。只是此时的灵蛟仿佛已经失去了意识，瘫倒在地，再也没有任何反抗的动作。这么下去，除了被这第80道天雷轰成残渣，已然再无其他结局。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直在一旁观战的陈之安横空飞出，竟然以肉身接下了那道天雷。吞仙诀，吞噬之力瞬间发动，以陈之安的身体为中心，虚空中仿佛凝结出一只巨大的漩涡。那天雷原本直奔灵蛟而去，此刻却被陈之安强行拉扯而来，全部吞噬其中。源源不断的天雷之力往陈之安身上灌注，他一丝不漏，全部吸收。这灭世之威可不是开玩笑的，即便陈之安拥有吞噬之力加持，也瞬间被电得浑身发麻，险些被直接轰散。看到这一幕，差点失去意识的灵蛟猛然睁眼，重燃斗志。他强行榨干了体内最后一丝妖力，猛地冲向天雷，硕大的尾巴狠狠抽向那还未完全消散的雷霆。好！这一声嘶吼，仿佛是在诉说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豪迈与不屈。这一幕，陈之安都看在眼里，至少说明自己这次出手没帮错。若灵蛟烂泥扶不上墙，他不介意吸收完天雷后顺手将他斩杀，取走妖丹。可现在一人一蛟联手，竟生生将这第80道天雷接了下来。而灵蛟此刻也比起刚才更具龙行之姿。灵蛟轰然倒地，不停地喘着粗气，
全身上下剧烈起伏。神奇的是，他那遍体鳞伤的身躯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愈合，很快便恢复如初。除了鳞片颜色略浅之外，其余与先前几乎没有太大区别。这正是度过第8道天劫之后，身体所获得的惊人生命力馈赠。陈之安神情淡然，随手一挥，将身上残余的雷霆之力全部拍散，其余的天劫神雷早已被他尽数吸收，储存在了第2方小世界中。这等雷霆霸道无比，以陈之安当前的修为，想要彻底炼化，还需要不少时间才行。显然，现在并不是最好的时机。人类，你看我像龙，像蛇。恢复的差不多的灵蛟勉强直起身子，这一次，他望向陈之安的目光再无半点警惕与寒意，更多的是卑微、敬畏与感激。蛟化真龙，除了天劫之外，还有一步同样必不可少，那便是讨封。灵蛟完全可以等第9次天劫后再寻人讨封，如今提前开口，只怕是因为他已经将陈之安视为唯一的希望。讨封若成功，灵蛟修为大涨，根基稳固，成功迈过第9次天劫的可能性也将大大提升。可若失败，不但突破无望，甚至还可能修为尽毁，跌落境界。正因如此，陈之安才敢如此有恃无恐地替他接下天雷。我观你腾云驾雾，脚运雷电，分明9爪金龙是也。在灵蛟祈求的目光下，陈之安坦然开口，语气铿锵，毫不犹豫。此缘季节，他自当送佛送到西。做恶事成人之危，从来不是他的行事风格。再说了，他已收获天劫神雷，此番本就大有裨益，讨封之举不过是顺手为之，何必去得罪一头即将化龙的生灵？陈之安的声音坚定有力，如同对灵蛟的最后宣判。刹那间，天地规则齐动，浩荡的力量纷纷灌注而来，灵蛟全身冒出璀璨灵光，气息暴涨，已然有了真龙之威。龙吟声响彻山谷，灵蛟腾空而起，肉身再度退化，仿佛洗去尘垢，通体金光闪耀。多谢恩公。灵蛟口吐人言，朝陈之安低下了高傲的头颅，态度分外诚恳。若无恩公相助，今日我恐怕凶多吉少，重则魂飞魄散。话落，只见灵蛟吐出一口雾气，朝着陈之安迎风飘来。那雾气仿佛被某种力量束缚似的，不停地压缩凝聚，直到最后竟然化作了一颗晶莹剔透、流转七彩光辉的珠子。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灵蛟一身修为炼化而成的妖丹，如今竟毫不犹豫地送给了陈之安。还没等多言，已然幻化为龙形的灵蛟嗖的一声腾空而起，刹那之间便遁入云霄。此地只留下陈之安以及他面前那颗静静悬浮着的妖丹。这是他的妖丹，他把妖丹给了你，那自己该如何？莫九离满脸不解，声音中夹杂着难以掩饰的震惊。毕竟妖丹相当于灵兽命脉核心，若非特殊情形，绝不可能轻易相赠。他已经不需要了，从某种程度来说，他现在与真正的真龙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就连体内都已经开始凝聚属于自己的龙丹。陈之安淡淡解释，同时将妖丹轻轻握入掌心。若他能将此妖丹彻底吸收，修为境界少说也能一举突破至金丹3重天，这可是千载难逢的突破契机，陈之安又如何能不心动？甚至此刻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这次我帮了他，有这颗妖丹作为报酬，倒也不算白忙一场。只不过这后边的路便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如何。陈之安目光微动，看着遥远天边，那正是灵蛟消失的方向。亲眼目睹化龙渡劫，此等景象堪称惊世骇俗，哪怕是活到1000年的大能，也未必能见到一次。如今他见证了整个过程，已是大开眼界。然而，就在陈之安把玩着手中的七彩妖丹，犹豫是否现在就将其吸收炼化时，一阵突如其来的怪风骤然袭来，速度之快，竟让他都反应不及。不好！心头猛地升起一股强烈的危机感。陈之安正要收紧手掌，却骤然感觉手中已然空荡荡的，妖丹不见了。准确说，是在他眼前堂而皇之的被人抢走了。妖丹哪去了？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一眨眼就没了？难不成你吸收了？莫九离与薛清慧两女一头雾水，甚至都没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一脸茫然问道。陈之安脸色瞬间沉了下来，眸光如电，死死盯向虚空中某处无形的空间波动。好好，我还没动手找你，没想到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好得很。陈之安咬牙切齿，那声音仿佛是从牙缝里一字一句挤出来的，透着彻骨杀意。闻言，莫九离二女顿时恍然大悟。你是说太虚古兽抢的在哪？我们怎么什么都没看到？能让你们看到，
武霓裳也不至于会忌惮他了。陈之安冷哼一声，语气中带着几分讥讽。这话两女倒也没法反驳。武霓裳是谁？那可是修为直通洞虚境的巅峰强者，就连他都要忌惮的存在。他们这点修为，在对方面前恐怕连蝼蚁都算不上，连气息都感知不到的速度，他们又如何跟得上？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以这等速度，就算知道是他所为，恐怕也追不上吧。薛清慧心头发慌，若这种生物动了杀心，恐怕自己连死的方式都意识不到。哼，我还没动他，这畜生却主动找上门来，这是他自找的，怪不得我。陈之安冷笑一声，眼神冰寒彻骨。说话间，他体内吞仙诀瞬间催动到极致，身影闪烁，竟直接化作流光，追着那空间波动的方向而去，仿佛要与那太虚古兽正面对上。他这一举动之果决，直接把莫九离与薛清慧两女吓得一愣一愣的，几乎怀疑他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洞虚强者都忌惮的太虚古兽，他一个半步金丹，能拿他怎么样？这不是找死吗？可偏偏这一路走来，陈之安的找死举动还真不少，但每次都活下来了，而且还活得比谁都风光。也许他又能创造奇迹。陈之安此刻的速度几乎已达极限，甚至隐隐带上了空间跳跃的痕迹。太虚古兽本以为已然得手，早已放松警惕，可没想到身后竟突然有一道气息逼近而来。他心头骤然一紧，身形不由自主一滞，速度也因此慢了半分。也就是这半息的时间，陈之安悄然而至。孽畜，哪里逃？太虚古兽猛地转身，一眼就看到了身后紧追不舍的陈之安，当场都傻了。他怎么可能追得上来？一个连金丹都没结成的人类，竟然能和他比速度？你还敢追来？你就不怕本座一口吞了你？太虚古兽蛇身长翼，通体漆黑，鳞甲在光线下折射出七彩光辉，一双树瞳死死盯着陈之安，杀意若隐若现，凶威滔天。换作常人，恐怕早已吓得腿软尿裤，可惜他面对的是陈之安。陈之安非但不退，反而振臂高呼，声震长空：少废话，速速将妖丹还我，外加一滴你的精血，今日之事我便当从未发生过，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他声音如雷，气势如山，连太虚古兽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气势震得脑中一嗡。呵呵，想要妖丹也可以，前提是你得追得上我。太虚古兽冷笑一声，猛地一阵双翼，化作一道黑色流光，眨眼之间便消失无踪。这一幕把莫九离与薛清慧二女看得满脸问号。好歹是肉身强横、霸道至极的古凶兽，居然一句狠话不撂，扭头就跑。当然他们也只能眼前一花，连残影都没看清，那速度实在太快。陈之安冷哼一声，没有废话。先前一路追击，他早已摸透了这孽畜的底牌，不过是掌握了些微空间规则，便自诩速度无敌，简直可笑。他顺着气息一路追踪，身形辗转腾挪，最终在一处昏暗山谷中再次追上了太虚古兽。这一次换太虚古兽震惊傻眼，你怎么又追来了？他眼神都变了，语气中第一次出现了明显的不安。自己速度已经催动到了极限，甚至借用了空间错位，怎么还是甩不掉这个人类？这人到底是什么怪物？一介散修，何足挂齿？陈之安淡然一笑，双手负在身后，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越是如此，太虚古兽心中越发犯嘀咕，什么时候区区一个散修也能变得如此神鬼莫测了？方才那场化龙雷劫，别说是寻常修士，哪怕是他太虚古兽自己都没信心能接下最后那道天雷。可眼前这人类竟以肉身硬生生扛下天雷之威，甚至还能将那些天雷之力尽数吞噬吸收。光是这一点就已足够证明此人之妖孽，更何况他的速度居然还与自己不相上下。人类小子，本座与你无冤无仇，此番你若主动离去，本座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太虚古兽盯着陈之安，似欲从对方脸上看出些许端倪，但最终却依旧无功而返。前辈莫要说笑了。陈之安笑意不改，眼神却锋利如刀。你手里的妖丹本就是我的东西，现在让我转身离去，那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妖丹于本座而言颇有用处。太虚古兽干咳一声，语气却已不那么硬了。毕竟此事的确是自己先行不义，当着人家的面强行夺丹，如今却还想厚着脸皮让人息事宁人，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妖丹对我而言其实也可有可无，若前辈愿以一滴自身精血相换，那今日之事便就此作罢，可好？
陈志安说的风轻云淡，但他真正等待的正是太虚古兽这句妥协。妖丹确实能助他修为提升，可终究只是外物，增幅有限。而若能得到太虚古兽的一滴本源精血，那他的小世界将提前圆满。这对于修炼吞仙诀的他而言，是无比关键的一步进境。比起突破金丹境界，这才是最实在的机缘。一滴精血，太虚古兽挑了挑眉，语气中满是意外，显然没料到陈志安的要求会这么低。只要不死，精血随时可再生，付出不算什么。但这枚化龙妖丹却不同，它内蕴庞大的修为本源，还带着一丝化龙之后的气韵。气韵不同于境界，是无形之物，虚无缥缈，但若能将其吸收炼化，对未来的修行之路有巨大帮助，尤其是对太虚古兽这等凶兽而言，更是珍贵无比。也正因如此，太虚古兽才会铤而走险，冒着暴露的风险强行出手抢夺。否则，以他往日的谨慎，绝不会贸然在修士面前露面。你要我精血作甚？太虚古兽语气转冷，与莫隐含警惕。庞大的蛇躯悄然绕开，欲将陈志安四面包围，封住他的所有退路。这一幕，哪怕陈志安再迟钝，也岂会看不明白？堂堂太虚古兽对付我一个小小人类，还要使这等下三滥的手段，真是可笑之极啊！陈志安冷笑，袖袍一挥，几道凌厉的剑气轰然斩出，破开空气，在太虚古兽那厚重的鳞片上激起一阵刺眼火花。这家伙的护体鳞甲简直坚不可摧，仿佛天生披着一层战甲，寻常攻势根本无法破防。现在才发现，晚了！太虚古兽陡然暴喝，张开血盆大口，骤然扑向陈志安。你叫陈志安是吧？消息早已传开，若能将你吞噬，对本座修为大有裨益。你的天赋就让本座笑纳了吧。话音未落，太虚古兽已然化作黑影扑来，速度之快，尽快的连空气都发出爆鸣声。可即便如此，他依旧扑了个空。陈志安身影一闪，竟直接遁入小世界之中，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即便太虚古兽略懂空间规则，也根本察觉不到陈志安消失的轨迹，哪怕是临时扫遍，也毫无收获。不可能，这小子怎么跑的？太虚古兽满脸惊愕，在原地来回搜寻。然而陈志安的气息也在瞬间消散，连丝毫痕迹都未曾留下。此刻，小世界之中，陈志安脸色难看至极，站在虚空之上，望着外界那仍旧盘旋不去的太虚古兽，沉默不语。这畜生至少也是化神级别的凶兽，你现在的实力与之周旋，简直就像在刀尖上跳舞。莫九离脸色也不太好看，声音里满是忧虑。此次能够成功逃脱，完全是因为对方没有防备，纯属出其不意。可若是下次太虚古兽直接封锁四周空间，那哪怕他的小世界再神妙，也根本没机会施展。要不算了吧，我们再找其他材料，未必非要冒这个险。薛清慧轻声提议，语气中透着心疼。他们都明白，陈志安只有一次机会，一旦失败，那等待他的就是神魂俱灭的结局。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不试试看，怎知有没有希望？陈志安长出一口气，眼神却逐渐变得清明且坚定，情绪也归于平静，恢复了以往那种仿佛什么事都没放在心上的模样。他没有多说一句，也不等二女劝阻，下一刻，整个人已再次出现在峡谷之中。看到陈志安再次现身，太虚古兽顿时勃然大怒：本座面前还敢耍花样？乖乖束手就擒，我还能让你少受些皮肉之苦。话音刚落，太虚古兽身形暴起，再度扑向陈志安。一人一兽，一逃一追，将近一炷香的时间过去，太虚古兽几乎用尽手段，却连陈志安的衣角都没碰到。直到最后，他终于泄了劲，干脆停在原地，双目死死盯着陈志安，喘着粗气。陈志安也没说话，只是隔空瞥了一眼他，眼神中那一抹轻蔑与戏谑，简直叫人牙根痒痒。那副欠揍的表情，险些把太虚古兽气到爆炸。可陈志安就像一条滑不溜手的泥鳅，每次都能从他眼皮子底下神秘消失。哪怕是速度再快，哪怕力量再强，他依旧奈何不得。到了这一步，双方已然陷入焦灼，谁也奈何不了谁。前辈，何必苦苦相逼？陈志安终于开口，神色淡定如水：你帮我，我帮你。长生大道，难道非要刀兵相见不可？你懂个屁！太虚古兽暴怒，咬牙切齿，为求长生，不择手段。你们这些小娃娃，懂什么大道？或许我不懂。陈志安语气平静，可我懂你身上的八阵锁魂术。他声音不大，却仿佛一柄重锤砸在太虚古兽的心头。起初他也不敢确定
但经过这几轮交手，他几乎可以断定，这头太虚古兽多半是中了咒术，其修为被困死在化神层次。否则，以他的肉身强度、速度，再加上空间规则的掌握，怎可能只是化神？至少也该是洞虚之境的凶物。不仅如此，他攻击手段极其单调，空间规则更是用的生涩，这一切都太异常了。唯一的解释是他根本发挥不出全盛时期的战力，而这十有八九就是咒术封锁所致。明显，这太虚古兽是中了后者。话到此处，太虚古兽的眼神已然发生了变化。他没想到陈志安居然能看出自己身上的秘密。不过，就算如此，也还不至于成为他信任对方的理由。本座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太虚古兽沉声道，语气里多了几分心虚。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陈志安一笑，语气淡淡，对方的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一颗胶丹，功力虽有，却根本无法助你破开封印，否则八阵锁魂也不会困你至今。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前辈还不明白吗？陈志安的话一字一句，掷地有声，直击太虚古兽内心最深处。他又何尝不知道？可除此之外，他确实别无选择。让他向人族求助，那与自投罗网有什么区别？我能帮你，还是那句话，我只需要一滴精血，甚至连这颗妖丹也可以赠与前辈。先前之事，我一概既往不咎。陈志安说的坦然，也算是诚意十足。你真有办法？太虚古兽终于松口，语气中带着一丝急切。他已经等得太久，如今机会近在眼前，哪怕陈志安是骗他的，他也要赌一把。更何况，一个连金丹都未结成的人类，能掀起多大风浪？真动手也伤不了他化神的根基。有这样的实力差距做底气，太虚古兽自然稍稍放下心来。自然，陈志安淡然点头。你如何证明？太虚古兽又问。光凭几句言语，他是绝不可能轻信于人的，至少得看到实实在在的证据，再下决断。我若记得不错，前辈肉身7寸处正是咒术的法眼所在，而且伤势极重，哪怕几百年过去了也没有愈合，平日里常伴剧痛，那就是咒术反噬的表现。此言一出，太虚古兽的瞳孔猛地一缩，神情再度震动。这是几乎可以说是他最大的秘密，从未向任何一个人或妖提起过。可陈志安既然张口就道破，怎能不让他震惊？八阵锁魂虽然不会直接耗尽前辈寿命，但却极度折磨身心，还会彻底限制修为，令你无法再进一步。否则，以你这样的本事，又怎会窝在这小小的流沙岛上苟延残喘？陈志安接着说道，语气不紧不慢，却句句直中要害。他知道这番话已足够令太虚古兽动摇，只要他还想摆脱封印，还想解咒，那这一滴精血自己是志在必得。而且如果能趁机再挖点其他好处，那就更是意外之喜了。八阵锁魂术虽为古咒之术，却并非不可破解，只要知晓咒法构造的本源逻辑，就算是一个炼气修士也能将其破除。陈志安话锋一转，语气骤然变得轻描淡写。但我猜你应该一直找不到真正懂这门术法的人吧？这世上了解八阵锁魂之人本就稀少，前辈应该也不例外。说完，陈志安没有再多言，而是沉默地注视着太虚古兽。沉默良久之后，太虚古兽终于长长叹了口气，低下高昂的头颅，目光不再凶厉，语气中多了几分卑微与渴望。还请道友出手相助，此情此恩，我太虚古兽毕生铭记，不敢忘怀。几百年来，他一直被这八阵锁魂困在化神巅峰，身心俱疲。如今大限将至，若还不能破解，自己终将化为流沙岛上的一堆白骨。谁不怕死？哪怕是千年的凶兽也不例外。谁又不想长生？即使是灵兽。话音落下，太虚古兽果断献出一滴精纯本源精血，甚至连之前强夺来的那颗妖丹也一并奉上。妖丹与精血同时飞落在陈志安面前，他也不推辞，当即收入囊中。为一尊化神大妖解咒，收点报酬不过分吧？爽快！陈志安点头一笑，接着说道：不过晚辈还有一事相求，此事对前辈而言应当轻而易举，解咒需要时间，也需要些准备。这不是晚辈想占便宜，若前辈不愿，我也绝不会强求。太虚古兽略一沉吟，旋即点头答应。别说一件事，就算10件、100件，只要你真能为我破除封印，我太虚古兽若能做到，绝无推辞。他语气中满是真诚，哪还有半点高高在上的姿态？能逼得一尊化神凶兽低头，可见这八阵锁魂之术确实可怕至极。
那我便多谢前辈成全。陈之安随后说道：“出万寿山脉往西行千里，有火魔教，其中一人名为鸠摩天，近日刚刚突破元婴。前辈只需取他性命，回来之后，我便替你解咒。”闻言，太虚古兽爽快应下：“一个元婴，杀他如屠鸡。等我。”他甚至不愿耽误片刻，说完便身形一展，化作流光远去，速度比先前还快了几分。目送其远去，陈之安这才回到小世界之中。此刻，妖丹与精血在手，又不费一兵一卒，陈之安的嘴角也露出了少见的笑意。莫九离与薛清慧两女始终都看在眼里，此刻看陈之安的眼神已然带上几分敬畏与复杂。这男人到底还有多少是他们不知道的？怎么？你们这是什么眼神？陈之安回头，有些好笑地望着二女：“你那老蛇就这么被你骗了？”莫九离第一个开口：“骗？我什么时候骗他了？”陈之安一愣，随即笑了：“还说不是骗？那什么八阵锁魂术，连化神大妖的修为都能封印，你能有什么办法解开？”莫九离撇嘴，显然对陈之安的说法充满怀疑。太虚古兽信，那是他自己单纯，谁说我没办法？我要是真的胡说八道，难道不怕他反噬我？你当我没脑子？陈之安轻笑一声，显然并未打算继续解释下去。眼下时间宝贵，他必须尽快提升修为。解咒虽然确实有法门，但若自己能率先突破金丹境界，成功率将大幅提高。更重要的是，还能趁此将第二方小世界的空间之力补足。如今他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容浪费。太虚古兽这一去就是整整10天，连陈之安自己都略感意外。按理说，化神修为杀意元婴，弹指可灭，哪需要这么久？难不成出了什么变故？这10天里，陈之安不仅顺利凝结金丹，而且结成的还是极品仙品金丹。而借助这10日的厚积薄发，他一举踏入金丹3重天。而这还是他压制之后的结果。若毫无保留的突破，最少也能冲上金丹第5重。哪怕如此，也已经把莫九离和薛清慧两人吓了一跳。看着陈之安，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妖孽！”与此同时，那滴太虚古兽的精血也被他顺利炼入第二方小世界之中。如今小世界已彻底稳定，方圆千里，灵气浓郁，堪称完美。修为大涨，宝物到手，只剩太虚古兽尚未归来。但流沙岛终归不是久留之地，是时候该离开了。陈之安望着天边，喃喃自语：“离开？那太虚古兽的诅咒呢？”莫九离好奇地问道：“终究的又不是我，只要八阵锁魂术1日未解，他自然会找上门来。以太虚古兽的本事，这点事对他而言并不难。”陈之安轻笑，神色自若：“那可是化神大妖，怎么可能轻易出事？现如今该担心的应该是陈之安他自己才对。你说那大傻蛇会不会被宰了？毕竟鸠摩天那人诡计多端，手段更是层出不穷。”莫九离狐疑道：“不然为何太虚古兽一去就是整整10天，到现在都音讯全无？”“不会。”陈之安淡然开口，化神境与元婴境之间相差何止108000里，不论你使出什么手段，在绝对的实力面前，皆不过是螳臂挡车。说罢，陈之安先一步离开了小世界，走出面前的洞府。然而刚踏出洞府，还未来得及辨清方向，几道冷箭便骤然袭来，嗖的一声划破虚空，直取要害。若不是陈之安反应够快，及时扭身躲开，恐怕就要当场重伤。雷鸣和梦姬这2个家伙还真是阴魂不散，他才刚准备离开，就被他们堵上了门。不过如今的陈之安已是今非昔比，哪怕面对雷鸣2人，也依旧从容不迫。脚踏灵动身法，速度在刹那之间提升至极限，眨眼便拉开将近100米距离。果然是你，陈之安，真没想到你竟然躲在这儿。雷鸣大笑，眼中恨意滔天。他如今虽然重新接上了一条手臂，但那不过是后天重塑，终究不如原来的顺手，修为也受损严重，想回到巅峰几乎不可能。陈之安眉头一皱，自己不过刚刚露面，这2人就像长了眼睛似的追了过来，未免太巧了些。似乎猜到了他的疑惑，梦姬冷笑着说道：“好奇我们怎么找来的？当初于无天给你种下的魂印，如今落在我们手中，除非你化成灰，否则我们照样能找到你。”“哼，你们就不怕这地方是太虚古兽的地盘？”陈之安冷哼，眼神中透出警惕之意，死死盯着面前2人。魂印是每一个火魔教弟子身上都会被种下的标记，没想到于无天竟然连这都出卖给了梦姬。10日前，太虚古兽
就已经离开了万寿山脉，你真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雷鸣冷笑，显然不吃这一套。今天杀你之前，先把你手里的万魂幡交出来。真没想到柳千桐竟然会把这等仙宝交给你。不用问，万魂幡的事也多半是与吴天泄的密。看样子你是忘了自己那条手臂是怎么断的了，如今装了个假肢，又敢在我面前嚣张。陈之安冷笑道，上一次自己能让他断臂，这一次自然也能让他尸骨无存。哼，今天我就杀了你，为断臂之仇血债血偿。你以为自己这次还能逃得掉？提到断臂之痛，雷鸣咬牙切齿，眼中机欲喷火。正是因为陈之安，他不仅修为大跌，还影响了日后的突破。今日若不杀他，雷鸣只怕道心难稳，是吗？既然如此，那便请二位尝一尝这万魂幡的滋味吧。陈之安右手一翻，一掌推出，漆黑的万魂幡顿时出现在掌中，周围温度陡然下降，一股阴风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打了个寒战。然而雷鸣与梦姬却不为所动，反倒脸上浮现出几分不屑的神色。万魂幡虽是仙宝，可也得看人用，以你的修为，不过是暴殄天物罢了。梦姬冷哼一声，一抬手击出一面黑色令旗。此旗是他的灵器，虽不及万魂幡等级，却经过多年祭炼，加持自身修为之后，威力同样不俗。嘴上虽然不屑，但二人却并未大意，毕竟前车之鉴犹在眼前。他们也知道，必须速战速决。此地毕竟是太虚古兽的地盘，一旦那千年大妖突然归来，别说陈之安，他们两个也得全军覆没。阵起！梦姬率先出手，令其一挥，无数战魁自地面炸裂而出，比起上次显然更强一筹。这些恐怕便是他此次的底牌。更可怕的是，此番梦姬还带来了不少摩罗派的高手协助，显然早有准备。顷刻之间，陈之安被彻底围入杀局，杀机密布，稍有不慎便有性命之忧。不错，摩罗派的战魁你倒是玩得炉火纯青，看来你这个宗主多少还有点本事。陈之安微微点头，目光略带赞赏，但神色依旧不见半点慌张。随即他也抬手一挥，万魂幡高高扬起，悬浮在空中，散发出淡淡紫光。动！虚空之中仿佛被洞穿了一般，一道道漆黑的战魁仿佛潮水般自中涌出，密密麻麻，遮天蔽日。这不可能！你哪来的战魁？这些分明是我摩罗派的傀儡。梦姬惊怒交加，脸色巨变。要知道，摩罗派炼制的傀儡，每一具都种下了独有的宗门印记，哪怕别人夺去，也无法驱使。可现在，眼前的战魁不仅能动，甚至听从陈之安的号令，宛如必使。更离谱的是，数量之多，已然远超梦姬的预估。这些战魁还得感谢于吴天。陈之安淡淡一笑，眼神中带着一丝玩味。若不是他，我上哪儿寻这么大的机缘？这话差点没把梦姬气吐血。这些可都是摩罗派的心头血，结果如今竟成了陈之安的嫁衣。我要你死！梦姬怒不可遏，立即联手摩罗派众人，指挥傀儡群发动总攻。可惜他们的战魁虽强，可在陈之安数量堆叠与战术碾压面前，顷刻之间便被撕成碎片。最诡异的是，被撕裂的战魁竟然能在万魂幡的加持下迅速重组，只要不是被轰成齑粉，他们就能无限复活，再度投入战斗。万魂幡恐怖如斯。不过十几个回合，梦姬带来的摩罗派高手已个个重伤吐血，身上伤痕累累，狼狈不堪。他们怎会料到，一辈子炼制傀儡，如今竟被陈之安反将一军？没想到摩罗派一辈子玩阴，终究被阴抓瞎了眼。越打越心惊，梦姬的脸色已经难看到极点，手中的底牌几乎耗尽，可陈之安却依旧游刃有余，进退自如。那几个摩罗派的高手更是险些命丧当场，再这么打下去，输只是迟早的问题。回想之初，陈之安还只是个被他追得四处逃窜的小角色，如今却成长至此，强横到足以与他硬汉。这才过去多久？早知如此，当初刚踏入万寿山脉时，就该一脚将他踩死，绝不能留这等祸根。可惜世间没有后悔药可吃。陈之安，今日我必杀你！梦姬不敢再有半点犹豫，谁知道这小子身上还有多少底牌没出？一身修为全面爆发，金丹后期的境界不容小觑。梦姬周身灵气翻腾，衣袍无风自动，猛地朝陈之安冲杀而来。其速度之快，仅仅一瞬便已抵达陈之安面前。大言不惭！若是从前，陈之安或许会选择退避三舍，可现如今他早已今非昔比。
他目光冷冽，毫无惧色，反而迎面冲上。虽然在修为上略逊孟姬一筹，但已不似过去那般难以抗衡。两人同为金丹，一交手竟打得难分上下，陈之安丝毫不落下风。数个回合下来，孟姬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他从未想过与陈之安交手会如此吃力，几次交锋，他甚至险些被剑锋命中要害。若非他反应快，此刻恐怕已经魂归天外。他可是摩罗派宗主，当代修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居然被一个晚辈逼到这般狼狈。摩罗派落到你手里，也算寿终正寝。陈之安一甩长袖，一剑逼退孟姬，目光平静，语气平淡，仿佛一切尽在掌控中。不可能，你居然结丹了！孟姬震惊无比，望着陈之安的眼神写满不可置信。这才过去几日，他怎么可能突破得如此之快？从筑基到金丹，看似只是一境之差，却是天与地的分界，无数修士终其一生都难以迈过。连他孟姬当初也耗费了整整10年，才侥幸踏入金丹门槛。而眼前这少年，凭什么？侥幸而已，区区仙品金丹，不提也罢。陈之安一笑，话语平静中带着几分不屑。这句话一出，孟姬的嘴角忍不住抽了抽，脸色更加难堪，几乎黑得能滴出水来。金丹分1至9品，品阶越低则质量越高，其上更有圣品、仙品、神品。陈之安虽不是最顶尖的神品，但仙品金丹已属万中无一，是千年难遇的修真奇才。反观他孟姬，当年也不过勉强凝出5品金丹，这也注定了他未来最多止步元婴境。想要在长生大道上登峰造极，至少也得是3品金丹起步。这不可能，绝不可能！仙品金丹出世，怎么可能毫无异象？一旁尚未出手的雷鸣忍不住质疑，语气中透着怀疑。仙品金丹出世，天地必有异象。可惜当初陈之安是在他的小世界中闭关突破，所有天象都被隔绝了，旁人又怎会察觉？莫九离和薛清慧对此最清楚不过，可他们自然不会出声解释。要打就打，哪来那么多废话？陈之安懒得和他们废话，左手扬起万魂幡，右手持剑，气势如虹，直逼孟姬。他要趁现在解决一个，先杀孟姬，再考虑雷鸣。以他目前的实力，单挑一人还可应付，若再拖下去，被2人合围，反而不妙。这一瞬间，孟姬分明感受到了一股森冷杀意扑面来，即便是他，也忍不住心中一紧。这种压迫感，他只在武霓裳与柳千桐身上体会过。不好！意识到不妙，孟姬正要出手抵挡，却见寒光一闪，锋锐剑气已然直逼面门。无奈之下，他只得咬牙格挡，一身修为全力运转，同时祭出压箱底的护体灵气金丝玄武甲。叮！火星四溅，哪怕是玄品灵气，也被陈之安的剑气划出一道浅浅的白痕。孟姬急忙飞退，心惊胆战之间，心中竟然升起了退意。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陈之安有能力杀了他。雷鸣，你还在等什么？难不成要我请你动手不成？速速与我联手，将他拿下！生死当前，孟姬也顾不得什么面子尊严，急忙向雷鸣喊话。雷鸣脸色凝重，他自然也看得出来，陈之安如今修为大涨，战力惊人，更何况自己心中早已有了阴影，上次的断臂之痛仍记忆犹新。但现在若联手，未必没有胜算。再不借，等情势不妙，再推便是。可陈之安早就做好了准备，他猛然一挥万魂幡，无数战魁从虚空汹涌而出，如黑潮一般朝着雷鸣扑去。虽然这些傀儡单体不敌雷鸣，但凭借庞大的数量，也足以拖住他。就算一具具砍碎，雷鸣也得花费不少时间清理。而这一切正是陈之安想要的结果。孟门主，现在没人打扰我们了。陈之安嘴角含笑，右手持剑，杀意渐浓，眼神锋利如电，目标锁定孟姬。咕噜，孟姬咽了口唾沫，只觉头皮发麻。失策了，他孟姬纵横修界数十年，居然今日在陈之安手中翻了船。陈之安，别太得意，就算1对1，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孟姬怒吼，咬牙挥起，令其画枪，绝境之下奋起反扑。他的枪法确实不俗，算得上除傀儡术之外的又一手段，枪影翻飞，气势汹汹。然陈之安手中的剑更快、更准、更狠，4纵4横，步若惊云，3剑逼退，4剑封喉。短短数招，孟姬便手忙脚乱，破绽百出，直到剑光划破气流，剑尖抵喉，孟姬甚至都没来得及反应。太慢了，同为金丹，你
太弱。陈之安眼神冷冽，俯视梦姬，剑尖只差一线，便可夺命。你不能杀我！梦姬声音颤抖，这一刻，他真正体会到了绝望的滋味。不论他如何反抗，终究敌不过陈之安手中的剑。我乃武霓裳弟子，你若杀我，师尊绝不会放过你。陈之安懒得听废话，反手扣住他的天灵盖，吞噬之力骤然发动。这一次，他毫无留情，强行剥夺记忆，摄取神识。一股难以言喻的剧痛瞬间席卷全身，梦姬七窍流血，痛不欲生，连哀嚎都发不出来。良久之后，陈之安停下动作，脸色已然阴沉至极，杀意如狂风席卷，令天地为之色变。若不是他还保留了一丝理智，此刻梦姬恐怕已经身首异处。说，你们把柳千桐怎么了？陈之安怒吼，声震四野，杀机彻骨。方才陈之安分明从梦姬的记忆中看到了柳千桐被抓的画面。就算梦姬与雷鸣实力不敌，可他们背后还有武霓裳撑腰，而且出手擒下柳千桐的居然是那仙云之冠。呵呵，早在半个月前，柳千桐就已经被送去千机门了，现在估计已经与千机门掌门结为道侣了。你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哈哈哈哈！千机门掌门，千机老祖，那老王八蛋垂涎柳千桐已久，这在陈之安还在圣宗时就是人尽皆知的丑闻。如今再加上武霓裳从中推波助澜，竟连自己弟子的安危都不顾，做出如此行径。陈之安心头杀意滔天，双拳紧握，骨节咔咔作响。你敢杀我，师尊绝不会放过你！你也得死，你也得为我陪葬！梦姬嘴角溢血，眼神中透着疯狂，怕到极致，反倒显出几分垂死挣扎的风骨。好，既然你这么想死，那我便成全你。剑光乍起，剑花如瀑，梦姬四肢经脉被一一挑断，如今能动的只剩下一颗脑袋。吞仙诀，吞噬之力。下一瞬，梦姬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她能清晰感受到自己全身的寿元与修为正被活生生剥离，那种如敲骨吸髓般的痛楚深入骨髓，直达神魂，换谁来都无法承受。随着吞噬之力发动，梦姬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苍老，黑发转白，面皮干瘪，整个人奄奄一息。他原本还幻想着借武霓裳的名头来震慑陈之安，让其投鼠忌器，结果却事与愿违。你难道真的不怕死吗？你杀了我，走不出万寿山脉的。此时的梦姬已是进的气多，出的气少，气若游丝。陈之安这家伙背靠武霓裳，可是真正的正道巨擘啊，三思啊！莫九离连忙劝道：“师兄，莫姐姐说的对，留他一命吧，没必要把事做绝。”薛清慧亦是担忧劝说。然而陈之安神色冷峻，丝毫不为所动。我不杀他，一正一邪，难道就真能两立不成？此话一出，莫九离与薛清慧顿时沉默，闭口不言。他们早就清楚，陈之安一旦做了决定，就算是10头牛也拉不回来。更何况这次牵扯到的是柳千桐，陈之安不会停手。你不能杀我！梦姬虚弱至极，声音已然沙哑，几乎没有气力再说话。眼看陈之安无动于衷，他终于彻底慌了。现在才怕？陈之安冷笑，吞噬之力再度加大。我还是喜欢你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继续保持。停下！我有办法助你救人。梦姬浑身战栗，再无半点倨傲，有的只是对活命的渴望。无所谓。陈之安杀意凛然，我会杀了千机那老狗，救出童儿，谁也拦不住我。雨落，吞噬之力彻底爆发，仅一息之间，梦姬神魂俱灭，魂飞魄散。100年修为悉数化作陈之安的养分，现场只余下一具干枯骨架，死状凄惨。他到死，脸上都写满了惊惧与绝望，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陈之安随手一挥，将那具枯骨丢到一旁，连一眼都懒得多看。别的不说，单是梦姬这一身修为，便足以令他突破一小重天。不过还有一大半修为来不及炼化吸收，陈之安已将其全部收入小世界，留待日后慢慢精炼。此刻当务之急是救人。他回头看了一眼，却发现雷鸣早已不知何时逃得无影无踪。一个胆小如鼠的家伙也配与他斗？陈之安自然没了追击的兴趣。他迅速朝流沙岛外疾行，仅用半炷香功夫便已抵达湖海边缘。目前为止一切尚算顺利，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陈之安即将离开之际，一道绝美的身影突然挡在了他
他前路之上。二人隔空对峙，陈之安脸色顿时阴沉下来。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他曾2度出手相救的武霓裳。这一幕落入莫九离与薛清慧眼中，两女不由自主地将心提到了嗓子眼。许久不见，你又变强了不少。武霓裳率先开口，眼神中流露出几分真切的惊讶。如此短时间内接连突破，他见过无数天才，也不得不承认，陈之安是其中最妖孽的一个。你想如何？此刻的陈之安眼中再无半分迷恋，亦未被他的美色所动。所谓千人千面，每一个人看到的武霓裳都会是心中最完美的模样。可现在他根本无心欣赏，他只想去救人。随我来。武霓裳淡淡吐出3个字，语气平静，不带丝毫波澜。说罢便转身朝湖心深处而去。陈之安只能紧随其后，以武霓裳如今的修为，他哪怕想逃也逃不掉，更何况想把他拉入小世界，根本做不到。他已迈入洞虚之境，能沟通天地规则，若论境界，早已是天地同寿层次，已非寻常修士能抗衡。小世界的规则在他面前如同虚设，根本无效。陈之安跟随武霓裳踏入虚空，在睁眼时已然置身于一处古香古色的房间内。坐。武霓裳轻语，坐在茶桌前，姿态从容，亲手斟茶泡茶。他相信陈之安是聪明人，心中应当明白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能做。这就是你对待自己救命恩人的方式。陈之安冷笑，轻点茶杯，茶盏瞬间碎裂，茶水洒落，发出滋啦一声交响，随即升腾起一缕青烟。堂堂洞虚强者，对付我一个金丹小辈，也要用这般手段。他神情冷峻，即便面对洞虚强者，亦毫不退缩，从容不迫。连武霓裳都有些意外，竟没能从陈之安眼中看出丝毫慌乱。不得不说，若不是为了等那人，你早已让我心动。武霓裳轻笑，美得令人心醉神迷。只可惜，你终究不是他。我身有心魔，为了长生道的突破，也为了有朝一日等到他，我必须这么做。将你炼成道丹，助我冲击河道境，一路无阻，莫怪我。武霓裳说的坦然，毫无隐瞒。他的修为已不需要对一个金丹修士讲道理。好一个心魔，好一个以人炼丹，你们正道比魔道更魔。陈之安仰天大笑，彻底对他死心。他骤然结印，猛地喷出一口心头血，一缕虚影破体而出，速度之快，连武霓裳都未曾反应过来。那虚影直奔他体内，破防而入。你做了什么？轰！气息爆发，陈之安被瞬间震飞出去，肉身砸在墙上，再次吐出一口鲜血。即便受伤，他依旧笑出声来，眼里没有丝毫惧色，有的只是得手后的笑意。这天下便只许你炼我为丹，不许我略施小计。这到底是……武霓裳搜遍全身，眼神里第一次出现了惧色。当他看到小腹处的那一团火种时，眼神都不由出现了一阵恍惚。那是深情蛊，毒发时唯有与施术者双修方可缓解，一经种下，除非施术者解除，否则再无他法。别说洞虚，就算日后的河道乃至成圣，也经受不起深情蛊毒发的折磨。此毒发作堪比万古噬心，虽不致死，却极其难受。陈之安早就知晓，其他任何的毒咒在此等实力差距面前，都不如深情蛊来的无解，来的措手不及。关键千百年，武霓裳一直在等待他的真命天子，为此守身如玉，这几乎是原则。而如今种下深情蛊，便是对其最大的侮辱，伤害比起杀了他还要大。你找死！武霓裳双眸杀意凛然，右手一抬，便朝着陈之安的脖颈抓去。只不过事到如今，陈之安又怎会怕他？手里掐动法诀，深情蛊毒发。瞬间，武霓裳的惨叫响起。刚才还威风凛凛、杀人无形的洞虚强者，此刻却如同普通凡人，趴在茶桌上，再无一丝力气。而陈之安自然不可能停下手里的动作。深情蛊已中，自然得让武霓裳知道，现在谁才是主人，不然下回他还敢杀自己。以往高高在上的武霓裳，在深情蛊作用下，早已不复存在。他脸色潮红，双腿并拢，双手一上一下，各司其职，身体在不自觉地打颤。甚至他还主动望向陈之安，媚眼如丝，目光游离。他想干什么？莫九离二女看得脸色羞红，尤其是莫九离，他对武霓裳现在这种状态深表理解，自己好歹也是过来人。与二女不同，陈之安现在甚至连解释的时间都没有。武霓裳是女人，更是洞虚境的强者，
自己现在跟在太岁头上动土没什么区别。不想死，那便绝不能留手。眼看自己距离陈志安越来越近，一双玉手甚至不自觉地朝着陈志安的身体探去。武霓裳的理智越来越模糊，他终究忍不住了。陈志安，今日之事就当没发生，我放你离去，你不能。不可。武霓裳说话之时，甚至还带着娇喘，早已情难自已。如他这般天下独一等的仙子，别说陈志安，就算圣人来了，都抵不住诱惑。你怕了？陈志安笑着开口，如今攻守一行，主动上前。就在刚才，武霓裳都还想杀自己，陈志安救他2次，如今收点利息不过分吧？双手游离，武霓裳心中痛呼，身体却舒畅得很，千百年的守身如玉，似乎要在这一刻爆发一般，身体不停地颤抖。你敢碰我，我不会放过你的。换作平时，武霓裳这番话或许还有作用，可现在从他嘴里说出，不像威胁，反而更像挑衅。陈志安没有回话，呼吸也变得厚重了许多，怒火与欲望交织，就算神仙来了，也没法保持理智。衣衫褪去，一具雪白的娇躯呈现眼前，武霓裳只能凭着最后的理智，双手抱在胸前，娇媚的眼神中多了几分屈辱。即便陈志安阅女无数，今时今日也依旧愣在原地，此等绝美风景，还真是世间仅有。我就算死。残存的理智让武霓裳选择以自爆也要守住贞洁，只是他终究慢了一步，陈志安瞬间出手，封住了起点穴位。若平时，陈志安自然办不到，但现在蛊毒发作，加上陈志安的手段，武霓裳早已无比虚弱，哪还有反抗的力气？我救你2次，你却打算杀我，恩将仇报，今日我便讨些利息。陈志安冷笑，目光贪婪地欣赏着面前的一切。我就连死都不行吗？武霓裳红唇微起，眼角早已被泪水打湿，这般屈辱，他何曾受过？哼！事到如今，即便你死，清白也守不住。陈志安再道，身形却靠得越来越近。你无耻！武霓裳再骂，只是没等话音落下，守了1000年的清白，终于在这一刻落下帷幕。一开始的痛感迅速遍布全身，即便武霓裳的内心再抗拒，也没法反抗身体的反应。怒火仿佛在这一刻彻底熄灭了一般，武霓裳不由自主地迎合陈志安，甚至愈发激烈。随着时间流逝，一切仿佛都水到渠成，甚至到后来，武霓裳把握主动，房间里的香艳足够让任何人血脉喷张。这恪守1000年的清白，仿佛化作了这一刻的助燃剂。事已至此，武霓裳倒也少了抗拒，多了享受，甚至比起陈志安来，都还要疯狂不少。一开始，陈志安或许还有报复心态，可到了后来，连他都沉浸其中，无法自拔。这可是世间一切男子的追求，如同神仙一般的存在，如今就在自己身上辗转腾挪，那种成就感无与伦比，征服于前所未有的满足。比起柳千瞳、莫九离，眼前的武霓裳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看似风平浪静的表面下，却深埋着波涛汹涌、致命漩涡。守身1000年，冻如寒冰，此刻冰雪化开，却如那春江般滔滔不绝，热烈且疯狂。待到一切发泄结束，陈志安也总算冷静了不少。如今看似一切不可收拾，但陈志安知道，一旦双方冷静下来，武霓裳肯定会第一时间要了自己的命。若不抓住机会，到时候自己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一尊洞虚境的鼎炉，放眼这方世界，只怕都没几人能拥有吧。疯狂吞噬修炼，陈志安接连突破，一下子步入金丹后期，来到了第8重天。此等突破，不可谓不享受，甚至还没有任何后顾之忧。陈志安从未觉得双修如此欢愉过。不过此番享受不得沉沦，想要活命，必须得趁着武霓裳虚弱，提前抽身。这可是洞虚境的强者，在没有对等实力的前提下，陈志安能不怕？待到一切尘埃落定，陈志安早已逃出湖海，隐身遁入万寿山脉的深处林野之中。从万寿山脉赶赴千机门，至少要3日路程。况且这山脉本就辽阔异常，想要顺利走出去也并非易事。如今陈志安心中牵挂着柳千瞳的安危，心急如焚，全程动用全部力量赶路，不惜灵力消耗，终于在1日之内抵达千机门外围。千机门坐落于一片幽深山脉之中，四周古木参天，绿意苍茫，比起万寿山脉，这里的植被更加茂密高耸，宛如一片尚未被开化的原始森林。人在其中，不过仿若蝼蚁，显得异常渺小。千机老祖实力强横，据说已经踏入化神境，你真有把握能对付他？莫九离在一旁轻声提醒，语气中夹着担忧。是真是假，试试便知。
陈之安淡然道，神色坚定。别说化神，就算是洞虚，他也得去闯上一闯。因为柳千桐还在那里面，这便是他无可退却的理由。真羡慕他。莫九离轻叹一声，语气低落，似是无意，又似有意。这点变化，陈之安又怎会察觉不到？怎么，吃醋了？他笑了笑，语气调侃。没有，那可是你的女人，我拿什么跟人家比？莫九离自嘲一笑。你也是。陈之安毫不犹豫，语气郑重。你若陷入危险，我也会如今日所为，哪怕刀山火海，也会毫不犹豫闯一闯。即便生死，我也会心甘情愿。但我绝不允许你们在我面前遇险，而我却选择苟且偷生。这番话一出口，莫九离正在当场，整个人都有些愣住了。臭男人，就你会说话？他红着眼眶，小声骂道：哈哈，这就哭鼻子了，进沙子了，跟你没关系。话音刚落，陈之安已悄然摸至千机门护宗大阵之外，他轻而易举破开一道缝隙，身影一闪，便已潜入其内。不过千机老祖名声在外，谨慎起见，陈之安并未大意。他将自身气息压制到极致，步步小心，连奔行的速度都强行放慢，防止惊动他人。此次前来，首要任务是确认柳千桐安危，寻找机会将人救出，而不是在此地兴师动众，大开杀戒。一旦打草惊蛇，后续计划可就全盘打乱。所幸运气上佳，这一路上倒还算顺利，陈之安成功潜入山脉腹地。途中虽有几次误触阵法，但凭借灵活身法与机敏反应，他总能侥幸躲避。不得不说，还得感谢梦姬的记忆指引，否则单凭外人，只怕早就迷失其中，甚至命丧阵法之中。千机门依山而建，建筑格局皆按八卦之形排列，有心之人稍作观察，便可分辨出主殿、演武场、藏经阁以及千机老祖的行宫所在。不过记忆中至此便已断绝，剩下的只能靠陈之安自行摸索。陈之安，要是柳千桐真的……薛清慧忽然开口，话未说完，但意思已然明显。千机老祖那老家伙觊觎柳千桐已久，如今人被送来，谁能保证他不会趁机做出什么事？那老鬼就等着我血洗千机门！陈之安冷声道，语气中带着森寒杀意。这话一出，二女俱都沉默。他们知道陈之安说得出便做得到，哪怕如今还未成气候，将来他也一定会踏平此地。正当几人低声交谈时，忽然一声尖利惨叫传来，凄厉刺耳，显然出自女子之口。陈之安心头猛地一跳，毫不犹豫循声掠去。片刻后，便来到一间偏僻的厢房前。他小心翼翼地压低气息，借吞噬之力掩盖行迹，哪怕千机老祖在附近，也无法察觉他的存在。确认里面女子并非柳千桐，陈之安才稍稍松了口气。只是那女子看上去极为虚弱，显然是因突破失败而重伤，此刻正奄奄一息地躺在床榻上。陈之安眸光一凝，决定不再漫无目的的寻找下去，必须用些非常手段。他当即破门而入，神情凌厉：“你疯了？就不怕惊动千机老祖吗？”莫九离低呼一声，急得差点跳起来。陈之安却不为所动，一掌按在女子天灵盖上，吞噬之力狂涌而出，强行夺取记忆。女子本就身受重伤，此刻哪里承受得住如此冲击，顿时喷出鲜血，脸色惨白如纸。陈之安神色冷漠，寻找柳千桐是唯一目标，其他人的生死与他何干？更何况他出身魔教，做事又岂会讲什么仁义？数息之后，他骤然收手，眉头微蹙：“你怎么了？”莫九离问。他叫李明月，是千机老祖的道侣，不过这些年他也救下不少人，虽是被胁迫而来，但行为可算好人。陈之安淡淡解释：“那又怎样？你不找人了？”莫九离不满地翻了个白眼，语气酸酸的：“救他是为了套出更多有用情报。”陈之安说着，取出丹药喂入李明月口中，随后将灵气输入他体内，助其稳固气息，调理经脉。半炷香后，李明月悠悠醒转，甚至他的境界也有了松动的迹象。他惊愕地看着四周，显然尚未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别动，错过这次契机，你今后3年内都别想再突破。陈之安冷声提醒，将决定权交给他。若他执意挣扎，陈之安也不介意收手，让他修为尽废，3、5年都别想恢复。李明月思忖片刻，眼神恢复平静，认出是眼前人救了他。他凝神闭目，集中精神，一门心思投入突破之中。3炷香时间一晃而过，金丹桎梏轰然崩碎。多谢恩公相助。李明月起身，
双手抱拳，恭恭敬敬地对陈之安行礼。不仅救命之恩，更是破镜之助，他自知欠下的情太重。至于陈之安方才的强取记忆，也早被他抛在脑后，不值一提。举手之劳，夫人若无大碍，还请回答我几个问题。陈之安平静开口，没有过多要求。接下来，他向李明月详细打听起千机门的布防、千机老祖所居之地、近年所为等情。所谓知己知彼，胜之有道。得知关键信息后，陈之安正欲离开，却被李明月忽然拉住了衣袖。那一拉间，身上轻纱顺势而下，露出大片雪白肌肤，映入眼帘。那是一种与少女不同的韵味，成熟而不轻佻，半熟不熟，最为致命。这是在考验他吗？当年不在，陈之安早已不是那个初出江湖的愣头青。眼前这般美人主动送上门，艳光四射，媚态横生，却半点欣喜不得，反倒让他警觉万分。世间哪有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多半是别有用心，必定有诈。只是陈之安很快就察觉到李明月的状态明显不对劲，他的眼神迷离不清，媚眼如丝，呼吸急促不稳，贝齿轻咬红唇，原本白皙的面颊已浮上一层嫣红，红意从脸颊蔓延到耳根、颈部，甚至连身体都透出异常的热度，肌肤上甚至隐隐蒸腾起一层薄汗。中毒了。陈之安眉头微皱，反手一探脉门，灵石一扫，立刻察觉到强烈的不对劲。这女人居然在冲击境界之前私自服用了太阴树果。太阴树果乃纯阴属性至宝，极其罕见，虽能助人破境，但副作用极其凶险，唯有一阴一阳双修之法，方能将其中爆裂的阴性灵力引导化解。若是强行吞服，不仅无法提升修为，反而极易引发经脉错乱，灵力倒灌，走火入魔，严重者当场暴毙。眼下李明月的状态，赫然便是太阴之力发作的前兆，其副作用比天下最猛的春药还要猛烈10倍100倍。若再不加以抑制，恐怕最多1炷香时间就会经脉逆行，五脏焚烧，彻底魂飞魄散。你想干什么？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想那种事？就算真要，那也得是我才对。莫九离满脸通红，咬牙切齿地开口。他哪里知道李明月中毒，只以为陈之安被色迷了心窍。别闹，这女人是真的中毒了。陈之安脸色微沉，语气虽略显无奈，却尽是认真。他简短地将太阴树果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莫九离和薛清慧听后，再对照李明月此刻的症状，已然相信七七八八，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那怎么办？薛清慧追问道。他现在体内阴气失控，若无人引导排解，身死只是时间问题。陈之安如实道出风险。那你还等什么？救人啊！莫九离急得跺脚，眼看李明月越来越不对劲。你忘了他是谁？方才我手下留情已是仁至义尽，还要替千机老祖那老狗救人？陈之安冷哼一声，神情复杂，语气中夹杂着抗拒与犹豫。你不是说他也是被逼无奈？再说了，这里是千机门，他是主人，有他相助，救人不是更方便？莫九离理所当然的反驳。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薛清慧也轻轻点头。行吧。陈之安长叹一口气，抱起李明月走向床榻。此刻李明月早已陷入半昏迷状态，意识模糊，神志不清，却还在下意识地靠近陈之安，呼吸愈发火热灼人。而陈之安体内那一身极阳纯火之力，对李明月此刻简直如磁石般吸引。如不加节制，他体内太阴之力定会蜂拥而出，引发巨变。刚一靠近，李明月便本能地勾住陈之安的脖颈，娇躯如火，红唇火热地贴了上来。更关键的是，陈之安竟未拒绝，甚至还迎合了。卧槽！你就这么救人的？莫九离彻底懵了，红着脸瞪大了眼。救人啊，不是你们劝的吗？现在太阴之力暴走，再不阴阳调和，他命不久矣。陈之安心念沉稳，神色专注，嘴上解释着，手上的动作丝毫不慢。李明月体内之火早已燃至极致，几乎无需引导，便已主动迎合，水到渠成，一步到位。可你没说是这种救法。莫九离几乎跳脚。那你以为我为什么犹豫？若不是情况危急，我也不至于如此。等片刻他人救不回来了。陈之安苦笑一声，虽无奈，却也确实没有更好办法。虽说是救人，但陈之安依旧怜香惜玉，不忘运转吞仙诀，引导药力，为自己修炼助力。虽说金丹净鼎炉效果稍逊，但也不失为一场修行。一炷香时间，太阴之力中被压制，李明月身体趋于平稳，
陈志安也终于停下动作，准备起身离去。该说不说，这一回自己算不算是给那千机老祖戴了顶绿色的大帽子？堂堂化神大修士被人绿了个彻底，想想都有些后怕。不过如今箭在弦上，不射也得射。然而意外突生，原本似乎陷入沉睡的李明月，忽然双腿盘住他的腰肢，一双玉臂也紧紧缠绕而上。别停！声如银铃，媚若妖狐，哪有男人能扛得住？陈志安本就未曾真正抽身，这一下干脆彻底放开，再战300回合，直到天色微亮，李明月才终于满足，神情慵懒，眼角桃花荡漾，娇笑不止。你是谁？他红唇轻启，语气柔和，毫无敌意，反倒有几分宠溺。徒儿被千机老祖抓了，我是来救他的。陈志安语气简短，并不想多说。柳千瞳，哼，怪不得，能喊出这个称呼的人，肯定关系不浅。李明月眼神复杂，但并未多言。不过你来晚了，以千机老祖的性子，估计早就对他动手了。所以啊，你不算亏，咱们也算一换一。他语气带笑，像在调侃，又像真心感慨。陈志安气得牙痒，你早知道这样，刚才我就不该救你。救我？你敢说你全程一点别的想法都没有？李明月凑近，盯着他的眼睛，想要看出一丝破绽。不然呢？若不是你心中尚存一丝良知，单凭你千机老祖道侣的身份，我刚才就可以直接了结你。陈志安冷哼一声，眼中寒光一闪。李明月却轻笑不止，似真似假。你去吧，问柳院就在对面，但你得有点心理准备。他盯上的女人从来没一个好下场。说完，他便掩嘴而笑，不再多言。陈志安沉默片刻，点点头，转身便走。别的不说，你的确让我很满意。李明月望着他背影，忽然轻声说道：看得出来，千机老祖早就不行了，连你都喂不饱。陈志安头也不回，只是冷笑一声，身形瞬间消失于门外。不远处，问柳院静立山脚。片刻后，陈志安已至外围。你就不怕那女人告密？她可是千机门的人。莫九离忍不住提醒。别人或许会，但他不会。李明月对千机老祖恨之入骨，如今这番下场，皆是拜那老不死所赐。是他一手将他推入深渊，夺其自由，断其希望，让他心生死志。陈志安神色淡然，眼底却透着一抹寒光，语气中带着毋庸置疑的自信。他了解李明月的记忆，感受过那份刻骨仇恨，因此无比笃定。他可是千机老祖的道侣呢。莫九离皱眉，眼神复杂的看向陈志安，似乎觉得他的判断过于主观。别的也许能伪装，但一个人的记忆不会说谎。陈志安轻轻摇头，语气笃定无比。李明月从未有片刻忘记那老东西带给他的痛苦，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杀了那个老家伙。对他来说，这里早已不是修行圣地，而是活生生的魔窟。他神情愈发冷峻，语气中带着隐隐怒意。说话间，陈志安已经抵达问柳院外围。他没有贸然闯入，而是步伐缓慢地绕行查探。尽管两地之间距离并不算远，但他走得异常谨慎，是出于对千机门机关暗阵的忌惮，也是害怕惊动里头的某些存在。此地灵气异常阴寒，冰冷刺骨，越靠近那座院子，温度越低，仿佛天地间的寒意都聚集于此，不禁让人怀疑千机老祖到底在里面施展了何等禁术，才使得整个空间如此诡异森寒。千机门本就亦正亦邪，门规混乱，千机老祖又是出了名的疯魔，这老鬼做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来，谁都不会觉得奇怪。当陈志安真正踏入院中，才发现此地竟出奇的宽阔。他一连绕了好几圈，搜遍了所有偏殿与暗阁，竟依旧没有找到千机老祖的踪影。更让他心中一沉的是，连柳千瞳的气息也丝毫不见，仿佛整个人都被封印抹去了似的。继续这么找下去，根本不是办法。陈志安眉头紧皱，沉思片刻后，将目光投向正中央方向的大殿。根据李明月记忆的指引，那里是唯一还未探查的地方。见此情形，他不敢怠慢，身形一动，便快步朝着那座大殿疾行而去。身形如风，气息内敛至极，连地面都未曾踏出声响。他心中明白，千机老祖能够修炼至化神之境，必定掌握着极为诡秘的手段。若这仅仅是普通的采捕手法，柳千瞳或许不会有生命之忧。可万一千机老祖心性扭曲，试图将他炼成灵丹，那就再无生机。陈志安根本不敢赌，他无法想象，若是来晚一步，会是什么后果。可就在他即将靠近大殿之时，忽然间，一道凄厉至极的女子惨叫声传入耳中，声声撕心裂肺。由于阵法隔绝，
声音模糊扭曲，陈志安根本无法分辨那是不是柳千桐的声音。可只要想到这座院子里还有女子受害，哪怕不是柳千桐，也足够令他怒火中烧，心神震动。大殿内，千机老祖刚刚完成采补，将面色惨白的女子随意丢在一旁，宛如丢弃一块用尽的破布。他气喘如牛，浑身大汗淋漓，显然刚经历了一场极度放纵的双休，正值气息松懈之际。此刻的他毫无防备，丝毫没有意识到有一头愤怒的猛虎已经悄然逼近。轰！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大殿紧闭的大门被一拳轰成齑粉，碎木四溅。陈志安杀气腾腾，身如流光电芒，横空杀出。他脚踏遮影步，手握吞噬之力，将速度催发至极致。整个人宛若怒雷狂啸，转瞬间便逼至千机老祖面前，拳头直取对方要害。盛怒之下的陈志安根本没有丝毫保留。这一拳之威，哪怕千机老祖是堂堂化神修士，此刻状态下也不禁感到一股致命的威胁，瞳孔剧烈收缩。千机老祖是谁？他可是活了几百年的老妖物，曾在无数血战中活下来，反应之快早已超出常人。几乎在陈志安出手的瞬间，他便猛然爆发灵力，强行闪身后撤，堪堪避开那雷霆一击。轰隆一声，原本奢华的床榻顷刻间炸裂，碎木横飞，灵气翻涌。陈志安并未追击，而是迅速抽身后退，拉开了安全距离。他目光扫过地上的女子，眼神瞬间变得无比凝重。不是柳千桐。他心头一紧，脸色骤沉。这一击虽然未失手，却也因关心则乱过于冲动，暴露了自身实力与动机。对面，千机老祖满脸惊讶，目光死死盯着突然闯入的青年，眼中闪过一丝困惑。你是何人？为何突然闯入此地？他冷声质问。这个青年他根本不认识，却一出现就下死手，分明是带着杀意而来。千机老祖活了千百年，仇家无数，但这种完全陌生的刺客还是头一遭碰上。柳千桐呢？陈志安没有回答，而是直接质问，语气低沉如雷，带着压抑的怒火。柳千桐？听到此名，千机老祖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一双鹰目陡然锐利，寒芒四射，锁定陈志安。你是他何人？我是他夫君。陈志安冷哼一声，字字如刀锋，语气中透着不容置疑的霸道。好，一个金丹小辈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是谁给你的胆子？千机老祖惊怒之下冷笑连连，眼中杀意顿起。在他眼里，陈志安已经是个死人。陈志安并不理会对方的冷嘲，他此刻只想知道柳千桐的下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在哪？千机老祖忽然狞笑起来，声音阴森可怖。他早已被老夫炼化，变作灵丹妙药，如今已与我合道，彻底融为一体了。哈哈哈！他眼中满是戏谑与得意，仿佛在宣告胜利。老鬼，你也会流血吧？陈志安怒极反笑，话音未落，杀意已经席卷全身。他不再犹豫，直接开启吞仙诀，调动二重小世界之力。这一刻，他体内灵力翻涌如潮，骨骼爆响，肉身仿佛膨胀，体表浮现出一层若隐若现的战纹。两方小世界的全部力量汇聚一体，直接破开金丹限制，战力飙升，直逼元婴巅峰。然而这等恐怖力量超出了他肉身承受极限，经脉瞬间破裂，剧痛如潮水般席卷全身。可陈志安毫不犹豫，忍着剧痛再次冲向千机老祖，哪怕是以命换命，他也要让对方血债血偿。好快！千机老祖心神震动，面色大变。他根本没想到一个金丹境的小子竟然在瞬息间展现出如此恐怖的速度与气势。面对那迎面而来的死亡威压，他终于察觉到这一拳根本不是虚张声势。他不敢大意，护体罡气在顷刻间凝聚于一点，全力抵挡。轰！拳头砸下，吞噬之力疯狂涌动，罡气瞬间被吸得干干净净。千机老祖瞳孔一缩，来不及逃避，整个人被轰得倒飞而出，护身符连连触发，在空中炸裂，鲜血狂喷，整个人重重砸在殿柱之上，才勉强止住身形。尽管勉强保住性命，可他仍旧感到双臂发麻，五脏翻涌，脸色一片惨白。唉，陈志安心中暗叹一声，眉宇间划过一丝难掩的失望。这一拳终究未能将其击杀。此刻他右臂骨裂，气息紊乱，灵力枯竭，肉身仿佛被撕碎了一般，体内两方小世界之力缓缓消散，整个人陷入极度虚弱状态。但他依旧挺直腰杆，冷笑着抹去嘴角血迹，死死盯着面前的千机老祖，语气不减一分锋芒。
你这老乌龟倒是挺硬。这一刻，千机老祖哪还敢小瞧陈之安？刚才那一拳之威，直击要害，哪怕是他这种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也在那一瞬间感受到致命威胁。他身上那堪称护命底牌的一身护身符几近报废，甚至连肉身都受了不轻的暗伤。若陈之安还有余力再来一次，就算是他千机老祖，也不得不避其锋芒，否则稍有不慎，恐怕真得落个重伤，甚至陨落的下场。这小子分明是藏拙，之前的战斗表现全都不是极限，他一直在隐藏实力。岁月越久，修为越高的人反倒越发谨小慎微。活得久的修士都懂一个道理，死的从不是实力弱的，而是狂妄的。千机老祖也正是这样活下来的。你到底是谁？他目光深沉，再次开口。这一次他终于收起了先前那副戏谑与不屑的态度，脸上的神情多了一分凝重，也多了一丝犹疑与忌惮。眼前这等年纪的天骄，若真是出身某个远古道统、仙夷世家，又或许是大势力派出的核心子弟，那就不能轻易得罪，更不能死在自己千机门中，否则后患无穷。你管我是谁？陈志安冷哼一声，双目赤红，浑身灵力暴涨，气息几乎与方才那一拳如出一辙。柳千瞳已死，我已无心分辨是非曲直，今日哪怕你是洞虚之境，我也要站上一战，哪怕死也要让你付出代价。他说到柳千瞳已死时，眼神中透出极致的悲痛与疯狂，情绪彻底失控，杀意机遇化作实质。这一刻，他再次催动小世界之力。不过与刚才不同，这次他明显有所克制，并未全部调动，而是仅取其中之一融入自身。可即便只是其中一方小世界的力量，依旧让他血气翻涌，体内经脉剧痛不止。他连吐了好几口鲜血，却又强行咽了回去，不让一丝弱态外泄。咕，丹田处灵气鼓荡，骨骼微响。陈之安生生扛着那份撕裂般的痛苦，踏步而上。二人再次交手，有了方才的前车之鉴，千机老祖再不敢轻敌，出招再无试探，每一式都极其狠辣，收放精准，彻底封锁了陈之安的所有腾挪空间。时间飞逝，越打越急，千机老祖的脸色却越发阴沉。他怎么看陈之安的修为都顶多只是元婴巅峰，甚至略低一筹，可偏偏这样的对手却在他手下撑了50余招，且还能持续输出，这不符合常理。特别是自己那身由炼金术师亲手炼制、价值连城的护身符阵法，竟然频频遭到破坏，实在让他无法接受。终于，在一次硬拼之下，陈之安终究不敌，被他一拳轰中胸口，身形倒飞数丈，噗嗤，鲜血狂喷而出，陈之安跌落在地，摇摇欲坠。他咬牙强撑着没倒下，趁势抓起几颗丹药，直接塞入口中，连咀嚼都省了，直接吞下。此刻的他根本顾不上什么药性温补、服用之法，吞仙诀在体内自行运转，将那些药力瞬间吸收炼化，转化为灵力补充体内空虚的经脉。这战斗力绝不是一个元婴境能有的。你到底是谁？千机老祖再次开口，声音沙哑，目光中多了前所未有的忌惮。他不是怕打不过陈之安，而是怕杀错了人，惹上不可预知的敌人。小心驶得万年船，能活到他这种地步的老怪物，从不怕麻烦，但也绝不招惹未知。最后问你一遍，柳千瞳到底在哪？陈之安再次喝问，声音嘶哑，带着怒意与执念。他若真死了，就算我踏遍天涯海角，也要为他索命。他擦去嘴角的血迹，面容苍白如纸，但那眼神却如火般燃烧，毫无惧意。死到临头还敢猖狂！千机老祖神情一沉，寒光暴起，真当老夫不敢杀你不成？先不管他到底是谁，眼下这小子已经严重干扰了他的计划，还打伤了自己，再不出手，恐怕他千机门威名都要受损。话音未落，千机老祖身影一动，悍然出手。这一击比方才更加狠辣，拳锋如刀，灵力凝如实质，几乎没有半点保留。本就受伤不轻的陈之安根本无力招架，仅支撑几个回合便再次落败。他体内小世界之力持续破坏着经脉，如刀绞般的剧痛让他连呼吸都变得困难。时间仅过半炷香，陈之安已彻底油尽灯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青色倩影猛然破空而至，挡在他身前。正是李明月。他出手果断，拦下了致命一击。这一幕让陈之安都愣住了，他没想到李明月会在这种时候出手相救。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千机老祖脸色阴沉，语气冰冷，眉头紧锁。柳千瞳已逃，你又何必再对一个小辈赶尽杀绝？李明月语气冷淡，
却字字铿锵。此话一出，四周瞬间寂静无声。沉默片刻，千机老祖才开口：“此子能与老夫战到这般地步，必有过人之处。将其秘法交出，老夫可饶他不死。”他当然不是贪生怕死，只是察觉到了陈之安手中的某种关键传承或宝物，对那等可撼动境界之差的力量心生贪念。他可以不杀陈之安，但那力量必须留下。陈之安自然听得出千机老祖的心思，也明白李明月出言阻止不仅是通风报信，也是想救自己一命。哼，你以为你能留得住我？陈之安冷笑，眼中战意不减，语气依旧强硬。我若想走，你拦不住。年纪不大，口气倒不小。千机老祖冷笑，老夫今日就看看你怎么逃。话音未落，陈之安身形一晃，瞬间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时，已在10丈之外，宛如瞬移。这是太虚古兽精血带来的奇异身法，隐含空间法则之力。想走？千机老祖神色骤变，怒喝出声，身影一闪便追了上去。然而李明月再次出手，将他拦下。何必赶尽杀绝？他又没真的伤你。李明月冷声道：“你处处维护他，给老夫一个解释。”千机老祖怒道，眼神愈发阴鸷。他助我结丹，救我性命，我还他人情而已。李明月毫不避讳，这一点理由不够。千机老祖怒极反笑，一掌将李明月震退，毫不停留，朝着陈之安方向追杀而去。此刻陈之安早已逃出数里，但他丝毫不敢松懈。千机老祖乃是实打实的化神强者，修为高出自己整整2个大境界，就算自己再爆发，也只是短暂拉近差距，绝无硬拼之力。他一边奔逃，一边疯狂服下丹药，不计成本。灵力恢复的速度几乎赶不上经脉破损的速度，他只能勉强维持不崩溃，强撑逃亡。本以为自己能逃出升天，结果刚抵达千机门边界，却被护宗大阵拦住去路。小子，哪里逃？千机老祖身形如电，刹那间现身高空，冷冷俯视陈之安，仿佛猎人戏弄最后一只垂死的猎物。老狗，一把年纪了也不嫌丢人，竟然动我一个小辈耍诈撒谎。陈之安啐出一口带血唾沫，咧嘴笑着，眼神依旧桀骜。既然走不掉，那就战到底。童儿怎么可能会看上你这种老乌龟？这句戳心之言彻底点燃了千机老祖的怒火，脸色瞬间阴沉如水。说，柳千童与你到底什么关系？老夫最了解他，他怎么可能看上你？我长得帅，不行吗？陈之安冷笑，嘴上不饶人，话语中带着一丝刻意的嘲讽与轻蔑。倒是你，放着倾国倾城的夫人不顾，还有闲工夫在这儿担心别人，你该不会是不行吧？你在找死！像是被人一针见血点中软肋，千机老祖脸色顿时阴沉的仿佛能滴出墨水，眉头紧皱，脸上的肌肉都隐隐抽动，火气从心底直冲脑门，瞬间爆发。话音刚落，千机老祖身形一闪，几乎未见动作，下一刻便已出现在陈之安近前。他速度快得惊人，如鬼魅般突至，动作干脆狠辣，灵力如海啸般汹涌而出。含怒之下的千机老祖出手更为狠厉，每一招都带着撕裂空气的尖笑声。他全然不再留手，那真元汇聚的掌风如刀似斧，压得陈之安几乎喘不过气来，只能拼尽全力被动防守，被逼得节节败退。陈之安虽然服用了大量丹药强行压制伤势，但恢复速度终究赶不上他体内不断加剧的伤势恶化。一时间气息急剧下滑，鲜血频频从口中溢出，脸色也变得愈发苍白。然而就在这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李明月如风般赶至，身影掠入战圈，拼尽全力挡在陈之安身前，灵力波动剧烈，护在他周围形成一道微弱却坚定的屏障。哪怕对面是千机老祖，他也毫不退缩。你不能杀他，他救过我的命。李明月目光坚定，毫不退让，语气中充满了怒意与不容置疑的倔强。那又如何？千机老祖冷笑一声，眼神一凝，随即语锋一转，嘲讽地盯着他。不对，你这么拼死护着他，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千机老祖皱起眉头，语气中带着不解与试探，脸色愈发难看。到了此刻，他总算察觉到了些不对劲，心中隐隐生出一丝不安。放屁！李明月脸色骤变，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你再胡说八道，我便死在你面前。最好是没有。千机老祖冷声回应，脸色铁青，嘴角抽搐了一下。他自己的事他清楚，李明月虽守在他身边多年，却始终冷淡疏离。哪怕他刻意接近，亦未曾有过半分回应，
甚至连一个温柔的眼神都没有。如今却对一个外人如此上心，但即便如此，今日陈之安还是得死。李明月的神色已变得极其复杂，他早已看出，今日无论他说什么，恐怕都无法改变千机老祖杀意已决的心意。这家伙今天是铁了心了，他心中发苦。下一瞬，陈之安再次与千机老祖交战。他本就重伤未愈，此时已几近油尽灯枯，能再站起来已是意志的极限。此战如走钢丝，命悬一线，每一招都宛如灵牙舞剑，稍有差池便粉身碎骨。他身上的灵力已逐渐紊乱，呼吸急促，体表甚至出现血痕蔓延，经脉濒临崩溃。再这样下去，我必死无疑。陈之安心头一沉，暗中开始犹豫是否动用最后的底牌，逃回自己的小世界内强行保命。就在他即将下决心的刹那，忽然远空传来一股惊天动地的凶猛气息，如飓风席卷天地，压得周围空间都隐隐扭曲。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从天边传来，宛如万兽齐吼，威压直指苍穹。吼！一道青光闪现，那道气息的主人正是当初受命刺杀鸠摩天的太虚古兽。距今已有将近1月时间，这家伙竟突然现身，直扑陈之安而来。千机老祖猛然感受到那熟悉而恐怖的凶煞气息，心中巨震，哪还敢继续出手？当即收招暴退，谨慎戒备，脸上露出前所未有的凝重。太虚古兽，这畜生不是该在万寿山脉，怎么会跑来千机门？这是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可接下来的一幕更是让他大跌眼镜。一向桀骜不驯、蔑视众生的太虚古兽，此刻居然出现在陈之安面前，低头弯腰，一脸恭敬。没来晚吧？太虚古兽口吐人言，声音低沉。再晚点，你估计得去阴曹地府寻我。陈之安苦笑着应道，脸色苍白如纸，语气中夹杂着一丝无力与自嘲。万幸。太虚古兽点头，他目光转向千机老祖，眼神立刻变得冰冷刺骨。这老家伙是谁？你在这里干嘛？他要杀我。陈之安语气平淡，却透着怒意。我的人也敢动？太虚古兽眯起眼，树眸中杀意暴涨，宛如实质，逼得千机老祖额头冒汗。今天我要带他走，你要拦我吗？这句话宛如雷霆炸响，千机老祖冷汗涔涔，忙陪笑道：既然太虚真君开口，那他你带走便是，我绝不阻拦。走？谁说我要走？陈之安突然开口，反笑一声。太虚古兽微微一愣，随即挑眉望了他一眼，见其神色坚定，也不多言，只是默默站到他身后表示支持。告诉我，柳千桐现在在哪？陈之安冷冷发问，语气中不容拒绝。千机老祖见状，冷汗直冒，他知道再不交代清楚，怕是这事真没完。他半月前便已脱身，我不知他现在在何处，你最好别有半句虚言。陈之安语气冰冷，若童儿出事，他日我必灭你满门。千真万确。千机老祖急忙保证，心里却在狂跳。他倒不是怕陈之安，而是怕陈之安背后的太虚古兽。陈之安再无兴趣理他，转身看向李明月，眼中神色缓和。多谢夫人相助，陈某人铭记在心，来日若有机会，必定相报。说罢，他转身离开。目送陈之安远去，直到其背影彻底消失，千机老祖脸色才一点点沉了下去。他转头看向李明月，声音低沉：你和他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救过我命，仅此而已。李明月冷淡回应，不愿多谈。你骗人！千机老祖咬牙切齿，你们绝对有问题。他忽然想起李明月服用太阴树果的事，再一联想，竟将来龙去脉猜得七七八八。李明月大惊，情急之下竟拔剑自刎，欲以死证清白。疯了你！千机老祖大惊失色，立刻出手打断长剑，制住李明月。你若不信，我便死给你看。李明月泪如雨下，梨花带雨。是老夫错了。千机老祖一时间无比愧疚，语气终于软了下来。回去吧。直到此刻，他才终于放下心中疑虑，暗暗松了口气。应该是我多心了。出了千机门，陈志安一路前行，太虚古兽紧随其后。不知为何，这家伙一路上一句话也没说，甚至连最关键的解咒之事都没有提起。怎么，鸠摩天呢？陈志安心中已有些猜测，索性主动开口问道。没找到，这老鬼也不知道躲哪去了。太虚古兽沉默了片刻，最终还是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几分无奈。一个元婴老鬼而已，他原以为随手便可镇压，谁知如今竟连踪影
都寻不见。听罢，陈之安眉头微皱，虽然他曾设想过许多种可能，却唯独没有想到这一种。毕竟以太虚古兽的实力修为，鸠摩天应该根本逃不出他的手掌心才对。然而太虚古兽紧接着又开口，还有一件事，火魔教破灭了。此言一出，陈之安不由得当场愣住，神情满是不可置信。这怎么可能？鸠摩天方才刚刚突破元婴境，如今的火魔教由他坐镇，谁还能将其覆灭？九剑仙宗。太虚古兽随即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简略道来。原来1个月前，九剑仙宗的莫须白正到洞虚，一人一剑，长剑直入火魔教，所向披靡。整座火魔教上下竟无一人能挡，最终宗门灰飞烟灭，荡然无存。虽只是寥寥数语，但陈之安从中却能听出其中的腥风血雨，恐怕当时场面惨烈至极。火魔教与九剑仙宗一邪一正，本就水火不容，如今这个结局倒也不算太意外。可惜了，鸠摩天为了长生不老，伤天害理，无恶不作，没能亲手将其手刃终结。陈之安喃喃说道，话语里有几分遗憾。太虚古兽闻言却忽然来了兴趣，狐疑地问，据我所知，你火魔教是魔道中人，怎还讲伤天害理？你懂什么？陈之安撇了撇嘴道，魔教邪修不过是修炼方式不同而已，我们一样惧怕天道因果。至于正邪嘛，谁能一言断定？有时候所谓正义不一定就是好，邪魔也未必就是坏。那我的咒术？太虚古兽将话题拉回来，显然对这些正邪之分没什么兴趣，他更在意自己身上的那道诅咒。这咒术困了他太多年，如今若再无法解开，只怕真要步入寿终正寝的下场。无妨。陈之安淡淡一叹，鸠摩天生死与否与你已无干系，火魔教都没了，那老鬼纵然还活着，也早已逃之夭夭。茫茫天地之间，岂是你能寻得？你的咒术，我替你解。太虚古兽一听这话，立刻喜笑颜开，方才那股沉重压抑的气氛顿时一扫而空。咒术一除，只怕你能立刻化龙，甚至褪去兽身，化作人形也未可知。到那时，整个天下再无居你之物。陈之安看着眼前这像孩童般兴奋的庞然巨兽，不由暗觉好笑。多谢恩公。这一刻，太虚古兽是真心实意地感谢陈之安。从前他知晓与陈之安的交易只是各取所需，彼此不过是以利相交。可如今火魔教已灭，鸠摩天生死未知，陈之安仍愿为其解咒，这才是真正的侠义之举。陈之安微笑点头，坦然受下这份谢意，随后便准备动手解咒。然而就在这时，天际突现一道流光，自天边急速而来，快如雷电，势若奔雷。若非流光中不含杀意，陈之安与太虚古兽恐怕早已本能掉头逃命。来者非他人，正是一路追踪而至的武霓裳。他目光灼灼，神情复杂，却始终紧锁陈之安不放。武霓裳，陈之安瞳孔一缩，心中骤然升起不祥预感。这女人莫不是来寻仇的？虽说当初他只是试探性地种下蛊毒，可对一个洞虚境的强者来说，那已是莫大羞辱。然而未等他想清楚，武霓裳却带着一抹激动开口道：“你就是我要找的天命之人。”噗！陈之安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满脸懵逼。这女人疯了不成？怎么听都不像是情蛊副作用啊？难道她是故意装疯迷惑自己，实则想杀人灭口？一定是这样。陈之安心中一凛，悄然扫了太虚古兽一眼。太虚古兽立刻明白，挡在了陈之安身前。虽说他打不过洞虚境的武霓裳，但凭借强横肉身，多少还能纠缠一二，为陈之安争取逃命时间。他如今身家性命全系于陈之安之手，又怎敢不从？滚开！本座没工夫与你浪费时间。武霓裳脸色一冷，看向太虚古兽时，眼中寒意毕现，那神色与先前望向陈之安的模样截然不同。许久未曾活动筋骨，正好借你练手。太虚古兽咧嘴一笑，毫不畏惧，直接迎了上去。战斗瞬间爆发。陈之安知晓太虚古兽终究不是武霓裳的对手，败亡只是时间问题。他哪敢耽搁，身形一闪，已遁出数十里开外。武霓裳的心思他既不懂也不想懂，他只知道这种女人离得越远越好，沾之即祸。说实话，像武霓裳这般的奇女子，艳绝九天，魅惑众生，若是换做他人，早就陷进去了。可陈之安不同，他自认无福消受。你现在打算如何？莫九离的声音在识海中响起。先避风头再说。陈之安应了一声，
转瞬遁入小世界中。以忤逆长的修为，纵然他再逃，也迟早被追上。倒不如直接人间蒸发，避其锋芒，过阵子自然就能风平浪静。正好趁此机会好好修炼一番。这次历练之后，小世界灵气愈发浓郁，他也想看看在这等环境中修炼速度能有多快。可惜计划总赶不上变化，他才刚坐下，耳边就传来一声娇滴滴的轻唤：“陈郎！”噗！短短半个时辰内，陈之安已是第2次被噎得差点断气。你刚刚叫我什么？只见莫九离俏脸通红，羞答答地出现在他身后。他换上了一袭轻薄短裙，上身半裹白兔微露，下摆轻摆露出一双修长雪腿，再配那一抹轻纱披肩，美得令人心神荡漾。陈之安呼吸一滞，下意识偏过了头。陈郎哥哥。莫九离见状，不仅没有退却，反而越发得意，娇羞之色一扫而空。助我修行可好？自从上次之后，莫九离的修为提升速度便明显慢了许多。当然，自觉醒先天道体以后，哪怕只是日常修炼，也依旧比从前快了不止数倍。可唯独在与陈之安双修时，那种迅猛突破的感觉却始终难以再现。有时候，莫九离甚至怀疑是不是陈之安这混蛋故意为之，吊着他的胃口，让他食髓知味，欲罢不能。但话说回来，他心里也清楚，自己都已经是陈之安的人了，难道还在意那点小心思吗？一来二去，干脆也就想通了。可不可以吗？见陈之安愣在原地，一脸呆愣傻相，莫九离有些等不及，娇声撒娇，媚眼如丝。这一声喊出口，陈之安顿时觉得体内好似沸水翻滚一般，那股热浪已经快要冲破理智。这要是还忍得住，那还叫什么男人？大战一触即发，时间如水，转瞬即逝，眨眼功夫2天便已过去。忤逆长在附近搜寻多时，却依旧一无所获，最终也只能遗憾离去。陈之安3次确认他已远去，这才小心翼翼从小世界中现身。那女人竟能精准锁定自己的方位，恐怕是早在他体内暗中种下了某种魂印。陈之安心头一紧，必须尽快设法将那印记抹除，否则迟早还是会被他追上。被一名洞虚境的大能追杀，这滋味光想想就让人背后发凉，头皮发麻。如今火魔教覆灭，他也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无根之萍，四处流亡的丧家之犬。他不禁暗自感慨，世事无常，真是变幻莫测。先回一趟火魔教吧，虽说宗门已毁，但山门所在的地方仍在，总得回去看看，或许还有故人幸存，也未可知。不再多想，陈之安启程上路。以他如今的遁速，不过1个时辰便抵达了火魔教旧址外围。这次归来，他没有游荡彷徨，而是径直前往萧处曾居住的院落。要说这片废墟中还有什么让他挂念的，大概也就这位昔日的大师兄了吧。至于刘若言，谁爱操心谁操心去，反正他不关心。然就在他踏入院落那一刻，仿佛被命运捉弄了一般，越是不想见到的人，老天偏偏送到他眼前。只见屋内场景极为刺目，刘若言双手被束压在床榻之上，一身衣衫已被褪去大半，亵衣散落在地，勉强遮掩住关键部位，露出大片雪白肌肤。他拼命挣扎反抗，最终却徒劳无功，泪水早已流满双颊，神情中满是绝望，如一朵被风雨摧残的花朵，奄奄一息。而肇事者则是一个陈之安从未见过的年轻男子。结，这和春散的味道不错吧？叫啊，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的。男子猥琐地笑着，双手在刘若言身上肆意游走，贪婪地嗅着她的体香，脸色涨红，呼吸急促。混蛋，无耻！刘若言声音微弱，脸上满是泪痕，眼神空洞无神，连求生的意志仿佛都已被磨灭。他缓缓闭上双眼，此刻的他甚至连一死都做不到，那种彻底的无力感令人窒息。结，美人儿，何必再反抗？只要你乖乖侍奉本少，或许我心情一好，还能赏你个妾位，往后在9剑仙宗的日子可比这邪魔窝里强上100倍。男子张狂大笑，任由刘若言扑腾挣扎，单手掐住他脖颈，俯身便要强吻下去。滚啊！刘若言几乎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挣扎抵抗，可剧烈的动作反而加速了药效蔓延，他的意识逐渐模糊，眼前世界都变得扭曲。就在此时，一道黑影如幽灵般悄然浮现，冰冷的剑刃贴上男子的喉咙，只需稍稍一动便可人头落地。你是谁？男子动作猛地停住，面色狂变，整颗心顿时凉了半截。他自认已经足够谨慎，
院落中布满防护法阵，连声音都隔绝得滴水不漏。可眼前这人居然能无声无息地出现，这种实力绝对不容小觑。滚！陈志安冷冷开口，声音低沉而冰寒，杀意若隐若现。哼，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不敢动我！男子咬牙切齿，试图搬出后台压人。我可是九剑仙宗三长老嫡孙，你若敢动我一根毫毛，你火魔教所有余孽必定死无葬身之地。他气焰嚣张，仿佛只要喊出名号，天下无人不惧。但他错了，因为今天他遇见的是陈志安。陈志安面无表情，看他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跳梁小丑。蠢货！轻飘飘2个字落下。下一刻，男子连开口的机会都没了。陈志安抬手扣住他的天灵盖，吞噬之力悍然发动，恐怖的力量刹那爆发，顷刻间将男子抽成一具干尸。对方到死都未曾相信陈志安真的敢杀他。只见那干尸被随手一扔，啪嗒一声落地，随即燃起熊熊火焰，转眼便灰飞烟灭，连骨渣都未留下。此刻房内只剩下陈志安与衣衫不整的刘若言。虽被药力影响，刘若言仍旧难掩惊愕。那男子身份尊贵，平日里多少人视若神明，刚才还对他予取予求，可转眼间他竟死得连尸体都没留下。更关键的是，出手之人是陈志安。刘若言神色复杂，半晌无言。陈志安也未多言，杀人之后转身欲走。就在这时，刘若言终于反应过来，撕心裂肺地喊道：“陈志安！”他不顾身体虚弱，药力未退，双腿发软，几乎连滚带爬地扑上前来，紧紧抱住陈志安的腰身，仿佛抱住了整个世界。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你会回来的，你一定会回来救我的。呜咽声中，他终于哭出声来。那一刻，所有的惶恐、痛苦与悲伤都在这一刻倾泻而出。我知道，只有你会关心我。听着他的哭声，感受着怀中颤抖的身躯，若换作是过去的陈志安，怕是早已动容。可惜，如今早已物是人非。我是来找大师兄的，至于你，我只是看不惯人渣而已。陈志安语气平淡，眼神中毫无波澜。只是这样吗？只是这样。陈志安的果断让刘若言面如死灰，刚刚燃起的那点希望，顷刻间便化为乌有。他回想起过往点点滴滴，那个曾经对自己言听计从、满眼只有自己的男人，早已不在。这种落差感如同惊雷轰顶，让刘若言脚下一软，险些站立不稳，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后踉跄了几步。萧师兄呢？陈志安并不打算与刘若言多言废话，眉头微皱，有些不耐烦地直接问道。闻言，刘若言下意识开口：“被人抓走了。”抓走？陈志安眉头皱得更深，心头不自觉地浮现出一丝不祥的预感。对，是九剑仙宗的人把他带走的。刘若言低声道，而且宗门那一些天赋较好的弟子也都被他们一并掳走。表面说是惜才培养，可实际上不过是拿去当人质罢了。这番话一落，陈志安便彻底了然于心。原来如此，覆灭宗门已不足以平息敌意，而九剑仙宗身为名门正派，既不能赶尽杀绝，便换个法子彻底斩草除根。凡是稍有资质之人，尽数掳走看押，等于断绝火魔教传承的未来，从此无有复仇之人，后患尽除。那教主呢？陈志安又问。教主段玉山在他离开前就身负重伤，如今遭逢变故，怕是凶多吉少。果不其然，刘若言一听此话，神情立即变了，眼底流露出一抹明显的惊慌与不安。教主他到现在还昏迷不醒，九剑仙宗见他如同废人，也没杀他，就任由他自生自灭。只是他语气迟疑，停顿了片刻，才咬牙继续说道：“他的生命气息已经很微弱了，只怕活不了多久了。”虽未说完，但陈志安已经听明白了，段玉山恐怕离死已近在咫尺，甚至连魂灯都快熄灭了。在这片早已沦陷的火魔教中，除了萧处之外，陈志安唯一还挂念的便是段玉山。若不是当年段玉山一手庇护，他这个资质不显的弟子早就在火魔教被人踩在脚底，连死法都不会好看。九剑仙宗！陈志安咬紧牙关，语气仿若寒铁，一个字一个字从齿缝中挤出。若段玉山因此身死，九剑仙宗上下一个都别想活命。他本就是魔教中人，若将整个九剑仙宗尽数炼化，也不过是顺理成章。正好他手中的万魂幡早已饥渴难耐，自得到至今还未真正发挥出他应有的威力。话音落下，陈志安再未理会刘若言，转身便直奔段玉山所在的庭院。
他脚步如风，身形如电，3步并作2步，仅10几个呼吸的功夫，便已来到庭院外围。尚未进门，一股刺鼻的腐烂气息扑面而来，让他心头顿时沉重几分。他推门而入，只见屋内一片昏暗，唯有房间正中的那盏油灯还勉强发出微弱的光亮。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草药味，混合着血腥与伤口腐败的味道，沉沉压在胸口，令人窒息。不好！陈志安心头骤然一跳，疾步冲到床前，这才看清段玉山的模样。他久病缠身，重伤难愈，整个人瘦得皮包骨，犹如枯骨一般僵卧在榻上，双眼紧闭，面色灰败，神情停滞在痛苦的那一瞬，显然已彻底陷入昏迷。哪怕未靠近，陈志安都能感受到段玉山的生机已是若有若无，随时可能撒手人寰。然而更让他震怒的是，床边正坐着一名紫袍老者，双手紧贴段玉山胸口，正在肆无忌惮地吸取其残余生机。滚！陈志安怒不可遏，低吼如雷，长剑瞬间出鞘。局势已刻不容缓，哪怕再晚一息，只怕段玉山就再无生还的可能。剑光一闪，寒芒逼人，陈志安身形如鬼魅般闪至，强行将紫袍老者逼退。死了！一声裂帛响起，老者猝不及防，险些被削去首级，惊恐万分的退后数米，衣袍之上被划出一道长长的裂口。你是何人？紫袍老者怒目圆睁，难以置信地看向陈志安。他从未想到，竟有人能悄无声息地闯入，还在他最关键的时刻出手相救。陈志安，火魔教。陈志安冷冷道出名字，语气不容置疑，神色冰冷如霜。陈志安，你就是那个卧底圣宗的魔修小子？紫袍老者眼神骤亮，继而嘴角扬起一抹阴森的笑意。哈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还没去找你，你倒自己找上门来，是不是急着送死？送死？谁死谁活，可还未可知。陈志安冷哼一声，目光如刃，杀意流转。哼，不知死活的小辈，今日我就送你下地狱！紫袍老者怒喝一声，身影一晃，手中已多出一柄血气森然的长刀，刀锋猩红，杀意凛然，仿佛饮过无数生魂之血。人随刀走，气势如山，朝陈志安狠狠扑来。陈志安却岿然不动，神色凝重，全身修为催发至极致。与此同时，他调动体内第一方小世界之力，一剑斩出。这一剑轻描淡写，却蕴含无穷剑意。紫袍老者瞳孔猛缩，只觉寒光在眼前骤现，几乎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这怎么可能？他大惊失色，急忙变招，抬刀格挡。当，火花四溅，他连斩数刀，方才堪堪挡住剑气。但陈志安的剑光却如潮水般汹涌而至，一道接着一道，连绵不绝，势如破竹。紫袍老者手中的灵气长刀虽然不比仙品，却也是一剑中上品灵气，可在这铺天盖地的攻击下，竟也出现了细微裂痕。怎么可能？连我的灵气也挡不住？紫袍老者脸色骤变，满眼骇然。咔嚓！突如其来的一声脆响，长刀彻底崩裂，裂纹密布，寸寸皲裂。砰！下一秒，刀身炸裂成无数碎片，倒飞而回，锋芒更胜之前。紫袍老者只觉脑海轰鸣，一口鲜血喷涌而出，踉跄后退数步，脸色惨白如纸。噗噗噗，连吐数口血，他的身形摇摇欲坠，眼神中的震撼几乎凝成实质。他可是堂堂金丹境修士，居然被一个小辈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奇耻大辱！他目光狰狞，咬牙切齿地死死盯着陈志安，眼神仿佛要将其撕裂吞噬。小子，拿命来！紫袍老者再次杀了上来，这次出手比起刚才更加凶狠，每一招都直奔要害而去，招招致命。陈志安应对的游刃有余，见招拆招，步步不退，一时间让老者根本拿他没有任何办法。越打，紫袍老者的心就越发冰凉，眼前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历？为何年纪轻轻便拥有如此惊人的修为？难不成是某位老怪物返老还童，伪装成少年模样出山施剑？老者抹去嘴角血迹，此时此刻心中其实已然生出退意，继续这么打下去，自己落败几乎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就在这时，四面八方却突然涌来大批仗剑而至的白衣弟子，清一色皆是九剑仙宗之人。见此情形，紫袍老者顿时放声大笑，神情喜出望外。哈哈，小子，刚才老夫或许奈何不了你，但现在可就未必了。话音一落，他猛然放声大吼，
立即招呼所有赶来支援的弟子结阵。众弟子结阵。是，长老。诸位，速速协助长老诛杀此僚。九剑仙宗弟子整齐划一，虽然个人修为或许不算太强，但如此多人合力布阵，那等威势便立刻凝聚成恐怖的九剑杀阵。刹那之间，其威力竟然足以超越金丹境，连元婴强者面对此阵也得小心应对，稍有不慎便会陨落。杀阵以紫袍老者为阵眼修道，天地间顿时充斥着满满的杀意与凌厉剑气，风卷残云，飞沙走石，连远处山体都隐隐有崩塌迹象。陈志安顿觉压力大增，脸色瞬间阴沉下来。谁能想到这老鬼居然还藏有此等底牌？剑阵落就杀！紫袍老者低喝出声，话音刚落，九柄巨大的剑影便从天而降，带着破空之势，直直劈向陈志安的头顶。那一往无前的锋锐之意，仿佛能撕裂苍穹，碾碎山河一般。陈志安神情凝重，体内灵力疯狂运转，手中迅速结印，猛地朝天轰出拳意。碎星拳虽然只是简单的基础武技，但在他强大灵力加持下，威势同样骇人。他连续轰出数拳，好不容易击碎了其中8道剑影，终究还是被最后一道剑影命中。轰！一声巨响，陈志安整个人被炸飞数十米之远，身形极为狼狈，嘴角溢出鲜血。他抬手擦去血迹，目光冰冷地死死盯住紫袍老者。小东西，现在可知晓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吧？老者神情得意，稳坐杀阵中央，自信已然掌控全局。哼，老鬼，你不过仗着阵法欺人罢了，有种出来与我再战一场。陈志安冷哼，撇了撇嘴。但如此拙劣的激将法，紫袍老者又怎会中招？真当老夫是傻子？激将法留着你下地府再用吧。话音未落，老者手中杀招再次凝聚，这一次比起先前落九杀的威力还要恐怖数倍。此刻的他显然已彻底失去耐心。陈志安咬牙，此时此刻除了躲进小世界中暂避其锋之外，恐怕就只能动用小世界之力正面对敌。可这两种手段各有弊端，前者势必暴露秘密，后者则对身体损耗极大。若不是上一次大战留下的伤势尚未痊愈，以他如今状态，至少还能强行脱困。可正因如此，除非万不得已，他实在不愿动用这最后的底牌。人多欺负人少，那本座也来凑个热闹。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天际骤然风云变色，一道庞大黑影从天而降。那遮天蔽日的身影带着压倒性的威势降临，令整片战场的气息都为之一滞。赫然正是太虚古兽。庞大的蛇身如真龙临世，双翼展开，狂风席卷，煞气滚滚。它缓缓降落，横亘在陈志安与紫袍老者之间，气势压迫的空气都仿佛凝固。紫袍老者神色顿变，脸色无比凝重。他能清楚感觉到，这尊妖兽居然拥有着实打实的化神修为，这可不是寻常妖兽能比的。这位前辈，我等乃九剑仙宗之人，今日奉命诛灭魔教，还望前辈不要插手此事。紫袍老者压下心头惊骇，连忙开口自报身份，试图以九剑仙宗的名头唬退对方。毕竟这等妖兽已具灵智，能通人言，讲道理。化神强者若是执意插手，今日在场之人只怕一个都活不下来。可太虚古兽根本没看他一眼，只是扭头看向陈志安，眼中带着几分担忧。没事吧？这简单一句话出口，瞬间攻守易势，气氛骤变。陈志安轻轻吐了口气，露出一丝笑意。还行吧，再晚一会儿，可能你就看到我被劈成2段了。他苦中作乐般调侃了一句，随即又问：下次能不能早来点？可以。太虚古兽点了点头，声音平静。他这副从容态度，足见陈志安并未遭受致命重创。然而，这一幕却让紫袍老者内心掀起惊涛骇浪。这头化神妖兽竟然是陈志安的帮手，这怎么可能？前辈，我……紫袍老者不信邪，仍想再劝，可太虚古兽只是淡淡的回瞥了他一眼，那一眼如寒刃刺骨，带着彻骨杀意。滚！一个字，冰冷刺耳，却如惊雷炸响，让紫袍老者心头巨震。那一瞬间，一股若隐若现的杀意如毒蛇般缠绕在他脖子上，令他大气都不敢喘。一旦激怒太虚古兽，必定雷霆万钧，毫不留情。前辈，我宗长老已然正道洞虚，若今日你我相斗，必伤和气，还望三思。此人乃我九剑仙宗缉拿的要犯，今日我必须将其擒拿，还请前辈不要让我们为难。
紫袍老者强撑着开口，语气再无方才的傲气。如今九剑仙宗势头正盛，洞虚强者坐镇宗门，他本以为这便是无往不利的底气，却不料对方根本不吃这一套。洞虚修士，那又如何？真以为本座没见过？太虚古兽冷笑一声，身上妖气如潮涌般爆发，杀意瞬间弥漫开来。他此前才与武霓裳交手过，且全身而退。别看他只是化神巅峰，凭借强悍肉身与战意，哪怕洞虚强者也不能轻易奈何。这便是他的底气。而眼前这群蝼蚁般的人类，竟敢当面对他放狠话，简直是找死！不好！紫袍老者心中暗叫一声，脸色巨变，哪里还敢动手？他转身就跑，连杀阵都顾不上维持。众弟子惊愕之中，只见他毫无尊严的仓皇而逃。长老，第78。九剑仙宗众弟子都懵了，眼睁睁看着自家长老跑路，甚至一时间都反应不过来。下一瞬，火焰吐息如期而至，那能融化一切的恐怖高温，几乎瞬间吞没了所有残影踪迹。逃出将近100里的紫袍老者，此刻心慌手抖，不敢有丝毫停留。他能清楚感受到，身后那股足以毁灭一切的气息，根本就不是他能够抗衡的存在。在化神境强者面前，即便金丹再多，也不过是成群的蝼蚁。可恶，为什么他会有这等帮手？紫袍老者咬牙怒骂，将这一切的失败和羞辱全都归咎于陈志安身上。他暗自发狠，等回到宗门禀明真相，一定要让宗门出手，将陈志安碎尸万段，挫骨扬灰。然而就在他刚想继续出逃之时，一道身影却如鬼魅般突然出现在前方，拦住了他的去路。往哪去？现在才想着逃，未免是不是太晚了点？陈志安皮笑肉不笑，眼神幽冷，静静地盯着前方这位狼狈的老者。是你？紫袍老者脸色骤变，惊骇之中忽然察觉自己身后的路也已被太虚古兽封死，两人一前一后，已将他围得水泄不通，退无可退。若不是陈志安开口阻拦，太虚古兽恐怕早就一掌将他拍死，哪还容得他苟延残喘到现在？一个小小金丹，还妄想在化神强者眼皮底下逃生，痴人说梦！你想如何？九剑仙宗的弟子都让你们杀了，老夫今日可以既往不咎，只要你们放我离开。紫袍老者脸色难看的仿佛要滴出水来，语气中再无一丝底气。此刻周遭空间早已被太虚古兽的气息牢牢锁定，他就算插翅也难逃出去。这便是你求饶的态度？话音落下，太虚古兽已然出手，一指便洞穿了老者的右腿。啊！杀猪般的惨叫响彻山林，紫袍老者抱着血流如注的右腿倒地痛呼：你不能杀我！我可是九剑仙宗的长老，杀了我，仙宗定然不会放过你们的，不死不休！呵呵，看来你还没学乖。我向来最讨厌的就是被人威胁。陈志安冷冷一笑，毫不掩饰眼底的杀机。下一秒，太虚古兽再次出手，一掌拍断了老者的另一条腿。刚才还高高在上，威风凛凛的九剑仙宗长老，此刻却如同死狗一般躺在地上，双腿尽废，凄惨不堪。放了老夫，老夫回去之后定不会泄露半句，此事与你们无关，是老夫自己不慎受伤。紫袍老者终于知道害怕了，眼前这两人一个比一个狠，根本不是在开玩笑。哦，那我是不是还该谢谢你才对？陈志安笑着反问。紫袍老者还以为有转机，急忙顺势说道：不客气，都是老夫该做的，愿为前辈分忧。可惜啊，这世上最会保守秘密的永远都是死人。话落，陈志安身形一闪，右手扣住老者天灵盖，吞噬之力瞬间爆发，悍然发动。当初他曾想用这招吞噬段玉山，如今这紫袍老者却死于相同手段，天道轮回，报应不爽。不过片刻，紫袍老者便只剩下一具干尸。陈志安顺手将其神魂封入万魂幡中，这可是金丹境的神魂，自然不能浪费。最后他又点起一道火焰，将尸体彻底焚为灰烬，连一丝渣子都不留。而这一切都被暗中悄然跟来的刘若言看在眼里，心中震撼无以复加。那覆灭火魔教的九剑仙宗之人，如今竟被陈志安轻描淡写的诛杀。刚才他还担心陈志安冲动行事，可如今看来，只怕是人家早就胸有成竹。太虚古兽，一头真正的化身凶兽，竟然心甘情愿地听命于陈志安调遣。如此异事奇闻，刘若言哪怕活到老，也未必能再见第二次。也正是如此，刘若言才终于清楚，他们之间的差距已不再是一个境界所能弥补的了。天壤之别，一天一地，
那是永远也无法逾越的鸿沟。他也终于明白，一路以来以为陈之安会轻易原谅自己，是多么的天真可笑。现在的陈之安早已成长为自己只能仰望的存在，甚至连靠近都觉得遥不可及。紫袍老者一死，9剑仙宗的弟子更是死伤惨重，剩下的早已溃不成军，四散逃命，毫无抵抗之力。在太虚古兽眼中，斩杀他们如同捏死一群蚂蚁，根本不值一提。一时间，9剑仙宗由原本的高高在上，变成如今的土鸡瓦狗，反差极大。此地战局也终于在这一刻尘埃落定。火魔教山门周围到处都是浓重的血腥味，空气中还残留着淡淡的硝烟气息，那混杂而令人作呕的味道，让人只觉反胃作呕。如今的山门早已一片萧条，早不复往昔辉煌模样。你的伤势？陈之安主动开口，他第一眼就注意到了太虚古兽身上的伤痕，那应该是与武霓裳交战时留下的。伤口深可见骨，虽已止血，但短时间内绝不可能痊愈。毕竟那可是洞虚强者留下的重伤，哪是轻易就能恢复的？无碍，只是小伤。那女人突破之后实力暴涨，早已不是旧日水准。太虚古兽轻轻摇头，显然对此并未放在心上。毕竟化神对上洞虚本就处于弱势，这种伤他能承受。陈之安点了点头，也不再多说。接下来这段时间，他必须抓紧为太虚古兽解咒，只要其身上咒术一解，那些伤势自然不值一提。等他化龙之日到来，别说武霓裳，在于任何洞虚境修士，对方也不敢轻易招惹。咒术一事就定在2天之后吧，我也得稍微调息恢复。陈之安叹息一声，有些无奈。上次那场大战，再加上今日恶战，哪怕是铁打的身体也快吃不消了。这话并非夸张，太虚古兽稍稍一探，便能察觉陈之安体内的灵气波动已有些许紊乱，那分明是内伤未愈的征兆。你真的有把握解咒？太虚古兽再次确认，到现在他仍有些难以相信，一个小小金丹境修士真有本事解开困扰他多年的咒术。你该不会小瞧我吧？就连武霓裳能顺利度过天劫，也有我的功劳在内。陈之安咧嘴一笑，似早已看透了太虚古兽的疑虑。听到此话，太虚古兽沉默不语。武霓裳的事情他略有所闻，那般濒死之境还能逆转，陈之安的确功不可没。若无他2次暗中出手，只怕武霓裳早就死在天劫之下，更别提后来与他交战。放心，我向来说到做到。陈之安淡淡说道，神情无比笃定。那我便在此先谢过恩公，静候2日。下一瞬，硕大身形朝着乾坤洞飞去，当下难题暂时化解。但陈之安心里清楚，9剑仙宗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在那之前必须得提前做好应对之策才行。如今整个火魔教唯一还勉强具备战斗力的，只怕也就只剩下教主段玉山了。更关键的是，教中众人此刻人心涣散，若无人出面主持大局，火魔教迟早覆灭无疑。不再浪费时间，陈之安立即吩咐下去，命令教内幸存弟子立刻组织力量，恢复护宗大阵的运转。他本人则亲自前往段玉山所在的院落，将周围的一切彻底隔绝，布下多重阵法，以防外扰，确保万无一失。当初从于无天那里夺来的精血，此刻终于能派上用场。材料齐备，救人对于陈之安来说其实并不算太难，真正的难点在于段玉山目前的身体状况，虚弱至极，简直就如风中残烛，摇曳不定，哪怕一点风吹草动，恐怕都可能让其当场油尽灯枯。陈之安必须分外小心才行，不能出半点差错。先疗伤吧。陈之安冷静地说道。如今段玉山的伤势极重，那紫袍老头根本不顾死活，出手狠辣至极。段玉山体内此时蛊毒与重创交织，只要再迟上1刻，便是神仙难救。服下丹药，再配合陈之安运功调养，这一忙就是大半天的时间。终于，段玉山体内伤势暂时稳定，脸色也比之前有所好转。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解毒时机。陈之安取出精血，以灵火炼制，很快便散发出一股幽幽的奇异香气。他看准时机，双手快速结印，早已在段玉山体内扎根的蛊虫终于出现松动的迹象。皮肤之下，蛊虫缓缓蠕动，似是被某种气息引诱，慢慢爬出体外。直到那蛊虫与精血接触，这一道关键步骤才算圆满完成。陈之安长长的松了口气，立刻将蛊虫收入玉瓶之中，并迅速封印，以绝后患。想要炼制出这枚蛊虫，可是于无天耗费了不少心头血，如今却便宜了陈之安。一切处理妥当，刚好过去整整1天时间。此时段玉山体内蛊毒已除，
身体恢复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以他当年的修为底子，恢复之后应当不会再有大碍。陈之安又为其服下一枚疗伤丹药，这才放心收手，返回院外静养。他自己其实也并不好受，虽然有强大的恢复能力，再加上丹药辅助，伤势已恢复近70%，但那剩下的30%却颇为棘手。若不抽出整整1日时间闭关休养，根本无法完全痊愈。于是陈之安退到一旁，很快进入修炼状态，配合自己多年积攒的底蕴，全力恢复。眨眼间1天过去，当他再次睁开眼时，天色已暗，夜幕降临。身前地面上几滩凝结成块的黑色血迹赫然在目。陈之安随手一抹，将血痕抹去，神色平静从容。此番闭关疗伤，不仅将残余伤势彻底修复，反而因祸得福，修为突破至金丹9重，距离真正的金丹巅峰只差最后一步。陈之安紧握拳头，感受着体内澎湃涌动的灵力，整个人都多了几分笃定与从容。实力永远都是这个世界的王道，自己若不够强，就算有再多靠山也无济于事，终究难逃陨落。当初的火魔教是如此，如今的太虚古兽亦如此。是时候了。陈之安自然记得与太虚古兽的约定，这家伙为了等他解咒，可谓唯命是从，已经算得上仁至义尽。要知道，这可是一头化神境的凶兽，愿意屈身相助至此，已属难得。你真的打算替他解咒？恰在此时，莫九离的声音突然在脑海中响起。怎么？陈之安挑了挑眉，故作不解地问道。还装？现在宗门的局势，你难道看不出来？莫九离毫不掩饰地说道。一旦太虚古兽咒术解除，他便不再受你控制，到那时火魔教反手就可被灭。是的，陈之安虽杀了不少9剑仙宗弟子，但却远未赶尽杀绝。这里发生的一切很快便会传回9剑仙宗，到那时火魔教所要面对的将是9剑仙宗真正的千军万马。哪怕陈之安再强，也终究只是孤身一人，就算再加上刚刚恢复的段玉山，也远远不够。更何况9剑仙宗背后还有一位洞虚强者坐镇，这等对比之下，孰强孰弱一目了然。现在留下太虚古兽，是火魔教唯一的生机与胜算。莫九离沉声道。这番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陈之安却不愿。一而再，再而三，若我是他，恐怕早翻脸了。陈之安轻轻摇头，否定了莫九离的提议。他救我2次，于情于理，这份恩我都该还。若我再推辞，那与那些人渣又有何区别？我虽出身魔教，但那是修炼方式不同，做人我比那些所谓名门正派强多了。这番话陈之安说的平淡，却让莫九离无言以对。若非他是这样的人，自己又怎会对他动心？可是莫九离仍有担忧。你有没有考虑过，万一太虚古兽过河拆桥怎么办？他终究是化神级别的凶兽，一旦突破咒术限制，甚至还可能踏入洞虚，彻底化龙。到那时他还会甘心留在你身边受你驱使？这份担心并非无的放矢，陈之安反而对莫九离另眼相看。没想到他居然能考虑得如此周全。你也知道，靠人不如靠己，若没有后手，这法子实在不妥。莫九离凝声道。却见陈之安忽然一笑，笑得洒脱从容，像是早有定计。你笑什么？莫九离愣了。笑你想得周到，却没想过我为何不留后手。陈之安淡然答道。你是说？莫九离心头一震，瞬间反应了过来。我帮他解咒，突破限制，可我可从来没说过要放他自由。陈之安笑得颇为神秘。这可是化神境的打手，若不牢牢掌握在手中，那才是真傻。你有办法控制他？莫九离豁然开朗，之前所有的担忧顿时消散了一半。那当然，太虚古兽若是老实听话，我自然以礼相待，可若是心怀异心，那也别怪我翻脸无情了。陈之安既然能解8阵锁魂，自然也能种下更强的咒术禁制。一物降一物，只要太虚古兽不是当场飞升，便注定逃不出陈之安的掌控。这也是他能一直保持淡定的根本原因所在。你啊，早有后手也不告诉我，害我白白担心了半天。莫九离嗔怪一声，语气中却带着几分安心与小女人的撒娇味道。你又没问。是了，陈之安便欲前往乾坤洞，太虚古兽应该还在那边疗伤，正巧那里也是一处极为合适的解咒之地。毕竟当初旧末天那老鬼可是一直霸占着这座洞天，估摸着里边应当留有不少便利之物，若能加以利用，陈之安也能省却许多麻烦。然
还没等他前脚迈出，宗门弟子便忽然传来紧急消息：焚仙谷被围攻，出手的竟也是九剑仙宗。而且焚仙谷情况不容乐观，目前已经退守至山门，正依靠护宗大阵苦苦支撑。听闻此事，陈之安脸色不由得沉了几分。火魔教都难以为继，焚仙谷只怕也是凶多吉少。现如今的九剑仙宗实力大涨，正疯狂吞并各大魔教，势力扩张飞快，其狼子野心早已是路人皆知。只可惜他们背后有洞虚强者坐镇，根本无人能挡。小世界内，莫九离的脸色也不太好看，心神慌乱至极，不过却始终未曾开口。焚仙谷再怎么说也是他曾经的宗门，那是他成长的地方，更是他心中唯一的家。这种时候他怎能不担忧？可他又能如何？如今自身被陈志安困于小世界之中，还知晓了他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换成是他也绝不可能轻易放人。眼下能保住性命，已经算是对他最大的仁慈了。然而就在莫九离还在心中纠结时，忽然感觉眼前一花，等到双眼恢复清明时，却发现自己已然身在外界。你干嘛？莫九离整个人正在原地恢复自由的那一刻，甚至有些不太适应。他满脸惊疑的目光正好与陈志安那温柔含笑的眼神对视上了。四目相对，莫九离竟不知所措，眼神本能的躲闪。这种时候了，还要我多说吗？难道你不想回去？陈志安语气平静。我以为……莫九离张了张嘴，却终究没将话说出口。他想表达什么，彼此心中其实都很清楚。你把我放出来，就不怕我泄密吗？他忽然鼓起勇气，认真地看着陈志安的面庞。不怕。陈志安不假思索地回答，这般干脆果决，就连莫九离都微微一愣，心中莫名一颤。若你真选择背叛，那我也认，是我活该。陈志安轻笑，语气中带着一丝淡淡的自嘲。有了刘若言的前车之鉴，背叛这事对他而言似乎早已具备心理准备。听到这话，莫九离的神情总算缓和下来，眼神也由迟疑变得柔和几分，多了几分藏不住的情意。你该不会看上我了吧？怎么不行？咱俩老夫老妻的了，说这个是不是太晚了？陈志安嘴角上扬，故作轻松的调侃。去死！莫九离羞恼地白了他一眼，随即沉默许久。我这次回去未必能再回来，或许你我以后真的再也见不到了。他说这话时神色复杂。如今九剑仙宗风头正劲，就连火魔教都落得这般下场，焚仙谷也很难幸免。他回去很可能就是一去无回。你不回去也行啊，你我就在此做一对逍遥眷侣，一生一世。陈志安认真地说道。说实话，他自然更希望莫九离选择留下，但那不行，焚仙谷是我的家，无论如何我得回去。莫九离忽然露出坚定神情，再次抬头时，眼中不再是犹豫，而是一抹近乎炽热的情愫。就在陈志安还来不及回应时，莫九离猛然扑进了他的怀里。距离如此之近，加上毫无预兆，陈志安根本来不及反应，眼睁睁看着家人撞入怀中，那一双火热红唇也随即映了上来，滚烫的气息几乎要将他融化。十几次呼吸之后，两人才气喘吁吁地分开。你想干嘛？陈志安明知故问，心中却莫名有些忐忑。毕竟这般主动的莫九离还是他第一次见。别问。莫九离咬着牙，玉手紧紧勾住他的脖颈，呼吸灼热，脸颊也泛起红霞。曾几何时，我一直以为自己能做一辈子的圣洁女修，清心寡欲，不近男色。可自从遇见你后，我发现自己每天都要控制情绪，压制思念，时常因为你而心绪起伏，担心你，想你，想替你分忧。等我察觉到这些时，我已经彻底陷进去了，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我知道我完了，我沦陷了，若这一去便是永别，我不想留下遗憾。莫九离豁出一切，将埋藏心底许久的真情全部倾吐。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活着回来，但至少要让陈志安知道他的心意。这一刻，房间春色氤氲，向来内敛的莫九离此刻热情如火，主动的令陈志安都有些手足无措。她不再是那个矜持冷清的女修，而是完全沉浸在热烈感情中的女子。这一场风雨虽带有克制，却依旧持续了1个时辰方才结束。事后，莫九离从陈志安怀中坐起，眼神满是不舍。我该走了，万事小心，此件事了，我便去焚仙谷寻你，等我。陈志安一字一句，认真无比。我真能等到你吗？莫九离低声问出这句话时，声音轻微发颤，像是在与命运赌一口气。一定能，
我向来说到做到。陈志安轻声安慰，虽然他无法给出100%的承诺，但此刻他愿给他全部的信念。也许这信念微弱如烛火，但总归能照亮一点前路。好，下次见面，我们便永不分离。莫九离拭去眼角泪水，眼神坚定如初。两人紧紧相拥，许久才分开。家人转身而去，身影渐行渐远，终是消失在山门之外。陈志安负手而立，凝视着他离开的方向，心中竟泛起一股莫名的空落感。那是一种熟悉的感觉，当年他也曾经历过。师兄，小世界中，薛清慧轻声开口，尽管相隔空间，他依旧感受到陈志安心中流露出的淡淡忧伤。他想安慰，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然而还没等他多想，眼前便是一花。再回过神时，自己也如莫九离一般，被陈志安释放出了小世界。这方小世界本就是陈志安修炼吞仙诀时凝聚的法则所成，从来不是用来囚禁女子的金屋藏娇之地。之前之所以将莫九离与薛清慧关在其中，一是为了保密，二是实在没有更好的安排。如今莫九离已去，继续将薛清慧困着，确实也没什么意义了。你也自由了，陈志安叹息着说道。你不要我了吗？薛清慧咬唇，轻声低问。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倒是把陈志安给问愣住了，却见薛清慧主动上前拉住了陈志安的衣袖，一脸委屈巴巴的模样。别不要我好不好？我会很听话的，比师姐还听话。这模样，哪个男人能顶得住不心疼？陈志安干咳了2声，不自觉地摸了摸鼻子。什么话？你这么想被关着，我现在就送你回去。陈志安故意逗他，说完便要招手收人，吓得薛清慧赶紧收起了那副表情，俏皮地吐了吐舌头。师兄，你怎么开不起玩笑呢？这玩笑是能随便开的。陈志安嗔怪地瞪了他一眼。那不管，反正找师兄撒娇天经地义，莫师姐能当你的女人，我也行，我还听话。不得不说，薛清慧这妮子别的不多，就是胆子大，当然身材也确实不错。滚滚滚！这么久没露面了，有什么正事赶紧去做吧，现在没人能拦你。陈志安笑骂。薛清慧同样出自火魔教，二人可是货真价实的师兄妹。好嘞，晚点再回来给师兄侍寝。说罢，薛清慧便一溜烟的跑了出去，连头都没敢回，生怕被陈志安抓住教训。望着薛清慧远去的背影，陈志安收敛起笑意，被他这么一闹，心情倒是舒畅了不少。没再耽搁时间，陈志安转身朝乾坤洞而去。太虚古兽早已等候多时。来了！看到陈志安到来，太虚古兽心中颇为激动，主动出声。是啊，久等了。陈志安点头，此次前来自然是为了替太虚古兽解咒。解咒一事几经波折，一而再再而三，好事多磨，确实已耽误许久。需要什么尽管吩咐，只要我能做到的。太虚古兽心中激动，连说话的语调都带着几分颤抖。历经千百年，如今终于等来了破咒的一天。太虚古兽觉得自己简直如梦似幻，仿佛身在幻境之中。忍住就行，对你而言，应当问题不大。陈志安坦言。多谢恩公。太虚古兽点头哈腰，随即便匍匐趴伏于地。他庞大的身躯哪怕伏在地上，依旧显得宽阔无比，就连平时空荡的乾坤洞，如今也被塞得满满当当。不再废话，陈志安闭目调息，将状态调整至最佳，随后运转吞仙诀，吞噬之力瞬间催至极限。以吞噬之力为引，他开始接触八阵锁魂的阵眼核心。8道锁魂阵法须得一一破除，方能彻底解除诅咒。若是以寻常灵力去破，至少也得有洞虚级别修为，方才有5成成功的可能。但陈志安偏偏不是寻常修士，他以吞噬之力破入，再辅以小世界的规则之力，甚至能将阵法诅咒强行剥离，并化为己用。当然，以他现在的境界，想真正动用这些诅咒之力，也不过是痴心妄想。毕竟太虚古兽可是堂堂化神境强者，连他都被这诅咒压制多年，更别说陈志安。8道阵法仿佛8枚钉子，死死钉在太虚古兽8处要害，每拔出1枚，都仿佛在抽骨剥髓，痛入灵魂，足以摧毁一切意志。吼！仅是第1道阵法拔除，太虚古兽便已忍不住，惨叫声响彻整座乾坤洞。若非事先布下隔音阵法，这一声怕是能惊动整个火魔教山门。这一切，陈志安早已考虑周全，手上动作依旧不断，只取第2道阵法，整整1个半时辰后，8道阵法诅咒尽数清除。太虚古兽早已瘫倒在地，浑身浸泡在黑血之中，虚弱至极，连尾巴都抬不起来。陈志安轻轻渡入一些灵力，
帮他勉强恢复些说话的力气。恩公，我如今八阵锁魂已除，此后世间再无能束缚你的东西。陈之安如实说道，顺手拭去额头的冷汗。这场解咒对他而言同样损耗巨大，光是吞噬之力就几乎掏空了体内，需要不少时间才能恢复。那我现在应该能化作人形了吧？太虚古兽声音沙哑地问。自然可以。按常理，灵兽在迈入化神之后便可进行化形，太虚古兽早该能完成此事。果不其然，只见那庞然身影急速缩小，很快便化作一名身高约1米7、8的女子身形。待身形清晰时，陈之安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太虚古兽竟然是母的！眼前女子一丝不挂，曲线玲珑，身材火辣，趴伏在地的姿态分外撩人，妩媚神情不自觉间勾人心魄。陈之安心中草泥马奔腾，嘴角忍不住抽了几下。这也太冲击力了吧！他自认见过不少佳人，个个艳若天仙，但眼前女子若是认真打扮一番，恐怕也只有千面妖姬舞霓裳才能与之争锋。你是母的？陈之安咽了口唾沫，艰难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眼神都有些发直。看什么看？信不信我挖了你的眼？女子羞恼地瞪了他一眼，语气中带着几分羞怒。陈之安这才反应过来，连忙别过头，不敢再看。你早说啊，我还一直以为你是公的，怎么我就不能是女的？太虚古兽翻了个白眼，取出早就准备好的衣服，飞快穿上。别说，换上衣裳之后的他，气质更胜几分，风姿卓绝，轻纱半掩，裙摆恰好，玲珑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陈之安不得不承认，她与舞霓裳真可称一时瑜亮。没见过美女。太虚古兽挑眉，似笑非笑的挺了挺胸前傲人曲线。陈之安连忙干咳2声，眼神迅速收回。不是没见过，只是你比较突出。太虚古兽也懒得再逗他，反倒饶有兴致地看着他。没想到你真有本事破咒，我还以为你只是拿缓兵之计拖我罢了。陈之安没和他绕弯子，反倒开门见山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太虚古兽狡黠一笑：怎么，你是舍不得姐姐了？太虚古兽又哪里看不出来陈之安心里在想些什么，接着便开口道：你我之间，你替我解咒，我救你2次，已属仁至义尽，互不相欠，其他的话就不必多说了。这话虽然显得有些冷漠，却也是事实，至少陈之安无法反驳。留在我身边，或许对你也有好处，也说不定。陈之安坚持道，而且语气中颇有几分自信。闻言，太虚古兽不由挑眉，顿时来了几分兴趣。哦，如今你虽已经没了咒术限制，但想要真正化形成龙可没那么容易，我正巧能助你渡劫。若是别人说这番话，太虚古兽或许连理都懒得理一下，但陈之安不一样，这家伙手里可是有成功案例的。当初太虚古兽也算是亲眼目睹陈之安助蛟化龙，若是自己也能有他相助的话，虽不说能100%成功，但机会绝对会大大增加。你这话倒的确让我心动。太虚古兽毫不掩饰，淡然笑了笑，并且我还能助你找到一条龙脉，往后的修炼都不需要再为灵气资源发愁。陈之安再次开口，如果前面的话还只是让他感兴趣，那现在陈之安口中所说的龙脉，则是让太虚古兽彻底坐不住了。龙脉不同于灵脉，那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天地至宝，即便是太虚古兽自认强大，也没有任何把握能找到龙脉，哪怕只是最小的一条。你说的是真是假？太虚古兽惊讶地看着陈之安。我说的话什么时候骗过你？陈之安语气坦然，神情认真。若真如此，别说留在你身边，就算你要了姐姐，我也未尝不能给你几次。太虚古兽有些激动，心思全在龙脉上，哪怕说出这种话来，都脸部红心不跳。龙脉能助他在短时间内完成化龙，直指长生大道，那可是他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东西。留在我身边助我一臂之力就行，其他的倒不用。陈之安干咳了几声，差点被口水呛住。这家伙说话还真是够狂野的，难怪是凶兽出身。陈之安也清楚，不能光靠嘴皮子说大话，必须得让太虚古兽真正见识一下自己的本事，不然他怎会老老实实为他效力。话落，陈之安手指一点，身前顿时出现了一道通往第二方小世界的门户。如今在陈之安的全力滋养下，第二方小世界的灵气浓郁程度早已比第一方小世界更胜一筹，简直就像一条活生生的龙脉。在这里修炼，其速度之快远非外界可比，哪怕是眼下所处的乾坤洞也比不了分毫。这是
太虚古兽皱了皱眉头，即便是他活了这么久，也未曾见过眼前这种场景。随我来即可，以你的修为，难道还怕我吃了你不成？陈之安轻笑道。倒是怕你不敢。太虚古兽故意调侃，轻笑一声，快步跟了上去。二人步入小世界，陈之安已来此无数次，自然不会太惊讶。可太虚古兽却不一样，他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浓郁的灵气扑面而来，几乎让他有种沉醉感，仿佛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贪婪地吮吸着四周的灵气。这地方，龙脉。太虚古兽惊讶的出声，穿过门户踏入此地后，他完全能确定，这绝非凡地，这分明就是一处罕见的秘境。陈之安居然随身携带着这种等级的秘境，就连他自己都心动不已。不是龙脉，但却胜似龙脉。陈之安笑了笑，随后开口道：“这地方可还满意？你就不怕我把你杀了，据为己有吗？”太虚古兽沉默了片刻，才回头望向陈之安，眼神中依旧带着几分震惊，内心久久难以平静。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太虚古兽现在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对陈之安的了解远远不够，这小子身上恐怕还藏着更多秘密。若真如此，你早就出手了，哪会等到现在？陈之安自信满满，脸上没有丝毫惧意。哼，你倒是有几分胆识，比其他那些人族修士要强不少。太虚古兽凝视着他好一会儿，最终轻轻一笑：“就凭这里，你的条件我答应了。”太虚古兽一挥手，算是给了陈之安一个肯定的承诺。那一切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陈之安松了口气，幸好手中底牌够硬，不然恐怕真劝不动这尊大妖。虽说自己也留了后手，但那种手段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真不想用。毕竟强制和威胁哪有心甘情愿来的安心？你若想现在就在此修炼，我便不奉陪了，我还有其他事要。陈之安话未说完，太虚古兽突然凑上来，玉臂轻环，搂住他的脖子。先别走，姐姐现在想尝尝你们人族所说的双修到底什么滋味。什么？陈之安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呛死。姐姐我修炼1000年，今日第一次化形，倒是便宜你小子。太虚古兽咯咯笑出声，眼中满是戏谑。这尼玛太虚古兽的相貌与身材自然是没得说，哪怕是陈之安见过的诸多红颜中，他也绝对能稳排前2。但关键是他本体是蛇啊，人蛇殊途，他又不是许仙，陈之安这怎么下得去手？然而太虚古兽才不管这些，见陈之安沉默不语，还以为是默许了，已经主动开始解衣。大片雪白顿时映入眼帘，令人血脉奔张。他主动贴了上来，将陈之安压在身下，那双傲人之姿几乎将他压得喘不过气。烈焰红唇轻贴，温润之中带着炽热，仿佛要将陈之安的理智一口吞噬。直到此刻，陈之安才终于反应过来，赶紧挣扎起来。不行，这不好。怎么？难不成你还嫌弃我了？太虚古兽动作一顿，语气中多了几分不悦。化作人形后，他本就具备完整的生理机能，情欲与本能也随之而生。他乃是妖族，与人族修士不同，本就无拘无束，从来不讲什么规矩道德，顺应本心才是常态。怎么会嫌弃？像你这般女子，宛若仙子下凡，天下能得你者，都是三生有幸，我是高攀了才对。陈之安赶紧解释，这女人眼神太吓人，她脖子都不由缩了几分。只是我已有道侣，不能这么随便做出这种事，我不能背叛她。况且双修应当是两情相悦，不能只为了原始冲动，相互喜欢才是前提。喜欢这么重要？虚伪。基里儿不由撇了撇嘴，语气里满是不屑，显然对陈之安这个说法非常不认同。你们人族整天挂在嘴边说情说爱，实际上连自己内心的欲望都不敢直面，还要遮遮掩掩，装模作样。他摇头冷笑，眼神也随之变得有些冰冷，真是矫情。陈之安没有立即回应，只是神色平静地望着他，语气依旧坚定。情定终身，一旦做出选择，那便是痴心不改，忠贞不二。我已经有了道侣，这种事便不要再为难我了。他说着，不断施展清心术，力求将身体的燥热与混乱驱散，让自己尽可能保持清醒。没办法，基灵儿带给他的诱惑实在太大了，那股逼人的气息几乎像火焰一样在他周身燃烧。他也是个正常的血气方刚的男人，又不是石头做的。呵呵，基灵儿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笑出声来，笑意中透着一丝意味不明。倒是没看出来，你这人看着浪，其实还是个情种。他眉眼弯弯，忽然身形一动，那柳枝般的细腰轻轻一扭，
身段优雅地贴了上来。不过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倒是挺诚实的。他低下头，贴近陈之安，呼吸间带着几分暧昧。你看这里怎么已经有反应了呢？不行！陈之安猛然一震，声音都带着几分崩溃的沙哑。他已经到了理智的临界点。这女人说是第一次化形，但怎么看都不像个新手。举手投足间，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动作都恰到好处地挑动着人的神经，似乎天生就懂得如何让男人失控。再加上她那软得不像话的腰肢一扭，简直是要命啊！哪里不行？基里尔挑了挑眉，我看你挺行的吗？他眼神忽然一亮，像是想起了什么，笑盈盈地开口：对了，你应该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吧？我叫基里尔，你也可以叫我灵儿。陈之安满头大汗，他觉得自己这一刻比面对千军万马还要难熬。你叫什么真不重要，我现在只想活着离开这个房间。灵儿是吧？他强行镇定，赶紧转移话题。你想想，现在都已经化形成人了，难道还要继续维持以往那种行为方式？听话一点，以后你也要以人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适应人类社会，这样才更像个人，不是？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基里尔微微点头，然后忽然一笑，但我不听。他耸耸肩，一副天生反骨的样子，根本不吃陈之安那一套。你越是拒绝，姐姐我就越是想征服你。他语气轻佻，话音刚落，陈之安便发现自己全身的动作被无形之力限制，连手指都动弹不得。我去，感知被放大了数倍，整个人像是被五感翻倍强化了似的。基灵儿那双柔弱无骨的小手正在不断下探，眼看就要握上去了。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惊雷自空而降，如晴天霹雳般在小世界上空炸响。轰隆！震耳欲聋的雷音响彻天地。基灵儿身体一僵，像是条件反射般猛地弹开，脸色微变。陈之安趁机拉开距离，终于得以喘上一口气。缓了半天，他才注意到头顶的天空早已乌云密布，雷云翻滚，如同末日降临。这是雷劫。他迅速反应过来，目光落在基灵儿身上，再结合他如今的状态，几乎在瞬间便明白过来，是化蛟雷劫。基灵儿此刻站在原地，仰头看着那逐渐压下来的雷云，神色凝重中带着一抹兴奋。等待千百年，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刻。一旦成功渡劫，他便可从妖蛇蜕变为真正意义上的蛟，迈入新的修炼阶段，战力将大幅提升。对于失败，他从未设想过，那并非他的风格。轰隆隆，天空中雷云翻滚，雷电攒动，空气中充满了恐怖的压迫感。哪怕是站在一旁的陈之安都被震得汗毛倒竖，心跳加快。他能清楚感受到，这天劫的威力远比他所想象的要强得多，而这正是千年凶兽所积累的底蕴在此刻显现。轰！第一道雷劫终究落下，雷光如银蛇狂舞，携带着天地之怒轰然砸下，直奔基灵而去。这一击的威力，哪怕是化神境修士也得小心应对，不敢应接。可基灵儿却并未退避半分，反而主动迎了上去。轰隆！雷电劈在他的身体上，炸出一道惊人的火光，连地面都被震得皲裂。陈之安眼神一凛，刚想出手，却看到基灵儿竟只是微微一顿，便重新挺直了腰身，脸上甚至浮现出一抹兴奋的笑意。再来！他轻喝一声，身影化作残影，再次冲上高空，直面天威。雷霆接连降落，一道接一道，密密麻麻，狂暴无比。这持续了整整2炷香时间，直到第10道雷电落下，乌云这才缓缓散去，雷劫终于结束，而基里尔的身影也终于缓缓从天而降。他的衣衫破损严重，发丝凌乱，但气息不减，反而比之前更为磅礴。身上那股属于妖族的野性，被雷霆洗礼之后，竟生出几分灵台清明的空灵之意。他缓步走到陈之安面前，那如梦似幻的气质，让陈之安下意识想起了当年的忤逆长。没事吧？陈之安问道。区区雷劫，难不倒我。基里尔微微一笑，风姿绰约。不过我得承认，这处小世界的确有些门道，雷劫威力至少被削弱了30%，不然我想这么轻松扛下来也不容易。陈之安点头，心中暗暗记下这一点。化蛟已成，接下来就该准备化龙了。他沉声道：还早，等我破入洞虚再来考虑。基里尔语气平静，却藏着一丝跃跃欲试。化神天劫可不好渡，到时候即便你有此地辅助，也得小心应对。陈之安提醒道：你当真愿意助我？基里尔看着他，眼神一瞬间变得柔和下来。
话落，姬灵儿双眼顿时放光，看陈之安的眼神就像饿狼见了小绵羊，简直就差流口水了。你想干什么？陈之安情不自禁地往后缩了缩脖子，神情僵硬，心里也有些发虚，连声音都忍不住拔高了几分。这妖女又要发什么疯了？刚才渡劫时，虽然我没受太严重的伤，但体内真元损耗极大，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自行恢复。姬灵儿语气诚恳的，仿佛在陈述事实，可眼神却格外灼热。若你愿意成为我的顶炉，供我采补疗伤，效果肯定事半功倍，甚至能立刻痊愈也说不定。他这话说的直白，完全不打算遮掩半分，甚至还双手紧紧抓住陈之安的胳膊，那模样就像是害怕他下一刻就会逃跑似的。陈之安额角青筋直跳，满头黑线直冒。尼玛！到头来这妖女竟然还没放弃当初那个可怕的想法，居然还惦记着要把他当顶炉。看他这副架势，自己要是拒绝，怕不是得被强行炼丹。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疗伤修炼也不是非得采补双修不可吧？陈之安嘴角抽搐，头皮发麻，只能硬着头皮开口求生。有是有啦。姬灵儿狡黠的一笑，轻描淡写的说道，但哪有双修采补来得快来得猛来得直接？再说了嘛，便宜你还推三阻四，真是好没情调。他说着眯了眯眼，目光勾人，那模样叫人根本不敢正视。陈之安此刻简直有种被毒蛇盯上的错觉，心跳莫名加快，脸皮都在发烫。我的姑奶奶，你就别拿我开涮了成不？我可是名草有主的人。陈之安几乎是哭丧着脸喊出来，他真的是无力抵抗这妖女的花样进攻了，尤其是他这副明艳动人的模样，确实不是普通人能招架得住的。但他可是正人君子，怎么能干出那种禽兽不如的事来？虽说姬灵儿那身材确实火辣无比，相貌更是绝艳无双，乃是世间罕有的妖娆奇女子，任哪个男人见了都得眼红心跳。可陈之安可不是靠下半身思考的人，切，真没劲，你小子多半是不行了。姬灵儿撇撇嘴，眼角扫了陈之安一眼，嘴里却还不忘补刀，年纪轻轻就废了，真是太可惜了。说完，他便头也不回地朝乾坤洞深处走去，看样子是打算独自修炼疗伤去了。乾坤洞的深处灵气更加浓郁，对于修行者来说自然是绝佳的疗伤宝地。望着他的背影，陈之安虽然暗暗松了一口气，但心中却总觉得有些不对劲。我怎么就不行了？这年头做个正人君子，竟然还要被人怀疑能力问题。陈之安一脸无语，真是欲哭无泪。只是人蛇殊途，物种不同，自己总不能真的跟这妖女搞点什么吧？这都违反物理法则了。接下来的几天里，陈之安也在洞府内寻了一处灵气充足的所在，安安静静闭关修行。他趁着这段时间，将这些日子所积累的灵石、宝药和传承尽数吸收整理。随着时间推移，他体内的金丹境越发圆融，甚至已经隐隐有了一丝元婴之兆，只差一个突破契机，便能完成质变。不过陈之安倒也不急，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越是到了突破的关键时刻，越是要稳住心性。这一天，他从闭关之地走出，直接朝着段玉山的住处而去。段玉山体内的蛊毒早已被清除，这几日又得静养，就算无法痊愈如初，意识与行动至少应当恢复大半。果然，陈之安刚踏入院落，便见段玉山正倚着竹杖缓步而行，脚步虽稍显沉重，却依旧稳健如旧。看到来者，段玉山一愣，旋即大喜过望。他如今已把陈之安当成救命恩人看待，自然不敢有半点怠慢。他连忙快步迎上，脸上满是激动之色。教主！陈之安拱手一礼，神态谦恭。之安啊，外头的事我都听他们说了，这次是宗门对不起你啊。段玉山满脸郑重地说道，若不是你拼死力挽狂澜，我火魔教只怕早已毁于一旦。说完，他神情肃穆，深吸了一口气。于情于理，这一拜我都必须行。话音未落，段玉山便真的欲躬身下拜。陈之安见状，哪敢让他行此大礼，连忙伸手扶住。使不得，万万使不得。陈之安连连摇头，弟子本就出身于火魔教，这一切皆是我应尽之责，教主千万莫要挂怀。二人一番推辞后，才终于言归正传。我听说太虚古兽曾助你驻守宗门。段玉山问道。不错，我曾助他脱困，这次不过是他回报救恩罢了。陈之安平静应道。段玉山闻言轻轻点头，眉间稍松。那就好，太虚古兽乃化神凶兽，有他坐镇，宗门至少还能自保。不过紧接着他又皱起了眉头，只是以宗门如今的处境，怕是承不起这份人情。教主放心，弟子早已考虑清楚，不会让宗门为难。
陈志安笑了笑，语气坚定。他并未细说来由，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哪怕是段玉山也无需全盘托出。见此，段玉山终于彻底放下心来。那就好，那就好。忽然，陈志安问道：“对了，教主，老祖至今音讯全无，您可曾知晓他的下落？”段玉山脸色一暗，缓缓摇头：“老祖在护教时受了重伤，之后便不知所踪，音信全无。”他似乎还有所顾虑，话到嘴边却欲言又止。陈志安看出端倪，便主动道：“教主但说无妨，若是关于刘若言的事，我也应当了解。”段玉山惊讶地望着陈志安，没想到他已洞察如此之深。“你都知道了？”他神色复杂。陈志安轻轻点头，不仅知道，还查出了一些别的。教主您体内的毒也是于无天所下，幕后黑手更是鸠摩天。接着，陈志安将所得线索与推测一一娓娓道来。段玉山脸色越来越沉，眼神中闪过愤怒与震惊。还好有你，否则火魔教这次真要灭门了。段玉山长叹一声：“教主，九剑仙宗绝不会就此罢手，我们必须尽快做好准备。”陈志安正色道。段玉山神情一凛，沉声问道：“你可曾听过魔焰玉？宗门仙器魔焰玉？”陈志安心里一惊，心头猛地一震，连呼吸都下意识放缓了几分。不错，有魔焰玉护宗，哪怕九剑仙宗再强，也别想攻上山门，即便是洞虚境的强者亦然。段玉山语气豪迈，话语中透着一股昔日火魔教的底气。但话音落下后，他脸上的神色却不可避免地暗淡了下去，仿佛那份底气早已被岁月与现实消磨。“那赶紧拿出来，还等什么？”陈志安反问，语气中带着几分不解。“不是等，自打开山魔族火魔仙室后，根本无人能掌控魔焰玉，一旦贸然使用，驾驭者很有可能会被魔焰吞噬，死无葬身之地。”段玉山轻轻叹了口气，声音低了几分，眼神里多出了一丝无奈与忌惮。听到这话，陈志安不由眉头一皱。若真是如此，倒也难怪当初九剑仙宗入侵山门之时，火魔教上下竟无一人驾驭魔焰玉反抗，只能被迫节节败退。那魔焰玉在何处？陈志安主动询问，没有再纠结过去。就在山门各大峰之下镇压封印，魔焰玉一共被分成8部分，8合一方才是完整体。段玉山继续说道，语气逐渐郑重起来。到了万不得已之时，即便把所有的阵纹毁灭，也绝对不能让外人得到魔焰玉。闻言，陈志安缓缓点了点头。他在宗门这些年，还是第一次听到魔焰玉这件法宝的名字，显然这是只有教主一脉才知晓的隐秘。这本是火魔教代代教主口口相传的秘密，算是我教最后的一张底牌了。段玉山接着道。陈志安不由一愣，忍不住问道：“那教主为何与我说起？如今情况紧急，而且你护教有功，身份地位已然与我这位教主无异。如果你愿意，我传位给你又如何？”段玉山笑出声来，语气看似随意，可神色却极为真挚，没有半点试探，更没有丝毫尔虞我诈。对此，陈志安却是丝毫不感兴趣。教主之位固然象征着无上的权力，但同样也是一条沉重的枷锁，一旦坐上，便再难随心所欲。教主说笑了，我这人潇洒惯了，火魔教主虽好，却不是我所要的。陈志安轻轻摇头，语气平和的婉言拒绝。段玉山听完，也没有在此事上继续纠结，很快便将话题重新拉回到了魔焰玉之上。如今你是本教100年难遇的天才，要不你且试着驾驭魔焰玉？段玉山忽然开口，这一句话来得极为突兀，一下子把陈志安问了个措手不及。这可是宗门压箱底的至宝，先不说驾驭魔焰玉本身的凶险，单是段玉山能将如此重要的秘密全盘托出，已然是推心置腹。这是现在的最后之法，否则洞虚境强者一旦真正降临，我们全教上下除了死路一条以外，再无他法。段玉山语气低沉，目光灼灼地看着陈志安，显然已经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他身上。魔焰玉乃宗门至宝，教主为何不亲自驾驭？陈志安问出了心中疑惑。早在当初刚接手教主之位时，我便已然尝试过。段玉山苦笑一声，只是以我的天资与实力，始终无法得到开山魔祖的回应，就更别提真正驾驭魔焰玉了。这番话他说得极为坦然，没有半分掩饰。火魔教已至生死关头，此刻再谈脸面已然毫无意义。闻言，陈志安不由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魔焰玉的威力的确让他心动，但代价同样巨大，稍有不慎便是灰飞烟灭的下场。可若真能成功驾驭，此等至宝在手，不仅多了一道保命的底牌，往后的长生大道也必然会顺畅许多。你放心，若能成功驾驭魔焰玉，这法宝便归你所有，
只要你答应本教主，必要的时候护住火魔教即可。段玉山看得很开，语气也显得异常干脆。魔焰玉虽是教内至宝，可若无人能用，终究不过是一件死物，与其束之高阁，不如成全有缘之人。这对陈之安而言，既是一场机缘，也是一份难以拒绝的诱惑。我且试试吧。思索良久，陈之安终于松口。见此，段玉山莫名松了一口气，他将所有希望都压在了陈之安身上，还真怕对方一口拒绝。毕竟陈之安在宗门中的遭遇，他早已了然于心。若换作自己被如此对待，宗门生死与己何干？大不了转身离去。可陈之安却选择了回来，仅这一点便已胜过宗门上下所有人，包括段玉山自己。或许正是这份心性，才有可能得到魔焰玉的认可。可是我入教多年，从来就没在八大峰上有过任何感应，我该如何去寻那魔焰玉的正文？陈之安继续追问。既然已经答应，自然要立刻行动，拖拖拉拉只会徒增变数。那是一种玄之又玄的感觉。段玉山沉吟许久，才缓缓说道：细心感受天地之气，找到那一缕与众不同，将其牵引汇聚，方能见到正文全貌。说到这里，他的神色也有些尴尬。我毕竟没能成功调动魔焰玉，对启动之法自然所知有限，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文就封印在八大峰之下。显然，这已经是他能给予的最大帮助。啊！陈之安一怔，这番话听下来，几乎等于没说。他也懒得再浪费时间，身形一闪，人已出现在山门八峰外的台阶之上。此处视野极佳，群峰尽收眼底，山雾缭绕之间，隐隐有几分人间仙境的意味。陈之安立于其间，深深吸了一口气，任由冰凉的山风灌入肺腑，脑海反倒清醒了许多。魔焰玉，镇教法宝，若真能掌控，其威力必然足以令他脱胎换骨。想到这里，陈之安盘膝而坐，将自身状态调整至巅峰，随即依照段玉山所言，静心感受天地万物中流转的气息。灵气繁杂，其中掺杂着无数无用之气，在这浩如烟海的气息之中，寻找魔焰玉的正文，无异于大海捞针。果然，魔焰玉非有缘者不可得。开山魔祖当年布下此局，显然早已料到这一切。不知过了多久，陈之安渐渐进入了一种极其玄妙的状态。时间在他感知中变得模糊，仿佛只是一瞬，又仿佛已过去3日。他如老僧入定，任由山风拂面，却感受不到半点寒意，反而只觉身体暖洋洋的，仿佛被什么无形之物包裹着，真实而又奇异。陈之安此刻就如同在无垠虚空中缓缓漂流，一缕一缕的寻找，一寸一寸的感应。终于经历过漫无目的的黑暗，8道光照破虚空，让陈之安眼前陡然一亮。他猛地睁开双眼，只见那本风平浪静，宛若死寂的8座山峰，此刻竟然同时升起8道赤亮的光柱，宛如划破天地的利剑。几乎就在刹那之间，那8道阵纹如洪流般冲天起，旋即又仿佛落花飞舞一般，柔和地飘至陈之安身前。那种感觉就好像失散多年的兵器终于寻得了真正的主人，此刻情绪激荡，纷纷归位。魔焰玉阵纹，陈之安又惊又喜，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看着面前悬浮的阵纹，一时间竟有些说不出话来。那阵纹七彩斑斓，流转着细微光芒，宛如天地之间最玄妙的符文圣器。而刚才那一瞬间惊人的异象，却很快归于沉寂，以至于并未引起外界任何人的察觉。成了，陈之安良久才回过神来，轻声低喃，声音中带着一丝激动难抑的颤音。他万万没想到，这股虚无缥缈、近乎不可捉摸的气息，竟真的被自己抓住了。其实直到成功那一刻，陈之安都未曾真正抱有太大希望。他只是想经历一试，说服自己不留遗憾，同时也是为了安抚段玉山这位曾托付希望的前辈。毕竟这是火魔教最后的机会，若失败便再无翻盘可能。如今成功，恍若梦境。虽然动静不大，但8道阵纹现世的刹那，还是没能完全瞒过段玉山等高手的感知。刷刷2声，2道身影如鬼魅般降临，正是段玉山，而另一位则是正在乾坤洞闭关的姬灵儿。连他都被惊动，可见此事非同小可。魔焰玉8阵纹，姬灵儿惊呼出声，那张绝色俏脸上满是震惊，眼神波光流转。火魔的本命灵气居然重新认主了。你知道？陈之安挑眉，好奇问道。那是当然。姬灵儿轻轻点头，声音带着几分追忆。当年火魔强势崛起，几乎横扫一个时代。我虽然未曾与其正面交手，但也听过不少关于他的传说。他坦言着，目光重新落回陈之安身上，仍旧震惊不已。
这是你收服的？侥幸而已。陈志安略显谦逊地笑了笑。侥幸吗？基里尔轻笑，似笑非笑。那你的运气还真是好得过分啊！传闻八阵纹合一之时，便会形成完整的魔焰域，驾驭者不仅能与火魔对话，甚至有与火魔共度春宵的机会呢。噗嗤！陈志安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住，掌控阵纹的手都一抖，眼神满是错愕。这都哪跟哪啊？他猛地看向段玉山那边，只见对方也一脸茫然，明显对此一无所知。怎么？看来你们都不知道啊？基里尔轻笑，饶有兴趣，这可是当年惊艳一世的传闻。只不过最后火魔突然消失，始终无人能做到那一步罢了。我对男人没兴趣。陈志安干咳一声，嘴角微抽。谁说火魔是男人了？基里尔一愣，随即眼神玩味起来。火魔可是那个时代公认的大美人，连忤逆长恐怕都比不上她。看着陈志安脸色从震惊到尴尬，基里尔顿时来了兴致。我今天倒要看看那位冠绝千古的角色到底美到什么程度。那对不住了，你大概是没机会见了。陈志安耸耸肩，果断将阵纹收起。怎么，姐姐想看的东西还从来没有看不到的时候？基里尔眯眼一笑，气势汹汹地靠近过来。好一个波涛汹涌！以他化神境的修为，按理说陈志安根本插翅难飞。然而下一瞬间，陈志安却像凭空消失了一般，连一丝气息都没有留下。人就这么在他们眼前活生生消失了。怎么可能？跑得这么快？基里尔皱眉，一脸不可思议。事实上，陈志安早已躲进了小世界中。随着他对吞仙诀的掌控日益精熟，如今已经能将开启小世界通道的气息压缩到几乎不可探查的地步。哪怕基里尔是感知超绝的化神强者，也毫无察觉。这其实是陈志安的一次尝试，如今验证成功，意味着他又多了一条保命的底牌。至少在遇到强敌无法硬拼时，可以瞬间脱离战场，遁入小世界避敌。此刻，小世界之中，陈志安正低头凝视手中8道阵纹，其上传来的磅礴波动让他心中生出一丝敬畏。若能将这8道阵纹真正融合，其爆发出的力量恐怕能摧山裂海。至于基里尔所说的共度春宵，陈志安并未放在心上。1000年前的火魔若真陨落，那也不过是残魂罢了，再强也掀不起大浪。他深吸一口气，调整状态，让心神回归平稳。随后，陈志安开始尝试融合8道阵纹。表面看去，这些阵纹宛如水乳交融，实则却各自独立，彼此之间存在一道无形斥力。想要真正合一，必须破开那股斥力屏障。吞噬之力悄然释放。对这股力量，陈志安早已驾轻就熟。那股斥力在吞噬之力面前几乎形同虚设。这情景让他联想到炼丹过程，将不同药材融合，达到最佳临界点，方能爆发出最大效能。有了这个比对认知，融合过程果然顺利了许多。时间1分1秒流逝，陈志安的动作越来越熟练。3炷香后，最后一枚阵纹终于完成融合。轰！一团刺目的火红光球陡然从他掌中爆发，炽热气浪席卷四周，周围温度顷刻飙升至数百度，灼热如炼狱。若非有灵气护体，陈志安早就被蒸发殆尽。周遭草木瞬间焦枯，泥土皲裂，宛若地火喷发。所幸小世界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勉强能扛下这股惊人破坏。而就在光球威能散尽之后，它却骤然暗淡，并最终凝聚成一颗漆黑深邃的球体。那黑球无声旋转，速度惊人，刹那间爆发出恐怖吸力，仿佛一个真正的黑洞，连光都无法逃逸，空间被撕裂，小世界规则都无法抑制。陈志安离得太近，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便被黑球吞噬而去。等他彻底被吸入，黑球才缓缓停下，静静悬浮空中。而此时的陈志安却已出现在了一个陌生的空间里。他迅速调整状态，警惕四顾，心神前所未有的敏锐。这里陌生而熟悉，空间构造与自己的小世界竟然有几分相似，除了场景各异，其余神韵却活脱脱就是一处全新创造出来的空间。陈志安心神微凝，莫非自己此刻正处于魔烟域所演化出的自成一界的特殊空间之中？四周一片幽深，烟雾缭绕不散，能见度极低。他的神识仿佛被强行压缩到了最低层级，无法穿透周围迷雾，看清远处事物，更无法探明空间边界。不过这种未知带来的压迫感并未持续太久。就在下一息，前方缭绕的云雾悄然拨开，一道身影如仙鹤凌波般缓缓飘来。女子步伐轻盈，如莲花出绽，玉足每次落地，仿佛都能荡起丝丝涟漪，伴随空间微光泛动，恍若梦境。
她的身材几乎完美无瑕，曲线柔美流畅，不带一丝赘饰。那光洁如玉的肌肤裸露在空气中，在那淡淡的紫色幽光下，泛起一层若有若无的神秘光晕。陈之安瞳孔猛地一缩，心头一紧，他竟是一丝不挂，如此毫无遮掩地出现在面前。陈之安下意识屏住呼吸，强迫自己移开视线，却终究还是忍不住余光偷偷扫过她那玲珑曼妙的身形。女子很快落在他前方数步之外，亭亭玉立，体态婀娜，整个身躯在淡紫光中展露无遗，毫无保留。两人对视之际，陈之安心中已然掀起惊涛骇浪。他几乎立刻联想到一个可能，难道这位便是传说中火魔教的开山魔祖火魔火映红？你来了！一道轻柔婉转的声音传来，宛如晨风拂面。火映红眼含笑意，神情中竟带着灵动与喜悦，仿佛早已等待陈之安多时。你认识我？陈之安下意识反问，语气中带着戒备与狐疑。即便他自问见过佳人无数，也依旧被火映红的风华绝世所震慑，眼前人宛若尘世最精致的瑰宝。不过美归美，陈之安却没有被这份美色冲昏头脑，心中始终保留一丝冷静与警觉。我不认识你，但我知道能出现在这里的人，便是与我有缘之人。火映红微微摇头，步伐轻缓地绕着陈之安行走，整个人宛如轻盈于影，在空中若隐若现，身姿飘忽的几乎像风中柳叶。如此之境，陈之安才骤然察觉，他并非真正的血肉之躯，而是一道凝而未散的元神虚影。你为何是这种状态？他皱眉，终于问出心中疑惑。当年渡劫失败，我本打算暂时舍弃肉身，转为散仙之道，静待机缘，未来再重修归元。火映红声音轻柔，不见悲意，倒像是在讲述旁人的故事。只是我的肉身被人觊觎，那贼子妄图夺舍，我虽以残魂之力将其斩杀，但自身也元气大损，不得不藏入魔焰狱所生成的内部空间，沉睡至今。说到此处，他轻叹一声，眼中划过一缕淡淡哀伤，一切仿佛昨日重现。在火映红的讲述下，那个辉煌却危机四伏的时代画面仿佛徐徐展开。陈之安这才恍然，当年火映红陨落时，神魂化作8分，分别封印在8道阵纹之中，而自己将其成功融合，如今得见此元神，也算理所当然。即便如此，我如今也只是神魂归一而已，若找不到原本的肉身容纳，离彻底魂飞魄散也不过是迟早的事。火映红话音渐低，忽然凑上前来，香风扑面而来，虽是元神虚影，却如真实存在。如此美人如此靠近，即便她只是灵体，依旧令人血脉奔张，机遇心神失守。陈之安喉结滚动，暗自压下躁动。为何选中我？你能将8阵纹融合，凝聚魔焰玉，并且始终保持本心不动，这就是你的本事，也是你与我之间的缘。火映红微笑，眼中多了几分欣赏与温柔。但此事难如登天，晚辈恐怕力有未逮。陈之安并未轻语，语气中颇为谨慎。一个连火映红都几乎殒命的敌人，若是对自己出手，只怕轻而易举便能碾碎他。这是一场天大的机缘，若你错过了，恐怕此生都会后悔。火映红目光流转，语气转为柔媚，忽然顿了顿，声音低了几分。更何况，若能助我复生，我便是你的。陈之安眉头一挑，却没有露出兴奋，反倒眼神一凛。以身相许吗？听起来很诱人，但你似乎还隐瞒了关键部分。他目光如电，声音沉稳。哪怕你是渡劫大能，元神与肉身分离1000年之久，那具肉身只怕早就腐朽不堪，就算找回来，怕也难以用作依附之躯。而你若想恢复，恐怕还需借我精气为引，才能完成重铸与合一。这以身相许，与其说是报酬，不如说是你复生的必要步骤。我说的可对？此话出口，火映红原本淡然的神情微微一滞，俏脸露出惊讶与罕见的慌乱。他没想到陈之安能一语戳破他的打算，倒是小瞧你了。良久，他轻笑出声，看陈之安的眼神中多了几分欣赏与钦佩。数千年来，他也曾试图借他人之力恢复，但从未见过像陈之安这样心性坚毅、洞察入微的年轻人。那你愿意帮我吗？火映红收起虚伪与试探，目光变得真诚。像陈之安这类人，欺骗与威胁毫无意义，不如以诚相待。可以考虑，但这魔焰玉……陈之安沉声开口，眼神始终未离开那颗悬在空中的黑球。他一开始的目标就是魔焰玉，这件传说中的仙器。火映红的出现虽是意外，却也是馈赠。从你将8道阵纹融合之刻起，魔焰玉便已认主。就算我神魂重归，也无法将其夺回。火映红坦然应答：多谢魔祖。
陈之安拱手一礼，态度礼貌，语气平和。火映红却忍不住轻轻一笑，眼中自嘲之色一闪而逝。堂堂火嬷嬷祖，如今落得寄人篱下，为求一线生机，不惜低声下气，还把自己许出去，居然还被人怀疑动机。他到底是哪里不够好，竟至于让陈之安如此防备？至于元神合一、重塑肉身之事，未必只有结合这一条路。陈之安顿了顿，缓声道：“虽然以身相合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但也许还有别的方法，没必要走极端。可那的确是最简单，也是最安全的手段。”火映红低声反驳，目光落在他身上，有些不解地问：“我一个女子都不怕，你怕什么？美人都主动投怀送抱了，这小子不会是不行吧？”陈之安被他看得一阵尴尬，干咳几声：“不是怕，是因为我也有道侣。”他说的坦荡，而且不止一人。他不是那种被欲望操控的人，若非心意相通，就算美色当前，也提不起任何兴趣。就像刘若言，昔日倾慕无比，但在真相揭开后，哪怕他再来现身，也再无法撩动他的心弦。火映红闻言，眼眸微闪，嘴角勾起淡淡弧度，倒是世间少有的纯情男儿。他轻笑，心底对陈之安的兴趣更浓几分。那便再说吧，也许还真能找出别的法子。他望向虚空，语气一转，变得沉稳。不过，前提是先得找到我的肉身才行。陈之安赶紧转移话题，显然并不打算在以身相许这等话题上继续浪费口舌。我的肉身被封锁在一件名为静默珠的法宝中，那种宝物内时间可被隔绝停滞，这也是为何历经千百年，我的肉身依旧完好无损。火映红收起玩心，神情难得认真地解释起来，同时也将一些关键信息告知陈之安，算是略尽坦诚之意。虽说这些信息未必马上派得上用场，但也聊胜于无。若未来真要寻找肉身，这些线索或许就是关键所在。毕竟岁月流转太久，世间早已沧海桑田。当初觊觎他肉身的那位贼人所属宗门，现在或许早已化作尘土，连根基都找不着了。等出去之后，我会尽力替你查找你的肉身。陈之安顿了顿，补充道：“但我事先说好，我会尽人事，若实在无能为力，那就只能爱莫能助了。”你倒是坦率。火映红轻笑，眸中浮现几分戏谑与无奈。不过现在的我也没资格拒绝什么，难不成还能强逼着你去干活不成？他自嘲一笑，眼神微暗。现在的他只是灵体状态，连稳定自身都困难，别说伤人，若不是依附魔焰玉，恐怕早就魂飞魄散。陈之安不再多言，立即开始炼化魔焰玉。如今火映红寄居其中，等同于无根之木。魔焰玉若无法认主，就无法从陈之安身上汲取精气，火映红的神魂也会随之不断虚弱，最终彻底消散于天地间。与其说火映红是将魔焰玉送给陈之安，不如说陈之安才是真正救了他一命。2日之后，陈之安终于将魔焰玉彻底掌控，灵力流转间，他已能随心所欲地操纵此物，就如同运用自己的小世界一般熟练。不过，虽然表面上看两者相似，但内在差距却是天壤之别。小世界更偏向于吞纳和储藏，功能类似一枚高级储物戒，而魔焰玉则是真正的战斗仙器，一旦全面激发，足以毁山裂地，焚尽万物。只可惜，以陈之安目前的修为，还不足以发挥出魔焰玉的全部威力。现在能催动的不过是冰山一角。他没有在小世界中继续停留，炼化完成的当日，便身影一闪，直接出现在火魔教山门主峰之上。他记得莫九离临走前曾提到要返回焚仙谷，如今魔焰玉在手，也该是兑现承诺，前往焚仙谷的时刻了。焚仙谷近期告急的消息，陈之安一直挂在心上。若不亲眼见莫九离平安，他实在无法安心。出发前，他特意去找了一趟段玉山。如今蛊毒已除，段玉山修为恢复迅速，整个人精神奕奕，气息沉稳，显然已恢复至8成巅峰。见陈之安到来，段玉山立刻快步迎上，脸上满是笑意。他早已不是当初那个面黄肌瘦、卧床不起的病人了。如何？魔焰玉认主了吗？陈之安没有多言，只是微微点头，以示肯定。段玉山顿时大喜，喜色溢于言表。太好了，你认主魔焰玉，火魔教总算看见了希望。就算9剑仙宗再度来犯，也绝无法轻易撼动我火魔教半寸山门。对于他的这番豪言，陈之安并未反驳，更没兴趣争辩，而是转而问道：焚仙谷最近可有什么消息？段玉山脸色顿时一沉，眼中闪过一丝愤慨。有消息倒是有，他叹了口气，面色阴沉，
就在2天前，焚仙谷传出消息，说是准备与九剑仙宗结盟联姻。联姻？陈之安眉头一皱，语气冷淡中带着鄙夷。堂堂焚仙谷，居然要靠卖女人换生存？谁说不是？段玉山眼神愤然，正邪不两立本是常理，但九剑仙宗如今势大无匹，尤其是剑圣蓝木然踏入洞虚之后，整个仙道都不敢随便与之为敌。据说这次联姻是因为焚仙谷圣女觉醒了罕见的先天道体，才引得蓝木然松口，将长孙蓝庭慈许配过去，不然焚仙谷早就灭了。你说什么？陈之安猛地回神，体内灵力波动不稳，气息都微微乱了。段玉山一愣，显然没预料到他反应如此激烈。那焚仙谷的圣女是不是叫莫九离？陈之安强压怒火，声音都微微颤抖。是他没错。段玉山点头，皱眉道：当初你们一起潜伏在圣宗，说不定还打过照面。九剑仙宗！陈之安咬牙切齿，这4个字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怒意如山洪爆发，猛然间气浪狂涌，震动山门。听说联姻就在明天，九剑仙宗已发请帖，诸多门派都会赴会。段玉山话未说完，便见陈之安腾空而起。她是我的女人！话音如惊雷，炸响主峰。下一瞬，陈之安化作一道流光，直冲天际，去势之快，连空气都被撕裂。段玉山正在原地，半晌无言。如今总算明白陈之安为何如此失控了，原来那莫九离是他的心上人。只是这一次的对手是九剑仙宗啊，哪怕有魔焰玉护身，以陈之安的修为，要单挑整个宗门，还可能面对焚仙谷的误解与阻拦，这简直是九死一生。不过段玉山却没有多说，冲冠一怒为红颜，谁年轻时不是如此？眼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守好火魔教，让陈之安后方再无后顾之忧。好在这些天修复顺利，段玉山虽未回归巅峰，但80%战力足以自保。乾坤洞深处，幽影婆娑。哟，什么风把咱们这位大忙人给吹来了？姐姐，我可是日思夜想你呢。姬灵儿笑眯眯地迎了出来，眼里满是调侃。抢亲，去不去？陈之安一句话，直奔主题。他没有时间闲聊，如今一刻也不愿耽搁。抢亲？姬灵儿柳眉轻挑，眸中泛起异彩。你小子这是搞事情啊？九剑仙宗，蓝木然。陈之安声音冷硬，字字铿锵。剑圣蓝木然。姬灵儿眼神一凝，原本轻松的姿态顿时变得锋锐，整个人的气场陡然提升。沉寂千年，他早就憋坏了，如今有机会与名动天下的蓝木然过招，怎能错过？虽然他眼下只是化神圆满，但积累深厚，距离洞虚境仅1步之遥。你倒会挑时机。他笑了笑，似乎已经动心。去不去？陈之安再次问道，声音低沉，神情严肃。可以去。姬灵儿忽然眯起眼睛，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那眼神幽深，看得陈之安心里直发毛，像极了村口拐小孩的怪叔叔。陈之安心头一跳，咬牙一横，你只要肯帮我，别说1件，哪怕是10件、100件，我也答应。先别把话说得太满。姬灵儿神秘一笑，眼神中闪过一抹莫名的光芒，不知他心中到底藏着多少小算盘。不过这并不是陈之安现在需要担心的，他满心只想着一件事，救人。九剑仙宗，剑冢山。此山无树无草，却遍布剑痕与残剑，四野剑意凌厉，无人敢轻易靠近。此地重剑插地而立，一剑代表一人，皆为曾经挑战九剑仙宗失败的修士，其身死魂灭，葬于此地，连尸骨都未曾留下，只剩一道灵剑，孤独立于剑冢之间，代替他们长眠。万剑朝拜，剑意冲霄，形如墓地，因此得名剑冢山。如此景象，不可谓不震撼。即便陈之安如今修为大进，站在山脚下，仍不由自主的心中暗叹。他抵达九剑仙宗时，已是夜色沉沉，星光淡薄。他正欲往前踏步，却忽然被身旁的姬灵儿一把拽住。再往前一步，就是九剑仙宗的护宗大阵七杀阵。你要是贸然闯入，就算是化神境的强者，也会瞬间遭到重创，轻则重伤，重则当场被阵法绞杀。姬灵儿压低声音提醒，同时还没好气地白了陈之安一眼，眼神中满是对他鲁莽行为的不满。哦，听你这口气，你以前来过九剑仙宗？陈之安微微挑眉，转头看他。当然。姬灵儿冷哼一声，毫不避讳地坦然开口。当年蓝木然仗着自己修为高强，想把我当作镇宗灵物镇压在剑冢山下，好助他宗门气运攀升。只可惜他那点小心思根本瞒不过我，姐姐我也不是吃素的。
虽然语气轻描淡写，但陈志安却敏锐地察觉到姬灵儿话语中隐约流露出的一丝幽怨与嘲讽。这其中的恩怨情仇，怕是远比他嘴上说的复杂的多。要是蓝木然知道你如今的样子，恐怕连肠子都要悔青了吧。陈志安顺势调侃一句，想化解沉重气氛。然而姬灵儿却冷笑一声，不屑地嗤之以鼻：你真当他能踏破洞虚，是靠努力修炼修来的？他心狠手辣，冷血无情，就连他自己的道侣也是亲手杀的，只为了冲击更高境界。听到这话，陈志安不由大吃一惊。修仙之人狠辣不稀奇，可能将长生贯彻到这种程度的的确少见。蓝木然不愧被称为剑圣，果然不是泛泛之辈。若真如此，此行只怕凶多吉少。陈志安脸色略显凝重。怎么，现在才知道怕？姬灵儿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这是九剑仙宗，可不是你家后院。要我说，你不如放弃你那小情人，好好活着才是正道。你们人族不是常说那句什么来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现在若回头，还来得及。不可能。陈志安神情坚定，毫无犹豫，即便前方是刀山火海，我亦往矣。姬灵儿一怔，望着面前这个一如既往倔强的男子，眼中闪过几分复杂之色。倒是小瞧你了。你呢？若怕现在离开还来得及，我不会强求。陈志安说完，目光淡淡的看向他。怕？姬灵儿冷哼一声，挺起傲人身姿，一脸骄傲地说道：姑奶奶从小长大就没怕过谁。她突然狡黠一笑，眼神含着点调皮，看着陈志安的目光意味深长。再说，你开出的条件可让我没法拒绝。我什么时候开出什么条件了？陈志安一愣，显然没明白他在说什么。当然是双修啊。姬灵儿嘴角一挑，妖娆地笑道：姐姐我也想尝尝阳刚之体到底是个什么滋味。说着，她指尖缓缓划过陈志安的胸膛，小舌轻舔红唇，神情中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期待与挑逗。陈志安嘴角猛抽，顿时感觉脑仁发胀。这女人脑子到底都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等等，她是灵兽化形，思维和人族自然不同，自己大意了。打去之后，陈志安也不再纠缠于这些调笑之事。此刻距离天亮还有些时辰，必须尽快想办法潜入宗门内部。姬灵儿率先上前，打算推演阵法，看看有没有破绽，既能破开七杀阵，又不至于惊动仙宗弟子。毕竟这护宗大阵非同小可，由洞虚境强者亲自坐镇，联合九剑仙宗万千弟子之力，早已成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杀器。他本不认为陈志安有能力直接破阵，然下一幕却让他彻底目瞪口呆。还没等他思索出个头绪，陈志安已迈步向前，竟如闲庭信步般穿越了阵法壁障，轻而易举便踏入宗门之中。这怎么可能？姬灵儿惊呼出声。再强的阵法也不过是阵法，既然是阵法，就一定有解。陈志安神秘一笑，顺手回头将姬灵儿拉了进去。他的手刚接触陈志安的掌心，立刻感受到一股温润厚重的无形力量将他包裹，下一刻竟然也顺利穿过阵法，无声无息地进入宗门。这一手段，哪怕他活了1000年也从未见过，心中震撼无以复加。你是怎么做到的？他下意识问。小小手段，不提也罢。陈志安淡然一笑，没打算多说，随即将目光投向九剑仙宗内。现在已是真正进入敌人核心，他转头看向姬灵，虽未开口，但他已会意，点了点头，等我。下一刻，他化作一道残影消失，再出现时，手中多了一个鼻青脸肿、陷入昏迷的年轻弟子。人带来了，还有口气，够用了。陈志安点头，手掌按住那弟子额头，吞噬之力悄然发动，瞬间记忆倒灌而来。整个九剑仙宗的布局图像一幕幕清晰浮现在他脑海中。你竟然搜魂！姬灵儿面露惊色，没想到陈志安出手竟这般干脆利落。我可是魔教中人，行事狠辣才合理。陈志安笑得有些凝然，此法虽损阴德，却是最快捷有效的途径。说的也是，那杀了他吧，免得节外生枝。姬灵儿轻描淡写道。陈志安却摇头看了他一眼，满脸鄙夷。你比我还狠。他略作思索，随后将那弟子随手扔进一旁草丛。留着吧，1年内他都是个傻子，不至于有危险。怎么样，找到你的小情人了没？姬灵儿靠近问道，语气带着些玩味。他在落剑阁。陈志安眼神一沉，低声道，那地方守卫森严，还有阵法加持，连苍蝇都飞不进去。落剑阁？姬灵儿蹙眉，那里可是宗门半禁地，灵剑无数，防卫严密。
你若想趁夜带人离开，难如登天。那又如何？陈志安冷哼一声，语气坚决如铁。我既然来了，就绝不会空手而回。我倒要看看，谁能拦得住我？舍身救情人，有情有义啊！姬灵儿语带调侃，似笑非笑地望着陈志安，眼底却藏着一丝莫名情绪，不知是打趣还是欣赏。不过你倒是也说说，拿什么去对付洞虚境修为的蓝木然？他可不是寻常人能碰的。山人自有妙计。陈志安淡淡一笑，神色间毫无惧意，又卖起了关子。这一路走来，自己哪一次不是以弱战强？每次面对的敌人都超出自身境界不止一个层次，可最终谁能真正将他陈志安斩于马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一次他要带走莫九离，绝不允许有人从中阻拦。至于九剑仙宗，必要时也要留下点东西作为纪念。陈志安心志如铁，不愿多言。姬灵儿见状也不再追问，他心里很清楚，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尤其是像陈志安这样的妖孽，如果没有底牌，早就不知死在哪座深山老林了。既然陈志安信心十足，他又何必杞人忧天？目标已定，两人不再犹豫，迅速赶往落剑阁。此地果然不愧是仙宗禁地，四周剑气纵横，灵力密布，警戒森严，四处巡逻的弟子修为皆不低，甚至连空中都不有感知结界，连苍蝇飞进去怕都要被盘查3遍。途中两人早已制定好作战计划，姬灵儿负责吸引注意力，引开守卫，制造混乱与声势，而陈志安则趁乱潜入落剑阁，寻找莫九离的踪迹。行动一切顺利，陈志安一路深入，虽然中途也遇到些许困难，但凭借其丰富的实战经验与巧妙的身法神通，一一化解。然而不知为何，他始终感觉背后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气息在悄然跟随，那分明是杀气。这种仿佛置身于敌人视野之中的窒息感，让陈志安感到极度厌恶。突然之间，寒光骤起，道道灵剑从四面八方呼啸而至，如同感知到猎物的猛兽，剑身嗡嗡震动，仿佛要将一切吞噬成齑粉。眨眼之间，陈志安已被封锁在一个剑阵之中。这正是落剑阁的护阁杀阵，以灵剑为阵眼，剑意汇聚，形成封禁、攻击、绞杀3重合一的战阵，其威力之强，远超同阶修士所能承受。陈志安虽有所准备，但毕竟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其中，一时间也难以脱身。剑阵成型，他只觉整个人仿佛被千钧巨力压住，双腿如陷泥沼，寸步难行，哪怕呼吸都开始变得沉重。在这种状态下，别说逃脱，哪怕一个照面不慎，就可能被那漫天灵剑切割成碎片。换作寻常修士，恐怕此刻早已魂飞魄散，坐以待毙。可陈志安不是寻常之辈，危机当前，他迅速双手结印，吞仙诀骤然发动，吞噬之力如同滚滚洪流，自他体内爆发而出，将所有压迫与阵力统统吸纳化解。原本如山般沉重的束缚瞬间被瓦解。下一刻，他身体一轻，宛如脱胎换骨，一步踏出，仿佛轻焰掠空，瞬息之间便脱离剑阵重围。杀阵之凶险，最终却被他轻松挣脱。他没有多做停留，身形一闪，笔直冲入前方树林深处。他能清晰地感知到莫九离的气息就在那片林中小屋内，虚弱而急促。同时他还感受到另一道陌生却极度危险的气息正停留在那屋内。小屋之中，莫九离眼神迷离，脸颊泛红，满身香汗，显然状态极其不对。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自己缩在床榻角落，拼命护住衣物，牙关紧咬，强撑着清明意识。而在他面前，一个身穿华服的青年正缓缓逼近，嘴角挂着令人作呕的笑容，状若淫魔。小娘子，明日你我便是道侣，不如今晚便提前行那合欢之礼，让本公子好好尝一尝先天道体究竟是什么滋味。男子正是蓝木然的长孙蓝庭慈。你滚开！你再敢靠近一步，我就死给你看！莫九离咬牙威胁，声音中已然透出绝望。叫吧，尽管叫破喉咙也没用。在这落剑阁，谁敢理你？蓝庭慈猖狂大笑，目光越发炽热。中了本公子的奇银合欢伞，现在的你一定又热又空虚吧？不打紧，本公子会好好疼你的，保你满意。他边说边伸出手，神情淫邪无比。他原本打算等明日大婚后顺理成章的行事，但如今忍无可忍，已然等不及了。奇银合欢伞早已趁着他不备，悄然下入口中。如今药性发作，莫九离连抵抗之力都没有。此刻的挣扎，在蓝庭慈眼中更像是挑逗。
装什么贞洁烈女？你明日就是我的女人，今晚自然该侍奉我。他语气凶狠，一把扑了过去。你最好伺候的本公子舒舒服服的，否则你焚仙谷的命运你自己最清楚。焚仙谷他们也是畜生，算计我早就有道侣了。莫九离眼中带泪，强忍药性，竟硬生生咬破舌尖，试图以痛楚换取短暂的清醒。你说什么？兰亭子脸色顿时难看到了极点。没错，莫九离仿佛抓住了最后的尊严，强撑着冷笑道：我早就与心爱之人情投意合，如胶似漆，我是心甘情愿的，绝不可能被你这畜生玷污。此言如刀，狠狠扎进兰亭子的心头。他怔了片刻，随即暴怒如雷：贱人！既如此，那就别怪本公子不客气了。他原本还有一丝怜香惜玉的念头，可现在统统烟消云散。他恨不得立刻把莫九离折磨致死。死？你以为死了就能躲过？笑话！兰亭慈狞笑着，一掌封住莫九离经脉，强行压下他自毁丹田的打算。别忘了，你死了我照样能玩你尸体，甚至剥光你挂在焚仙谷山门前，让你那些同门看看他们的圣女是何等的廉价。你无耻！莫九离咬牙切齿，却已是药力攻心，连话都说不清了，理智正在一点点消失。你的爱人，他若真有本事，怎么还不来救你？兰亭慈露出嘲讽神色，靠得更近，伸手便要撕裂他衣衫。来啊，让他来，我倒想让他看看我是怎么享用他女人的。话音未落，轰！木屋门被人一脚踹飞，劲风如雷，一道身影破门而入，携带滔天怒火与剑气而来。你他娘的，找死！唰！寒光闪过，剑气纵横，凌厉剑芒如同怒龙出渊，瞬间便把木屋顶整个掀飞，碎木四溅，狂风呼啸，直逼兰亭慈而去。不好！兰亭慈大惊，猛然心颤，后背汗毛倒竖，他能清晰感觉到那股刺骨杀气已经死死锁定在自己身上，宛若被凶兽盯住一般，但凡犹豫一瞬都会被当场斩杀，连反应的余地都没有。他几乎是本能的抽身飞撤，不敢有半点迟疑，体内灵力疯狂运转，哪还顾得了屋内其他人，保命才是第一要务。轰！剑气狠狠撞上木屋墙壁，瞬间炸开，残破木梁被震得粉碎，烟尘滚滚，碎屑翻飞，狂暴的冲击波席卷整个空间。倒在床上的莫九离瞳孔猛地一缩，呼吸一滞，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那道突然出现，将一切危险挡在身前的背影。当那张熟悉的面庞在眼眸中逐渐清晰时，莫九离强撑许久的情绪终于彻底崩塌，泪水再也止不住，如断线珍珠般不断涌出眼眶。这一刻，那颗几近死寂的心总算重新复燃，他已然分不清自己此刻究竟是惊喜、委屈，还是劫后余生的庆幸。甚至在最绝望的梦境之中，都未曾奢望过陈之安会真的出现在九剑仙宗。抱歉，我来晚了。陈之安温柔开口，语气平稳，却带着一股让人心安的力量。他的声音仿佛春风拂过心湖，瞬间抚慰了莫九离紧绷到极致的心神。你来了，我不会是在做梦吧？莫九离声音发颤，眼眶通红，用着最后一丝理智，说出了这句近乎不敢相信的话。放心吧，接下来交给我。说着，陈之安抬手轻按，一缕温和却精纯的灵力缓缓注入莫九离体内，顺势将一枚丹药送入他口中，药力化开，迅速压制住他体内肆虐的奇淫合欢散。见莫九离脸色稍微恢复了一些，呼吸也逐渐平稳下来，陈之安这才缓缓转过身来，目光陡然冰冷，宛如寒渊，周身杀气毫无保留地升腾而起，空气都随之凝滞。一旁险而又险躲过致命杀招的兰亭慈惊魂未定，胸口剧烈起伏，看着面前这个突然现身的青年，同样杀意大盛，心中怒火翻涌，几乎要将理智吞没。你是何人？可知这里是九剑仙宗，擅闯此地者唯有死路一条。兰亭慈厉声喝道，抽出佩剑，剑锋嗡鸣作响，惊魂过后只剩下被挑衅尊严后的无尽愤怒。他现在只想将眼前之人斩成碎片。陈之安懒得与他多费唇舌，右手一招，将莫九离直接收回小世界之中，当着兰亭慈的面上演了一幕活生生的大变活人。对于一个注定要死的人来说，确实没什么好隐瞒的必要。你便是兰亭慈，兰木然之孙？陈之安冷声开口，语气中听不出半点波澜。知道本公子是谁，还不快快束手就擒？你现在跪下给本公子磕头赔罪，或许我还能给你留个全尸。兰亭慈神色张狂，语气嚣张至极，仗着兰木然的赫赫威名，
他向来横行无忌，更何况此刻在他眼中，对方不过孤身一人。是就好，我可不想杀错了人。陈之安语调淡漠。此话一出，兰亭慈明显愣了一下，在知道自己爷爷是蓝木然后，还敢如此轻描淡写，甚至带着杀意的陈之安是第一个。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在九剑仙宗的地盘上，居然还能这般有恃无恐。况且此地还是落剑阁，四周阵法层层叠叠，密不透风。若无仙宗令牌在身，一旦动手，必然会被剑气无差别绞杀。然而，在兰亭慈震惊的目光中，陈之安灵力轰然爆发，气息如山岳压境，周围阵法却仿佛彻底失效了一般，毫无反应，连半点波动都没有。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躲得过剑阵的围杀？兰亭慈失声惊呼。可陈之安已然不再给他任何思考的时间，下一瞬，杀招骤然降临。没了剑阵压制，兰亭慈也迅速回过神来，强行稳住心神，自身修为尽数展开，显然不打算坐以待毙。他并非那些只会享乐的废物纨绔，在剑圣蓝木然的教导与丹药堆砌下，他的根基极为扎实。此刻，兰亭慈一身金丹中期修为彻底爆发，配合剑圣亲传剑法，出手凌厉狠辣，在同境界中几乎鲜有人能与之抗衡。然而，今日他遇到的偏偏是陈之安这等妖孽。二者交手，剑光纵横，气浪翻涌，陈之安却始终闲庭信步，甚至还有余力言语挑衅，逼得兰亭慈节节后退。一而再，再而三，兰亭慈虽未当场落败，但心中早已憋满怒火与屈辱。这家伙竟然真的敢瞧不起自己，剑圣之孙就这点本事？陈之安一招逼退兰亭慈，目光中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找死！兰亭慈咬牙切齿，怒意冲顶，何曾有人敢如此羞辱自己，更别说连带着轻视他的爷爷。极光剑法，剑技横出，速度快到极致，剑光在虚空中留下层层残影，杀招瞬间封死陈之安所有退路。这一剑，兰亭慈势在必得。你的剑不够快，更不够狠。陈之安冷笑一声，手中长剑挥动，一股锋锐到极点的剑意轰然爆发，宛如脱缰野马，正面迎上。本以为势均力敌，却不料陈之安速度更快，威力更强，剑意也更加纯粹凌厉。兰亭慈引以为傲的极光剑法，在这一刻宛如土鸡瓦狗，瞬间被撕裂成两半。剑招被破，兰亭慈瞳孔骤缩，正欲抽身飞退，却骇然发现陈之安的剑气比他更快，根本来不及闪避。眼看剑气近在咫尺，兰亭慈只得应接，佩剑横挡，当的一声火花四溅，狂暴的碰撞余波将他生生劈退数十米，嘴角溢血，双手止不住的颤抖。这股力量简直匪夷所思。兰亭慈死死盯着陈之安，脸色阴沉的如同墨汁。你是陈之安？那个火魔教卧底圣宗的弟子？翻找记忆，他终于想起了这个名字。如今圣宗的凄惨下场几乎全都拜此人所赐，这家伙绝对不是善类。知道了，那就可以去死了。陈之安语气冰冷，杀意不减反增，体内吞仙诀运转到极致。吞仙诀主攻，小世界主防，一攻一守，他自信此刻已然立于不败之地。兰亭慈虽为金丹中期，但与陈之安金丹圆满相比，差距巨大。即便他武技众多，在绝对实力面前也毫无意义。再度交锋，兰亭慈只能勉强支撑，被彻底压制。数个回合下来，他已遍体鳞伤，剑痕密布。远处人声鼎沸，显然是仙宗弟子闻讯赶来，用不了时息，此地必被包围。陈之安心念一转，不再恋战，重手逼退兰亭慈，转身遁入山林，消失无踪。落剑阁内，兰亭慈鲜血狂吐，艰难从废墟中爬起，却只剩满地残垣。陈之安，仙宗弟子听令，就算把整个山谷翻个底朝天，也要把此人找出来。是。九剑仙宗众弟子出动，配合着山谷里的剑阵四处搜寻，几乎将整片区域翻了个底朝天，就连一只苍蝇都不曾放过。然而隐去身形的陈之安又岂是那般容易抓到的？他心中自信，只要剑圣蓝木然不出，就凭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抓得到自己。此刻的他气息内敛，身形与天地灵机融为一体，哪怕剑阵流转，也难以锁定他的存在。就在陈之安以为自己能顺利逃出落剑阁，随后逃之夭夭时，一道极其特殊的气息却忽然吸引了他的注意。这气息很奇怪，并非寻常修士所有，反倒更像一句剑灵。神剑有灵，能够凝聚出剑灵的剑，绝非池中之物。而此刻陈之安竟能隐约与那道剑灵产生感应，便已足以证明
此剑与自己有着不浅的缘分。一边是身后紧追不舍的追兵，一边是万里挑一的神剑机缘，陈志安只是犹豫了1秒钟，心念便已落定，立马朝着剑灵气息的方向飞掠而去。好不容易来一趟九剑仙宗，若只是把人救走，那也未免太便宜这些家伙了。这柄神剑就当是九剑仙宗付出的补偿了。陈志安的举动立马引来了仙宗弟子的注意，这家伙好像往剑阁跑去了。不好，他想打剑阁里那些灵剑的主意，绝对不能让他得逞，杀了他！一时间喊杀声此起彼伏，众弟子卯足了劲，非要将陈志安拦在剑阁之外不可。只可惜以他们的速度，又怎么可能追得上陈志安？不过几个闪身的功夫，便被他将身后之人甩得老远，连影子都快看不见了。很快，陈志安便来到了一处悬挂着剑阁2字牌匾的阁楼前。说是阁楼，其实更像一座高耸宝塔，塔身之上插满了密密麻麻的灵剑，剑意森然，无数灵剑齐聚，静静地立于剑阁之中。想要在其中找到刚才那道剑灵气息，只怕必须得近距离感应才行。陈志安没有再犹豫，吞噬之力悄然覆盖体表，整个人气息陡然一变，随后轻而易举地闯过杀阵，直奔不远处的剑阁而去。剑阁乃整个仙宗的禁地，外部布有杀阵守护，若未得到允许强行闯入，势必会被杀阵搅成碎片。可陈志安却偏偏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冲了进去，身后跟上的仙宗弟子还以为杀阵被破，闭着眼睛也跟着冲了上去，结果可想而知，当场被绞杀的连渣都不剩。一时间地上多了不少残破尸体，其余弟子这才惊醒过来，纷纷停在外围，不敢再前进一步，只能焦急等候。兰亭慈姗姗来迟，脸色难看的几乎要滴出水来。兰公子，贼人跑到剑阁里去了，我等进不去。众弟子急声禀报道。那小子怎么进去的？兰亭慈看着地上的尸体，瞬间便明白了怎么回事。这杀阵除了自己爷爷和宗主之外，其他人若没有手谕，根本没法进入。不知道，贼人肯定是用了某种秘法。众人连忙解释，其中一人站了出来，小心翼翼地说道：贼人手段了得，事到如今，我们还是请掌门或者剑圣前辈出马吧。这提议很快得到了众人的认同。然而兰亭慈却不以为然，反倒冷笑一声，语气傲然：何须惊动他们？不过是个废物渣子，本公子自己就能搞定。话音落下，他便欲直接闯入剑阁。既然陈志安能进去，那他身为九剑仙宗的天才同样可以。可就在兰亭慈刚要迈步踏入杀阵之时，一道低沉威严的声音忽然响起：住手！循声望去，只见一名中年人身穿白色道袍，御剑而来，瞬间落在近前，一把将兰亭慈拉了回来。来者正是九剑仙宗宗主蓝破秋。爹！兰亭慈连忙恭敬开口，在蓝破秋面前，他不敢有半分放肆。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蓝破秋冷声问道。当下兰亭慈才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简略说了一遍。而当听到陈志安能够毫无阻碍地闯过落剑阁杀阵，直接进入剑阁时，蓝破秋不由得皱起了眉。这些剑阵皆是你爷爷亲自布置，一个小小金丹境修士怎么可能闯得进去？我也不清楚，他就是直接走进去的，我们根本看不出所以然来。会不会是剑阵年久失修，已经失效了？兰亭慈狐疑道。一旁众多弟子纷纷点头，这种事情若非亲眼所见，谁也不敢相信。蓝破秋脸色彻底沉了下来，这等情况连他也是头一回遇到。他心中反倒生出几分好奇，这陈志安究竟是何方神圣，竟能在仙宗之内如入无人之境？不再犹豫，蓝破秋取出令牌，在杀阵外围打开一条通道，独自一人走了进去。兰亭慈本想跟上，却被直接拦在外头，碰了一鼻子灰。一众弟子哑然，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兰亭慈。看什么看？老实在外边等着！兰亭慈恼羞成怒。此刻剑阁之内，陈志安一路追寻，剑灵的气息正是在此地戛然而止。可要在如此多的灵剑之中找到那一把，多少有些大海捞针的意味。若是平时，他尚能耐着性子慢慢寻找，可眼下莫九离在小世界中的情况明显有些撑不住了。没了外界刺激，他彻底放松了警惕，任由其因合欢散侵蚀神智，如今早已失去理智，只凭本能褪去衣衫，自娱自乐。然而光是这样显然远远不够，必须尽快合体双修，方可彻底解毒。若继续拖下去，哪怕最后侥幸活下来，体内经脉也必然被彻底摧毁，最终沦为废人。唉，陈志安无奈地轻叹一声，心中已有决断，打算先行折返回小世界中救人要紧。
而几乎在他离开的同时，蓝破秋的身影便紧随其后出现在剑阁附近。剑阁近在咫尺，蓝破秋寻了又寻，看了又看，却始终没察觉到任何异样。塔上灵剑一把未少，周围更无任何藏身之所。陈之安究竟躲到哪里去了？不信邪的蓝破秋几乎将剑阁周围翻了个底朝天，依旧没有发现半点踪迹。无奈之下，他只能转身离去。沙阵外，兰亭慈早已等候多时，见蓝破秋出来，立马迎了上去。爹，有没有抓到那小子？你确定他真的进去了？蓝破秋狐疑地问道，脸色不由得沉了下来。真的，这里所有人都能作证。兰亭慈几乎拍着胸口保证。可我已经把里边找了个遍，根本没有任何异样。蓝破秋语气笃定。不可能，我们都亲眼看着他进去的，他肯定藏在什么地方。兰亭慈依旧不甘，可在察觉到蓝破秋的眼神后，语气还是不自觉弱了几分。爹，要不让我们一起进去再找找？人多力量大，总能把那小子揪出来。滚！蓝破秋冷哼一声，语气森然，几乎没有给兰亭慈任何解释的余地，瞬间便把他的话给硬生生堵了回去。且不说剑阁乃是仙宗禁地，岂能让人随意进出？难不成自己的眼睛还能瞎了不成？还不如你们这些人看得清楚。蓝破秋心中本就压着火，此刻更是懒得再听任何辩解，只冷冷扫了众人一眼，便不再言语。另一边，小世界之中，整整1炷香的时间，陈之安才总算将莫九离体内的毒性彻底化解。那气阴合欢散药性霸道，余毒纠缠经脉，哪怕以他的手段，也不得不耗费不少心神。直到确认莫九离呼吸平稳，神魂安定，沉沉睡去之后，陈之安这才轻轻吐出一口浊气，心中的一块大石终于落下。随即他心念一动，身形重新回到了剑阁之中。此刻蓝破秋刚刚离去，剑阁内外暂时还算安全。陈之安站定身形，目光在四周一扫，眉头微微一皱。大海捞针终究不是办法，既然那道剑灵曾主动靠近自己，那便说明对方同样能够感知到他的存在。想到这里，陈之安索性不再遮掩，决定主动释放自身气息。当然，他刻意将气息限制在整个剑阁范围之内，免得外泄出去，被外边的仙宗高手察觉到端倪。否则一旦引来真正的强者，事情反倒会变得麻烦。不得不说，这个办法果然有效。陈之安的气息刚一扩散，那些无主灵剑便纷纷震颤起来，剑鸣轻响，一个个争先恐后地释放出善意，仿佛都想与他结下这份缘分。然而对眼前这一幕，陈之安却视若无睹。他缓缓闭上双眼，心神沉入感知之中，专心寻找着刚才那一抹熟悉的剑灵气息。一路追寻之下，他几乎将整个剑阁都探查了一遍，可结果却让他眉头越皱越紧。那道剑灵气息竟然凭空消失了一般，再也找不到半点踪影。难不成是我找错地方了？陈之安心中生出一丝疑惑，目光不自觉地向上抬起，视线所及，只剩下立于塔顶之上那一柄长约10米的巨大石剑。起初他还以为这石剑不过是装饰之物，可此刻再定睛一看，心头却猛然一震。那股气息不正是方才感应到的剑灵吗？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低头寻了半天，没想到自己要找的剑灵竟然一直就在头顶之上。陈之安心中大喜，脸上也不由多了几分笑意。他不再犹豫，身形轻轻一跃而起，几个腾挪之间稳稳落在了那柄巨剑旁边。远看如同石剑，近看之下才发现剑身之上早已布满斑驳锈迹，彻底掩盖了其原本的模样。陈之安缓缓抬手，掌心轻轻按在剑身之上，就在接触的一瞬间，一道无形波动骤然自剑身扩散而出，瞬间蔓延至整个山谷。哪怕是正在闭关之中的蓝木然，此刻都不由猛然睁开了双眼。无相重剑。与此同时，陈之安低声喃喃，在他触碰到巨剑的刹那，这个名字便毫无征兆地浮现在脑海之中。不仅如此，一股极其浓郁，几乎化为实质的杀伐之气正深深蕴藏在重剑的锈迹之下。纵使陈之安出身魔教，也从未见过如此阴冷、令人心悸的恐怖杀意。若换作寻常修士，只怕在接触到重剑的瞬间，便会被这股杀意彻底吞噬，直接失去理智，沦为只知杀戮的野兽。好在他体内有吞噬之力加身，能够将一切负面气息尽数炼化，再加上自身精神力远胜常人，这才勉强承接住了无相重剑的反噬。重剑微微发颤，陈之安猛然收手，身体也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寒意。好可怕的杀意！他深吸一口气，环顾四周，强行将自身状态
调整至巅峰。随即双手结印，气息暴涨，狠狠拍向剑身，将其猛然拔起。一拔，万剑沉浮，整个剑阁内的灵剑同时震颤，仿佛见到了真正的君王。二拔，无相重剑上的锈迹迅速褪去，原本的剑身显露出来，寒光四起，锋芒仿佛能斩裂虚空。三拔，天地轰鸣，重剑竟在震荡之中迅速缩小，很快便化作最适配陈之安的尺寸。陈之安朗声一笑，握着手中的无相重剑随意一挥，恐怖的气浪席卷而出，飞沙走石。看似沉重无比的剑身，在他手中却轻若鸿毛，如臂指使。不错，他满意的点了点头，咬破手指，将精血滴落在剑身之上，彻底留下属于自己的烙印。重剑仿佛有所回应，隐隐传出欢鸣之声，炼化过程异常顺利。陈之安心念一收，无相重剑立马融入丹田，悬浮在金丹之上，随时可用。没了重剑镇压，剑阁忽然开始剧烈摇晃，仿佛失去了最后的支柱。陈之安望着四周那些灵剑，心中忽然升起一个念头：留着也是暴殄天物，倒不如便宜我。话音落下，他直接开启第二方小世界通道，右手一招，刹那间，所有灵剑仿佛听令的士兵一般，纷纷投入通道之中，转瞬之间便被收得一干二净。现如今，他与九剑仙宗早已不死不休，灵剑收与不收，结果并无不同。失去了灵剑支撑，本就摇摇欲坠的剑阁轰然倒塌，顷刻化为一片废墟。这一切动静自然瞒不过还在外围的蓝破秋。就在最后一把灵剑消失的瞬间，他骤然现身。先前他还信誓旦旦地说里边没人，甚至怀疑是不是其他人都看错了。可此刻眼睁睁看着剑阁化为废墟，灵剑人间蒸发，蓝破秋几乎气得吐血。这可是九剑仙宗千百年来的底蕴，竟在短短片刻之间被洗劫一空。陈之安，蓝破秋死死盯着凭空出现的陈之安，脸色阴沉的仿佛要滴出水来。陈之安回过头来，脸上的笑意却愈发浓郁。蓝宗主，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不可能，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这里的灵剑都去哪了？蓝破秋厉声质问，心中那股不安愈发强烈，一身修为悄然运转，随时准备出手。去哪？我不知道啊，这里不本来就是一片废墟吗？陈之安装疯卖傻，神色坦然，根本没有正面回应。你找死！蓝破秋险些被气得当场吐血。把剑交出来，本座留你个全尸。话音未落，他手中已多出一柄长剑，元婴境修为全面爆发，杀意滔天。真要动起手来，陈之安此刻的境界确实不占优势，可杀招临头，他又岂会坐以待毙？无相重剑骤然现世，陈之安迎着蓝破秋的攻势正面斩去。还说你不知道？蓝破秋看到重剑，怒喝出声，杀意再度暴涨。天下至宝，有缘者得之。你们九剑仙宗未免也太霸道了。陈之安大笑出声，剑势横扫，重剑起舞，招式朴实无华，却立大势沉。哪怕蓝破秋剑招凌厉，威势惊人，却依旧无法撼动重剑分毫。此时此刻，蓝破秋的剑招仿佛纸糊一般，被无相重剑轻而易举地碾碎。这不可能！蓝破秋心里猛然一沉，脸色难看的仿佛要滴出水来。一个小小金丹境修士，竟然能凭借无相重剑与自己正面对拼到这种程度，这等逆天宝剑怎会落到陈之安的手里？哈哈，蓝宗主可别走神啊！陈之安朗声大笑，语气中满是讥讽。硬碰硬显然打不过，这一点陈之安心里比谁都清楚。趁着蓝破秋短暂愣神的瞬间，他立马调转目标，重剑高举，狠狠朝着脚下残存的剑阁根基猛砸而去。虽然灵剑已经被他尽数收走，但剑阁的根基仍在，假以时日，九剑仙宗依旧能够继续养剑，重建底蕴。可陈之安如今显然是要釜底抽薪，不仅把饭吃光，甚至连锅都要一并砸碎。蓝破秋又岂能坐视不管？你敢！他怒喝一声，顾不得自身形象，立刻催动真元出招阻止。对此，陈之安却恍若未闻，体内灵力疯狂运转，瞬间凝聚出一道巨大剑气，打算一举将剑阁彻底摧毁。剑气一出，遮天蔽日，连陈之安自己的脸色都不由白了几分，可见这一招的消耗究竟有多恐怖。蓝破秋见状，只觉一阵心惊肉跳，哪里还顾得上追杀陈之安，当即咬牙以自身修为硬抗这道剑气。轰！烟尘与碎石冲天起，凭借境界压制，蓝破秋硬生生挡下了这道剑气，可依旧被劈得灰头土脸，
道袍破碎，模样颇为狼狈。他挥剑扫开眼前弥漫的雾霾，却发现周围哪还有陈之安的踪迹。那小子早就已经趁机开溜，消失得无影无踪。陈之安，蓝破秋咬牙切齿，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一点点挤出来的。与此同时，剑阁外围早已布满了仙宗子弟，层层包围，只要陈之安一露头，势必会被一拥而上，顷刻间五马分尸。看着这般阵仗，躲在暗中的陈之安也不由暗暗啧舌，这次只怕真是玩脱了。现在这种情况，正面硬打显然不现实。前有蓝破秋紧追不舍，后有人山人海封锁去路，陈之安正准备遁入小世界，先避避这阵风头再说。然而就在此时，人群之中忽然传来一阵凄厉惨叫，紧接着便是一连串爆炸声骤然响起，火光冲天，气浪翻涌。机灵儿终于到了。化神境修为全面释放的机灵儿，此刻如入无人之境。纵使9剑仙宗高手再多，可真正达到化神境的却无一人。只要剑圣蓝木然不出，他便无惧任何对手。数量在绝对实力面前从来都没有任何意义。这一刻的机灵儿宛如天神下凡，身影轻飘飘落在陈之安身前，气势却压得天地为之一滞。怎么，本座没来晚吧？机灵儿语气淡然，神色从容，那火辣到足以晃瞎人眼的身段，与此刻的杀伐气息形成了极强反差。来得正好。陈之安松了口气，却不敢有半分耽搁。不过我们得立刻走，一旦惊动了蓝木然，再想脱身就晚了。可话音未落，远处忽然传来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宛如天地苏醒，压迫感铺天盖地而来。别走了！机灵儿柳眉一挑，望向远处，那老不死的已经来了。话落之间，一袭白衣飘然落下。剑圣蓝木然手中无剑，只是静静站在那里，周身锐利之气却已然镇压全场，仿佛天地都在为他让路。众仙宗弟子齐齐望向蓝木然的方向，神情狂热而敬畏，纷纷跪拜在地，声音震天。恭迎剑圣！全场之中，唯独陈之安与机灵儿依旧站着，神色凝重。另一边，蓝破秋也终于赶了上来，迅速来到蓝木然面前。爹，这小子把剑阁毁了，无相重剑也在他手里。蓝破秋脸色阴沉，难看的仿佛要滴出水来。纵使蓝木然心境再如何沉稳，此刻嘴角也不由微微抽动。剑阁乃是9剑仙宗的命脉所在，如今被陈之安连锅端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仇怨，而是近乎灭宗之恨。可偏偏眼前这个年轻人，即便是他活了千百载，也未曾见过几何。蓝木然的目光缓缓落在陈之安身上，语气低沉而平静。火魔教陈之安，正是。输人不输阵，陈之安强作镇定。很好。蓝木然点了点头，眼神之中竟隐隐带过一丝赏识。随后蓝破秋将方才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爹，绝不能让这小子跑了。明日便是慈儿的大喜之日，莫九离如今不知所踪，我们9剑仙宗丢不起这个人。说话间，蓝破秋恶狠狠地瞪了陈之安一眼。蓝木然没有多言，只是递给他一个安心的眼神，随即再次看向陈之安。这一刻，蓝木然身上的威压骤然暴涨，哪怕只是与他对视，陈之安都感觉呼吸受阻，几乎要窒息。怎么，现在才知道害怕？机灵儿在一旁轻笑出声。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陈之安没好气地回了一句：那老东西可是洞虚境，你我谁能搞得定？切！机灵儿撇了撇嘴，若不是因为诅咒，姐姐我早就已经突破洞虚了，还会怕他？30息。陈之安神色一肃，我需要30息的时间。30息？机灵儿冷哼一声，我给你半炷香，给姐姐我狠狠干他一场。姑奶奶，今天能逃出去就不错了，还想斩杀洞虚？陈之安一阵无语。放心，机灵儿目光凌厉，就算收拾不了蓝木然，我也会让他们永远记住今天。到此，机灵儿也懒得再多问，眼前这个男人已经一次又一次打破了他的认知，哪怕此刻陈之安说能把这里夷为平地，他都不会觉得奇怪。30息而已，对他来说轻而易举。话落，机灵儿不再留手，直接显露真身，气息轰然暴涨，朝着蓝木然正面杀去。而此刻，蓝木然终于认出了机灵儿，脸上不由露出几分震惊。是你？你居然还没死？怎么，本座没死，你很难过？化身为太虚古兽的机灵儿口吐人言，一双树眸死死盯着蓝木然。你的气息。蓝木然低声喃喃，看来当初的诅咒已经被解除了，毕竟那道诅咒
连他都无可奈何。哼！姬灵儿神色轻蔑，真当自己天下无敌了？活了这么久，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不需要本座教你吧？闻言，蓝木然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远处的陈之安，心中却本能地否定：这怎么可能？别猜了，就是他。姬灵儿语气干脆，直接点破：他做不到的。蓝木然摇头：信不信由你。姬灵儿懒得再解释。蓝木然眉头微蹙，看他这副神情，似乎并不像是在说假话。可一个金丹境修士，哪来的本事解开连化神都束手无策的诅咒？想不通，蓝木然索性不再纠结，转而开口问道：你与他是何关系？闻言，姬灵儿回眸一笑，眼神狡黠，随即一本正经地开口：我男人。此话一出，别说蓝木然了，就连一旁的蓝破秋以及周围的仙宗子弟都彻底懵了，足足愣神了一瞬。谁也没想到姬灵儿竟会当着整个九剑仙宗的面说出这样一句话来，他可比当年的你厉害多了。姬灵儿紧接着开口，语气淡然，却带着几分理所当然。这话若是换个人来说倒也没什么，可偏偏从姬灵儿这样火辣到极致的女子口中说出，众人听在耳中，难免浮想联翩，心思各异。不少仙宗弟子下意识低下头，不敢再看。蓝木然却依旧不为所动，到了他这个境界，早已见惯生死荣辱，世间万象极少能真正撼动他的心境。本座念你修行不易。蓝木然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今日若肯臣服于本座，镇守九剑仙宗山门，本座答应既往不咎，放你一马。他停顿片刻，目光渐冷，再次开口：否则便别怪本座下手无情。是想让本座替你们镇守山门，还是看上了本座这具肉身？姬灵儿嗤笑一声，语气讥讽：你们人族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虚伪。说话间，他还刻意挺了挺胸前的高峰，哪怕只是一个极其细微的动作，那夸张的起伏依旧带着强烈的视觉冲击，令人无法忽视。聒噪！蓝木然脸色一沉，懒得再与他多言，随手折下一截枝条，化之为剑，抬手便是一道剑气激射而出，速度快若闪电。呵呵，看来是被本座说中了。姬灵儿冷笑一声，尾巴猛然一扫，直接将那道剑气甩飞，望向蓝木然的目光中满是不屑。连自己的道侣都能痛下杀手的冷血之人，本座可不敢臣服。他语气讽刺，毕竟本座还想多活几年。那便死吧。蓝木然目光一寒，再不留情。话音落下，二者瞬间站在一起，刹那之间，剑光纵横，火花四溅，恐怖的灵力波动席卷四方。姬灵儿虽已化神圆满，可面对刚踏入洞虚境的蓝木然，依旧显得格外吃力。哪怕只是初入洞虚，那也不是化神境修士所能正面对抗的存在。若不是仗着灵兽那强悍无比的肉身，姬灵儿恐怕早已落败。数次交锋下来，他身上已然伤痕累累，鳞片破碎，鲜血飞溅。可此刻距离两人约定好的时间却还相差甚远。姬灵儿心中一沉，却只能咬牙硬撑。他很清楚，现在这种局面，自己若退，那他和陈之安今日都得永远留在这里。轰！又一次正面碰撞，姬灵儿被蓝木然一剑轰飞，重重砸落。蓝木然手持折枝，神情淡漠，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收手吧，现在的你没有任何胜算。哼！姬灵儿冷哼一声，没到最后，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化作太虚骨兽的他，此刻已是遍体鳞伤，以往坚不可摧的鳞片，在蓝木然的剑光之下，脆弱的宛若瓦片。好在灵兽形态下，他的恢复能力大幅提升，只需几次喘息的时间，身上的伤势便能恢复7、8成。然而再快的恢复，也快不过蓝木然那连绵不绝的剑气。数个回合之后，姬灵儿再度被逼入险境。与此同时，另一边，陈之安不知何时已然唤出无相重剑。就在刚才的短短时间内，他悄然布下了不知多少座剑阵，甚至连自己都已经数不清。九剑仙宗以剑阵闻名，可陈之安自认在这方面并不逊色。无数剑阵配合吞噬之力，就仿佛在整片山谷之中埋下了无数颗随时会引爆的炸弹。也许1、2个对蓝木然而言不痛不痒，可若是100个、1000个呢？只要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哪怕只是摔炮，也能把人炸个半残。更何况如今陈之安手握无相重剑，此地所有无主灵剑皆可听其号令，阵法藏于剑中，一柄剑便是一枚飞弹。这套剑阵乃陈之安临时所创，甚至连名字都懒得细想，就叫他暴雨梨花吧。
话音落下，万箭嗡鸣，整片山谷仿佛随之震颤，无数灵箭冲天起，如丝如雨，密不透风。这一幕直接吓得一众仙宗子弟脸色煞白，就连身为掌门的蓝破秋，神情也变得前所未有的难看。万剑归一，手持无相重剑的陈之安，此刻宛若万剑之主。即便是在九剑仙宗的历史中，这样的场面也从未出现过。如此数量的灵剑，哪怕不加任何精妙操控，仅凭本能劈砍，都足以毁天灭地。在此地，陈之安的战斗力几乎成几何倍数暴涨。而正在与姬灵儿交手的蓝木然，自然也察觉到了这一切，嘴角不由狠狠抽动了一下。他原以为一个金丹境修士翻不起什么风浪，却没想到这只蝼蚁竟掀起了连他都感到威胁的杀局。暴雨梨花落！陈之安一声低喝，剑随声落，吞噬之力如洪流般倾泻而下。若非他此刻修为尚浅，场面只怕会比现在更加恐怖。到那时，别说普通仙宗弟子，就算是洞虚境的蓝木然，他也能杀给对方看。无数阵法同时绽放，夹杂着如潮水般诡异的吞噬之力自天而降，目标赫然囊括在场所有仙宗子弟。坏了！蓝木然神色巨变，一股前所未有的死亡气息瞬间锁定了他。将近半数的剑阵目标竟然全部指向了他这个剑圣，若真被正面击中，就算不死，也必然重伤。蓝木然哪里还敢迟疑，强行逼退纠缠不休的姬灵儿，终于抽出了自己的佩剑。我有一剑，开天辟地。这一剑凝聚了他半生剑意，威力之恐怖，足以开天裂地，无愧剑圣之名。刹那间，一道巨大的剑气凭空成型，迎着暴雨梨花狠狠斩去。两大杀招正面碰撞，轰然一声巨响，恐怖的冲击波如同无数气刃，朝四面八方无差别席卷而去。蓝木然瞳孔骤缩，刚欲开口提醒小心，可终究还是慢了一步。那些实力稍弱的仙宗弟子瞬间被斩成两半，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场面顷刻失控，惨叫声如同排山倒海般响起。陈之安脸色惨白，体内灵力早已被刚才那一击抽空。他迅速抓起一把丹药塞入口中，勉强恢复了几分力气。不敢再有任何迟疑，他闪身就走重伤的姬灵，飞速朝山门外遁去，没入山林之中，彻底失去踪迹。此刻的蓝木然又哪还敢追击？他必须立刻破招救人，否则连蓝破秋都可能命丧当场。好一个声东击西，好一个围魏救赵！蓝木然咬牙切齿，死死盯着山林方向，却发现早已捕捉不到陈之安的半点气息。然而陈之安虽已远去，他的声音却在山谷之中回荡，久久不散。老不死的，给我记住，莫九离是我的女人，休要痴心妄想，否则莫怪我杀尽仙宗上下，灭尔等如屠牛宰鸡。夜色之下，陈之安带着姬灵儿一路远遁，借着山林与地势掩护，强行冲破重重残余剑阵，总算成功逃出了九剑仙宗的势力范围。即便如此，两人依旧不敢有丝毫松懈，几乎是凭着一口气逃出了将近100里，直到彻底确认身后再无追兵气息，这才停下脚步，各自大口喘息，真正松了一口气。回眸望去，只见姬灵儿气息紊乱，肩背染血，明显伤得不轻。与自己灵力透支的虚脱相比，他的伤势显然要严重得多。陈之安心中一紧，不由出声问道：“你没事吧？还死不了？”姬灵儿抬手抹去嘴角的血迹，脸色却白得如同宣纸。这次敢闹到九剑仙宗头上，还能活着出来，已经算是老天开眼了。他说完，目光落在陈之安身上，忽然顿了顿：“你把无相重剑收了？”提到这里，姬灵儿的眼中明显多了几分惊讶与难以置信。“怎么，你也知道他？”陈之安有些意外，那可是九剑仙宗的镇宗之宝。姬灵儿语气郑重，放眼整片大陆，都排得上号的顶级仙器。说来你可能不信。陈之安笑了笑，是无相重剑主动找上的我。他简单将当时的经过说了一遍，听得姬灵儿连连侧目，最后竟忍不住轻叹一声：“此等宝物本就有灵，主动认主，倒也说得通。或许这就是你的命数，一把仙器而已。”陈之安语气随意，并未放在心上。“你可别小看他。”姬灵儿摇头道：“无相重剑号称万剑之首，此剑一出，万剑臣服。刚才那一幕，连我看着都头皮发麻。”他回想起那漫天箭雨的场景，至今仍心有余悸。若那暴雨梨花真正落在自己身上，哪怕肉身再强，怕也得被砸成筛子。陈之安闻言一笑，却没有多说什么。
事实上，临危之际所创的暴雨梨花威力虽恐怖，但对他的消耗同样惊人。以他目前的修为与对吞仙诀的掌控程度，顶多只能施展一次便会被彻底抽空。更重要的是，还必须有大量零件配合，否则根本无法形成那样的杀局。好在他在小世界中还收了不少零件，品质比先前那些无主零件要好得多。也就是说，这一招日后或许还能再用一次，算是压箱底的保命底牌。对了，基里儿忽然反应过来，眉头一挑：“你不是说救人去了吗？怎么一路都没见人影？该不会把正事给忘了吧？我看起来像傻子吗？”陈志安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他已经在我的空间法宝里疗伤了，小世界的事情自然不能多说，他只好随口找了个说辞。基里儿这才点了点头，目光意味深长地打量了他一眼：“你这家伙身上到底还藏了多少我不知道的秘密？”“哪有什么秘密？”陈志安笑道，“不过是一些保命手段罢了，不然我恐怕早就身陨道消了。”“保命手段？”基里儿一脸不信，谁家的保命手段能把九剑仙宗闹得天翻地覆？他越想越觉得离谱，忍不住摇头。现在想想，恐怕就算我当初不跟你去，你也未必会出事。那可不行！陈志安立刻正色道，没了我们基里儿大人，我怕是早就被九剑仙宗的弟子分而食之了。这话说得一本正经，反倒把基里儿逗笑了。是吗？算你小子识相。他似乎忽然想起什么，伸手挽住陈志安的胳膊，语气一转：“对了，我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做到了，那你的呢？”说话间，他下意识舔了舔红唇，眼神中带着几分炽热与期待。这目光看得陈志安心里一阵发毛。我怎么了？怎么？你要反悔？基里尔顿时炸毛，我就知道，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他咬牙切齿，气得仿佛都忘了自己还带着伤。你等着，总有你求我的时候。两人一路斗嘴打闹，一追一逃，气氛反倒轻松了不少。好在没有再出意外，天色刚刚泛白，二人便已经回到了火魔教地界。安置好基里儿后，陈志安这才有空回到小世界。此时莫九离体内的毒素早已清除，加之休养许久，也终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再次看到陈志安的那一刻，他再也忍不住，梨花带雨地扑进了他的怀里。这段时间积压的委屈与恐惧，在这一瞬彻底决堤。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坏蛋！你怎么来得这么晚？陈志安任由他发泄情绪，轻轻将人搂紧，温柔地替他拭去脸上的泪痕。对不起，是我来晚了。此刻回想起来，他心中满是懊悔，当初就不该放任莫九离离开，自己还是太高估焚仙谷了，以为他们能守住底线，没想到生死关头依旧选择卖女求荣。许久之后，情绪逐渐平复的莫九离才哽咽着将这段时间的经历说了一遍。如今的他对焚仙谷已再无半分留恋，只剩下冰冷的恨意。是因为你的先天道体？陈志安低声问。不错。莫九离咬牙道，蓝木然想为兰亭祠寻鼎炉，先天道体不过是他们提升修为的工具，所谓联姻也只是看中九剑仙宗的名头罢了。什么名门正派，到头来不过是一群披着羊皮的恶狼。还好你来了。莫九离声音发颤，不然我……想到昨夜，他仍心有余悸，哪怕陈志安再晚一步，后果都不堪设想。从今往后，陈志安语气坚定，我不允许你再离开我半步，哪怕一辈子待在身边。莫九离看着他，鼻尖一酸，怎么，现在知道疼我了？以前不是一直嫌我烦吗？怎么会？陈志安毫不犹豫，你在我这里永远不会烦，永远。得到这个回答，莫九离情绪终于彻底稳定下来。可下一刻，他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猛地从他怀中挣脱，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他。老实交代，刚才那个女人什么情况？你跟她到底什么关系？身材那样惹火，连他自己看了都有些心跳加速，更别说陈志安一个男人了。太虚骨兽基里儿。陈志安神色肃然，一本正经的不能再正经。他诅咒解除后修为暴涨，自然能化形为人，那就是他化形后的样子。莫九离眯起眼睛，你不会想玩蛇吧？怎么可能？我可是正人君子。陈志安立刻举手辩解，语气义正言辞。而且我那可都是为了救你。若没有化神境强者助阵，九剑仙宗这种地方岂是随随便便敢闯的？他说的理直气壮，可心里却莫名有些发虚，连自己都说不清到底虚在何处。这样吗？莫九离没有立刻接话，而是刻意盯着陈志安的眼睛看了好一会儿，像是要从中看出些什么。直到实在看不出端倪，
他这才轻哼一声，收回了目光。都怪兰亭慈那个王八蛋！莫九离越想越气，咬牙切齿道：“等我修得大道，一定亲手把他五马分尸。”无妨。陈之安笑了笑，语气温和：“以你先天道体的天赋，超越他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两人又低声聊了好一会儿。经历过生死之后，此刻的平静显得格外珍贵，劫后余生的感觉让人不由心生庆幸。只是没多久，门外便传来脚步声。陈之安神色一动，只得先行离开。敲门的火魔教子弟是前来通报的，说是山门外有人求见，据说是个女人，一直点名要找你。陈之安闻言不由微微蹙眉，这种时候会是谁？那弟子又补了一句，他说他叫柳千桐。你不早说。陈之安脸色一变，你也没问啊？那弟子一脸无辜。火魔教山门之外，一名黑衣女子强行闯入火魔教山门，哪怕与所有人对峙，也执意要见陈之安。此刻护宗大阵早已全面启动，魔焰翻涌，火魔教上下所有弟子连同段玉山在内尽数严阵以待，目光冰冷。有了9剑仙宗的前车之鉴，如今再遇正道之人，众人自然不会心慈手软。即便柳千桐已然突破元婴境，在如此多高手与阵法压制之下，也逐渐陷入困境，身上已现血迹。就在局势即将失控之际，一道流光骤然破空而来，轰的一声，重重砸入战场中央，激起滚滚浓烟。来者正是陈之安。教主，诸位。陈之安负剑而立，目光横扫全场，此人乃在下道侣，还望诸位高抬贵手。他语气平静，却自带威压。若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便由在下来奉陪到底。这话一出，火魔教众弟子齐齐愣住，一时间所有目光都下意识地投向段玉山。这陈之安可是火魔教的英雄，如今却当众护着一名正道人士，甚至还称其为道侣。就连段玉山都愣了片刻，神色复杂地看着眼前二人。柳千桐曾经的圣宗圣女，名震正道，竟然成了陈之安的道侣。你来了。柳千桐望着眼前朝思暮想的男人，哪怕身陷重围，危机四伏，脸上也未曾露出半分惬意。可此刻他的眼眶却不由泛红，泪光闪动。抱歉，来晚了。陈之安看着他，心中一阵酸楚，下意识将人护在怀中。两人情绪翻涌，再也压抑不住，旁若无人的相拥在一起，虽无言语，却仿佛将这段时间经历的生死与艰险尽数倾诉。段玉山眉头紧锁，心中不由焦急万分。小安，你别被这些正派之人迷了心智，他肯定另有所图，别再执迷不悟了。陈之安回过头，却依旧没有放开柳千桐。教主，那些早就过去了，如今的童儿不是什么正道圣女，她只是我的女人。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掷地有声。这是在向在场所有人宣告柳千桐的身份。段玉山彻底愣住了。当初派陈之安去做卧底，谁能想到这小子竟把自己也给搭了进去。正邪自古不两立，陈之安与柳千桐又怎么可能会有好结果？陈之安，事到如今，你还要执迷不悟吗？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做不会有好下场？段玉山再度质问，语气中满是恨铁不成钢。教主，陈之安语气坚定，我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清楚我与童儿的心意，此事无需再劝。他说着，护在柳千桐腰间的手不自觉又紧了几分。哼！段玉山眼神一寒，冥顽不灵，本教主不能眼睁睁看你毁了自己，今日先斩了这女人，再与你好好论道。话音落下，杀意骤起，陈之安脸色一沉，要杀他，便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无相重剑在手，陈之安将柳千桐护在身后，正面直视段玉山与整座护宗大阵。那股一往无前的气势，竟让不少弟子心神震动。段玉山面色阴沉，你可知自己在做什么？为了一个正道女子，你要与整个宗门为敌吗？护宗大阵随之运转，魔焰翻腾，正邪又能如何？陈之安毫不退让，我只知道我的爱人就在眼前，若连他都护不住，分辨正邪又有什么意义？所谓正邪，不过是你们用来划分阵营的说辞罢了。正道未必为正，魔道也未必无情，这一点或许教主你比我更清楚。段玉山沉默不语，经历宗门动荡与生死抉择的他，如今只想守住火魔教这1亩3分地。陈之安必须留下，哪怕用非常规的手段。陈之安，段玉山冷声道：“你已经被这女人迷了心智，回头是岸，为时未晚。”
火魔教才是你的归宿。唉，陈志安轻轻叹了口气，教主何必逼我？他对火魔教并无太多眷恋。从家人背叛到卧底正道，一路走来，情绪早已被消磨殆尽。今日为了柳千桐，哪怕与整个火魔教为敌，他也不会犹豫。只是心中难免有几分惋惜。一直沉默的柳千桐终于站了出来，他神色凄然，却带着释然的笑。我今日前来，只求一个答案。如今既已得到，便不再打扰，我这便离去。然而陈志安却一把拉住了他的手。傻瓜，你真以为自己还能走得掉吗？若非陈志安在此，护宗大阵早已落下，柳千桐根本没有生路。你倒是小瞧了我。柳千桐目光坚定，光凭他们还拦不住我。陈志安却缓缓摇头，以前或许可以，但现在不行。宗门至宝魔焰玉已经被我彻底激活，护宗大阵也已得到魔焰玉加持。别说是你，就算武霓裳亲至，也未必能全身而退。此话一出，柳千桐不由得瞳孔一缩，神色霎时间变得凝重无比。虽然他从未亲身直面魔焰玉，但此等赫赫有名的大杀器，他又怎会不知其威？昔年修界流传，那是足以与上古凶阵比肩的恐怖存在，一旦彻底启动，可焚山煮海，魂飞魄散。若陈志安所言非虚，那他今日恐怕真的无法再踏出火魔教一步了。看来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啊。柳千桐轻声叹息，不由自主地露出一抹苦涩的笑容，但也只是片刻怅然。她很快便重新恢复了那份属于圣女的从容与坚定。她不是一时冲动才前来火魔教的，她深知这一步意味着什么。既然选择来了，只求一个答案，那便已经提前预料到了自己的下场。若真有一死，我宁愿死在你的手里。他轻声道，语调坚定，眸中更透出罕有的决绝。说话间，柳千桐双眸紧紧盯着陈志安，哪怕天地将崩，哪怕万劫不复，他也未有丝毫动摇，语气中更无半点玩笑之意。怎么，瞧不起你夫君？是觉得我护不住你吗？陈志安嘴角微扬，嗔怪地瞪了柳千桐一眼，手指极自然地轻轻划过他鼻梁，眼神中满是柔意。可是柳千桐仍想开口，却是出于心疼与顾虑，他不愿让陈志安为他陷入这等险境。然话未出口，便已被陈志安果断打断。没有可是，今日谁若想动你，就得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就算是死，你我也要死在一起，做一对亡命鸳鸯。陈志安语气铿锵，掷地有声。为护心爱之人，他甘愿以一人之躯抗衡整个宗门。久见仙宗如此，如今的火魔教又有何惧？你真的想好了吗？柳千桐没有多言，只是低声问了一句，眼神中却波涛暗涌，复杂情绪尽数藏于其间。此番我已尽力解释，不肯听者是他们，不仁不义的也是他们。若他们非要将我逼入绝路，那就莫怪我陈志安出手无情。陈志安声音不卑不亢，铿然如钟，眼中亦无一丝退意。哪怕此刻他所面对的是整个火魔教的弟子，也依旧挺直了背脊，毫不掩饰自己心中的怒火与决断。这一刻，段玉山的脸色终于彻底沉了下来，双眉紧皱，眼中寒光闪烁。既然你冥顽不灵，那便休怪本座不念旧情。最后一丝耐心也被耗尽，段玉山厉喝一声，振臂高呼，号令全教出动。众弟子听令，布阵。是。刹那间，山门之前气势如雷霆滚滚，众人灵力如海潮翻涌，仿佛排山倒海而来，瞬间天地失色，灵阵升腾，光芒暴涨，宛如高楼拔地而起，压迫感排山倒海般席卷而来。而在对面，唯有一男一女手牵着手并肩立，于滚滚浪涛中仿若一叶扁舟，微不足道。是我连累了你。柳千桐苦笑低语，看着陈志安的眼神满是歉意与疼惜。傻瓜，没了你，拥有整个世界又如何？陈志安低笑一声，轻声作答，那语气温柔中带着无尽坚定。终于，蓄力已久的火魔教护宗大阵彻底运转，段玉山一人执剑立于阵心，周身魔焰缭绕，仿佛能够掌控天地万物的生死。剑来！唰！狂风呼啸，剑芒破空，段玉山携带滔天魔焰急掠而来。虽为金丹圆满修为，但在护宗大阵加持下，其气势之恐怖已然不逊元婴强者。护宗大阵封锁天地，压制敌手，身处其中者实力大打折扣。陈志安与柳千桐已深刻感受到这种桎梏。此消彼长之下，二人处境愈加不妙，仿佛风雨飘摇之间的残烛，随时可能熄灭。你可以吗？
陈之安侧头望向柳千桐，低声问道：“自然可以。”柳千桐点头，眼神坚定如铁。只是你真的不再考虑？现在回头还来得及，莫多言。与你一起，哪怕与天下为敌，我也甘之如饴。陈之安仰天一笑，长剑破空，毅然冲入重围。他所面对的是整个宗门弟子，密密麻麻如同汪洋。柳千桐亦毫不犹豫，神色从容，眼神愈发冷厉，身形一展，直扑段玉山而去。二人战力旗鼓相当，一时间斗得天昏地暗，难分高下。而另一边，陈之安则陷入重围，四周尽是曾朝夕相处的师兄弟妹，耳边回荡着一声声质问与指责：“师兄，你忘了宗门的恩情了吗？师兄，你可是宗门的大英雄，怎么会为了一个女人背弃宗门？你太让我们失望了。你还是那个甘愿赴死守护宗门的陈师兄吗？”群情激愤，话语如刀，但陈之安面无表情，心如止水。这些人以言语试图动摇他的道心，未免太天真。若非念旧情，他手中之剑早已血染3尺。此刻他仅是逼退众人，让他们暂时战斗力，却绝不痛下杀手。但他留情，他人未必。这些弟子下手狠辣，眼中毫无情面，仿佛他才是那十恶不赦的邪魔。护宗剑阵起！陈之安心念一动，灵气爆发，瞬间震退数人。紧接着他双手结印，低喝一声，护宗大阵竟被他部分篡夺，反转剑气直指宗门弟子。远处正与柳千桐激斗的段玉山面色骤变，惊怒交加：“怎么可能？你居然能控制护宗剑阵？教主莫忘了，是谁收服的魔焰玉？如今这大阵至少有我一半血汗。”陈之安冷冷一笑，不再留情。飞剑如雨，一道道凌厉剑芒在陈之安掌控下飞射而出，众弟子首当其冲，顷刻之间倒地惨叫。段玉山亦被剑阵所扰，攻势顿时一滞。你乱了！柳千桐瞅准时机，一掌逼退段玉山。若非他有所保留，此刻段玉山已是重伤垂死。身后杀意如潮水席卷，空间温度仿佛陡降，天地肃杀。段玉山瞳孔紧缩，目光死死盯住陈之安，厉声质问：“陈之安，你到底想如何？”“我只想带童儿离开。”陈之安语气平静，语意却仿若重锤，字字敲打在所有人心上。他掌控剑阵，其威力翻倍，若再出剑，必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段玉山心如死灰，怎会不明陈之安此举意味着什么？火魔教已再无承受一战之力。你走吧。既然段玉山已然发话，陈之安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在火魔教众人眼神复杂、神色各异的注视下，陈之安轻轻牵起柳千桐的手，神情坚定，目光如炬，迈步向山门之外走去。此刻，那曾经高高在上、不染尘埃的圣女大人，却如寻常小女子一般，神情柔和，乖顺无言，任由陈之安握着她的手引路，没有任何抗拒。她并未挣扎，也未出声，只是静静地走着，仿佛所有的风雨与劫难都已在他们并肩那一刻烟消云散。随着两人的身影逐渐被暮色吞没，此番动荡也似乎暂时告一段落，火魔教山门恢复了片刻的寂静。然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众人尚未来得及松一口气之时，远方天际突兀传来一道刺目白芒，紧随而至的还有一股仿佛能撕裂山河的剑气，自9天之上骤然坠落。那剑气如天罚降临，雷霆万钧之间，摧枯拉朽，直接劈向火魔教山门上空。火魔教余孽，速速出来领死！这一声怒喝蕴含着洞虚强者独有的精神震荡，响彻整个山门。这声音不是别人，正是剑圣蓝木然亲至。陈之安在9剑仙宗掀起的腥风血雨，终归还是波及到了火魔教。此刻的果报毫无预兆地落到了段玉山的头上。段玉山脸色巨变，心中瞬间翻江倒海，怒火与惊骇交织。他不敢怠慢，立刻回撤，并驾驭护宗大阵迎敌。而那来自天外的剑气中，死亡气息如惊涛骇浪般涌入宗门，如黑云压顶，令人喘不过气。众弟子听令，随本座结阵迎敌！段玉山暴喝出声，音如洪钟，响彻云霄。一时间，火魔教山门内警钟大作，弟子奔走，灵光冲天，剑意森森。而与此同时，在山林小径中，陈之安与柳千桐尚未走远，那道恐怖剑气乍现的一瞬，他们便察觉异常。剑圣蓝木然，这家伙怎么来了？难道是想来火魔教除魔卫的？柳千桐柳眉微挑，语气里满是警觉与疑惑。不是。陈之安眉头紧皱，
面色凝重，语气低沉：“那老不死是冲我来的。”他也未遮掩，把昨夜在九剑仙宗发生之事简要的讲了一遍。当柳千瞳看到陈之安随手亮出那柄沉重如山、气息磅礴的无相重剑时，整个人都愣住了。你居然连九剑仙宗的正宗神剑都收了？陈之安未多解释，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得到确认，柳千瞳如梦初醒，一脸震惊，久久说不出话来。你连蓝木然耗尽500年都未曾驯服的无相重剑，如今却在你手里。你说你是天才也罢，是妖孽也罢，反正我这辈子是认栽了。那老匹夫现在要追杀你，其实也情有可原。陈之安耸耸肩，又平静地补充道：除此之外，我还把九剑仙宗剑阁里的所有零件都收了。柳千瞳闻言彻底说不出话来，看着陈之安的眼神仿佛在看一个无法理解的疯子。你是真不怕那老匹夫发疯啊？他刚要再劝，却忽然发现陈之安握住他的手微微一紧，似是心有所感。你该不会还想回去吧？陈之安转头望着他，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不愧是我的女人，对为夫甚是了解。但柳千瞳此刻却一点笑不出来，眉头紧锁，俨然一个川字印在额间。段玉山都要杀你了，你还要回去帮他们？此事因我而起，若我置身事外，火魔教若真因此灭门，我心中难免会种下心魔。陈之安望向山门方向，目光幽深而坚定。再者，若此刻不能压下蓝木然这股气，他日后定会纠缠不休。千日抓贼易，千日防贼难，这隐患不能留。柳千瞳听得怔住，片刻后，他伸出手摸了摸陈之安的额头，语气中带着几分哭笑不得。你也没发烧啊，怎么就开始说胡话了？那可是洞虚境的强者，你怎么教训得了人家？洞虚境怎么了？洞虚境难道就不会流血，不会死？陈之安撇了撇嘴，语气中满是自信。如今魔焰玉在手，还有整个火魔教助阵，我未必就不能伤他。柳千瞳还欲再劝，可他太了解眼前这人了，一旦做出决定，石头蛮牛也拉不回。只可惜他话还未出口，陈之安便已化作一道剑光，朝火魔教折返而去，瞬间消失在视野尽头。火魔教山门，风云激荡，段玉山带领着所有弟子，靠护宗大阵苦苦支撑，强行抵御蓝木然如浪潮般的剑气攻势。可哪怕是魔焰玉加持之下的大阵，面对蓝木然此刻全力一击，依旧如纸糊般脆弱。每一次对撞都震得山体晃动，宗门摇摇欲坠。段玉山满目血丝，目中尽是绝望与悔恨。他拼尽全力，却连蓝木然3成功力都未逼出半分。他终于明白，若是陈之安还在，凭其掌控魔焰玉的能力，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可如今人已被赶走，他又能从哪里再找出第二个陈之安来？让陈之安出来，否则本座踏灭整个火魔教。蓝木然的声音如雷贯耳，冷厉无情，压得众弟子一个个低头不敢言。陈之安已叛离宗门，从此与我火魔教再无瓜葛，你与他恩怨关我们何事？人群中一名弟子壮着胆子吼道。然蓝木然根本不听解释。叛离宗门，人不在了。他眼中杀机闪动，语气愈发冰冷。火魔教本就是邪魔外道，今日本座便斩草除根，还天下一个清明。话音刚落，蓝木然抬手便是一剑，刹那间剑气纵横，千百道剑芒从天而降，宛如天雷怒劈。此剑一出，几乎无人能挡。段玉山神情一凛，来不及思索，立即凝聚灵力，强行引动护宗大阵之力灌注自身，紫光暴涨。他怒吼一声，身影跃起，试图以血肉之躯抵挡这毁天灭地的一击。可惜终究差距太大，即便拼尽全力，段玉山也仅支撑了刹那便被击飞。轰！一声巨响中，他口吐鲜血，身形倒飞数10丈，浑身血肉模糊，骨裂筋断，剑气仍不止，直追他而去，欲取其命。教主！众弟子惊呼，却无人能及时救援。唰！眼见那剑芒即将落下，一缕剑光自天而至，横空斩断蓝木然剑气。陈之安，回来了！老狗，听说你在找我。声音回响，陈之安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只是他刚才那一声老狗，着实把所有人都给吓了一跳。这无疑是在找死。蓝木然那可是洞虚境强者，眼中又怎能容得下半点轻慢与挑衅？远处段玉山始终没有说话，脸色却已然凝重到极点，心中更是猛地一沉。陈之安如此唐突，不仅会把自己送上绝路，连带着整个火魔教，只怕都会被一并拖下水，陪他葬送在此地。可事已至此，再说什么都已经为时已晚。好胆识，
居然还敢回来！蓝木然终于开口，不再理会段玉山，缓缓转过头来，目光落在陈之安身上。他面无表情，看不出喜怒哀乐，只是将陈之安的气息牢牢锁定。从这一刻开始，在他心中，这个年轻人已经成了必死之人。彼此，这火魔教的山门也不是你随便能闯的。陈之安不为所动，甚至在蓝木然的威压之下，依旧站得笔直，从容回应。虽说这份从容从何而来，旁人根本看不明白。这番话是否惊住了蓝木然，无人得知。可段玉山以及一众弟子，此刻却已然心神震荡，敢在一位洞虚境强者面前如此开口，真不知道该说陈之安是胆大包天，还是压根不知死活。呵呵，蓝木然气急反笑，无相重剑能入你手，倒的确有几分说法。对此，陈之安却懒得多言，反倒自顾自开口说道：“你可知火魔教有一阵能斩断洞虚？魔焰玉吗？”蓝木然撇了撇嘴，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只可惜那早已是过去式，如今的你们又有哪一个能操纵？不过尔。然陈之安却只是轻轻一笑，仿佛早已料到这个回答。谁说没人能得到魔焰玉认可的？他目光微凝，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锋芒。万一这个人就是我呢？闻言，蓝木然明显一怔，眼底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惊疑之色，不过很快便被他压了下去。陈之安能收服无相重剑，若再说他掌控魔焰玉，似乎也并非全无可能。就在他心中权衡之际，陈之安却已经不再等待。只见其忽然抬手结印，动作快到极致，几乎只留下道道残印。印起，刹那间，那象征着魔焰玉的古老阵纹骤然浮现，几乎在一瞬间彻底爆发，笼罩方圆10里。天地仿佛被强行改写，紫色魔焰翻涌，虚空震荡。即便强如蓝木然，在这一刻也清晰地感受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他那一直从容淡定的神情，终于多出了几分诧异与凝重，目光死死盯着陈之安，眼底满是难以置信。这是魔焰玉？你居然真的收服了魔焰玉？先是无相重剑，如今又是魔焰玉，两大杀召集于一身，即便是蓝木然，心中也不免生出几分复杂情绪。要知道，当年他为了无相重剑，耗费了整整500年光阴，却依旧无功而返，而陈之安却在短短10日内连得2件至宝。老狗，此乃我收服魔焰玉之后，第一次真正尝试它的威力。陈之安冷哼一声，声音低沉却凌厉，能败在这一招之下，你也算不冤。话音落下，他不再有半分犹豫。面对蓝木然这样的存在，稍有迟疑，便是万劫不复。震起！天地之间仿佛在这一刻化作了一座巨大的火焰熔炉，将陈之安与蓝木然彻底包裹其中。恐怖的高温席卷四方，植被、房屋在顷刻间化作飞灰。若不是陈之安提前将众人逼退在外，只怕此刻连段玉山等人也已被一并炼化。即便是蓝木然，也再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运转灵力，全力防御。长剑横于身前，剑气如木，将肉身牢牢护住，抵御着那如复古之躯般的紫炎侵蚀。可陈之安很清楚，仅凭魔焰玉还不足以真正斩杀对方。心念一动，他强行调动火魔教的护宗剑阵，与魔焰玉相互配合，将杀伐之力推至极致。给我破！恐怖的反噬瞬间袭来，陈之安只觉体内灵力如决堤般倾泻而出，脸色肉眼可见的苍白下来。可他不敢停，一旦给蓝木然喘息之机，死的便只能是自己。他一把一把地将丹药塞入口中，疯狂补充灵力。吞仙诀的特性在此刻彻底显现，不论何等丹药，皆被瞬间炼化吸收。若是让蓝木然知晓这一点，只怕杀意会更胜几分。另一边，那一向所向披靡的蓝木然，神情也首次变得凝重。身处魔焰域之中，实力被大幅削弱，即便如此，他依旧不退反进，硬生生迎着护宗剑阵杀去。虽显狼狈，却短时间内仍未落于下风。洞虚境强者的恐怖，在这一刻展露无遗。远处，段玉山以及一众弟子死死盯着这一幕，心中如悬巨石，久久不能落下。陈之安，这个被他们逐出宗门的弃子，此刻却在为宗门拼命，以金丹之身硬汉洞虚剑圣。与之相比，众人只觉羞愧难当。段玉山更是清楚，同时操纵魔焰玉与护宗剑阵，对肉身与神魂的消耗已然恐怖到极致。以陈之安如今金丹圆满的修为，根本支撑不了太久。一旦灵力枯竭，等待他的便只有失败与死亡。而失败的后果，谁都不敢去想。场中，蓝木然终于不再被动防守。所谓的魔焰玉，在你手中也不过如此。
他冷哼一声，若你能突破元婴后期，或许我还真得暂避锋芒，只可惜你没有。话音落下，他再无保留，一手握剑，周身剑意在这一刻暴涨至巅峰，锐利之气仿佛要开天辟地，险些将魔焰玉领域撕裂。陈志安嘴角溢血，仅是承受那剑一余波，便已遭到魔焰玉反噬。洞虚之强，终究远超他的预料。可蓝木然却未停手，他轻描淡写的一剑斩出，剑意如虹，从天而降，直劈陈志安。四周空气仿佛在这一瞬被生生切开，陈志安只觉汗毛倒竖，生死危机扑面而来。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魔焰玉与护宗剑阵似乎都已难以奏效。死吧！轻描淡写的2个字自蓝木然口中吐出，剑气破空，直逼陈志安天灵盖。那摧枯拉朽般的威势，仿佛世间万物皆无法阻挡。唰！全场一片死寂。巨剑落下，轰然一声，山石震颤滚落，仿佛天崩地裂。恐怖的剑压席卷四方，大地开裂，碎石翻飞，连空气都被撕裂出刺耳的爆鸣。剑气所过之处，摧枯拉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抵挡。哪怕是火魔教赖以正宗的护宗剑阵，在这股洞虚剑意面前，也终究承受不住。阵纹寸寸崩裂，随即应声破碎。好在护宗剑阵终究削弱了大部分的剑气威能。当那一击真正落在陈志安身上之时，已然弱去了不少锋芒。噗嗤！陈志安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只觉五脏六腑仿佛被狠狠震碎，整个人如遭重锤轰击，身体不受控制地倒飞而出，足足飞出近100米远，他才重重砸落在地，沿途碎石炸裂，尘土飞扬。与此同时，那原本还在勉力维持的魔焰玉也终于承受不住反噬，阵纹崩塌，紫炎消散，彻底湮灭于天地之间。陈志安的身形从半空坠落，轰的一声砸进废墟，瓦砾翻滚，将他半个身子都掩埋其中。这一刻，全场一片惨然，没有欢呼，没有议论，只有如同死寂般的沉默在山门之内蔓延开来。哼，蝼蚁也敢撼山岳，不自量力！蓝木然冷哼一声，目光居高临下，眼神里满是漠然与轻蔑。在他看来，这场战斗至此已然结束。陈志安身受重创，气息紊乱，显然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在苦苦支撑。无相重剑，你没资格驾驭，还来！话音未落，蓝木然右手探向虚空，气机瞬间锁定陈志安体内，恐怖的吸射之力轰然爆发，他竟要当场强行剥离无相重剑。一旦成功，陈志安必遭反噬，以他现在的状态，几乎是十死无生。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怒音自四面八方骤然响起，仿佛雷霆滚滚，震荡天地。哼，敢动本座的人，可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声音并不高，却在瞬间贯穿虚空，如雷霆炸裂，直接在所有人耳边轰然响起。天地为之一滞，气机骤然紊乱。哪怕是蓝木然，这一刻都忍不住脸色大变。当那道身影显现，当那张迷倒众生的绝世容颜映入眼帘之时，包括他在内，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凉气。武霓裳，这女人怎么来了？蓝木然神色阴晴不定，他猜不透武霓裳为何现身，更无法理解他方才那一句本座的人。武霓裳，你好歹也是正道之人，今日之事便不要插手了，本座自会清理邪念。然而武霓裳一开口便语不惊人死不休，别人本座不管，但陈志安是本座的男人，你动不得。全场哗然，哪怕心性沉稳如蓝木然，此刻都已然目瞪口呆，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陈志安，武霓裳的男人。就连跟随而来的柳千瞳，此刻也是满脸震惊，脑海一片空白。这种事他怎么从未听说过？你说什么？蓝木然失声喝问，语气中带着难以掩饰的惊疑。怎么，年纪大了，莫非连耳朵也不好使了？武霓裳神情淡漠，语气中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霸道。他的存在本就无需向任何人解释，刚才那句话已然足够。陈志安便是他等待了1000年的那个人。不可能，绝不可能，他不过20出头，怎么可能是你？蓝木然下意识反驳，可话还没说完，便被武霓裳直接打断。本座做事何时需要向你解释？今日你伤了他，这笔账本座自会讨回来。是他盗走无相重剑在先，老夫不过讨回公道而已。蓝木然强忍怒意，厉声反驳。然而武霓裳又岂会在意这些？在他眼中，陈志安做什么都可以，唯独不允许任何人伤他、
害他。正道共主，行事向来如此，实力便是一切理由。滚，或者死！武霓裳语气冰冷，没有留下半分回旋余地。哪怕蓝木然再不愿动手，此刻也被彻底点燃了怒火。听说你不久前也突破到了洞虚，只希望如今的你别太弱了。话落，蓝木然祭出长剑，剑光撕裂长空，整个人化作一道凌厉剑虹，直奔武霓裳杀去。见此，武霓裳丝毫不惧，正面迎上。相比蓝木然的剑道锋芒，他的攻势更显直接而爆裂，拳脚横空，硬汉凌冰，恐怖的肉身之力竟隐隐胜过许多灵兽。拳拳到肉，剑剑封喉，两人皆是直取要害，没有丝毫留手的打算。两位正道巨擘在这一刻杀得天崩地裂，山石翻滚，哪怕只是外泄的余波都足以瞬间碾碎任何筑基修士。实力稍弱之人更是被震得连连吐血，狼狈逃命。而另一边，陈志安在柳千桐的搀扶下，终于勉强站起身来，浑身鲜血淋漓，伤痕纵横，有些地方甚至能看到森森白骨，触目惊心。若非他肉身早已锤炼到远超同阶的程度，此刻怕是早已身死道消。不过这一战他并非毫无收获，那原本坚不可破的金丹境瓶颈已然出现了细微裂痕，只要有机会，他随时都能突破。陈志安抬头望向空中，目光落在武霓裳身上，心中满是疑惑，这女人怎么追到这来了？柳千桐同样看着他，神情复杂。你老实说，跟师尊他老人家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上次见面的时候，这女人还想把我炼成丹药，用来突破修炼，结果现在又整这出，谁知道呢？陈志安赶紧解释，自己也是一头雾水。炼丹？柳千桐愣住了。不错，这还得多亏了雷鸣跟梦姬那俩混蛋，若不是他们乱吹一气，我能被武霓裳盯上。陈志安说的认真，说起这两人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可即便如此，柳千桐依旧想不通，如果真如你所说，师尊他老人家为何要当众宣布那事？我怎么知道？这女人生性霸道，根本不按常理出牌。陈志安眉头紧锁，心头隐隐生出一丝不安。要是他待会儿要强行把我带走，那怎么办？柳千桐沉默片刻，目光却逐渐坚定。你该不会真的是师尊要等的人吧？这么久，我还从未见过他老人家这般失态，为了一人与别人大打出手，怎么可能？我与武霓裳又不是第一次见面，若真如你所说，第一次见面之时，他为何不能确认？陈志安依旧不信，可话说出口，自己却又有些动摇。童儿，若你师尊要带我走，你怎么办？怎么办？他若要害你，我就算豁出性命，也得护着你。不成功，便与你一同去。有你这句话就够了。